华国晋北市体育场外，初夏的季节，烈日炎炎，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拥堵在无比巨大的市体育场外。老天保佑，希望我家小子能够转职主战职业。大叔穿着破旧工装，双手合十，满脸虔诚地祈祷着。身边衣衫讲究的女人打量了一眼，心中了然，又是一个希望凭借转职改变命运的家庭，见怪不怪了。自200多年前，地心突变，面积更是扩大了上百倍。转职、杀怪、下副本升级便成为主旋律。为了应付地心巨变降临的魔兽，突现的副本秘境，无数先辈挥洒着热血，忘我的战斗，才驻守起如今的铁血生命防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各职业发展已是百花齐放，更有隐藏职业展现光辉。这个时代需要强者，所以主战职业的地位崇高也是理所当然的，包括战辅职业，地位也不容小视。玩过游戏的都知道，牛逼的辅助才是爸爸。生活职业则是有些尴尬，虽然国家的运转少不了，但太多了。想开点，转职生活职业也没什么不好，起码没有危险。我倒希望我女儿转职药剂师，平平安安就好。周曹的家长们瞬间点燃了讨论的热情。是啊，我隔壁邻居他小姨子家大哥的表姐的儿子，去年转职的还是战斗系隐藏职业呢，结果下了次副本，人就没了，这上哪说理去？嗨，这些小年轻一天天的在学校被老师洗脑了似的，一门心思的想成为枭神那样的镇国英雄，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天赋和机遇的，太难了。谁说不是呢？唉，相比体育场外的嘈杂，内部篇显得安静了些。成千上万的高三学生聚集在这里，满眼紧张地盯着转职台。只见那巨大的转职石旁布置了16个转职阵法，16位阵法师严阵以待。既然负责了这个仪式，谁不想在自己手上转职几个牛逼哄哄的职业者呢？那是与有荣焉的事情。此刻，晋北市一中方阵，姓名林宪，职业无，未转职，等级0级 ，HP 50%， MP 50%，攻击力5，防御力5，体质5，力量5，敏捷5，精神5，天赋未开启，技能5，装备5。是龙是虫就看今天了，我可是直接穿越在娘胎里，应该算是原住民吧。林宪漠然地关掉面板，这个面板林宪已经看了18年了，刚开始还颇为兴奋，以为是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到账了，没曾想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从一出生都有这玩意儿。作为原地球极限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出事故也是有心理准备的。没想到的是，在昆仑山无意间捡到的一块奇石，给了他第2次人生，醒来便在这个世界灵母的肚子里了。经过这么些年的了解，毅然明白了自己身在怎么样的世界，也更加明白转职意味着什么。是原地起飞走向人生巅峰，还是享受996福报，就看今天的了。不容他多想，转职仪式要开始了。又到了1年1度最重要的时刻，相信同学们此刻早已迫不及待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晋北市职业者协会会长赵文杰一派淡然地宣布仪式开始。每年一次，这么多年下来，早已激动不起来了。晋北一中队伍，各班班主任手里攥着花名册，跟着校长苏天德来到阵法师身边，拱手道：“麻烦您了。”苏校长不必客气，应该的，我们开始吧。微微点头示意，阵法师大手一挥，转职阵法瞬间亮起，在阵法中央缓缓升起一根虚幻的星柱。林学霸，那就是天赋柱了吧？王博扯了扯林宪的衣摆，神经兮兮的小声问道。作为小学渣，表示书到用时方恨少，老师又说的太早啊。林宪瞅他一知半解的迷糊样子，只得详细说说。是的，转职完成之后就会觉醒个人天赋，看到虚幻天赋柱上的数排星孔了吗？亮起几孔便是几星天赋。目前我们华国已知的最高天赋便是9星。这个我知道，华国10大镇国级英雄之一萧慕容嘛，还是我们省的。老师说的，我耳朵都起浆子了。这话旁边的同学可不爱听，于是纷纷插话。说话客气点儿，我女神不牛逼，一手冰雪法术，国内谁敢说稳赢？就是，而且还是隐藏职业冰灵法师，听说去年就79级了，今年突破80级肯定没问题。跟隐藏职业有什么关系？其他那么些隐藏职业也不见成为镇国级。隐藏职业说起来虽然稀有，但这么多年下来也不老少啊。但10大里起码有一半都是普通战斗职业啊，这是怎么回事？这话一出，立刻鸦雀无声。是啊，这是怎么回事？林宪瞧着这一群沙雕在那皱眉苦思，有些无奈，刚准备给解释解释，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谁让你们上课不听课的？”啊！李潇潇、李校花求包，呸！求解释！潇潇班长，快讲讲！林宪见有人解惑，自己也乐得轻松，便不再多言。
两人虽为一个班，但真不是太熟，话都很少说。不过这姑娘跟他这个假天才不同，人家是真天才，年级第一第二的宝座都是他俩包圆了，换着做而已。李潇潇瞥了他一眼，才慢条斯理的道：老师一直说的职业不分贵贱，其实是有一点道理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战力组成，职业技能、天赋加成、装备以及最重要的战斗意识。职业就不多说了，主战、辅助、生活、隐藏职业也都为主战、辅助。说到这里，李潇潇顿了顿，见林宪也听得认真，才继续道：天赋1星最低9星最高，都说天赋越高越好，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一个战士觉醒了法力消耗减少 70% 的7星天赋，还不如觉醒一个5星6星的力量爆发类天赋。所以主要也得看与自身职业的匹配程度。装备就不多说了，战斗意识就更为重要了，队伍配合、机会把握、技能搭配等等。所以想要成为强者，天赋、机缘、心性缺一不可，这些东西上大学都会教。不说了，转制开始了。还没等他们消化完这些，便听到班主任的声音：第一个，李佳佳。第二章转制开始了。第一个，李佳佳。李佳佳应声出列，两手紧攥着衣袖，紧张地站到阵法中央。随着转职阵法的运转，耀眼红色光芒一闪而逝。李佳佳，战斗职业弓箭手。阵法师满脸严肃，还没完。只见天赋柱上的星孔自下而上亮起，1星、2星、3星。校长苏天德眉眼舒展，笑容满面。不错，不错，给今年一中开了个好头。天赋6星。李佳佳脸色通红，兴奋得不能自已。作为小透明，此时他只想说：曾经的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的我让你高攀不起。人不可貌相啊，谁曾想李佳佳起飞了？是啊，那可是6星天赋啊，5星我就满足了。想屁吃，你以为那么简单的吗？4星天赋就算是分水岭了。话说现在舔还来得及吗？话是如此说，但李佳佳下来之后也没谁真凑上去舔，年轻人脸皮太薄。同学们此时也更加期待了，谁还不是天之骄子，世界主角了？自己只会更牛逼。乾坤未定，谁还不是匹黑马了？张强出列。伴随着转职阵法的运转，绿色光芒闪过收入张强体内。生活职业饲养师。天赋柱上亮光一闪，稳稳地停在了一颗星，便纹丝不动。天赋1星。张强的脸色霎时煞白，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灵魂，步履蹒跚地回到队伍当中。并不是说生活职业就没有战斗力，等级高了之后，光凭借属性值也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但跟主战职业、辅助职业没法比。主战、辅助职业升级之后都会有侧重点，而生活职业升级的属性点是4维平均分配的，没有装备，没有技能，属性点不突出的生活职业要怎么战斗？同学们想要安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语言在此刻都显得苍白。紧接着，徐明，生活职业钓手，天赋1星。张图，生活职业铁匠，天赋2星。一连7、8个都是生活职业，这会儿校长苏天德脸色也不太好看。同学们更是认清了现实，我是主角的想法就此消散，理智开始回归。王博此时也是没了刚才的兴奋，捏紧了拳头。林宪，你觉得我能觉醒什么职业？不等林宪回答，又道：保佑我觉醒辅助就好了，辅助好组队。你呢？林宪此刻也开始紧张起来，家里只剩下自己和弟弟了，爸妈留下来的财产这些年下来也是没剩多少，如果自己再转个生活职业，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太好过。我要求不高，只要不是生活职业都行。王博跟林宪是同桌，对他家里还算比较熟悉，当下安慰道：你理论成绩这么好，没问题的，说不定还可以转职隐藏职业呢。转职跟学习成绩有个毛的关系，除非有秘宝才能提高转职成功率。赵百川在他们身后小声嘟囔着，见林宪朝他看了过来，便立即瞪了他一眼，才偏过头去。两人也啥矛盾，不过是同学们每次八卦都把林宪和校花李潇潇往一块凑，林宪没什么反应，平时该怎样还是怎样，这让他有些憋屈，毕竟这也不能怪林宪，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让家里出面逼林宪转学吧，家里也不是这么教育他的。林宪知道赵百川说的是对的，转职太玄学了，4事全靠运气，除非是有秘宝，但这个东西太过于难得，有价无市，基本都在大势力手中，平民根本就不用想。一中有资本提前使用过秘宝的，可能也就赵百川和李潇潇了，其他人怕是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吧。下一个，赵百川，终于到我了。赵百川信心满满的走进阵法当中，校长此时也是站起身来，目色期待。红光流转，那光芒似是要冲破天际，无比耀眼。隐藏战斗职业枪术师，阵法师也一脸喜色，现在就看天赋怎么样了。
正常来讲，隐藏职业天赋基本不会低于6星。果不其然，天赋前立住，星孔的光芒也是瞬间冲到5星，接着6星缓缓亮起，达到7星后，光芒就更为缓慢了。终于在最后时刻冲破了7星。隐藏战斗职业枪术师天赋8星。哗！全场一片震惊，紧接着一声声卧槽脱口而出。再华丽的词藻在这一刻也表达不了此时的心情。恭喜恭喜！看来我们晋北市今年多了个省状元的好苗子啊！晋北市职业者协会会长赵文杰这会儿也来到了一中这边道喜。苏天德笑得满脸褶子，连忙摆手：“哈哈，同喜同喜，都是咱们晋北市的，主要是血盟工会赵天雄会长有实力，有其父必有其子嘛。虽有心理准备可以转职主战，但天赋能这么高，这可是自己本身的天赋，毕竟秘宝只能提高转职成功率，对天赋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赵百川兴奋地点了点头，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到队伍中，路过林宪时还朝着林宪笑了笑。心情大好之下，似是不太顺眼的人这会儿也顺眼了。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市体育场建得这么漂亮？林宪听到他的嘀咕声，一脸黑线。好吧，林宪此时也是木了，好运的小子，老赵起飞了呀，以后可要带带我。好说好说，哈哈哈。转职还在继续。孙尚战斗职业法师天赋4星，陈柔辅助职业牧师天赋5星。这么一会儿，一中300-400个高三生已转职完成大半，主战和辅助的转职概率加在一起，大约在30%左右，虽说不高，但也不是太低了。林宪这会儿也发现一个规律，当红光闪烁时，大概率转职的是主战职业，黄光大概率为辅助，生活职业最多基本是绿色光芒。下一个林宪，不知道林大学霸能转什么职业，希望再给咱们班长长脸，惊掉他们的下巴。你们刚看到赵百川转职后，他们的表情笑死我了。是啊是啊，我还听到校长说卧槽了。哈哈，林宪怎么说也比这些同学多了活了20多年，情商也不低，所以跟同学相处的比较不错，加上人长得帅气，一头短发，朝气蓬勃，笑起来一副人畜无害、阳光大男孩的模样，在一中的人气很高。同学们这会儿祝福他，也是真的在祝福。颇为忐忑地走进转职阵法中，林宪按照阵法师的提示微闭双眼。第3章，我一个铁匠自己打材料，很合理吧？阵法运转，绿色光芒开始闪烁，由微弱逐渐增强，直接覆盖了整个内馆。绿光，林学霸不太妙啊！是啊，刚刚那么多闪绿光的，最后都是生活职业。不是吧？按理说林学霸不至于啊。李潇潇见识更广，从绿光一出现，他就知道林宪必是生活职业无疑。目光中失望转瞬即逝，便不再关注。赵百川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有些不喜，呵斥道：“别瞎猜，这光芒声势浩大，肯定不是生活职业。”刚说完，只听阵法师声音传来：“林宪，生活职业铁匠。”唉，可惜了，林学霸运气不好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也搞不懂这个转职凭借的是什么。谁说不是呢？不然也能提前准备，提前锻炼。苏天德摇了摇头，惋惜不已。常年霸榜的第一、第二，他又怎么会不认识呢？原本还是很看好林宪的。爱命该如此，真是半点不由人啊！林宪听到阵法师的宣告，心里瞬间凉了半截。不是吧？说什么来什么？我 TM 嘴真欠啊！不等他多想，天赋测试直接就开始了。只见天赋柱上也是绿光闪烁，第一颗星孔亮起，紧接着第2颗、第3颗。虽然速度缓慢异常，但稳定有序地攀升着。4星、5星、6星，同学们眼睁睁地看着星孔一颗颗亮起，嘴里情不自禁地跟着数着。7星了，8星、8星、8星。同学们情不自禁的声音越来越大，激动地面红而赤，仿佛此刻觉醒天赋的正是自己。8星了，9星、9星、9星。全馆的目光再一次投注到一中区域，所有人呆若木鸡。9星，刺激，真 TM 9星了，卧槽！林学霸牛逼！大多同班同学忘乎所以的欢呼着。李潇潇内心有点复杂，嫉妒的神色一闪而逝，随即惋惜道：“可惜是个铁匠职业。”话音刚落，同学们犹如被发了一盆冷水，顿时鸦雀无声。司智这很难评。是啊，你说他运气好吧，他转职了铁匠；说他运气不好吧，又觉醒了9星天赋。林宪此时可听不见同学们的窃窃私语。轰！阵法继续运转，轰的一声，林宪的脑海瞬间被一片灰雾笼罩，一柄大气磅礴的巨锤伴随着电闪雷鸣在灰雾中穿梭，锤身缠绕的看似粗重的锁链轻盈的回荡飞舞着，不时有电流在锤身锁链上乱窜。随着阵法运转结束，林宪睁开眼睛，刚才脑海中的景象给了他信心，
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糟糕。此时阵法师还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铁匠竟然觉醒了9星天赋，凭什么？阵法师揉了揉眼睛，再次确认林宪的面板信息，无奈之下只能宣布：林宪，生活职业铁匠，天赋9星。造化弄人啊，这很不好评。林宪深吸一口气，缓了缓心神，正要查看一下是什么天赋。林宪同学，你转职完成了，下去吧。可惜了。阵法师面色温和的提醒。旁边协会会长赵文杰、校长苏天德还有班主任都一脸便秘的表情，想问问是什么天赋，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个世界比较忌讳询问别人的天赋，当然固定队友除外。探查别人的面板也仅限等级、职业和大体属性值，其他任何东西是无法看到的。谢谢前辈，麻烦了。林宪点了点头，强自淡定地回到队伍中。同学们想安慰，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此时也都闭上了嘴巴。赵百川这会儿挤到林宪身旁，拍拍他的肩膀：9星天赋古今少有，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的，好好研究，另有出路也不一定。别灰心。同学们似是打开了思路，纷纷安慰道：是啊，是啊，先看看是哪方面的天赋，如果是锻造方面的，9星就牛逼了。只要晋升黑铁级锻造师，就可以加入锻造师工会，成为铂金级锻造师，多的是人求你定制专属装备呢。就是，还不用战斗，材料有人送上门，想想也挺爽的。如果没别的安排，来我家工会吧，相信我家老头子知道我给他拉了一个9星天赋职业者，肯定高兴得合不拢嘴。赵百川如是说道，有安慰的意思，也是想帮助一下林宪。林宪此刻正要好好捋捋，对这些同学的好意一一感谢。面板：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1级，职业等级5 ，HP 150 150 MP 150 攻击力15，防御力15，体质15，力量15，敏捷15，精神15，天赋天地红炉，技能无，装备无。林宪颇为忐忑地查看这个被测量为9星的天赋。天赋天地红炉1级，发动天赋可将目标单位所属技能吸收转化为契合自身的技能并优化，同单位仅限1次。装备锻造可自主选择方案，随着职业等级的每次提升，将获得锤炼自身机会1次。若造成击杀，将永久吸取1点体质属性返还自身，无上限。细细阅读后，林宪才知道这个天赋有多牛逼。要知道，主战职业和辅助职业每10级才自主觉醒一个职业技能，隐藏职业一般是2个。再想要学习技能，只能从技能书学了。听说大学里有技能传承石，但过于珍贵，代价太大了。敢说生活职业不能学技能？而且这个天赋也算是不辜负铁匠这个职业，自主选择锻造方案。你品，你细品，想要什么类型装备就可以自己锻造什么装备。最变态的是还能锻造自己，只能说卧槽。最后一句介绍更是让林宪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这是要成为一个血牛，这让盾战和圣骑怎么活？林宪心里一扫惆怅，未来大有可为啊！这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的根本，成为强者的底气了。我一个铁匠，自己下本打材料，很合理吧？很合理。这才是1级而已，自己是9星天赋，天赋最高可以升到9级。那时候，咦，技能栏怎么多了一个技能？众所周知，生活职业是不可能觉醒技能的。心神集中，探查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没听说谁觉醒天赋还自带技能啊？当下立即查看技能效果。生命挽歌，当自身死亡后原地复活，进入无敌霸体状态，免疫所有伤害，控制持续5秒，冷却时间72小时。卧槽，复活甲都出来了，这就很不好评。林宪此时才算是真正的放下心来，自己这个起点比起隐藏职业一点也不差，这会也有心情观看同学转职了。1中转职结束，由第17中学接替此转职阵法。结束了？是啊，你刚在查看天赋吧，就没让人打扰你。王博见林宪回神，看他神情放松，情况应该还不错，才解释道。不等林宪开口，又继续道：知道你想问什么？李潇潇转职隐藏职业祭祀，天赋比老赵差一点，为7星天赋，不过人家的家族强大，许是有宝物再升级天赋也不一定，可谓是一片光明啊。你可配不上人家了。林宪斜了他一眼，懒得说话。开个玩笑嘛，我觉醒了活法6星天赋，虽然比较大众，但我已经很满意了。王博看起来美滋滋的，看来确实满意。怎么不说话？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让我说什么？林宪也不在意，
接下来该为半个月后的高考做准备了。现在已经转职结束，半个月后就是高考了。晋北市的新手副本对你们全天开放，时间大家自行安排。再提醒一下各位同学，生命只有一次，望大家珍惜，量力而行。解散后，转职生活职业的同学集合一下，还有些事情交代。校长苏天德也结束了讲话，同学们一派了然。这是怕转职生活职业的同学想不开，得做精神疏导，这已经是惯例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起练级。算了，不拖你后腿，我再琢磨琢磨。拒绝了王博的好意，林宪便跟着转职生活职业的同学一起等着班主任安排。等林宪出市体育馆时，外面等候的家长基本都走完了。哥这边，马路对面，一个16、17岁的少年站在树下，背着书包，一头不长不短的碎发，随着他手臂的挥舞而不停摆动，满面笑容。第4章，这还不原地起飞？小莫，你站那儿别动，我这就过来。林宪匆忙地穿过马路，摸了摸林默手感甚好的头发，轻轻拍打了一下。逃课了？林默一把拥住他的胳膊，笑嘻嘻的不以为意。今天可是跟你转职的日子，我怎么可能不来？再说了，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见林宪要训自己，连忙道：停，温故而知新嘛。知道了。刚看到王博了，说哥你觉醒的可是9星天赋呢，我要是能觉醒9星天赋就好了，8星也行。嘿嘿。林宪失笑的抽出胳膊，取下林默的书包背上，拥着他往回走。我转职可是生活职业哦，以后得靠小莫养了。这话一出，林默就兴奋了，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笑得一脸不怀好意。好啊，那以后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到时候我带你升级，给你打材料。却被林宪一巴掌拍醒，还真想指挥我呢。你哥我好歹可是9星天赋，你以为只是摆设好看的吗？那你跟我说说是什么类型的天赋？林默好奇极了，这可是离他最近的，并且是活着的9星天赋拥有者。我还没研究明白呢，总之很厉害就是了，肯定不比主战职业差。你放心上学，哥哥养你一个还是没问题的。那肯定的。回到家后，催着林默去写作业，自己将爸妈留下的一些材料从保险柜中翻出来。林爸林妈生前都是55级战斗职业，为军方开荒部成员，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可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可能他们也没想到会出现意外，所以留给兄弟俩的财产并不多，这些材料还有几件装备，还是无意中留在家里的。在这个人人都有职业背包的年代，能留下这么些都不错了。林宪率先研究的便是天地红炉的转化功能，毕竟这关乎着自己能不能亲自下本打材料的问题。转化功能需要转化对象，不知道爸妈留下的装备有没有特性技能？因为没转职之前是无法探查任何目标的，不知道好坏，所以林爸林妈留下的东西被他一股脑儿全放进了保险柜。想到这里，林宪把家里仅有的3件装备拿了过来。探查蛟灵护甲，等级45级，品质铂金，力量加10000，体质加40000，精神加1750，防御力49950，特性伤攻主动，每秒对5米范围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0.3% 的法术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冷却时间10分钟。卧槽，厉害了！林宪怎么也没想到，爸妈就给他的竟然有2转装备，光这个属性值看得人直流口水。继续看下一件，雷霆之斧，等级45级，品质史诗，力量加95000，敏捷加9480，物理攻击加10350，特性雷霆万钧，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20% 的概率在5米范围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额外的 100% 雷霆法术伤害。这史诗级怎么可能？60级的大佬都不一定有。要知道，每一个史诗级锻造师都是堪比国宝，锻造师工会都不超过1掌之数，地位极高。虽然只是45级的装备，不敢深思，连忙拿起最后一件装备，裂地战靴，等级40级，品质铂金，力量加22000，体质加19000，防御力加41000，裂地冲撞主动，跺脚对正前方5米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攻击力正 200%， 冷却时间2分钟。呼，看来对爸妈还不太了解啊，可惜也没机会去了解了。林宪没出生就有意识，在他2岁时，林爸抱回来1岁大的林默。随着林宪能生活自理后，林爸林妈出任务就更频繁了。直到上初中时，军部送来2人遇难的消息。自己虽然只比林默大1岁，但可以说林默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爸妈也是心大，还好自己不是真的小孩子，不然和小莫还不定怎么着呢。想到这里，林宪不禁摇头失笑，停止胡思乱想。尽管施展天赋后装备就没了，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林宪对自己的天赋有信心，以后别说铂金史诗级装备了，
就算传说级，他也能搞出来。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干了！也不知道装备技能会转换优化成什么样子。灵线对着蛟灵护甲天赋发动，右手散发出银白色光芒，覆盖了整个蛟灵护甲。10几秒过后，光芒缩回右手，蛟灵护甲消失，地板上只剩下5片蛟龙鳞片，一块约1平方米的蛟龙皮。技能也成功转化。转化前，特性：伤攻主动，每秒对5米范围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0.3% 的法术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冷却时间10分钟。转化后，伤攻入门主动，每秒对等级10范围的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3% 的最终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无冷却。卧槽！卧槽！灵线被这个技能惊得目瞪口呆，浑身起鸡皮疙瘩，咽了咽口水。我愿称之为神技，跟天地红炉天赋太大了。杀敌能吸取一点体质属性，就意味着以后的自己绝对是个血牛。每秒最大生命值的 3% 伤害，唯一的缺点就是消耗有点过分，不过问题不大，以后在整个法力恢复的技能常年开启不是梦。压下心头的兴奋，将魔爪伸向了史诗级的雷霆战斧。虽为史诗级，但这个技能效果挺一般的，主要强在了属性加成以及攻击力上了。废话不多说，走起！一阵银白色光芒闪烁过后，转化前，雷霆万钧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20% 的概率在5米范围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额外的 100% 雷霆法术伤害。转化后，雷霆万钧入门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50% 的概率在等级10米范围内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额外的 500% 的伤害。细细品味后，灵线毅然麻木，整个人呆若木鸡。即使看着没有伤攻技能牛逼，但细思极恐，这2个技能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没有冷却时间。伤攻技能还是最终伤害，技能范围内无视任何防御，无视等级。给我足够的时间，神也杀给你看。灵线也就是说掉血怕是还没有人家回血快。伤攻的伤害主要还是得看自己的生命值，雷霆万钧得看自身攻击力。前期好像并没有多厉害，这才是入门等级，还有精通、小成、大成、圆满级别。不知道圆满之后该有多牛逼。最后一剑，裂地战靴。转化前，裂地冲撞主动，跺脚对正前方5米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攻击力正 200%， 冷却时间2分钟。转化优化后，裂地冲撞入门主动，跺脚对正前方等级10米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并眩晕3秒，攻击力正 300%， 冷却时间15秒，消耗100法力值。相较于前面2个技能，这个主动技能就略显普通了。不过灵线已经非常满意了，主要是这个技能够帅啊！幻想一下，轻轻跺脚，面前的敌人就已灰飞烟灭。第5章专属装备，试一下锻造。灵线集中精神细细感受，只见身前缓缓浮现一个虚幻的，类似于鼎的熔炉，高约2米，直径约2.2米，红中泛紫，3足立地，鼎身上方均匀分布4根弯齿，略显狰狞。想要锻造什么装备，只需脑海中确认要求，熔炉便会显示需要的材料以及此方案成功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能力，那就是天赋拥有者可以为自身打造一身可成长专属装备，机会只有1次。不过这个能力对于他这个生活职业来说有些鸡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前世玩过的大部分游戏相同，战斗职业和辅助职业的装备栏都是固定的，主武器、副武器、头部、衣服、裤子、鞋子以及4件饰品。而生活职业便只有1个装备栏，或者叫工具栏更为合适，比如农民职业的农具，铁匠职业的铁锤。这也是生活职业为什么没有战斗能力，跟战辅职业差距巨大的原因。虽是一样可以升级增长属性点，但没有技能装备的缺失就足以让生活职业打消战斗的想法。试一下，灵线略微思考后，便在脑海中构思。武器长剑，输出类别物理，等级1级，品质黑铁，特效吸血。构思完毕后，只见熔炉上方一把精美的单手剑缓缓出现，下方还有材料显示。材料铁晶15，吸血符的牙齿2，成功率 40%。 卧槽，这也太智能了吧，有点游戏的感觉了。 40% 的成功率，如果晋升到黑铁级锻造师，那成功率就是 100% 了吧。颇为新鲜的绕着熔炉走了几圈。至于锻造自身，灵线还不太清楚是怎么个锻造法，但先晋升职业就对了。这个世界铁匠地位不高，因为黄金级的装备并不是多么难得，基本只会被当作过渡装备，
只有45级2转之后，升级变得异常缓慢，职业者们才会考虑找铂金级以上的锻造师打造契合自身的专属装备。所以，铂金级才是铁匠职业的分水岭，和铂金级以下完全是两个世界。可能会有人说，那也不赖啊，起码大器晚成。但一个没有背景的铁匠，又该如何升级呢？又哪儿来的材料供自己刷熟练度、提高职业等级呢？天赋特别好的铁匠职业，要么加入官方，要么加入财团、工会、家族，接受资源培养，但却是以自由为代价。就算是锻造师工会内，自由人也是少得可怜。还好，以我的天赋，自己打材料一点问题都没有。林宪庆幸不已，不自由无宁死。铁匠职业等级鲜明，跟装备等级挂钩，从低到高为铁匠学徒、黑铁级锻造师、青铜级锻造师、白银级、黄金级、铂金级、史诗级、传说级以及神级。晋升学徒最为简单，能打造出白装就可以。经过熟练度的提升，晋升黑铁级之后，便可以打造黑铁级装备，以此类推。先打造几件白装试试。不再多想，林爸林妈留下来的材料还有一些，普通白装倒是不怎么挑材料。照出熔炉。设定：武器长剑，输出类别物理，等级1级，品质无，特效无，成功率100%。所需材料铁石矿3。林宪拿出铁石矿，投入熔炉，锻造。熔炉内部一阵轰响，几秒钟时间，熔炉停止运转，一把长剑从内部喷射而出，漂浮在林宪面前。武器长剑，输出类别物理，等级1级，品质无，攻击力+5，职业晋升为铁匠学徒。林宪将长剑随手丢到一边，既然已经晋升学徒了，也是时候打造自己的专属装备了。虽然只有武器，但林宪还是颇为重视，这可是灵魂绑定也无法损毁，随着等级成长更可以晋升品质的装备，只有一次机会，可不能浪费。林宪将装备栏中的新手武器卸下，铁匠的武器就是一把锤子。上午天赋觉醒时，脑海中那把气势磅礴的锤子，此时还深深印在脑海，想想都有些手痒痒。这才是男人该用的武器。不听话，捶你胸口，你信不信？武器的形状就按这个来，帅是一辈子的事儿。随着他的想象，大体的形状已然确定，属性又该如何设定呢？林宪有些为难，深思半晌，就这个吧。武器锤子，未命名，输出类别物理，等级1级，品质无，特性1，无视任何防御，无视任何免疫。2，每次击杀目标增加力量，成功率100%。材料：密银5、云铁5、星辰砂1000克、魔晶11、初级灵魂结晶1。林宪扒拉了一下家里的材料，除了云铁，其他材料都没有。小莫，我出去买点材料，你在家别乱跑。好的，家里没菜了，回来捎带买点哦。行吧。出了小区，直奔晋北市最大的协会商场，装备、材料、技能书包罗万象，精神满满的进去，面色苍白的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进的是什么场所呢。没有背景的铁匠职业，果然难有太大的发展，这也太费钱了吧。一想到以后还得晋升品质，林宪就直搓牙花子。此时还有些庆幸自己只能装备一件了，怀揣着家里仅剩的60万华币的巨款进去，现在卡里仅剩1万不到，光是1000克的星辰砂就花了他45万。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赚。买的不是材料，是自己的未来，这是成神的起点，是成神的根基，值，很值，非常值。林宪心里不停地安慰着自己，呼好受多了。顺便去了趟菜市场消费了一番，才回到家中。小莫，你给我把家里存款花完了。林宪有一点点心虚，面上装的一派淡然。没事儿，明年我就可以转职了，大不了节俭个1年，到时候我带你飞。哥，你继续研究你的天赋吧，我先去做饭。林默也不觉得有什么，职业者本来就比较费钱，更是何况铁匠职业。林默乖乖地领着菜进了厨房，林宪早已见怪不怪了，真不是他太懒。自己做的饭菜虽不是什么黑暗料理，但也仅仅是能吃罢了，跟好吃不能说不沾边，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自林默能做饭后，他算是彻底告别了厨房。赚钱的紧迫感时刻催促着他，林宪直接开始锻造。强烈的白色光芒闪烁，熔户整整轰响了近10分钟。在林宪的焦急等待中，终于吐了出来。长约2米，锤身上勾勒着一道道不知名纹路，另有锁链缠绕，一股古朴粗犷的气息扑面而来。探查属性：武器锤子，未命名，可成长。输出类别物理，特殊，等级1级，品质无，攻击+58，力量+50，
攻击力增加 50%。特性：一、毁灭，所有攻击无视 50% 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二、破线，每次击杀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林线笑容逐渐变态。第6章，锻造自身，无敌。卧槽，这毁灭特性，管你什么物理免疫还是法术免疫，锤你就得受着。防御，对我来说，你有那玩意儿，这不无敌。更何况还有破线特性，简直细思极恐。还仅仅是1级的白装就加了58点攻击，50点力量，相当于5级的极品青铜级武器了。更何况还有个 50% 的攻击加成。林线怀疑10级的青铜级武器都没这么好的属性吧？一个字，牛逼就完了。就算是只有1件装备又怎么样？1件更比10件强。随手挥动，空气中传来破空的声音，看着颇为沉重，但林线拿在手里却并无感觉，很是轻盈。把玩了一会儿，将其放下。咚，重物蹲地的声音响起，看来确实挺沉。对了，还没起名呢。林线拍了拍因为过于兴奋而微红的脸颊，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昊天锤、震天锤、裂地锤。林线为难地挠了挠头，既然走上了这条强者之路，又有这样的天赋，那就叫破天锤吧。林线的中二之魂熊熊燃烧，我来，我见，我征服。好吧，理由再多也掩饰不了他是个起名废的实事。接下来该锻造自己了吧？这个要怎么整呢？想法刚落，红炉嗡嗡作响，红芒闪烁间包裹着林线，瞬间收回顶内。这就是顶内了吧？没想到这么大。林线收回心神，四下扫视，惊奇地打量着这顶内空间，眼前一望无际，又高不见顶。脚下是一块凸起的约1万平方米的平台，身后又有奇伟磅礴的锁链缠绕的石碑矗立，没有文字，但布满不知名纹路，同自己的武器破天锤的纹路又有相似。平台外流淌着波涛汹涌的岩浆海，不时溅起一朵朵火花，大量的火焰在空中漂浮，不时地落入海里，又冲出海面跃入空中。平台四视有无形的护罩，将其阻挡在外。林线此时仿佛身处孤岛，若不是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嗅到并不难闻的岩浆的气息，还以为此时陷入了幻觉，中了幻术。来不及细细感受，平台石碑上的锁链射出，缠绕着林线，将它拉回成太字形状，锁在石碑上。卧槽，能不能先打声招呼？试着挣扎了2下，锁链纹丝不动。这时，平台的护罩消失，无数的火焰欢呼地冲向石碑上被捆绑着的林线。林线大惊失色：“别，你不要过来啊！啊，卧槽啊！”石碑锁链上此时也有雷电闪动，只见石碑上电闪雷鸣，火光冲天，伴有时有时无的惨叫声，无比的绚烂壮观。可惜林线此时却无法感同身受，痛，深入骨髓的痛，万已是心的痛。10分钟后，一切回归平静，空间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息。那朵朵火焰人畜无害地飘动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稀疏了很多。除了石碑上的林线，此刻的他全身衣物早已消失不见，摆着真正的太字，浑身漆黑，只有身体无意识的时不时抽搐一下，一切安好。石碑锁链缓缓地将林线放下地面，站不稳，根本站不稳，瘫软在地。林线眼神空洞，像是被蹂躏了千百遍，一脸的生无可恋。这个能力只有受虐狂才会用吧？再用我就是狗。歇了半晌，才缓过神来。面板，姓名林线，职业铁匠，等级1级，职业等级铁匠学徒 ，HP 5150 5150 MP 5150 5150，攻击力935，防御力515，体质515，力量565，敏捷515，精神515，天赋天地红炉，技能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伤攻入门，雷霆万钧入门，裂地冲撞入门。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当自身死亡后原地复活，进入无敌霸体状态，免疫所有伤害，控制持续5秒，冷却时间72小时。伤攻入门，主动每秒对等级10范围的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3% 的最终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无冷却。雷霆万钧入门，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50% 的概率在等级10米范围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额外的 500% 伤害。裂地冲撞入门，主动跺脚对正前方等级10米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并眩晕3秒，攻击力正 300%， 冷却时间15秒，消耗300法力值。装备破天锤，
可成长。等级1级，品质5，攻击加58，力量加50，攻击力增加50%。特性1，毁灭，所有攻击无视50%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2，破线，每次击杀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林宪目瞪口呆，他知道锻造自己属性肯定会大大提升，却没有想到提升竟然如此之大，大到他恨不能再来一次，随手甩了自己一巴掌。汪！哈哈哈，值，太值了，1天1次也行啊。要知道，他这个总属性值能赶上正常职业20级的4维属性了，当然这不包括其他职业的装备加成。果然，门关上还有窗，狠起来我连自己都锤，你信不信？可惜只有每次职业晋升才能有一次机会。眼前一黑，林宪便出现在客厅里。林默端着饭菜，惊愕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林宪。哥，你干嘛了？没事儿，刚用天赋强化了下身体。你哥我现在实力雄厚，很强很强。林默上下扫视着，脸上肌肉紧绷，极力地憋住笑意。哥哥的实力确实很强。林宪听着林默语气不太对劲，对上他打量自己的眼神，低头一看，卧槽！唰地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你先吃吧，我冲洗一下。哥，你带衣服了吗？林默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林宪颇为羞恼，哥哥的威严保不住了，不过也没太在意，毕竟还小些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洗澡，什么没见过啊。饭桌上，哥，你明天要去新手副本升级吗？林默担心道。没事儿，我的天赋可以吸取装备技能，我把爸妈留下的装备技能转化了，加上身体4维属性都强化了一次，实力大涨，比隐藏职业还强。放心吧，技能肯定会在人前使用，瞒着没什么必要，而且自己亲手养大的弟弟还信不过。要不你等我明年转职后再一起去吧，迟1年也没什么的。林默还是放心不下，劝解道。一不晚，步不晚。怎么，连哥哥都信不过了吗？放心，说不定等你转职的时候，我都2转了。行吧，如果不行就退出来，安全第一。林宪摸了摸林默的脑袋，安抚道。当然，你还没转职呢，我怎么放心？遇到危险，我会及时脱离副本的。不过，林宪此时可是信心满满，隐藏职业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应该下午就迫不及待去刷副本了吧？呵，让你们先跑半天又何妨？明天就下副本，舒尔玛，你们的皇帝回来了。第7章就这。第2天一早，林宪给林默留张纸条，便急不可待地前往晋北市的职业者协会。那里只有一个适合1到5级的新手副本，仅限新转职的高3生适应这个世界。副本内遇到不可抵御的危险，可以中途退出，安全性大大增高。没多久，林宪便赶到了协会。您好，请问新手副本是从哪里进？工作人员了然，最近半个月都是新手副本的高峰期。您好，请出示一下身份证明。铁匠职业看了他一眼，便不再多说。经门口协会人员的带领，林宪来到了副本所在大厅。就在这里等待您的队友吧。说完便转身离开，显然对队伍生活职业也来刷新手副本这种事儿见得多了，要么是有人带，要么是不甘心想来碰碰运气，不足为奇。林宪不以为意，环视一圈，本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了，没想到副本大厅已是人满为患。新手副本升级算是最快的，不限次数，没有冷却时间，只要自己撑得住，你想怎么刷就怎么刷。对于平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新手副本是免费的。这个世界副本基本由官方控制，除了新手副本免费之外，其他所有副本均不是无偿的，金币或同等价值的材料支付。高等学府也掌握着大量的副本，这是一个学校的底蕴和根基。各个学府掌握的副本数量不等，当然，其他一些强大的个人势力、工会、家族等等也有自己的开荒团队，专门开荒未曾被开发的副本。至于对不对外开放，怎么收费，便要看主人的心情了。新手副本就是由官方单位职业者协会管理。作为一个穷逼，林宪只能在这里或者野外升级了。野外暂不在林宪的考虑范围，不会天真的以为危险的只有魔兽。如果遇到脑子不好使的职业者，随手把自己摁死了，那要上哪儿说理去？这里性价比最高，升到6级不成问题。傻子才去野外呢。林宪，这么早，你一个人吗？只见王博手里拿着一柄简易的法杖，头戴法师帽，身着破旧的法袍，一路小跑过来。这个逗逼！是的，我的天赋有一些战斗力，来试试看看。战斗力这种事儿，高考肯定藏不住，那就不如大大方方的。王博听罢，很是为他高兴。九星天赋果然牛逼，我和孙尚、陈柔组队着呢，我们一起升级吧。不用了，我就是进去看看副本长什么样子，实在不行我就退出了，你快过去吧。林宪见孙尚和陈柔在那边等着，
便与他告别，自己也得抓紧时间升级，升得快同学只怕都2级了吧。来到副本面前没有停留，直接走进光门内。1到5级副本，王者坟地，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大师、地狱。虽然我属性强了些，装备强了些，技能也强了些，但毕竟是第一次，稳一点，稳一点。选择困难。四周空间一颤，灵线便出现在副本里。卧槽，这么阴森的吗？虽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被吓得心肝乱颤。心念一动，瞬间启动战斗姿态。可惜没有帅气的铠甲，伸出右手，粗犷大气的破天锤便出现在手中。让我看看这些小可爱都在哪儿。副本里光线很暗，异常的安静，安静到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细听之下，耳边又有隐隐约约的嚎叫声传来，更显瘆人。这是一个6边形的空旷的大厅，正中央立着4颗暗黑色水晶，每个方向都有着一扇锈蚀不堪的青铜大门，而此时只有左前方的大门是开启的。入目可见的是一个略小一点的房间，3个显眼的石棺正摆放在房间的中央。这种机制的副本有点简单啊。前世大学4年时间玩过不少网游的灵线，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就算不一样，但大同小异，一法通则万法明嘛。小意思。灵线直接走进已经打开的那个房间。轰！铜门关闭，3口石棺顶盖瞬间掀开，撞在墙壁上。棺内此时也传来咯吱咯吱的摩擦声。灵线直接开启伤攻技能，负155，负155，负4675，负4675。灵线周身出现了10米范围的雷电牢笼，直接覆盖了3口石棺，雷蛇游走，电流乱窜，房间瞬间安静了。击杀1级骷髅士兵，经验+5；击杀1级骷髅士兵，经验+5；击杀2级骷髅队长，经验+10；击杀大量1级骷髅士兵，经验+50。雷霆万钧被动被触发了，我这还没见着怪呢。就这，灵线无语的关闭了伤攻技能。这个加雷霆万钧被动一击下去，这些怪还倒欠他4000多点血。在这种低级副本，连怪物的面儿都见不着。突然，灵线发现面板下方的提示信息：体质属性+12，力量属性+1。是了，体力属性是天赋天地红炉的作用，造成击杀，将永久吸取1点体质属性返还自身，无上限。刚刚杀了12只骷髅怪，就吸取了12点体质，这也太变态了吧！力量属性该是触发了破天锤的破线特性了。天赋效果是只要造成击杀，必得1点体质，而破线只是有极小几率增加1点力量属性，比起天赋差距肉眼可见。不过还要什么自行车？别人想都不敢想，只要杀得够多。此时房间的大门已经打开，回到大厅，只见4颗水晶已破碎了1颗，看来得把另外3扇门里所有的怪物清理干净，才能进入下个关卡。再次进入的房间倒不再是石棺了，而是3排墓碑，排列的并不规整。咔嚓咔嚓，一头头骷髅怪从墓碑下爬出来，形态也是五花八门，不过基本都是近战。骷髅怪等级1级，血量450，攻击15，技能无。这下可算是看清楚了。不得不说，困难级别确实挺难。别看灵线砍瓜切菜般简单，正常职业1级的时候，血量最高360点，还得是侧重体质的盾战类职业，战斗职业攻击能有30来点就算是不错了，挨不了怪物几下就得救奶妈救命。如果初始技能不给力，想要组队通关可不容易。不再多想，灵线拎起锤子上前就是一锤砸去。负936，骷髅怪的骨头乱飞，击杀1级骷髅怪，经验+5，体质属性+1，直接秒杀。还没来得及后退，周边的骷髅怪已经攻击到他的身上。Nice， 灵线此时的防御为527点，这些骷髅怪根本破不了防。又是一锤，负936，击杀1级骷髅怪，经验+5，体质属性+1。第8章，这个技能有点帅，横退，裂地冲撞，跺脚对正前方等级10米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并眩晕3秒，攻击力正300%，冷却时间15秒，消耗300法力值。灵线右脚轻轻一跺，只见一道冲击波自脚下地面冲出，持续向前方冲击而去，瞬间覆盖了所有被吸引仇恨围过来的骷髅怪，攻击范围宽有5米。负2808，负2808，负4680，雷霆牢笼覆盖，噼里啪啦一阵乱轰，整个房间亮如白昼。击杀大量1级骷髅怪，经验+80，击杀大量2级骷髅怪，经验+40，体质属性+20，力量属性+3。帅啊！技能尝试完毕，得加快速度了，连杀了2波经验才升了30%。
了解了困难程度的怪物是个什么成色后，林宪开启脸对模式，进入房间后直接上去一阵乱锤，以雷霆万钧被动 50% 的触发概率，简直就是行走的雷霆风暴。负941，负941，负4705，所过之处雷电闪烁，基本就是秒杀。这回运气不大好，只有体质又增加了32点，破线特性一次都没触发。4颗水晶全部破碎，正前方大门轰然开启，一条通道出现在眼前，墙上的油灯忽明忽暗，通道两边的骷髅装饰不时地喷吐着黑雾，能见度就更低了。林宪面不改色的一脚踏了进去 ，miss， 隐隐约约看见一大团黑色物体在空中朝着自己撞击，林宪躲都不带躲的。吸血蝙蝠，等级1级，血量200-200，攻击2，技能5，这都有100只了吧？攻击再高一点，萌新们谁还打得过？索性开启伤攻技能，林宪径直往里走，完全不理会吸血蝙蝠的攻击。击杀1级吸血蝙蝠，经验+1；击杀1级吸血蝙蝠，经验+1；击杀大量1级吸血蝙蝠，经验+98。一路火花带闪电走到了通道尽头，吸血蝙蝠已全部灭杀，经验值也涨到了 79%。单刷给的经验值着实不低啊！体质属性又增加了100点，力量也增加了12点。看来要不了多久，伤攻技能的伤害就能追上来了。伤攻的伤害是每秒最大生命值的 3%， 而100点体质属性相当于1000点血量，这么下去自己马上就要无敌了。看来以后还是得找怪物秘籍的副本刷，经验不经验的无所谓。下面就该到 BOSS 了，希望你抗揍一点。林宪四下扫视了一圈，将墙面上略显突兀的石块按下，轰隆声响起，右边的墙壁朝两边退开，露出最后的关卡。BOSS 有点丑，小怪有点少啊。石狮兽，等级5级，血量4300，攻击80，技能扑击啃咬，这还有点样子，不过还是不够看啊。不等林宪靠近， BOSS 便已察觉，仰天吼叫，整个大厅的骷髅兵、骷髅队长立即朝他冲了过来，裂地冲撞。林宪右脚轻轻跺地，所有冲过来的小兵和 BOSS 瞬间被冲击波吸聚到一起，冲撞着后退。负2877，负2877，所有骷髅怪被清扫一空， BOSS 也被眩晕在地。林宪一个跨步过去，一锤，负959，负4795。一番电闪雷鸣过后，整个场面被他 hold 住，瞬间安静了下来。击杀5级石狮兽，经验+150；击杀大量骷髅怪，经验+105；击杀大量骷髅队长，经验+90。体质属性+31，力量属性+5，4大保送。至于新手副本，超过5级就进不去了，能升到6级也算是物尽其用了。于是开启逛刷模式，进副本，开伤攻，跑图，出副本，再进副本，行动速度高效，一点也不耽搁。林宪连刷了6次，才终于从 LV3 61.80 升到了 LV6 4.05。公告排行榜上的时间都已经被他刷新到了4分01秒了，不过他并不知晓就是了。6次下来，光是体质属性便足足涨了1170点，力量属性也是涨了89点，技能书是一本都没有，装备又爆了1件石狮法袍，2件石狮护手，还有1件血符长剑，以及62个吸血蝙蝠的牙齿。地狱难度的爆率还是非常喜人的，除了血符长剑外，其他3件都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家里也能回一口血了。林宪拿出石狮长剑不卖这件装备，不是因为不好，而是这是一件有特性的装备，而恰好这个特性他看上了。血符长剑，等级5级，品质黑铁，攻击+15，敏捷+18，特性吸血，被动，普通攻击对敌方造成伤害时，偷取单次所造伤害数值 10% 的生命值回复自身。到目前为止，林宪还没有恢复生命值的技能呢，当然天赋技能生命挽歌不算，如果可以，他希望永远都用不上这个技能。天地红炉转换优化后，吸血入门，被动，任何攻击对目标单位造成伤害时，偷取此次伤害的 10% 回复自身。牛逼！虽然都是 10%， 细想之下，优化之后的吸血被动明显更为强悍，不管是凭 A 也好，主动被动，只要是造成伤害都能吸。林宪笑得一脸满足。刚退出副本，正准备把另外3件装备挂上交易平台，符文手机便响了起来。您好，哪位？好的，我现在有空，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林宪有点摸不着头脑，校长苏天德找他干嘛？一中校长办公室，咚咚咚，进来。林宪一瞧，人还不少，除了校长苏天德，
苏百川、李潇潇之外，还有4位并不认识。淡然地走到赵百川身边站定。中年男人面色沉静，不露声色。还有一位30左右的清瘦女子，神情淡然。另外一位25左右的青年，则看起来意气风发，随意瞥了一眼刚进门的林宪，便不再关注，看样子不太好相处。只有最后一位老者，面相慈和，对林宪微微点头示意。校长苏天德见人到齐了，对3人介绍，这4位便是4大顶级院校的招生老师。接着略显尊崇，对4人拱手推荐，这3个孩子便是我们一中天赋最好的了。赵百川，隐藏职业枪术师，天赋8星。只见4人满意的点了点头，不待苏校长讲完，便迫不及待的招揽。我是岳林学院的招生老师方子林，来我们岳林学院，半年内我们学院的副本全面对你开放，20级技能传承10亿颗。清瘦女子尝试开口道。另一健壮的中年人反驳道，别听他瞎说，以你第1年的升级速度，能刷的副本并不多，加上副本冷却时间，你也刷不了多少次。我们星辰学院的副本不仅第1年对你免费开放，并提供20级、30级的技能传承10各1颗。苏天德倒吸一口凉气，他可不是林县几人，对技能传承10的珍贵程度没有太大的概念。在学院里，最便宜的技能传承10至少也得5000学分以上。青年男子嗤笑一声，漫不经心的开口道，我是日耀学院的霍白，我们日耀学院我就不多介绍了，作为华国4大学院之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是给他反应的时间。师资力量也最为雄厚，更有2转隐藏职业枪术师导师亲自指点你，助你开发自己的职业特性，自己有了实力，什么技能传承10、副本门票，包括秘境资格，你觉得难以得到？目光还是长远一点的好。其他2人脸色虽不好看，但也没有反驳。日耀学院的确有这个实力，顶着4大顶级学院的名头，有着最顶尖的生源，国家下拨的资源，加上已经毕业的优秀职业者的反哺，良性循环之下，日耀学院更是1年比1年强盛，其他3大想要超越的希望也是越来越小。赵百川皱眉沉思，他的8星天赋虽是稀有，但在顶级学院并不那么罕见，只不过有了隐藏战斗职业的加成，才会让他成为香饽饽，被4大争相邀请。只有老者面无表情，缓缓地放下茶杯。我是镇魔学院代表，叫我齐老就行。我们学院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只能承诺你在学院4年，副本全部免费开放，20级技能传承10亿颗。百川，你看要不要跟你爸爸商量一下？苏天德见赵百川有点心动，赶紧打个哈哈，对他使了个眼色。赵百川虽是不明所以，但他有个优点，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立马掏出电话。不好意思，4位老师，我打个电话，跟我爸爸商量一下。4人也是微微点头，看着他出了办公室，看向了李潇潇。苏天德见状，颇有眼色的介绍道，这孩子也是隐藏职业，祭祀7星天赋，李潇潇。方子林知道有日耀学院在，他们岳林学院抢赵百川根本没戏，7星天赋的李潇潇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岳林学院最多的便是女性职业者，你们本省的萧慕容法神也是在我们学院毕业的，如果你来我们岳林学院，待遇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星辰学院的中年男子抢在霍白之前赶紧开口，来星辰学院也是一样，同样的待遇。这种隐藏辅助职业，特别还是祭祀，就算是天赋比赵百川低1星，但不管是下副本还是战场上，起到的作用要比战斗职业更大。霍白依旧淡定，你相信日耀学院的招牌比任何好处都要更为吸引人，不急不缓地开口道，华国10大镇国级，出自我们学院的就有5位，我们日耀学院培养学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祭祀职业导师虽然没有，但想来辅助系的2位2转牧师职业导师会对你另眼相看，毕竟牧师与祭祀职业相似度不小。见霍白还要再说，齐老不耐烦地打断道，镇魔学院还是刚才的条件，4年时间，副本为你免费开放，20级传承10亿颗。霍白正准备嘲笑几句，话到嘴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咽了回去。苏天德见气氛不大好，连忙道，潇潇你也跟你家里商量一下。接着指向林宪介绍道，这孩子是林宪，高中3年学习成绩数1数2，天赋9星。第11章镇魔学院。日耀、岳灵和星辰学院的3人立马站起身来，异口同声震惊道：9星！只有镇魔学院岂有道老神在，不为所动，好心提醒道，转职的是生活职业，铁匠。3人呆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似是还没回过神来。齐老也不再多说，静静等看他们表态。对于4人的反应，林宪有心理准备，但丝毫不为所动，有种我知道我自己很牛逼，但你们不知道的感觉，就算是铁匠职业又怎么样？星辰学院中年男子此时也回过神来，思索片刻，开口邀请道，你可以来我们星辰学院生活系，4年学费全免，系内更有史诗级锻造大师，以你前所未有的9星天赋的铁匠职业，一定会得到那位大人青睐。日耀学院生活系有传说级锻造师，当然现在并不教学，
能不能让这位另眼相看，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我只能给你一个保送名额。似是炫耀，又似是想压过星辰学院。霍白也发出邀请，不过看其神情，并不太重视。灵月学院同星辰学院一样，你可以考虑考虑。林宪看向镇魔学院的老者，见他依旧满面笑容，却没有说话的意思，只好开口道：“谢谢三位老师，我想读战斗系。这你的天赋是关于战斗方面的？”方子林疑惑地问道。“是的。可惜了，那就不好勉强你了。”灵月、星辰学院两人直接放弃了。霍白更是不再看他一眼。虽然不知道你让谁带你升到了6级，但战斗不仅仅只看等级，日耀不需要战斗的铁匠。如果说是锻造方面的天赋，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很吃香的，也有培养的价值。可9星战斗天赋配上他这个铁匠职业，就像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大汉得到一件世界上最美的旗袍，也就只能看看了。毕竟装备和技能的差距不是一个天赋就能够弥补的。林宪知道他们的想法，也不生气，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有多牛逼，而他也不准备将这些拿出去炫耀。谁知道有没有人眼红病发作，把还没成长起来的自己给做掉了。苏天德心里微微一叹，想要说些什么打个圆场。此时赵百川和李潇潇一起走了进来。感谢4位老师的邀请，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加入日耀学院。赵百川不好意思的笑笑，说出了最后决定。我也考虑好了，加入日耀学院。李潇潇在身后也赶紧开口道。霍白面上不露声色，但眼神里的得意显而易见。哈哈，明智的决定，日耀学院欢迎你们。至于高考，他们不想参加就不用参加了，到时间直接带着通知书去报到就行了。这么重要的考试，我们也想证明一下自己。李潇潇内心复杂，细想之下也觉得母亲说的对，就算破新手副本记录是零线，但再怎么也掩饰不了他是铁匠职业的事实。或许前期有优势，但以后呢？装备等级的提高对职业者的加成只会越大，还有技能。与其去赌零线的未来，还不如抓紧赵百川这个明显的潜力股，再加上血盟工会的背景，两家算是强强联合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既然已经确定了，那我们就先走了，还需要去其他城市。齐老不走吗？三人向苏天德辞行，见齐有道并未动身，疑惑询问道。三人虽然不解，但也不再多说，这些跟他们没什么关系。齐老、校长，那我们也先走了。走吧，佳佳还在等我们一起升级呢。李潇潇拉着还想问李现什么的赵百川出了办公室。林宪也准备回家了，是龙是虫，高考的时候就知道了，现在说再多也没用。林小有留步，能陪我这个老头子一起走走吗？齐老对林宪颇为和气。好的，虽不理解，但尊重。抱着这种想法的林宪只好对校长拱手告辞，跟在齐老身后逛着这熟悉无比的校园。此时正逢周末，操场上空无一人，跟前世学校的操场也别无二致。此时走在塑胶跑道上，林宪心里甚是感叹，还真是有些怀念呢。林不友怕是疑惑我为什么留下你吧？我此次正是为你而来。见林宪目露询问之色，接着问道：你知道我镇魔学院为什么从40多年前从4大学院之首到如今成为4大的垫底吗？不太清楚。林宪老实的回答，虽网传是因为镇魔学院对新发现的秘境实力判断失误，导致大量的学员和二转导师折损在里面，才一蹶不振，后被其他3大超越的。齐老微微一笑，你心里肯定想的是因为网传的秘境事件，对吧？不用反驳，有些事情你现在知道还太早了，实力不够，知道的越多对你并无好处。只能告诉你，我们的威胁并不仅仅只是野外的魔兽们。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你还不如不说。林宪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齐老，镇魔学院作为华国第一个创建的学院，所拥有的副本是所有学院中最多的吧？按理说，这么多年下来也不该如此才对啊。唉，齐老停下脚步，望着天边泛红的夕阳，似是怀念，似是悲伤，满脸的惆怅。所谓的秘境事件过后，生源变差，最重要的是，我们镇魔学院开发的副本，比起其他学院来说，难度起码高上几倍。学生们刷简单级别的收获小，困难以上级别又打不过，久而久之，等级跟不上，装备也落后于人。所幸学院走出的3位镇国级还在，不然4大的地位可能都保不住了。所以，齐老您刚提出的4年副本全部免费的待遇，林宪欲言又止，弱弱的问道：你想的没错，只要是我镇魔学院的学生，副本都是全面开放，当然仅限困难以上程度，不包括困难。难怪赵百川明明对镇魔学院的条件很是心动，结果打了个电话就改变主意了。林宪小声嘀咕，那也得打得过才行啊，又不是新手副本可以退出，打不过是要死人的。齐老可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理所当然的说道：你可以问问看，所有学院哪个学院有我镇魔学院这么大方？新手副本把记录刷到6分18秒的林宪就是你吧？林宪一脸迷茫，什么副本记录？
有这玩意儿吗？不等林宪回答，齐老接着说道：晋北市才转职的，又叫林宪的，就你一个，用点心的人稍微一查就能知道。哼笑一声，齐老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让他们3家后悔去吧。从你通关新手副本地狱难度的速度来看，你的天赋并不简单。或许镇魔学院的副本对于其他人来说比较艰难，但却是最适合你的，难度越高，收获越大。如果你不想平庸的话，林宪也是这么考虑的。普通副本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挑战性，镇魔学院的副本又难又多，正如齐老说的那样，是最适合他的。心里虽然有了决定，但该要的好处还是不能少了。那待遇方面，林宪搓了搓手指，笑眯眯地问道：怎么，4年时间副本全免还不够？技能使你又用不上？齐老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林宪也不以为意，慢悠悠地道：没办法，我还有弟弟要养吗？理由还算成立，给你500万，等度过前期，你也不会缺钱了，还是把重点放在提升实力上。齐老从怀里掏出不记名卡丢给他，转身离开。林宪稳稳地接住卡，只听到齐老的声音远远传来：高考你还是参加一下吧，今年的高考可不太一样，哼哼，参加也行，得加钱。林宪朝着齐老的背影喊道。只见齐老脚步踉跄一下，瞬间不见人影。小妾！林宪美滋滋地扇动着卡片，暂时不缺钱了，明天赶紧去城外升级，高考还是得重视一下的。第12章，城外。哥，你回来了。听到开门声音的林默一把将门打开，拉着林宪仔细打量。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林宪知道他担心，就任由他打量。当然，你哥我现在已经6级了，而且下午4大来我们学校招人，我已经签了镇魔学院了。见林宪不像是有事儿的样子，才放下心来。镇魔学院？怎么不去日耀？是不喜欢吗？去，小孩子知道什么？镇魔有什么不好？副本又多，离家也最近，本来就准备去镇魔学院的。林宪瞪了林默一眼，没好气地挥开他。今天在家都干嘛了？你一个铁匠下副本升级，我哪有心思做什么？只能在家干等着了。林默把饭端上桌，招手林宪坐过来。林宪把卡掏出来递给他，拿起筷子就开吃。现在咱家不缺钱，吃饭不用剩，多买些魔兽肉，别把自己弄得营养不良了，影响你明年转职。这哪来卡？密码是什么？林默稀奇地接过卡片，翻来覆去的检查。镇魔学院给的不记名卡，没有密码，回头你存到咱家的卡上，里面有500万呢，养你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不要太节省了。林宪嘴里还嚼着饭，口齿不清道：哦。等林宪吃完，收拾完饭桌，林默突然想到了什么：你刚说你6级了？啊，对啊，怎么了？被你哥我的升级速度吓到了？那你再想升级，是不是就得去城外了？林宪从厨房出来，见林默眉头紧锁，面色苍白，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只好过来挨着坐下，搂着他的肩膀，安抚道：我只是在外围，不会太过深入的，我能在半天之内升到6级，你还不相信你哥我的实力吗？其他隐藏职业可才3级不到呢。见林默依旧面容紧张，林宪扳过他的脑袋，看着他的眼睛，郑重严肃地保证：哥哥会很小心的，不会跟爸妈一样，不会丢下小莫，我还等着和小莫一起刷本升级，一起开荒呢。我要是跟你一起转职就好了。傻话，不要着急，还有1年就能转职了，到时候你也考镇魔学院。难得的过了一个安心静谧的下午，在这个世界，他们兄弟只有彼此了。第2天一早，吃完早饭的林宪晃悠悠出门，知道自己的刷怪速度，他一点也不着急。还有12天，时间还很是充裕。先去了趟协会，将昨天刷的石狮法袍还有2件石狮护手，以25万华币直接卖给协会，暂时不怎么缺钱，也懒得花费时间挂平台拍卖。至于还有剩那件石狮法袍，回头遇到王伯了再给也是一样，反正以他的升级速度，明天能不能到5级还不一定，现在给他，他也装备不了。自升到6级，林宪还没来得及查看面板，就被校长叫了过去。回家后安抚林默，把这事儿给忘了。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6级，职业等级铁匠学徒 ，HP 21,220 21,220 MP 5,600 攻击力1865，防御力2122，体质2122，力量935，敏捷575，精神575，天赋天地红炉1级，将锻造单位所属技能吸收转化为契合自身的技能并优化，同单位仅限1次。装备锻造可自主选择方案，随着职业等级的每次提升，将获得锤炼自身机会1次。若造成击杀，将永久吸取1点体质属性返还自身，无上限。技能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伤攻
入门；雷霆万钧，入门；裂地冲撞，入门；吸血，入门；魔力沸腾，入门。略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6级，品质无，攻击加308，力量加230，攻击力增加 50%。 特性1. 毁灭，所有攻击无视 50% 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2. 破线，每次击杀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我这个属性真是恐怖啊，才6级就2万多血量，这 BOSS 的脸面往哪儿放？林宪笑得畅快不已，虽然哥们只有1件装备，但这 50% 的攻击加成不是开玩笑的。瞧瞧这攻击，快破2000了，20级的职业者有这么多吗？眼看着快到城门了，林宪一脸厌足地关上面板。距城门越近，越是能够感受到城墙的恢宏，高达数十米的城墙略显残破斑驳，到处都留着战斗的痕迹。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林宪将身份证件递给城卫，透过城门打量着城外，尽量不要离城墙太远，15公里以内的魔兽一般不会超过10级，比较适合你。谢谢。林宪收回证件，跨着大步走出了城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平坦的土地，地里有少的人此时正在劳作着，应该是转职农民的职业者。远处的山峦看得并不真切，林宪估计想要升级的话，要去5公里之外了。听说大型城市去野外都有传送阵，晋北市还是太小了。路上行人很多，林宪也不好贸然探查，容易挨揍，特别是在野外。而且就算是探查，也不一定能探查明白。对于职业者，超过10级就无法探查了。魔兽的话，只要没有超过自己20级，探查术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再多想，以他的属性，速度并不慢。短短10分钟后，林宪一头扎进密林里。自200多年前地心巨变，面积增长上万倍，动植物也是跟着异变，疯狂生长。比起前世的原始森林，这里的树木也要更为粗壮。伤攻技能开启，此时林宪的伤攻技能和雷霆万钧被动覆盖范围已经达到了60米，范围大大增加，并且有了魔力沸腾被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没有蓝了。-637， -637，是黑背狼群。-9325， -9325，击杀了5级黑背狼，经验加7，击杀了大量5级黑背狼，经验加77，体质属性加12，力量属性加1。只见60米范围的雷霆炸响，电蛇游走下不留任何活口，还好只是在魔兽身上游走，不然自己才是行走的破坏源了。6级杀5级，经验缩水好多，不过也无所谓了，就算没有经验，冲着属性点也得刷呀。吸血被动都用不上，浪费了。不过雷霆万钧的声势也太大了吧。林宪有些心虚，被动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正准备离开，千米外传来巨大的动静，短短几秒钟便出现在林宪的视线里。黑背狼王精英，等级10级，血量12000，12000，攻击300，技能突袭、撕咬、爪击。我防御都2000多了，你就这？林宪有些意兴阑珊，打不起精神来。随着黑背狼王的靠近，一个个伤害在狼王头顶冒了出来。-641， -641， -641。狼王受到伤害不明所以，只好以更快的速度冲向林宪，只要杀了他，肯定就不会再受伤害。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一道雷电划过他的身体。-9326，狼王瞬间瘫软在地。-641， -641。纵横数载的黑背狼王在此刻也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击杀了黑背狼王，经验加450，体质属性加1。黑背狼王的狼牙2，黑背狼王的狼爪4。嘿，经验不错。林宪咧嘴一笑。出发前，林宪在协会询问过，晋北市范围的城外怪物等级最高不会超过35级。林宪并不觉得能对他造成什么威胁，小心谨慎不过是他的本性罢了。还是深入一些吧。林宪被动的架势太招眼了，容易引起麻烦。第13章，你过来啊！什么装备都没报，白瞎了精英怪的名头。林宪上前将黑背狼王的狼牙和狼爪拾起，继续往里走。在野外，魔兽死后尸体并不会消失，也不会刷新，就算有职业者将这一片区域的魔兽清理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魔兽从无人区出来填充这一片区域。未曾探索过的地方都被称为无人区，地心扩大之后，无人区大大增加。曾有3转大佬深入无人区探查，但却再也没有回来，于是人类也只能接受这种被动。久而久之，变成如此了。职业者们不停的杀，魔兽不停的增加。如果那个城市职业者太少，清理效率不够高，那怕是离兽巢不远了。林宪径直深入，也不绕路，
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破天锤都被他收了起来，一路火花带闪电。有点雷厉风行的意思了。林宪有些无奈，自己又没有什么社交牛逼症，这被动太显眼包了。半个小时后，体质属性又增加了59点，力量也增加了7点，林宪等级也终于来到了7级，总属性再增70点。此时林宪不知踩到了什么地方，眼前一黑，便来到了一处美得有些妖艳的山谷。星罗棋布的湖面上，100米高湍急的瀑布直击湖底，淡淡烟雾在山谷随风飘荡。湖边那健壮的藤蔓横七竖八，放肆地生长着，还有那房屋大小的蘑菇，五颜六色的巨大花朵，更有色彩斑斓的蝴蝶在上空恣意飞舞。这是前世林宪在各大特效电影中都不曾见过的景象，震撼的他头皮发麻。回过神来的林宪依然发现一丝不对劲儿。按理说，如此巨大的水声，千米之外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没道理现在看到之后才能听见吧？自己刚才貌似是直接来到了这个地方，恕他见识太短，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卧槽！卧槽3！林宪听到身后的4声叹服，回过头来，只见3位战士装扮和一位身着法师袍的4人队伍正望向山谷，面色惊愕。林宪警惕地往后稍了稍，等着他们回神。现在还不知对方身份，可不能大意了。大哥，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秘境吧？瘦小劲装男子看向法师男子，兴奋得满面通红。法师男子还未回神，激动得全身颤抖。一见老大的反应，战士3人组便知道他真的是秘境无疑，不然老大也不会这个反应。没想到追个肥仔还有这样的基因。另外2个战士一把捂住瘦子的嘴，心虚地瞧向林宪这边。林宪不动声色，以他如今的4维属性，这40来米的距离简直犹如在他耳边说话一般。怎么办？终于到这个环节了吗？有点小兴奋，是怎么回事？林宪心里直念道，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灿烂。此时法师男子也终于平静了下来，给3个兄弟使了个眼色，接着朝林宪微微一笑。小兄弟运气不错，既然发现了秘境，我们共同探索如何？我们兄弟4个都是散人，在下张安良，20级水系法师，其余3个兄弟都是19级战士。20级的普通法师，总属性点大概2000出头，侧重智力属性 60%， 也就不到1300点，算上他技能伤害，顶多4000点，算高估他了。而自己防御都2000多。战士，这种普普通通小战士，不是靶子吗？稳了，你们运气也不错，不也进来了吗？我没有意见，在下林宪。林宪和气地回道：臭小子，我老大都自报职业和等级了，懂不懂礼貌？瘦小男子这回倒是颇有眼色的斥骂道。张安良故作生气地对瘦小男子喝道：闭嘴！转而笑容满面地对林宪说道：不好意思，他也是有口无心，不过既然准备一起探索，我们对彼此有个大概的了解也好。不知小兄弟是什么职业？有点意思。林宪瞧着他们在那里惺惺作态，也不隐瞒：我是才转职的学生，等级没你们高。刚刚说完，林宪便感觉到了一道气息落到自己身上。老大，那小子没撒谎，确实是才转职的，才7级，职业是铁。卧槽，老大，这小子竟然是个铁匠！哈哈哈！瘦小男子捧腹大笑，笑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话音刚落，林宪又感觉到3股气息探查自己，果然如此，差点让这小子给糊弄过去了。张安良满脸羞恼，转念一想，对3个兄弟叮嘱道：不要大意了，我们一路跟着这小子，他的雷系宝物攻击不容小觑，我们兄弟小心了这么多年，别阴沟里翻了船。林宪见自己的实力已经暴露，慌张是不可能慌张的。他此时想的是，这个秘境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要不要把这4人组留下探路？但转念一想，自己也没什么操控人的手段啊，要么打个半死也行不通。他们本来也脆，打个半死剩那么点血量，也探不出个什么东西。算了算了，头疼，还是打死了事儿。秘境我自己来。有了决定，林宪也不墨迹，满脸笑容的冲4人勾了勾手指：你过来啊！别，小心有诈！张安良拦住就想冲过去的3人，法杖光芒亮起，水剑！林宪一个闪身躲了过去。行吧，扇不过来我就过去。见林宪冲过来，3战士也是迎了上去，距离一下被拉近到30米范围内。负658，负658，负658，负7467，负7467。3人瞬间残血，只剩30%左右的血量。看样子，这哥儿仨总血量大概在2万左右。裂地冲击，负3588，负3627，负4330。眩晕3秒，水墙！一道水墙横隔在3人身前，可惜没有丝毫作用。伤攻技能的伤害还在继续，不等眩晕结束，3人直接扑街，一堆装备四下散落。体质属性+3，力量属性+3，
到你了哦。没有理会属性增长提示，林宪温和地对张安良笑道。此时伤攻技能也将张安良覆盖其中，负658，负7467。这一下直接让张安良的血量降低一半，却又瞬间回升到 70%， 身上也出现了一个护盾。可惜在下一秒的雷霆万钧被动下轰然破碎。多重水箭，5支水箭射向林宪，负6650，伤害真不赖，不过也到此为止了。林宪贴脸硬接对方一击，在自己2000多防御的情况下还能打出6000多的伤害，不愧是法爷，虽然只是个普通法师职业。还别跑啊！只见张安良往山谷中冲去，以他575点的敏捷属性，比张安良这个法师的敏捷还要高一些，想要追上他很容易。但这么好的探路人可不能错过，林宪索性关掉伤攻技能，捡起刚刚爆出的装备，不急不缓地跟在身后。慢点啊，谷里很危险的，小心点。第14章梦谷秘境。张安良慌不择路的狂奔，林宪在身后悠哉悠哉地跟着。怎么感觉自己像个反派？摇头失笑。只见张安良跑过的地方，两边的巨大蘑菇、花朵仿佛被激活了一般，剧烈颤动。砰砰砰，大量似是孢子的东西弹射出来，追着张安良而去。空中飞舞的不知名蝴蝶翅膀开始聚集能量，下一刻，一个个能量团朝着张安良轰炸而去。既然仇恨被拉走了，林宪直接探查术，换蝶，等级15级，血量15000，15000，体质700，力量400，精神2900，敏捷1000，技能精神炸弹。介绍：梦谷秘境的特殊魔兽精神炸弹直接作用于灵魂，无视防御哦。魔兽果然得天独厚，15级4维属性都有5000了。林宪又探查了从蘑菇和花朵的属性。几包菇，等级20级，血量31500，31500，4维属性更是高达1万出头。庆幸的是，除了分裂出来的孢子之外，并无其他攻击方式。是诗花，等级20级，血量29770，29770，4维属性比季包如低不了多少，攻击手段也和季包如相似。除此之外，自身也可以近距离攻击，也就是吞噬敌人，问题不大。水墙！只听前面一声大喝，抬眼一眼，原是张安良无奈之下，只能释放水墙阻挡幻蝶的精神炸弹。这一停顿，坏了，小包子们蹦蹦跳跳的也追了上来。可惜了，林宪摇了摇头。只见精神炸弹毫无阻碍地穿过水墙，轰击在张安良的身上，却并无丝毫声音。张安良的脸色瞬间惨白，水墙也就此消散。这还没完，被水墙阻挡在外的小包子们争先恐后地冲了上去。轰轰轰！真惨啊！林宪淡然地放下五指分开，试图遮住双眼的手。该我上了呢。伤攻技能开启，悠然地走了过去，始终跟花朵保持着距离。负658，负658，负658，负5385。伤攻技能伤害为最终伤害，不受目标单位的防御影响，自以1800多的伤害减去怪物的防御。雷霆万钧伤害为500%，另外自己无视50%的任何防御，算下来伤害非常可观。这两个技能算是林宪的主要输出手段了。伤攻伤害1秒一次，2到3秒触发一次雷霆万钧，半径35米范围内的季包如和噬尸花血量刷刷狂掉，被动吸血的功能也让林宪血量几秒时间回满。再次弹射大量孢子冲向林宪，林宪这次也不硬杠了，保持速度，带着孢子放着风筝，杀死大量季包如，经验加13800，杀死大量噬尸花，经验加15525，体质属性加17，力量属性加4。梦谷之河，偶遇赵百川。探查梦谷之河，属性精神。介绍：梦谷秘境的核心，吞服之后可永久提升基础精神属性1000至3000点，无使用限制。难怪李潇潇说，有时候机遇比天赋更重要。华国10大镇国级英雄，其中有5位都是普通职业，看来个个都是天选之子，机遇小不了。这种秘境之河，他们应该没少使用，不然与隐藏职业相比，属性点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必然还有其他机遇的因素，装备、技能等等。每一个能够成长到3转以上的转职者都不会简单。仅仅只是一个25级的秘境，运气好的话，便可以增加3000点单项基础属性，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一个普通20级的职业者，4维总属性也才2000出头，可想而知。林宪漫不经心地扔了扔手里的玉石，对于他来说，这玩意儿虽没那么重要，但肯定是有比没有强，且越多越好。这看着像是石头啊，直接吞。林宪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放进嘴里，没曾想入口即化。
一股液体流进喉咙，渐渐融入身体。林宪感觉到全身一阵发热，就3秒，没了。可不是没了吗？只见面板上的精神属性缓缓增长，精神617-3517，哈哈，这运气也是没谁了，2900点，还说我不是世界之子。林宪精神焕发的关掉面板，眼见经验已经来到了 LV9 24.88%，现在还不到中午，时间还早呢。今天升到10级就回去。考虑到今天第一次出城，回去晚了，林默不免会担心。离高考时间还很充裕，不急于这一天半天的。林宪也不深入，换了个方向，开着商工技能继续刷怪，击杀了10级赤甲猪，经验加440；击杀了大量9级魔尾猴，经验加3418；击杀了大量11级黑纹蛇，经验加2103。10级以下的魔兽连4维属性都没有，太弱了，有点无聊啊，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林宪意兴阑珊的抗着巨锤，心里想着，这会儿来一手大王叫我来巡山，是不是比较应景？光是找这些魔兽就花了大量的时间，远远没有刷副本来的效率。第一次没经验，不然在协会买一块城外地图，不就方便多了？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巨大的轰响，隐隐还传来驳杂的人声。刚还有点无聊呢，这不，乐子来了。林宪扛着巨锤，一脸兴奋地往那边冲去。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层次实力，只要不是特别倒霉，在这城外，他基本都可以横着走了。赵百川，林宪刚赶到这里，就看到一个身姿丰满的20岁左右的女人带着赵百川往这边狂奔，估计是个刺客职业。后另有2个法师，还有一个骑士，边打边退。此刻，大量似是拳头大小的野蜂类魔兽不停地追击，冲击着那个骑士装扮男子的盾类技能。探查，嗜血蜂，等级10级，血量8000-8000，攻击250。介绍：嗜血蜂为群居生物，不要小瞧他们的攻击，他们的尾针不仅无视防御，还很痛哦。难怪他们这么狼狈呢。林宪看着队伍攻击的声势，起码也是20级以上的职业者了，可还是被这些嗜血蜂追得苦不堪言。嗨，赵百川，需要帮忙吗？林宪带着笑意友好的打声招呼。按理说有法爷在，还是2位，几个 AOE 技能下去就能消灭一片了。但不知为何，此时2位法师面色苍白，似是消耗过度的模样，只能靠骑士死撑。嗜血蜂速度又快，他们带着赵百川速度根本快不起来。赵百川听到声音，抬头一瞧，脸上惊喜一闪，可当下的情景又让他无法高兴起来。林宪，快往前跑，麻烦给我们血盟报信，让前来支援。丰满女子见赵百川的确认识，微微放下警惕。林宪刚刚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不知是敌是友，便不好出声。这位小友，往南走10公里就能出这片林子，还请联系一下我们血盟，到时候必有厚报。就在说话的片刻时间，是血蜂已经将他们包围了起来。该死的，我快要撑不住了！骑士破口大骂，本就对带小孩升级这种事不满，此时还让陷入了险境。单个是血蜂并不可怕，只手可灭，但这可是几万只。林宪快走吧，再单个下去，你也走不了了。赵百川焦急地对林宪喊道。骑士的技能猝然破碎，是血蜂的攻击直接落在身上。啊！手忙手乱地挥舞着盾牌，可哪里抵挡得住这密密麻麻、无孔不入的是血蜂。操！你们先支撑着，我去叫支援。骑士一个冲锋，超过赵百川，头也不回地冲进林子。嘿，这么着急做什么？林宪正准备出手，就见那个骑士抛弃队友跑掉。林宪可不会放过这一大批经验值，不说别的，光是为了体质属性，他也不会错过呀。2个法师的护盾剧烈颤动，随时将要破碎，脸上露出绝望之色。他们可不比骑士血厚，一旦护盾破碎，他们绝对活不过10秒。只有丰满女子的匕首舞动，将他和赵百川护得密不透气，但想要突围也是力所不及，脱力之刻就是他们生死之时。佩兰姐，你别管我了，能突围就突围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了。你闭嘴！女子瞪了赵百川一眼，一言不发地护着他往南边突围。如此多的嗜血蜂，法师又蓝量耗空，他们根本撑不到支援到来。而且，骑士有没有呼叫支援还是个问题。林宪环顾四周，眼神一凝。我们去哪里？4个顺着林宪手指的方向一瞧，神色惊喜。只见那边一棵约有6人环抱粗细的古树，树干已经被掏空。众人眼神一亮，当即朝着巨树冲去。林宪可以直接冲上去杀死这些嗜血蜂，但探查术可是提醒过嗜血蜂的攻击很痛的。虽然死不了，但他可不想再受痛。不多会儿便冲杀到巨树地点，女子一把将赵百川推了进去。2位法师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爆发潜力，钻了进去。佩兰姐，林宪，快进来！赵百川见林宪和女子一起还守在门口，不由焦急喊道。第17章
嗜血蜂群，蜂王领主 BOSS， 不碍事儿。林宪不慌不忙地说道。裂地撞击，负8088，负8088，负8088。10米余宽的冲击波直奔90米开外，所过之处清空了一大片嗜血蜂，击杀了大量10级嗜血蜂，经验加7533，体质属性加602，力量属性加73。这个经验也太少了点吧，难怪没有人杀，费力不讨好吗？林宪摇了摇头，还好自己不是冲着经验来的。卧槽，你不是铁匠吗？赵百川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面。什么时候铁匠都比他这个隐藏职业牛逼了？他是铁匠职业。女子刚松了口气儿，便听到赵百川的惊呼，震惊地看向赵百川，似是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就算是隐藏职业，这也太天才了吧！听百川刚刚的意思，他们可是前天才转职的，这才短短2天时间就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了吗？负761，负761，负13755，负761。林宪没理他们的对话，此时已完全沉浸在体质和力量属性暴涨的快感中，就连偶有漏网之鱼攻击到他，痛得龇牙咧嘴，也不改脸上满足的笑容。这怕不是个受虐狂吧？女子在一旁心里直嘀咕，她可是知道这是血蜂的攻击有多痛的。击杀大量嗜血蜂，经验加12532，体质属性加856，力量属性加92，爽啊！嗜血蜂一旦大批靠近过来，就是一发裂地冲撞，其余的全靠伤攻技能触发雷霆被动灭杀，场上闷雷闪电不停闪烁。在4人震惊的见证下，林宪灭了一批又一批嗜血蜂，只是片刻时间，地上已经铺满了厚厚一层嗜血蜂的尸体。这到底是什么职业？2位法师从树洞中探出脑袋，惊叹地望着眼前这一幕。赵百川弱弱地回道：“我都说了是铁匠，你可拉倒吧！他要是铁匠，我就把这些尸体给吃了。”女子没好气地瞪了赵百川一眼，身上升级，白光亮起。LV9 2.79%，终于10级了，不容易啊！林宪一脸感叹。虽然单个嗜血蜂经验不多，但架不住量多呀。4人听到后满头黑线，这是很容易才对吧？才2天时间就10级了，没见赵百川有他们带着升级，此时也才5级嘛。再说了，谁家10级就有如此实力了？这会儿整个场面被林宪控制，几人的神情也放松了下来。听说那天转职有个9星天赋的转职者，就是他了吧？一经提醒，另一法师男人便回想起来，不是说那个觉醒9星天赋的人转职了铁匠吗？他不会真是铁匠职业吧？2人对视一眼，看向林宪的目光中掩盖不住的惊叹，不可思议啊！不愧是9星天赋。嗜血蜂王领主 BOSS 狂化，蜂王生命值不但回满，并还在急速增加，体型也在扩张，直至停下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独眼玄龟体型般大小。这是放大招了。探查，嗜血蜂王领主 BOSS， 等级25级，狂化中，血量380000 380000，力量16000，体质14000，敏捷16000，精神18000，技能召唤蜂群，折刺突袭，身体冲击，魔物，狂化。介绍，他已经狂化了哦。卧槽！林宪倒吸一口凉气，这狂化也太牛逼了吧！难怪赵叔说我这个等级遇到是血蜂王就赶紧逃命，头都不要回。女子骇然地望着狂化后的蜂王，口中喃喃一语：“佩兰小姐，我们撤吧。我想会长也不愿意看到公子涉险。”2位法师惊慌地对女子急道：“是啊，佩兰小姐，趁还有那小子顶着，我们先退吧，回去帮他叫支援也行啊。”这女子一阵犹豫，举棋不定地看向赵百川。赵百川没看2位法师，一脸坚定道：“佩兰姐，你们3个走吧。要不是林宪，我们刚才就已经死了。这时候我不能走。再说，我相信他的实力。少会长，别意气用事啊！我们在这里也是拖后腿的啊。你说呢，佩兰小姐？”赵佩兰一脸为难，沉思片刻后便决定道：“百川，你们3人再往后退，我前去帮忙。”说罢，便满脸壮烈地冲了过来。虽然离得远，但林宪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交谈，对2位法师的选择也不在意，人之常情罢了。这样的人才能在这方世界活得长久。别过来了，你再有不好发挥。赵佩兰一个急刹车脚下顿住，气愤地甩了甩匕首，转身就走。谁稀罕？林宪自认为自己说的还算委婉，已是血蜂王狂化之后的4维属性，不是小看他，根本破不了防好吧？就算是有点伤害，也作用不大。负9304，卧槽，什么玩意儿？负9304，负9304。林宪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是血蜂王身体冲击3连，打掉20%血量。还好之前弄到了进城被动技能，
这速度也太变态了吧！入门被动，在一场战斗中，当自身血量降低到 80%、50%、20%阶段时，瞬间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免疫所有负面效果，并获得一个 20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进程被动被触发，瞬间回复到了满血，并加持了一个24万生命值的护盾。林宪顿时不慌了，来啊，互相伤害啊！裂地冲撞，笑死，根本破不了防。还好眩晕起了作用，林宪动如脱兔般冲了上去。负3974，负3974，负19856，负19856。还好伤攻的伤害为最终伤害，无视防御。雷霆万钧的伤害貌似在无法破防的情况下是随着伤攻的秒伤算的，目前来看，不破防的话，雷霆伤害还能高一些。也不知道这是破天锤的特性，还是雷霆被动技能的隐藏特性。林宪摇了摇头，管他呢，有伤害就好，不然自己只能两眼干看着了。3秒一过，嗜血蜂王立即飞远，林宪压根就无法追上。蜂王尾部翘起，一道黑芒直奔林宪而来，眼睛看得见，身体却跟不上，只能硬生生的承受。负18999，巨大的伤害在林宪身上飘起，不在林宪身上的护盾上飘起。哈哈，傻眼了吧？林宪嗤笑一声，等着裂地冲撞技能的 CD。没办法，细数之下，目前只有这个技能可以克制是血蜂王。砰砰砰，又是冲撞3连击，林宪被蜂王当皮球一般撞来撞去，根本无法反抗。伤攻技能的伤害对蜂王来说也是不痛不痒，只有触发了雷霆万钧才能让他吃痛。曹被这畜生放风筝了，裂地冲撞，眩晕。林宪红红火火的上前打一套，接着又被放风筝，时不时的承受个冲击3连，伤害不大，侮辱性却极强。好厉害，好强的防御，好厚的血量。赵百川崇拜地看着林宪喃喃道。法师也一脸同意道，是啊，这是血蜂王狂化之后实力几乎翻了几倍。我说的是林宪。赵百川满脑黑线的白了法师一眼，没好气地道，是的，林宪兄弟实力这么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法师讪笑。转眼便是10分钟过去了，林宪的护盾微微颤颤，即将破碎。经过众多技能被动的伤害，是血蜂王的血量也是只剩 20% 不到。蜂王此刻也意识到此人不可力敌，便迅速转身准备逃跑。哼，畜生，现在想跑可就晚了，等的就是现在。此时蜂王的血量已经到了林宪的斩杀线。裂地冲撞，林宪用最快的速度冲了上去。负3974，负19856，负19856，负3974，击杀了 BOSS 嗜血蜂王，经验加24166，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获得装备嗜血匕首，获得技能书1。不忘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报了本技能书，不错。林宪欣喜的拾起装备和技能书查看。嗜血匕首，等级25级，品质黄金，敏捷加500，攻击加2800，暴击增加 10%。 特性嗜血，普通攻击造成伤害时有 30% 的几率回复自身 1% 的生命值。属性不错，还有 10% 的暴击加成，算是同等级的极品黄金武器了。林宪不以为意的收回背包，这个是血特性还不如自己的吸血被动呢。接着双查看起了技能书。阿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希望出个好技能啊。战士技能书，枪术专精，被动，学习后使用枪型武器，攻击提升 10%。这是让想我打白宫。匕首赵佩兰能用，连技能书也是赵百川用的，不会他俩才是天选之子吧？如果他没来，两人被逼到最后爆种杀了 BOSS， 得到装备和技能书，然后崛起成为救世主，自己这是挡他们的崛起之路了吧？林宪手里拿着技能书，发呆的脑补着。这时几人也来到了林宪身边。卧槽，林宪，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回高考省状元必定是你了，求带飞啊！赵百川现在对林宪可是信服不已。林兄弟果然厉害，这回全国状元怕是都稳了。是啊，是啊。两位法师也是满脸堆笑道。别看他们都是20级了，跟林宪比那是云泥之别，这一辈子都难以望其项背。我看是你带飞我还差不多，你和李潇潇不都保送日药学院了吗？前途一片光明啊！林宪对赵百川笑笑打趣道，毫不理会两位法师的恭维，他们的做法理解归理解，但谁说不能讨厌了？这不冲突。赵百川苦笑的摇了摇头，见到林宪手里捏着技能书，随意的扔了个探查术。卧槽，林宪，林大哥，林大爷，这个技能我找了800年，整个协会平台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求求了，
让给弟弟吧，价钱任你开。赵百川死死抱住林宪拿着技能书的左手，耍赖道。林宪抽了抽，没抽出来，无奈道：“你先放开。”“我不，大哥，求求了，救救孩子吧。你要什么技能或者其他什么，你只管说，我让我爸给你找。那我就坐地起价了哈。”林宪一脸坏笑。别看介绍上只有 10% 的加成，但技能是可以升级的。其实这个技能书林宪也能使用，转化之后估计是个锤子专精什么的，作用也不小，但也不是非得枪术专精技能书。以他的猜想，来个弓箭专精、剑类专精、法杖专精技能书也是一样的效果。加上赵百川为人不错，又是同班同学，帮帮忙也没什么。血盟好歹也是本地大佬级势力，自己去上学了，也能拜托血盟多关照林墨。换了，即得到了人情，自己也不亏，交好血盟没什么还处。心念转瞬之间，林宪已思量许多。这样吧，你给我一本其他随意什么武器专精的技能书就行了。真的？那我就不客气了。林宪，你果然够意思，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技能书回去给你。赵百川一把将技能书抱回怀里，满脸兴奋。林宪又将是血匕首拿了出来，一本正经地为赵佩兰介绍道：“对了，刚到了一把极品的黄金品质匕首，光是攻击就加了2800，还有500的敏捷，10%的暴击。哦对，还有吸血被动，特别适合你这种刺客使用。你看。”每听一句，赵佩兰眼神就亮一分，听完之后恨不得立马抢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便伸手去拿。林宪唰的一下把手收了回去，脸上笑容也愈发灿烂，搓了搓手指。赵佩兰气得牙痒痒，没好气地道：“说吧，想换什么？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得起。那可就多了，刚才的战斗你也看到了，如果有增加敏捷的技能或者位移类的技能书都可以。哦，带这种特性的装备也成。”林宪笑嘻嘻地补充道。第19章，实力暴涨，玉锤。赵佩兰无语地翻看着自己的背包，这把极品黄金级匕首是25级的，虽然自己现在还装备不上，但这个属性加成和吸血特性太吸引人了，起码可以让他在34级以前都不用再更换。片刻过后，赵佩兰扔出一本技能书和2件装备，挑吧。林宪把匕首扔给他，赵佩兰手忙脚乱地接住匕首，一脸欣喜地查看。你不会随便扔出来敷衍我的吧？嘴里调侃着，手下却也不慢。法师技能书，突袭，主动，学习后你可以瞬间出现在5米范围内，任意10秒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2000法力值。哇，佩兰姐，你不是吧？真坑我兄弟啊！这不是法师所说的狗都不学的最废技能吗？赵百川一探查，立马叫嚷了起来。2位法师也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范围又小， CD 又长。法师一个小脆皮，突袭上去干嘛？怕魔兽吃不饱吗？赵佩兰有些脸红，略有些气急败坏道：“这不是还有2件装备吗？”赵佩兰心虚的声音越来越小。林宪没忙着回答，把装备拿到手中查看。灵巧之靴，等级15级，品质白银，防御力加240，敏捷加164，特性灵巧，基础敏捷属性增加 10%。闪影剑，等级20级，品质白银，攻击力加430，敏捷加311，特性御剑，低空御剑而行，持续5秒，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 50% 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0点法力值。哦，你说的是这2件白银级装备吗？一件20级，还有一件15级。林宪故意揶揄道。赵佩兰恼羞成怒地道：“喂，灵巧之靴的灵巧特性和闪影剑的御剑不厉害吗？特别是闪影剑的御剑特性有多帅，你想想就知道了。要不是等级太低跟不上，我还不想拿出来呢。大不了法师技能书，还有这2件装备全给你，总藏了吧？”林宪心里暗喜，也是见好就收，不然真惹恼了，把312全收回去了，他可就亏大发了。行，必须行，就当交个朋友好了。赵佩兰怕他后悔似的，将是血匕首收回背包，岔开话题道：“听赵伯伯说过，是血蜂王的巢穴必定有蜂王蜜，那可是能提升体质的好东西，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吃呢。”林宪一听便来了兴趣，迅速的把技能书和装备收回背包。是吗？走，我们去找找看，刚刚蜂王是那个方向过来的。我知道，在那边。赵百川对这个蜂王蜜也是颇为期待， BOSS 那么牛逼，产的蜂蜜该是也不普通。不多时，5人风风火火的来到了是血蜂王的巢穴，不是想象中的蜂巢。洞口并不大，进去里面是一个空旷的洞穴，奇形异状的乳中石四处倒挂在洞顶。此时便已经可以闻到一股清甜的香味传来，随着香味找了进去，
那是一块平台，最中央凹陷下去了一块橙黄的粘稠蜂蜜，正在其中。林羡估摸了一下，大概有10碗的量，于是道：“你们4人每人1碗，自己取吧。”那怎么行？嗜血蜂王可是你一个人杀死，这些都是你的，你取出来一点给我们尝尝就行了。赵百川义正言辞地拒绝道：“再好的朋友，在这方面得分清主次，不然这关系他尝不了。这一点赵百川可是很清楚的。”赵佩兰正是此意，就连2位法师也是肯定的点了点头。林羡见他们执意如此，便从背包篮中取出4个小碗，盛满后递给4人，接着拿出一口锅，将剩余的蜂王蜜全盛入其中，收回背包。别说锅和碗了，瓢和盆都有。不要问为什么会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问就是有备无患。每人初始转职就有100个背包篮，每升1级还能增加5格，不带这些带什么？果然好吃，没想到这一小碗体质属性便增加了10点。一口炫完1碗的赵百川满脸意犹未尽的回味道：“既然普通人可以吃的话，还是带回去给小莫补补身体。”林羡想到这里便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不差这么点体质属性，属于狗大户行列。我准备回去了，你们呢？继续升级还是？林羡准备告别。赵百川理所当然道：“那就一起吧，回去压压惊。见你也不像是被吓到的样子啊，心里受伤了，你能看见吗？”在城里告别了赵百川4人，林羡便回到了家中。小莫，我回来了，看看你哥，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姨人呢？见林墨没在，也不以为意，估计是出门买菜了。此时林羡也有时间清点今天的收获了。在此之前还有这几个。林羡兴奋了起来。法师技能书，突袭，主动，学习后你可以瞬间出现在5米范围内，任意10秒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2000法力值。天赋天地红炉发动，银光闪动。转换后，突袭，入门，主动，你可以瞬间出现在等级10米范围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200法力值。这可太有用了！继续，灵巧之靴，特性，灵巧，基础敏捷属性增加 10%， 转换优化。灵巧，入门，被动，基础敏捷属性增加 30%。可以。林羡此时已经燥起来了，终于到了他最期待的特性技能了。闪影剑，特性，御剑，低空御剑而行，持续5秒，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 50% 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0点法力值。给我转换。片刻后，御锤，入门，主动，低空御锤而行，期间为霸体状态，持续1分钟，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 500% 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点法力值。瀑布式啥意思？就是不能自己飞呗。林羡看完技能介绍，整个人都傻了。御锤，自想都不敢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吃回去吧，我林羡就是死也绝不御锤。林羡坚定道。不想了，面板。姓名林羡，职业铁匠，等级13级，职业等级铁匠学徒。 HP 146,510 146,510 MP 36,320 36,320 攻击力6468，防御力14651，体质14651，力量3352，敏捷732加220，精神3632。天赋天地红炉1级，略。技能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伤攻，入门，雷霆万钧，入门，裂地冲撞，入门，吸血，入门，魔力沸腾，入门，进城，入门，荆棘，入门，突袭，入门，灵巧，入门，御锤，入门。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当自身死亡后原地复活，进入无敌霸体状态，免疫所有伤害，控制持续5秒，冷却时间72小时。伤攻，入门，主动，每秒对等级10范围的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3% 的最终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无冷却。雷霆万钧，入门，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50% 的概率在等级10米范围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额外的 500% 的伤害。裂地冲撞，入门，主动，跺脚对正前方等级10米扇形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并眩晕3秒，攻击力正 300%， 冷却时间15秒，消耗300法力值。魔力沸腾，入门，被动，
每秒回复1%自身最大法力值。吸血入门被动，任何攻击对目标单位造成伤害时，偷取此次伤害的10%回复自身。进程入门被动，在一场战斗中，当自身血量降低到80%、50%、20%阶段时，瞬间回复20%最大生命值，免疫所有负面效果，并获得一个200%最大生命值的护盾。荆棘入门被动，受到攻击时反弹30%的所受伤害，有50%的概率回复自身最大生命值的1%。突袭入门主动，你可以瞬间出现在等级10米范围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200法力值。灵巧入门被动，基础敏捷属性增加30%。御锤入门主动，低空御锤而行，期间为霸体状态，持续1分钟，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500%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点法力值。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13级，品质无，攻击加960，力量加900，攻击力增加50%。特性1. 毁灭，所有攻击无视50%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2. 破线，每次击杀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我真是牛逼大发了！林宪看着自己的面板，成就感满满。13级就有14万生命值，14000的防御，6000多的攻击，11个牛逼技能，除了敏捷还是短板。就问还有谁？哈哈，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林宪笑得满面春色。哥，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到你的笑声了。林墨一开门进来，就见林宪大喜过望的坐在沙发上笑。哥哥现在实力暴涨，当然开心了。你过来，哥给你看个宝贝。什么宝贝？对了，哥，我也有个事儿告诉你。林墨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林宪见林墨忧心忡忡，收起笑容正色道：发生了什么事？林墨欲言又止，不知道该怎么说，反问道：哥哥，所有人转职前面板数值都是固定的，4维属性都是5点对吧？对啊，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吗？林宪虽然疑惑他为什么这么问，但还是给予肯定回答。我面板上的4维属性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一直在增长，总属性都已经有100点了。第20章，林墨面板的异样变化是福是祸？林墨说完，颇为忐忑看向林宪：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还有，我的背包篮也可以使用。林宪听完后心里暗自震惊，但为了不让林墨更担心，面上不露声色安慰道：别慌，这是好事儿，别人想要增长属性点只能靠升级或者其他宝物呢。不过这件事儿一定不能告诉其他人，听到没？说罢，林宪尝试探查林墨的面板信息，却发现探查术无效，立马松了一口气。别担心，别人无法看你的面板，只要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也算好事儿，明年转职后你的起步比别人要高得多。每个人在没转职之前是无法探查别人的面板的，但同样，别人也无法探查未转职人的面板。林宪这下不担心林墨的异样被别人察觉，被拉去切片研究了。林墨长呼一口气，放下心来，但紧接着又担心道：这几天吓死我了，哥，你说会不会影响到明年的转职啊？林宪一顿，也是颇为忧心，还是略带笑意的劝道：别自己吓自己了，你没转职属性点都在涨，一旦转职，你的职业肯定是个什么隐藏职业，到时候你就牛逼了，说不定哥哥还得靠你呢。对了，我今天弄到了一些是血蜂王 BOSS 的蜂王蜜，你喝着试试看。林宪从背包里将一大锅蜂王蜜拿出来，舀出一碗递给林墨。正常情况下，未转职的普通人喝完只能让身体更加健康，面板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但此时林墨的情况特殊，林墨听话的一口喝尽，静待片刻，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林宪，体质属性增长了10点。林宪也不惊讶，情理之中。既然小莫你的背包篮可以用了，那这些蜂王蜜你就收到背包里，留着慢慢喝。这一锅大概还有15小碗，150点体质属性呢，哥你自己喝吧，你都也快要高考了。行了，别让了，我还不缺那点属性。行吧，那你等一会儿，我去做饭。林墨见林宪不像是自夸，便也没再谦让，拎着菜进了厨房。你哥我也不吃白食，我来洗菜。另一边，你是说你们遇到的是雪蜂群？赵天雄惊声道。赵百川一副他爸大惊小怪的表情，随手拿桌上水果啃了一口。你倒是说啊，后来怎么样了？以佩兰他们4人的实力，你们怎么跑出来的？赵天雄瞪着儿子，手有些痒痒。赵百川脖子一缩，悻悻地坐远一些，咽下嘴里的水果道：爸，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有个同学觉醒了9星天赋吧？就是转职铁匠的那个。那当时我们就要坚持不住了，
其实还丢下我们跑了，然后我那个同学从天而降，随手一挥是血风，便死了一大片，右脚轻轻一跺。停！赵天雄一头黑线的打断了手舞足蹈的赵百川。我怎么听着像是说书似的？什么大手一挥右脚一跺的，不靠谱。你老子我还是问佩兰吧。这时佩兰刚好进来，赵天雄赶紧招手赵佩兰过来，询问道：佩兰你来的正好，快过来。听这小子说你们今天遇到是血风群了，似乎还被他那个同学给救了。赵佩兰闻言快步过来坐到赵天雄身边。小叔，我也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不只是风群，后来是血风王都出现了。什么？嗜血风王？那你们……赵天雄惊声道。赵佩兰现在想起来还是惊叹不已。是的，嗜血风王根本不是百川那位同学的对手，狂化之后还被他单杀了。卧槽！这赵天雄震惊的不知说什么好。回过神来，见赵百川一脸惊讶的看着他，伸手就是一巴掌呼过去，拍的赵百川一个趔趄。你这个同学多少级了？人家都13级了，你看看我才5级，你这爸爸是怎么当的？赵百川抚摸着后脑勺，怨念颇深道：小叔，咱们工会最近遇到的棘手问题，要不请他出手？赵佩兰建议道，他也正是为此事儿来。你让我想想。赵天雄陷入了沉思。13级便能灭杀上万只嗜血蜂，更是可以单挑嗜血蜂王，单体、群伤皆为世上罕见，天才都不足以形容，实力应该没有问题。麻烦的倒是他们这次情况特殊，非自己人不能信任。自家工会损失2波25级的精英职业者，实在不能再损失更多了。哎呀，这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怕通关之后副本所有权不还给咱们吗？放宽心，我兄弟不是那样的人儿。对了，老爸，我还欠人家一本武器专精技能书呢，记得帮我找哈。赵百川见不得他老爸磨磨唧唧的表情，直接拍着胸口担保：那是15到25级副本，你那个什么同学才13级。林宪，他叫林宪。赵百川连忙提醒，挥了挥手，接着道：他那升级速度嗖嗖的，最多一天15级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咱们也不在乎迟这一天半天。赵天雄气闷，看着儿子对这林宪如此推崇，一脸傻白甜的样子，不禁道：我怎么有你这么傻的儿子？哪天被人卖了还给别人数钱呢？赵百川小声嘟囔着，现在又没有现金了，都是转账。还顶嘴！眼看着一巴掌又要呼过来，赵百川赶紧将赵天雄的胳膊抱在怀里。嗨呀，我又不傻，我们血盟好歹也是晋北市甚至江淮省内的顶级工会，一个15到25级的副本而已。林宪只要脑子没毛病，都干不出来不还所有权的事儿。再说了，他弟弟还在晋北上学呢，他能跑到哪去？赵天雄见他这会儿还有点脑子的样子，才作罢。你刚说欠人家技能书是怎么回事？不是遇到是血蜂王了吗？林宪灭了这 boss 之后，把枪术专精技能书给爆了出来，你儿子厚着脸皮给换过来了，这不还没给人家呢。他没狮子大开口，趁机多要点东西。赵天雄惊讶道：武器专精类的技能书除了生活职业外，每个职业者都需要，这就导致了市场上一书难求，想要学到自身武器专精技能书非运气不可。赵百川有点不好意思道：林宪不是那种人，他说随便还他一本武器专精的都行。本想给你换枪术专精的，但一时半会儿也换不着，刚好把这本给他，这本比普通专精技能更好，总不至于让他吃亏。赵天雄肉痛的将技能书递给赵百川，就当好人有好报吧。四老爸，你说我能改用斧头吗？赵百川牙酸的拿着技能书，一脸心痛。第21章邀请，我还有弟弟要养。战士技能书，巨斧专精，被动，学习后使用巨斧武器，攻击提升 10%， 力量属性增加 10%。 行了，没出息，给送过去吧，顺便将副本的事情提一下，天才们都会感兴趣的。赵天雄白了儿子一眼，懒得理会，转身对赵佩兰说道：这小子我还是不太放心，回头你跟他一起去吧。好的小叔，不过百川跟林宪关系好，倒也不用那么客气，直白点挺好的。哥哥明天还去城外吗？饭桌上林默随口问道。不一定，应该会下副本吧，我想把职业升到黑铁级，还需要不少材料呢。林宪沉思一会儿回道，对他来说，想要实力大幅度提升的话，提升职业等级是最快的办法。咚咚咚，我去开门。林默放下筷子，快速起身去开门。当当当当，还未见人，一本技能书先伸了进来。林宪，看我给你找了本什么技能书？哟，这是小默弟弟吧？你好啊。林默礼貌的笑了笑，将两人请了进来。赵百川和赵佩兰走了进来，也不客气，往沙发上一坐。赵百川挥舞着手上的技能书，一脸得意道：对林宪来说，什么专精技能书都不重要。不以为意的接过技能书，丢回背包，也坐了下来。
你俩一起来，不可能只是送个技能书，说吧，有什么事儿？不急，不急，你先看看技能书再说。真的掉爆了。赵百川见林宪把技能书不当回事儿，立马急道。见他一副你不看我就不说事儿的神情，林宪只好把技能书掏出来。探查，战士技能书，巨斧专精，被动，学习后使用巨斧武器，攻击提升 10%， 力量属性增加 10%。又可以啊，老赵，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林宪也是有点惊讶，比正常的武器专精技能书多了力量属性加成。如果要卖的话，价值最少都要翻上10倍不止，还有价无市。可不要小瞧这 10% 的属性增幅，这世界所有职业者都知道这种百分比增幅有多难得。等级越高，起到的作用便越大，况且这起步就是 10% 的增幅，加上后期技能升级定会再次提高。对于侧重力量系的人来说，这提高的都是自己的基础伤害，重要性不言而喻。赵百川邀功道：我什么时候小气过？这可是我从我老爸那里磨了好久才过来给你的。赵佩兰无语的白了赵百川一眼，懒得拆穿他，看了林默一眼，才对林宪说道：你知道那些势力自己的副本是怎么得到的？那些未经开荒通关的副本，第一个完成最高难度并通关的队伍或个人将会成为副本主人。难道不是？林宪虽然不解他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但这些知识学校都有讲解，作为学霸，他还是很清楚的。赵佩兰见林宪非常清楚，那解释起来就省事儿多了。确实如此，是这样的，我们工会近期发现了一个未开发的等级15级、25级副本，工会派了2波5人的25级精英队伍，却全部……林宪一听便了解了，所以是想让我帮你们通关？是的，你的实力非常强大，连30级的领主 BOSS 是血蜂王都能灭杀，再加上4位25级精英职业者，通关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承诺，副本内掉落的任何材料和装备都是你的。而且你应该知道，作为第一个通关最高难度副本的队伍，对自己的好处有多大。赵佩兰说完，便期待地等着林宪的回应。这个副本不是只有他们血盟工会一家发现，还有另外2个工会也在竞争。血盟损失了2波职业者，另2个工会也不少损失，甚至要更多。一个副本的所有权可是代表着源源不断的金钱材料，对工会发展来说重要性可想而知。我现在还是13级，进不去的吧？林宪轻笑道。升级对你来说难吗？我们也不差1天时间，以你的升级速度，1天足够你升到15级了吧？赵佩兰翻了个白眼，他又不瞎，上午某人可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短短1个小时不到便升了4级。林宪沉吟了一会儿，这活能接？危险是不存在的，30级以下对他毫无威胁，就是35级 BOSS 也不是不能碰一碰的。最重要的是，你也想见识见识首次通关能获得什么好处，这一点他还是颇为好奇的。这活儿我可以接，用不上的装备我也可以给你们，更不用你们的人辅助。有什么要求你直说吧。赵佩兰毫不意外，尽管只接触了这2次，但林某人是个什么性子，他还是清楚的。嗨，林宪笑容愈发灿烂，一脸不好意思地道：嗨，你们也看到了，家里不富裕，还有弟弟要养，而且你们也知道我是个铁匠，想把职业等级升上去，这不家里也没钱让我买什么材料。我们这么熟，我也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高级材料随便给点，普通锻造材料给个5吨就好了。赵百川这会儿也不傻了，震惊地看着林宪。我操，林宪，你这是脸都不要了？还几吨呢？我把自己卖给你，你要不要？林宪也不以为意，自做生意吗？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接着摆出忧郁的神情，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不为自己谋划，能怎么办呢？还有弟弟要养。林默在一旁憋笑不已，比毫不介意自己被当作不要脸的借口。赵佩兰无奈扶额道：行了，给你材料也不是不行，但好歹你也得有点诚意吧。林宪也不开玩笑了，正色道：行吧，高阶材料我就不要了，3吨普通锻造材料，什么类型我不在意，只要能锻造就成。3吨听起来似乎很多，但要知道这可是锻造材料，这个铁那个矿石的3吨其实也没有多少，不过也足够他升到黑铁级了，这也就行了。赵佩兰思索片刻便同意了下来，只要不是高阶材料，他还是能做主的。高阶材料不一样，非常的稀缺，哪怕是血盟工会也没有多少，非是普通锻造材料可比的。那后天？林宪满意的询问道。就后天，我们先走了，后天见。赵佩兰扯着还在往嘴里塞饭菜的赵百川往外走。赵百川口齿不清的朝林宪喊道：饭做得不错，把弟弟照顾好哈。第22章落月山脉。待2人走后，林宪便收回表情。哥哥有信心吗？林宪摸了摸林默的头，轻笑出声：快去吃饭，放心吧，你哥我没那个实力，他们也不会上门来邀请我。一早，林宪按赵百川给的地址来到了血盟工会。前天商定之后，
林宪便去了趟王伯家，可惜他还在副本升级，把石狮法袍留给了他家里，便离开了。这也使得林宪颇为感叹，才短短几天，好像离同龄人越来越远了呢。好在实力的提升给了他满满的充足感。昨天林宪又去了一趟城外，不知为何，突然之间城外的魔兽跟前一天相比，仿佛密集的许多，短短1天时间便升了3级。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16级，职业等级铁匠学徒 ，HP 151,300 151,300 MP 37,450 37,450，攻击力9911，防御力15130，体质15130，力量4005加1202，敏捷845加254，精神3745，天赋天地红炉1级，略技能天赋技能生命挽歌1级，伤攻入门，雷霆万钧入门，裂地冲撞入门，吸血入门，魔力沸腾入门，进城入门，荆棘入门，突袭入门，灵巧入门，玉锤入门，锤舞专精入门，略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16级，品质无，攻击加1400，力量加1400，攻击力增加 50%， 特性略，除了升级本身带来的450点总属性外，体质属性增加了366点，力量也增加了足有40点。另外，天赋转换了赵百川来带的专精技能书后，让他的面板大涨，带来的增幅无疑是非常恐怖的。锤舞专精入门，被动使用锤类武器，攻击力提升 30%， 力量属性增加 30%， 力量跟攻击力的比例为1比1，力量属性再增 30%， 破天锤攻击力正 50%， 锤舞专精攻击力正 30%， 攻击力又加 80%， 这也使得林宪目前的面板攻击暴增到9911点。攻击自由啊，这是地狱难度有难度。林宪快意的关掉面板，16级的面板实力已经爆表了，都不再多想，一步迈进血门公会。嚯，这么大，不愧是江淮省顶尖公会。外面不显，没想到里面却别有洞天。开阔的大厅点缀着略带传统的装饰，自然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其中，光影舞动。中空的设计使人在大厅就能直望楼顶。林宪这边，林宪扭抬头一瞧，赵百川正在2楼冲着他挥手。快步上去，便看到赵百川陪着一位气势威严的中年人正在等候。赵会长您好，久等了。林小友不用这么客气，叫我赵叔便是，还没感谢你对百川他们的救命之恩呢，这次还要麻烦你。赵天雄颇为和气，对林宪笑道：您客气了，不是还给我锻造材料了吗？林宪有些害羞地说道：应该的，应该的。材料？赵百川小声在他爸耳边嘀咕：出手费，出手费，前天我答应的，回头给你细说。赵天雄嘴角抽搐，勉强笑道：哈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林宪脸上笑意不减，场面略有些尴尬。正在这时，赵佩兰从1楼上来：小叔，其他人都已经到了，可以出发了。赵天雄立马道：好，林小友，我们这就过去吧。好。林宪安然自若地点了点头。几人乘坐电梯直达18层顶楼的传送大厅，此时正有10数人在此等候。以血盟工会开荒部门部长孟连兴为首的众人听到声音，纷纷转过头来打量起来，视线扫过赵百川和赵佩兰，落在林宪身上。显然已经知晓此次攻略副本的重任是他。会长见林宪如此年轻稚嫩，孟连兴微微皱眉，但会长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对赵天雄稍稍颔首，介绍一下，这位便是请来帮助我们通关的林宪，林小友。继而转头对林宪介绍道：这位乃是我们血盟工会开荒部部长孟连兴，以及此次协助你通关的开荒精英小队。林宪泰然自若地对众人颔首拱手道：见过诸位。行，事不宜迟，估计其他2大工会应该也得到了消息，我们这就过去。赵天雄大手一挥，带着众人走进临时的传送阵法。林宪还是头一次使用传送阵，颇为好奇地四下打量，然而脑袋一阵眩晕，便已抵达。这就是赵百川说的副本所在地落月山脉了吧？正前方100米处，一个泛红的硕大光圈缓缓转动着，那便是副本入口了。远处峰峰相连，云雾缭绕之下，宛如仙境，又显得神秘莫测。不得不说，地形突变之后，这景色总是时时让人震惊。此时他们正处于一座扩大的平台之上，左右前方不远处2队人马隐隐对驰，而他们的出现也将2队的目光吸引了过来。哈哈，赵会长今儿个可是来迟了呀！
只见左前方稍显削瘦的中年人往这边稍稍走了几步，远远地打了声招呼。说话的是烽火公会的会长沈信，此公会与我们公会关系还行。赵百川悄悄在林宪耳边为他介绍道：“赵会长可是贵人事忙，听说赵会长可是请了厉害的人物来帮忙呢，在哪儿呢？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厉害人物的风采啊！”怪声怪气的声音传来，林宪目光一扫，摆下了一副憨厚的长相。那个阴阳怪气的哈皮是狂战公会的会长张怀仁，跟血盟不对付，也不是，应该是跟晋北市大部分公会都不对付，搅屎棍。赵百川话语里对此人显然极为厌恶。当然，林宪也不在意这些公会之间的弯弯绕绕，他只是来通关的，完事带着材料走人，这些恩恩怨怨与他没什么关系。赵天雄对沈信一拱手，一点眼神儿都没分给张怀仁。哈哈，见笑了，这事儿急也没用。就在林宪等的无聊之时，一股探查气息落在自己身上，眼神一凝，顺着这股气息看去，只见狂战公会方位，一个四世精英小队成员朝会长张怀仁耳语了几语，惹得张怀仁捧腹大笑。赵会长，你们血盟公会的精英是死完了吗？如果撑不住了，我们狂战公会勉为其难的收留你们好了。张会长说笑了，我记得你们狂战公会损失了4波人了吧？还拉得出来精英攻略副本吗？不如就此解散，不管是我们血盟还是烽火，我想都是乐意接收的。不等赵天雄开口，开荒部长孟连兴直接开口回怼，血盟损失2波开荒精英已经够他心痛的了，张怀仁竟在伤口上撒盐，不是谁都把公会兄弟不回事的。张怀仁哈哈一笑，嘲讽道：“呵，怎么？孟部长这是转正成会长夫人了？我狂战公会有的是精英，不像你们病急乱投医，请了个16级的小屁孩，还是个生活职业，你是要笑死我，好瓜分我狂战公会吗？”第23章暗影魔学。你往哪儿插呢？什么16级的生活职业？血盟疯了吧？这可是要通关最高地狱难度的副本啊！这不是送菜吗？一个小怪都能把他秒了吧？之前攻略的队伍，那个不是副本极限25级，一身牛逼装备，就这连渣儿都不剩，这小孩怎么敢？张怀仁的话音刚落，林宪便瞬间感觉到一道道探查气息落在身上，眼中闪过一丝震怒，脸上的笑容也愈发柔和。会长，这……孟连兴显然不知道林宪只有16级，此时惊疑不定地看向赵天雄，努力地组织语言。我们的损失的2波兄弟，个个都是25级，全身最少5件黄金装备，就算如此，也还是没能出来。这林宪……赵天雄一拍脑袋，嗨，忘了提前跟孟连兴说了，这会儿只好将孟连兴拉到一旁，将林宪单挑是血封王的事儿告诉了他。孟连兴听罢眼神发亮，此时也有了些信心，加上自家精英的辅助，通关绝对没有问题。会长，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拿我们兄弟的命开玩笑？会长、部长，我们可不想辅助一个16级的职业者，而且还是个铁匠，冒死进入副本的。是啊，这一旦进入，连个回头路都没有，不通关就只能死，命只有一条，我不想赌一个16级铁匠的实力。就是，这小子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会长，血盟的开荒精英小队显然震惊林宪只有16级的事实，有之前2队的前车之鉴，他们怎么敢赌？他们的实力比之前面2队强不了多少。孟连兴正要把林宪的实力告诉他们，就听到林宪淡淡的声音传来：“赵会长，我自己下副本就行，人多了反而麻烦，我也没有带人的习惯，你把我们之前说好的材料准备好就行了。”林宪显然听到了精英小队的话，不过他也能够理解，要他把小命交到一个不认识的职业者身上，他也做不到。赵天雄一时无言，不知道说什么好。林宪打断道：“就这么定了，放心吧，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哈哈，笑死我了，我倒要看看你一个16级的铁匠怎么通关。张怀仁一脸冷笑，说罢便让自己的精英小队出发。赵天雄面色一正，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那就不劳烦张会长操心了，林小友，麻烦了。”林宪微微点头，朝着副本入口走去。赵会长，只有这位小友一人前往攻略吗？沈信见只有林宪一人走去副本，不解道：“是的，我对林小友有信心。”赵天雄颔首点头，与其说相信林宪的实力，不如说相信赵佩兰和赵百川口中的林宪。沈信哈哈一笑：“那就预祝你们顺利了，若被我们抢了先，你可不要眼红。”哈哈，各凭实力吧。林宪径直走向副本，狂战公会的精英小队守在副本入口，没急着进去。小屁孩，你是怎么被赵天雄忽悠的？这里可不是你一个铁匠该来的地方。队长说笑了，人家进去给怪物打装备，贿赂就通关了。回家吃奶去吧，你这嘎巴一下死了，你妈得多伤心呐！哈哈哈，离我们远点儿，小铁匠。最开始探查林宪的小队队友带着队友言语放肆，嘻嘻哈哈地嘲弄着。林宪眼神一冷，回头看了一眼狂战公会的方位，龇牙一笑：“你们该庆幸此时还在这里。
庆幸进副本之后没在一起。说完，肩膀一动，撞开他后淡然地走进副本。操狂战小队这会儿想骂人也找不到人了，只好跟着进入其中。这3个工会会长都是60级以上的大佬，林宪现在可惹不起。暗影魔学15到25级副本，限5人。眼前一黑，便出现在副本内部。所有未开荒通关的副本是没有难度选择的，只要进入就是最高级别，中途无法退出。一道信息映入脑海，这是关卡简介。介绍：此关卡5段区域各自封锁，只有消灭所有怪物才会通过，如果太慢会有惩罚。另外，小心终极 BOSS 出没哦。早就听说过未开荒的副本会有简介，林宪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大厅，与其说是大厅，不如说是巨大的通道更为合适，每200米有一道栅栏拦截。看来此时正在第1段区域了。林宪走出安全区，成群的怪物凭空出现，似是鸟类，全身散发火光，低空飞行着。探查火翼魔鸟，等级15级，血量18750，力量820，体质820，敏捷2350，精神2670，技能火球撕裂爪。林宪淡淡一笑，这连开胃菜都算不上，小卡拉米罢了。伤攻技能开启，径直冲进鸟群。-4539，-46555，-4539。一个个伤害从四周飘起，方圆160米化为雷电领域，成片成片的火翼魔鸟尸体落下。林宪嘴都笑歪了，他可太喜欢被群殴了。击杀了大量火翼魔鸟，经验加6454。击杀了大量火翼魔鸟，经验加8761。体质属性加260，力量属性加22。不到1分钟时间，火翼魔鸟死得干干净净，一只不剩。前方的栅栏消失，林宪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前往第2段区域。还是火翼魔鸟，只是数量更多了一些。3下5除2，1分半后留下一片尸体，获得了火翼魔鸟的爪子89。正当林宪要走进第3段区域时，一道漆黑如墨的巨影出现在他的身后，主体只有巨象大小，但身上张牙舞爪的4丝带又4触手的东西，肆意挥舞着，显得格外巨大狰狞。探查暗影魔灵最终 BOSS， 等级血量，攻击，技能。正当林宪傻眼之时，只见暗影魔灵四散飞舞的触手插入地下，如同石笋般在林宪身下穿刺而上，范围太大又太密集。林宪一个闪身不及，不慎被刮蹭到。-21988。卧槽！林宪被神色一紧，被吓了一大跳，心里一阵后怕，倒不是怕这伤害，主要是这个技能插的位置让人不寒而栗。裂地撞击。此时的裂地撞击范围宽度20米，长度可达160米，直冲暗影魔灵而去，打个正着。然而暗影魔灵毫无反应，身形一闪便已消失。林宪恨得牙痒痒，回想起关卡简介，这便是要小心 BOSS 出没吗？哼，一会锤死你！被 BOSS 调戏了，林宪只想赶紧通关，也不再耽搁时间，以自己的面板，要什么战术，直接莽过去就成了。第3、第4、第5区域与之前并无不同，只是数量的增多而已。第5区域的火翼魔鸟队伍更是达到800只，这可比嗜血蜂群难对付。其他队伍可能会被众多火球搞得头痛不已，林宪可不存在这种烦恼。15000的防御足以让他无视这些攻击，除了时不时应付一下时不时出现的恶心 BOSS 外，林宪还是非常轻松的。当第5区域最后一只火翼魔鸟挂掉，这第1个关卡算是过了，不过也算是收获不菲，光是体质属性就增长了2000点，生命值增加了2万点，破天锤的破线概率要低得多，只有191点。林宪已经很满足了，再多来点都行啊。感叹中踏入了光门，进入第2道关卡。不是吧，还能这么搞？第24章不讲武德，新技能无敌。不是吧，还能这么搞？林宪一踏入便看到石头组成的巨大怪兽，如同领主般四下巡视着，全身被一道蓝色光圈笼罩，这是无敌状态的外在体现。简介也在此时传来，介绍关卡 BOSS 为无敌状态，只有打破足够多的黑曜水晶才会破除，只有普通攻击有效呢。另外，小心终极 BOSS 出没哦。林宪环视四周，这是一个类似于5边形的大厅，而那一排排黑曜水晶正在最深处，在石头怪庞大身躯的背后，闪闪的散发着黑色光芒。想要打破水晶，必须经过石头怪，这有点难搞啊！也不知道这黑曜水晶结不结实。岩石巨兽头目 BOSS， 等级25，血量15500，1550000，力量9700，体质11000，敏捷4000，精神4000，技能滚石冲击、陨石炸弹、俯冲。
BOSS 倒是好打，只是这机制有点麻烦。先看看无敌状态吃不吃眩晕。林宪还未靠近，岩石巨兽便发现了，胳膊使劲一挥，5块巨石轰轰隆隆滚动袭来。还好此时距离够远，林宪从容躲过。裂地撞击，冲击波翻涌着冲向100米开外的岩石巨兽，看着声势浩大，可惜全被蓝色光圈抵挡在外。林宪无奈，只好自己冲了上去。BOSS 双手能量聚集，不停地形成一颗颗陨石，朝着林宪扔来。左腾右避之下，被林宪一一躲过。掉落地上的陨石发出剧烈的爆炸，乱石四飞，砸得他脸颊生疼。也幸好岩石巨兽体型太大，越是临近身体，他便越是不甚灵活。林宪一个冲刺，从 BOSS 腋下穿过，来到了黑曜水晶旁边，拎起破天锤就是一下平 A， 负10359。一个破水晶都有5万的血量。林宪有些破防，他算是知道之前那些精英小队折在那里了，以他过万的普通攻击都得5下下才能破坏一块水晶，他们就更别提了。更别说 BOSS 还在后面，时不时的扔个陨石炸弹，时不时的再来个滚石冲击。卧槽还来！林宪一个闪身躲过一发滚石，继续上前锤水晶。80 80 80 80，一块黑曜水晶破碎，只见岩石巨兽身上的蓝色光圈稍稍暗淡了一些。神色一喜，林宪愈发来劲儿了。2块3块4块，直到第5块黑曜水晶破碎， BOSS 的无敌状态终于消失。嘿嘿，打我这么半天，现在该我了吧？裂地撞击，血域，伤攻。林宪一个箭步冲了上去，80 80，雷霆万钧触发，因为无法破防，又随着伤攻的秒伤计算，巨大的伤害飘起。BOSS 短短几秒时间便损失了1半血量。林宪还要继续，只见 BOSS 身上蓝光一闪，又进入了无敌状态，并且身上的血量也在缓缓恢复。这么赖皮，林宪只好快速撤回到黑曜水晶旁边，继续平 A 平 A。岩石巨兽跃上高空，瞬间砸向林宪，那速度太快了，林宪极力闪开中心，也被落下时产生的冲击波撞飞。负19811，操林宪忍不住国骂，但也丝毫没有办法，郁闷的继续 A 水晶，1块2块3块，这次直到打破了10块水晶， BOSS 的无敌状态才消失。不敢耽搁时间， BOSS 这一会儿已经恢复了 10% 的血量，还剩 60% 的总生命值。裂地撞击，血域，突袭技能瞬间出现在 BOSS 前方。突袭入门主动，你可以瞬间出现在等级10米范围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200法力值，伤攻加雷霆万钧，一套组合下来，还剩9万多血量的岩石巨兽直接被秒。击杀了岩石巨兽，头目 BOSS， 经验加21033，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材料巨岩之核1。巨岩之核25-30级装备材料，可以用于锻造力量侧武器、防御侧铠甲。获得了装备岩石护手1。还好这岩石巨兽血量不高，不然杀起来就太麻烦了。林宪不禁感叹道：以刚刚那个机制，一次秒不掉，下次需要打破的水晶数量直接翻倍，这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最重要的是 BOSS 还在持续回血，爆发不高的队伍在这一关卡是没有希望的。林宪把玩了一会儿巨岩之核，丢回背包。这要是不掉好东西，那这个副本的价值就有限了。练级吧，怪物也不是太多，再不掉好材料或者好装备，职业者们倒是图什么？岩石护手，部位副武器，品质黄金，力量加800，攻击加1300。特性俯冲，施展此技能后跃入虚空，稍后高速下降，将武器砸向地面，对10米范围造成伤害，攻击力300%，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3000法力值。林宪拿起护手装备，初看之下枉为黄金品质，就算有个特性技能也是普普通通。仔细琢磨，还是很普通。就这也配黄金品质？学不学？这是林宪此时思考的问题。学吧，这个技能着实普通；不学吧，这个面板好像也卖不上什么价。纠结半晌之后，还是学吧。林宪也发现自身的主动技能太少了，转换后如果优化的不怎么样，大不了跟御锤技能一样吃灰便是，就当是分解装备了。说干就干的林宪立即发动天赋，银芒覆盖下肢，短短10几秒钟后已然成功。岩石护手分解成了几块岩礁石。林宪不无所谓的查看其转换后的技能：无畏俯冲，入门主动，施展此技能后自身跃入虚空，稍作停留后高速下降，将武器砸向地面，造成等级10米范围伤害，攻击力800%，技能施展期间为无敌状态，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800法力值。
卧槽卧槽，对不起，是我狗眼看人低，目光短浅，鼠目寸光，有眼无珠了。林宪此时已经笑开了花，这可是一个无敌技，也是自己的第一个无敌技。而且看技能介绍，无敌时间够长，伤害也足够大，冷却时间长一点也无所谓，可以升级的吗？这一下是真无敌了，气运冲天啊！天赋牛逼，天地红炉牛逼！兴奋不已的林宪晃进光门，进入下个关卡。光凭这个技能，这次来的就不亏。场景转换，林宪来到第3个关卡。介绍：此关卡是智力与反应的比拼，要么找到方法，要么你飞过去啊，如果太慢会有惩罚哦。这介绍是真欠啊！自己此时正身处一截断壁，而 BOSS 正在对面断壁平台，似是鹰身人形，两只翅膀异常巨大，相隔数百米缓缓对视，中间只有一座吊桥连接两边。林宪谨慎地走上吊桥，只见 BOSS 双翅挥动，一道道羽刃射向吊桥，林宪立即扭身返回平台。本就残破不堪的吊桥直接被羽刃切割成碎片，掉入悬崖。卧槽，这要怎么过去？第25章，玉锤真香了。飞行道具，落月山脉。3支队伍刚刚进入副本，张怀仁便从背包中取出显影石，只见空中立马出现了狂战工会精英小队的身影。什么？赵天雄吃惊地看着张怀仁，万万没想到张怀仁竟然舍得摊这么大的本钱，在一个20多级的副本上。显影石实为一队，一方携带其一进入副本或者秘境，而另一个显影石便可以看到其中的场景，其中价值不言而喻，是开荒副本或者探索秘境的至宝，极为稀少。各大势力更是对显影石的获得途径缄口不言。是，血盟也有，但却还没有奢侈到用来攻略一个15到25级副本。要知道，如果进入副本的队伍团灭了，这一对显影石就算是废了。张怀仁略带得意地瞥了赵天雄一眼，怪声道：这么穷，不如把工会解散了好，乖乖在家养老就行了，这个副本我志在必得。沈信不好意思地对赵天雄笑笑，也拿出了显影石。这血盟这边几人面面相觑，一阵无言。难怪他们都带了2支精英队伍，刚才只进入了其中一队而已。孟连心恍然大悟道：赵会长，还请过来一起看吧。沈信颇为大方地招呼赵天雄几人，几人也没客气，纷纷走了过去。待到靠近之后，沈信神神秘秘地对赵天雄耳语道：你没得到消息？什么消息？赵天雄颇为不解。有小道消息，落月山脉中出现的副本都不简单，背后可能有大秘密。难怪你们什么大秘密？沈信一副你是不是傻的表情，低声道：废话，我要是知道是什么秘密，我还告诉你。行了，别废话了，看吧，看看有什么出奇之处。赵天雄一阵无语，什么都你说了，我能说什么？只好看向显影石投出的画面。此时，烽火工会的精英小队已经走到了第1关卡的第3区域。烽火精英小队是标准配置，盾战、辅助、弓箭手以及2位法师。只见盾战卡住死角，将4个脆皮牢牢护在身后，法师和弓箭手拼命输出，辅助紧张地关注着盾战，不敢有丝毫放松。刚刚 BOSS 的出现将沈信吓得一身冷汗，这要是团灭了，就白搭了这一双显影石了。众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投影，刚刚消灭完最一只火翼魔鸟，头顶突现一道雷电劈向5人，5人瞬间残血，弓箭手更是差点死亡，还好没有后续伤害。直到现在才算真正通过第1关卡，众人稍稍松了一口气。赵天雄不禁感叹道：这才第1个关卡就如此艰难了，800只火翼魔鸟，也是难为他们了。刚刚最后一下雷电，怕是惩罚机制吧？作为60多级的大佬，见识自然非凡。沈信同感地点了点头，突然道：不知林小友现在如何了？赵天雄也是一阵担心，林宪实力如何，也只是从赵佩兰和赵百川口中得知，自己也没见过，此时心里不免没底。林宪此时如何了呢？卧槽，不给活路来啊！林宪好不容易在平台上找到机关，悬崖下一阵轰鸣，升起了一根根圆桌粗细的石柱，不规则排列，直至对面。本以为找到路径了，可刚刚跳上第1个石柱，一阵凶猛的罡风吹来，要不是林宪反应极快，迅速跳回平台，都要被刮落悬崖了。自己也要真香了吗？林宪脸色如调色盘似的，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干了，反正没人看见。玉锤技能一经施展，只见破天锤平至空中，林宪站立锤面，心念一动，巨锤带着林宪直射对面。玉锤入门，主动低空玉锤而行，期间为霸体状态，持续1分钟，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500%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点法力值。阴身人双翅疯狂扇动，罡风冷冽地吹拂在身上，却无法撼动分毫。林宪背手立于巨锤，很是威风了一把，心里在疯狂庆幸，还寻思着这个技能跟某哈里骑着扫把一般，骑着锤子飞呢。临近对岸，
一道探查甩了过去。阴身人，头目 BOSS， 四维属性和血量跟岩石巨兽差别倒不大，小意思。玉锤技能可以持续1分钟，飞到对面只用了10来秒时间，加上技能本身便有 500% 的罡风伤害，颇为节省的灵线开着伤弓，绕着阴身人 BOSS 玉锤转圈。负4619，负25001，负25001，负4619。玉锤技能时间结束，阴身人 BOSS 也就此倒地。击杀了阴身人，头目 BOSS， 经验加2462，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阴身人的羽毛碎片50。阴身人的羽毛碎片，飞行道具碎片，集齐300块可合成完整道具。司赵天雄这波赚大了，飞行道具甚为稀有，忽略地形对敌，最重要的是帅啊！试问哪个职业者不向往天空，不喜欢飞行呢？没有飞行道具，3转之后也可靠自身实力飞行，但75级3转又何其艰难，君不见整个华国明面上的3转强者寥寥无几。这么一个固定能出飞行道具的副本，其价值之大，简直无法估量。只要没有3转，哪怕是50级、60级多级的大佬，肯定也是深感兴趣的。自己进不了，后辈、学生还进不了吗？看来晋北市要热闹喽。林宪轻笑一声，反正跟自己关系不大，还是继续通关吧。老沈，你这队伍的爆发不太够啊！你看，你看，哎呀 ，BOSS 血量又回满了，你烦不烦啊？还想不想看？还想看就闭嘴。沈信被赵天雄絮叨的心烦意乱。此时，烽火小队险象环生，黑曜水晶不吃技能，于是只能靠盾战和弓箭手平 A。他们可不是林宪，跟个刮痧似的，一下又一下。两位法师太过脆皮，仇恨也不敢拉得太死，所以弓箭手和盾战还得随时注意躲避着岩石巨兽 BOSS 时不时扔过来的技能。好不容易碎掉5块水晶，还没输出几下 ，BOSS 又恢复了无敌状态。下一波水晶还未破碎几块，生命值便又回满了。此时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也庆幸这个关卡的 BOSS 攻击频率并不高，技能也略显好躲，不然按以他们如今的状态来看，通关怕是没有希望了。沈信颇为心疼道，除了心疼5人，也心疼显影石。赵天雄安慰道，不要太担心了，只要他们坚持住，如果有队伍通关，他们也能被踢出来。他对林宪还抱有一点点期待的，就目前这2个关卡，应该还难不倒能够单杀嗜血蜂王的林宪的，如果百川说的没有水分的话，希望如此吧。老爸，我刚偷偷去狂战工会那边瞄了一眼，他们也在这个关卡，也卡着呢。赵百川贼眉鼠眼的对赵天雄耳语道。赵天雄闻言瞪了他一眼，佯装道，做什么鬼鬼祟祟的样子？你沈叔叔又不是外人，不就是狂战那边也卡在这关吗？有什么不好说的？真的呀，这下心里舒服多了。沈信轻舒一口气，心里平衡了许多。赵百川对2人翻了个白眼儿，继续看着烽火小队在岩石巨兽面前上蹿下跳，艰难求生。林宪此时也步入光圈，进入最后关卡。暗影魔灵，我来了，终于可以报这一差之仇了。第26章，我在等 CD， 你在等什么？一进入光圈，便来到了最终关卡的场地，那一个巨大的祭坛，而此时最终 BOSS 就在其中。暗影魔灵，领主级 BOSS， 等级25级，血量33000033000，力量901010，体质8240，敏捷12500，精神11100，技能旋转冲撞、暗黑地刺、触手攻击、魔灵巨炮。介绍要小心地面哦，惹又来，真当我泥捏的呢？面板还未看完，林宪便感觉到地下的能量波动，二话不说，一发裂地撞击将暗影魔灵眩晕在原地。突袭技能发动，直接出现在暗影魔灵身前，伤攻加雷霆万钧加平 A， 伤害瞬间爆炸。短短几秒，触发2次雷霆万钧被动，瞬间秒掉暗影魔灵的将近10万的血量。眼见魔灵清醒，林宪猛然后退几十米，保持着魔灵 BOSS 还在被动范围内，静静看着他挣扎。不知道魔灵 BOSS 急不急，反正他不急，防御还没前2关的 BOSS 高，自己无视 50% 的防御，以雷霆万钧此时3万多的伤害，2到3秒触发一次的频率，33万血量而已，多吗？1-20秒足矣。只见暗影魔灵触手撑地，将身体抬高，口中迅速凝聚起巨大的能量团，对准林宪轰杀而来。林宪想要躲避，但无奈以他1000出头的敏捷值，完全有心无力。这就是 BOSS 的魔灵巨炮技能了吧？刚好试试我的新技能无畏俯冲。林宪瞬时跃入高空，此时暗影魔灵的身形在他眼中都变得渺小。待到魔灵巨炮一过，林宪携带着武器径直朝着魔灵 BOSS 砸去。负56028，地面上被砸出一个10米宽、5米深的巨坑，以此为中心，裂痕辐射方圆160米。
无畏俯冲入门主动施展此技能后，自身跃入虚空，稍作停留后高速下降，将武器砸向地面，造成等级10米范围伤害，攻击力800%。技能施展期间为无敌状态，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800法力值。林宪跳出深坑一看，哦嚯，好强的破坏力！眼瞅着残血的暗影魔灵还要发动技能，林宪丝毫不为所动。3、2、1，倒！魔灵 BOSS 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巨大的身形轰然倒地，慢慢变成了人族女性的模样，定定地看着林宪，神情复杂之极，似抱歉又似解脱，仿佛想要说些什么，嘴巴不停开合，却并无声音传出。对不起，还有谢谢你。接着轰然倒地。当然，这句话是林宪通过口型猜的，他也不能确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趟交易如今算是完成了。击杀了暗影魔灵，领主级 BOSS， 经验加27421，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不是吧，什么都没报，枉为最终 BOSS。 等了几分钟，林宪还未收到通关提示，一头雾水，这是还有关卡还是？突然，暗影魔灵的尸体缓缓被祭坛吸收，整个祭坛散发出黑色的气息。竟然有人杀了我的小玩具，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哈哈哈！黑色的气息缓缓凝聚成一个人类身影，只见这道身影环顾四周后，将目光落在林宪身上。就是你，杀了我的玩具！林宪满脑子黑线，这副本还带走剧情的吗？细细的打量了一下这道略有些虚幻的身影，看着像是人族，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肯定不是。探查魔帅的分身投影，等级血量，体质，力量，敏捷，智力，技能介绍，似乎还有一击之力呢。小子，你想知道什么？说出来，说不定大人我心情一好就告诉你了，也不定哦。投影显然是察觉到了，似笑非笑道。林宪有些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突然出现的投影，也不知道这剧情要怎么走，只好随口应付道：那个大人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投影听完一愣，随后脸色一变，勃然大怒：臭虫，你敢消遣本大人？不，只是看大人玉树临风，风度翩翩，虎背熊腰，虎头虎脑，面关如玉，面黄肌瘦。停闭嘴，小虫子，不得不说，你成功惹怒我了。投影的身上黑气一阵乱颤，林宪耸了耸肩，摊手道：不然呢？你找死啊！随着一声怒吼，投影身上黑气轰然爆发，急速向林宪袭来。林宪笑眯眯的拍手鼓掌，真是可爱的小呆瓜呢。我在等技能 CD， 你在等什么？画壁，眼看无畏俯冲，林宪直跃高空，俯视着整个场地，只见黑雾弥漫了整个场地，砰砰砰，黑雾内传来一声声剧烈的爆炸。卧槽，全屏攻击！林宪庆幸不已，此时空中驻留时间已到，立即携带武器急速降落，砸向投影。轰！啊，臭虫，我们还会再见的。深坑里，林宪眼看着投影不甘的消散，击杀了分身投影，经验加53423，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魔核碎片3。魔核碎片提炼后可获得少许自由属性，获得了暗影魔学核心1。暗影魔学核心可收取暗影魔学副本，可认主。等级 LV16 91.33%， LV17 2.66%。轻呼一口气，还好这玩意好像没有防御，不然他就麻瓜了。林宪放松了下来，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带剧情的副本呢，这算是开荒成功了吧？把玩着暗影魔学核心，一阵无言。收取！顿时整个副本猛烈震颤，眼前一黑，便出现在落月山脉的平台上。只见副本光圈化作一道流光，射入暗影魔学核心里。正在平台外观看另两组的所有人，还聚精会神地盯着还卡在第二关卡上窜下跳的精英小队，身形一顿，全部都消失在副本里，出现在了落月山脉。出来了，出来了！他们怎么都出来了？废话，肯定是通关了呗。我们公会的小队才打到第二关卡，难道是烽火公会的小组通关了？看表情也不大像啊。狂战公会的人员窃窃私语，不只是他们，血盟、烽火公会在场的所有人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两队开荒副本的精英小队迷茫地瞅着自己公会方向。第27章通关，暗影魔学之核。赵百川一脸兴奋地拉着赵天雄胳膊：爸，林宪出来了，肯定通关了。哈哈，我就知道他肯定行。赵天雄也是大喜过望，往林宪的方向迎了过去。哈哈，林小友此次辛苦了，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应该的，赵会长不用客气。林宪神情自若，微笑道：
赵百川插话道：“要不是我等级不够，我都想跟着你一起去见识见识了。”血盟原本需要辅助林宪的4名队员，如今心肝直跳，眼里的震惊无法掩饰。天哪，为什么？他才16级，你少说了一点，他还是个铁匠，16级的铁匠。虽然这么想不对，但他怎么就能通关呢？我还是想不通，他是怎么通关的？张怀仁此时才回过神来，满脸写着不可置信，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宪，喃喃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个16级的铁匠，凭什么能够通关25级最高难度副本？”赵天雄人逢喜事精气爽，张怀仁越是不爽，他便就越爽。张会长此刻不是应该感谢林小友的救命之恩吗？不是林小友的话，你损失的可就不仅仅是5个精英，还有一堆价值非凡的显影石哦。哼，林宪是吧？我们来日方长。张怀仁没有理会赵天雄，朝着林宪阴冷一笑，便带着狂战工会成员含怒离去。沈信此时也带着精英小队来到了林宪身边，提醒道：“林宪小友还是谨慎些好，张怀仁的心胸可不大。对了，还未感谢林小友，如若不是林小友，我们烽火工会此次损失可就大喽。”说完便向烽火的精英小队5人使了个眼色，5人也算是上道。刚刚多谢林宪兄弟了，要不是你，我们5人肯定就折里面了。林宪不在意的挥了挥手，淡淡开口道：“沈会长客气了，我只是完成跟赵会长的约定罢了。”赵百川见林宪有些不耐，也颇有眼色的对赵天雄道：“老爸，都这个时候了，我们赶紧回去吧，要跟沈叔聊天，下次专门去烽火或者来我们血盟聊，不比待在这舒服。”哼，这臭小子，行吧，那老沈，我们下回聊。行，下次有机会也想跟林宪小友合作一回。沈前辈客气了，你有差遣只管吩咐就是。场面话林宪还是会说的，再怎么样人家也是60级以上的大佬，客气点没坏处。众人各自踏上临时传送阵返回，落月山脉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血盟公会回来之后，林宪也没打磕巴，极为干脆的将暗影魔学之盒拿出来递给了赵天雄。赵天雄接了过来，似是想到了什么，询问道：“林宪小友在副本里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见林宪一脸不解，接着道：“就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我想想 ，BOSS 特别猥琐算不算？林宪幽默道。赵天雄一阵无语，大腿一拍，直接明说：“嗨，这不是沈信那老匹夫说这个副本不简单，有什么大秘密吗？”林宪这才明白他问的什么意思，大秘密。沉思半晌，开口道：“说起来，我还正准备跟赵会长你说这个事儿呢。第3关卡的阴身人 BOSS 杀死之后，会爆飞行道具碎片，飞行道具的珍贵性你是知道的。”赵天雄身体一震，激动地站起身来，握着暗影魔学之盒的右手此时微微颤抖，震惊道：“你说的是真的？”“当然。”说着便将背包中的阴身人的羽毛碎片取出一块，递给赵天雄，还希望赵会长安顿好副本之后，能允许我再刷几次，凑个完整的飞行道具。赵天雄看完羽毛碎片的介绍，还给林宪后缓缓坐下：“好说好说，安顿好之后你可以随时过来，只是这副本怕是我一家吃不下呀。”林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飞行道具不分等级，等这个消息暴露出去之后，怕是75级以下的所有职业者都会蜂拥而至。虽然超过25级便无法进入副本，但不管是高价收购，还是请人代打，再或者让自家势力的25级职业者前去，办法总比困难多。以赵会长68级的实力，想要独吃这一大块蛋糕，根本不可能。林宪脑袋快速思考了一圈，便知道只怕短时间内这个副本都无法安顿好了，心里暗道：自己有玉锤飞行技能，暂时倒也够用，不着急。林宪脸色腼腆，似乎颇为不好意思地提醒道：“赵会长明白就好，既然任务完成，我也该回去了。”这才料，赵百川一个箭步上前，拥着林宪的肩膀，推着他往外走：“走走走，早就准备好了，我带你去。我跟你说啊，好些材料都是我给你挑的，你看。”赵百川，你这热情的有点不正常啊。嗨，林哥，我对你热情不是应该的吗？抱大腿啊！我可不信，说吧，有什么事儿？这个你看啊，你都16级了，我才5级，要不要可怜可怜我，带我啊？错，是17级，带你升级也不是不可以，1吨材料1级，你看行？赵天雄看着他俩的背影，失笑的摇了摇头，接着苦恼的捏了捏眉心，这个副本有些烫手啊。回到家中，林默此时还没有放学，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林宪舒适地摊在沙发上，看着背包里装的满满的材料，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这下可以安心升级职业等级了，一旦进阶到黑铁，便可以再次锻造自己了。想到这里，林宪的身体紧绷，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像是在抗议一般，诉说着自己有多不想被锻造。林宪咬牙切齿，暗自嘀咕：
受点痛便能增强属性点，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自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起属性点，林宪突然想起自己在副本得到的魔核碎片。魔核碎片提炼后可获得少许自由属性，这也没说怎么提炼啊，也不知道自己的天地红炉能不能行。第28章，晋升黑铁级，锻造自身，实力暴增。试试就试试，发动天赋，只见轰的一声，巨大的红炉出现眼前。林宪从背包里将3块魔核碎片取出，心念一动，魔核碎片瞬间被红炉吸入其中。轰隆声响起，红炉也开始旋转起来。10秒过后，红炉停止运转，一团能量从红炉内喷吐出来，漂浮在林宪的面前。探查，属性能量吸收可增加300点自由属性。牛啊牛，才3块魔核碎片而已。林宪惊叹不已，这才3块碎片就增加了300点自由属性，这要是来个100块，则不敢细想。没有什么好说的，直接吸收加给了敏捷属性。目前林宪的面板就敏捷属性最低，也算是他如今最明显的短板了。处理完魔核碎片，林宪将背包里血盟给的3吨以及所有自己打的锻造材料全丢了出来，扔在客厅的地板上。这下可有的忙了，晋升黑铁级锻造师可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是以林宪的锻造速度，怕是也会累得够呛。毕竟每次锻造也是要耗费精力的。哥哥，你回来了，今天怎么样？还顺利吗？林默回到家，一开门便见林宪盯着地板上一大堆材料发呆。这就是血盟给的材料吗？什么叫给的？是交易，我帮他们开荒，他们支付材料，很合理。林宪不满林默的说法，纠正道，自己可是出了力的。林默无语，一副你说了算的表情。行吧，那接下哥哥还出去吗？离高考只有8、9天了吧？林宪继续往沙发上一瘫，懒懒地说道，暂时不了，我得把职业晋升了先，估计要在家待上几天了。那就好，哥哥忙了这么多天，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对于林宪在家，林默可是举双手赞同，每次林宪出门，他都是提心吊胆的。时光飞逝，铁匠学徒黑铁级锻造师 1.33%， 忽耗费5天，终于晋级了。擦了一把额头并不存在的汗，林宪不禁咂舌，这职业的熟练度比自己想象中的难刷。从血盟工会得到的3吨材料也所剩无几，自己打的材料除了巨岩之核外，也统统用光，这才将晋升到黑铁级。真不知道那些铂金级以上的铁匠是怎么熬出来的。林宪都不敢深想，自己有天地红炉天赋，锻造除了耗费精力外，算是特别轻松的了。晋级个黑铁级都要花费5天时间和这么多材料，除了那些大势力、大财团，小势力只怕是都养不起，或者说培养铁匠的性价比太低了。该说不说，铂金级锻造师要是再不吃香，只怕这个职业才是真真正正的废了。其实这5天林宪也做过不少试验，就是想看看自己打造出来的特性装备，以自己天地红炉天赋的转换功能，到底能不能成功转换。要是能成功，那可就直接起飞。想想看，了解自己的短板在哪，就打造出弥补短板的装备，再以天赋的转换功能吸收，直接卡天赋的 bug。 然而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事实证明他是在想桃子，不行就不行，无所谓，缺什么大不了我自己去刷或者直接买，这 bug 不卡也罢。林宪其实也没抱太大的期望，只是不试一试有些不甘心罢了。既然已经晋级成功，那么接下来林宪深深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照出红炉，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30分钟后，全身软如面条的林宪出现在客厅的地板上，一身漆黑，口吐白沫地摆着太字，每当身体无意识地抽搐一下，黑皮碎片便会掉落一些，露出里面健康而又强壮的肌肉。林宪努力地想要支起身体，却没有成功，只好慢如乌龟似的爬向洗手间，翻进浴缸，放上热水，才算松了口气儿。上次没有经验，被林默看个正着，可算是丢脸丢大发了，也幸好此时林默还没回来。这次折磨时间怎么比上次长了那么久？林宪无语，上次才10分钟而已，这次可是整整30分钟。你知道我这30分钟是怎么过来的吗？希望这罪没白受。面板，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16级，职业等级黑铁级锻造师， HP 221,830 221,830 MP 87,880 87,880，攻击力31,068，防御力22,183，体质22,183，力量9356加4678，敏捷6145加3073，精神8788，天赋天地红炉2级，
发动天赋可将目标单位所属技能吸收转化为契合自身的技能并优化，同单位仅限一次。装备锻造可自主选择方案，随着职业等级的每次提升，将获得锤炼自身机会一次。若造成击杀，将永久吸取2.1点体质属性返还自身，无上限。技能天赋技能生命挽歌2级，伤攻精通，雷霆万钧精通，裂地冲撞精通，吸血精通，魔力沸腾精通，进城精通，荆棘精通，突袭精通，灵巧精通，玉锤精通，锤舞专精精通，无畏俯冲精通。天赋技能生命挽歌2级，当自身死亡后原地复活，进入无敌霸体状态，免疫所有伤害，控制持续35秒，冷却时间48、72小时。伤攻精通，主动，每秒对等级100范围的敌方单位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 6%、3% 的最终伤害，每秒消耗 1% 最大法力值，无冷却。雷霆万钧精通，被动，自身任何攻击有 60%、50% 的概率在等级110米范围释放连锁雷霆闪电，造成 800%、500% 的额外伤害。裂地冲撞精通，主动，跺脚对正前方等级110米扇形区域目标发出连续冲击波，造成持续伤害，并眩晕3秒，攻击力正 500%、300%，冷却时间12、15秒，消耗500法力值。魔力沸腾精通，被动，每秒回复 2%、1%自身最大法力值。吸血精通，被动，任何攻击对目标单位造成伤害时，偷取此次伤害的 15%、10%回复自身。进城精通，被动，在一场战斗中，当自身血量降低到 80%、60%、40%、20%、80%、50%、20%阶段时，瞬间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免疫所有负面效果，并获得一个 20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荆棘精通，被动，受到攻击时反弹 40%、30% 的所受伤害， 100%、50%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2%、1%。突袭精通，主动，你可以瞬间出现在等级110米范围内，受到过你伤害的敌方单位身前。冷却时间 30s1分钟，消耗300、200法力值。灵巧精通，被动，基础敏捷属性增加 50%、30%。玉锤精通，主动，低空玉锤而行，期间为霸体状态，持续2.1分钟，速度随敏捷提升而提升，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 800%、500%的罡风伤害。冷却时间8、10分钟，每秒消耗15、10点法力值。锤舞专精精通，被动，使用锤类武器，攻击力提升 50%、30%，力量属性增加 50%、30%。无畏俯冲精通，主动，施展此技能后，自身跃入虚空，稍作停留后高速下降，将武器砸向地面，造成等级110米范围伤害，攻击力 1000%、800%，技能施展期间为无敌状态。冷却时间8、10分钟，消耗1800法力值。第29章，百炼时兽人洞窟。林宪愣愣地看着自己的面板，半晌说不出话来。此次锻造自己4维属性各自怒增5000点，就连作为短板的敏捷属性，此时都有6145点，加上灵巧被动的 50% 的敏捷增幅，总敏捷属性达到了9218点。要知道30级的普通职业者，没有特殊机遇的话，侧重单项属性也就5000点左右而已。这跟之前相比，实力的暴增何止是数倍。所有技能全部升级为精通级，而天赋天地红炉等级也升到了2级，造成击杀所能获得的体质属性由1点变为2点，其他倒是没变。血量22万加，平 A 都有3万多的伤害。就拿那几个范围技能来说，覆盖范围全部由原本的等级10米蜕变为等级100米，这让林宪以后刷副本闯秘境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而不再是像之前一样费心巴拉的想尽办法去靠近 BOSS。 现在可以直接超远距离轰杀，更何况他主要输出技能伤害大增，伤攻技能的每秒 3% 中伤增长为每秒 6%， 雷霆万钧被动的伤害更是增加了 300%。 不算其他，输出光靠这2个技能就已经完全足够了。以林宪此时的面板，伤攻技能每秒能达到13000多的伤害，雷霆万钧只要被触发，秒伤近25万，以雷霆万钧的 60% 的触发概率再去打暗影魔灵，2秒最多3秒。就问还有谁？裂地撞击直线攻击范围1700米，让你先跑3里地，更别提其他被动技能的提升， CD 的冷却减少等等，不一而足。此次算是面板大更新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只有破天锤还未进阶黑铁级，这让略有强迫症的林宪很不舒服。林宪右手一伸，破天锤出现在手中，照出红炉，心念一动，破天锤便被红炉吸入其中，晋升信息立刻显示了出来。武器破天锤，晋级条件自身晋升黑铁级，晋级材料百炼12。百炼石是个什么东西？林宪看着这个晋级材料，一头雾水。百炼石怎么听都没听说过，干脆地上交易平台上进行了搜索，卖倒是有卖的，只是林宪只呲牙，这么小小一块卖300万，穷疯了吧？2块就是600万，林宪可舍不得，还不如自己去刷呢。不知道哪个副本有这玩意儿，不知道就问万度，在这个世界照样通用。重点查找晋北市这一块，一番搜索之后，兽人洞窟15到25级副本由地狱级别最终 BOSS 掉落，麻烦了呀，竟是狂战工会掌控的副本。林宪眉头轻皱，这个世界也太小了些，倒也不是害怕，主要是林宪觉得麻烦，还是去吧。估计驻守副本的狂战工会的人员也不认识我，自己一个小人物，狂战记不记得还是个问题，掏钱刷副本，正常交易而已。百炼石除了这个副本有掉落外，距离最近的也只有身在本省的镇魔学院了。林宪想不想等是个问题，最重要的是那是个25到35级副本，他此时才17级，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此时距高考还有4天，时间还来得及。第2日，晋北北城门外，一道身影疾走如飞，此人正是林宪。狂战工会怕是有什么大病吧？副本竟然不移回工会，还没有传送阵。林宪边走边嘀咕，此去还有最少50公里的路程，还好狂战工会还算有心的修了一条能够直达兽人森林的道路。兽人森林便是以兽人洞窟副本命名的，可能是狂战工会常清理的缘故，道路上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魔兽。没过多久，林宪便已赶到目的地兽人山脉。远远看去，副本周围建造了一个小型据点，但却无比冷清，仅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在那晃悠。林宪估计那还是他们工会自己的成员。来都来了，林宪不再多想，径直走了过去。还未说话，便感觉到一道探查气息落在身上，林宪颇为反感的眉头紧皱，仅仅一闪而逝。心里暗道，这狂战工会倒是不白起这名字，都是一路货色。哈哈，瞧我看见了什么？17级的铁匠，路上遇到魔兽没被吓哭吧？驻守人员捧腹大笑，将周围几个工作人员也都吸引了过来。17级的铁匠，你是那家工会或者那个家族的？小子，带你升级的人呢？怎么你一个人来了？林宪神色不变，淡淡说道，就我一个人，请问入本费是多少？驻守人员一怔，条件反射的回道：10万金币一次。继而反应了过来似的，恼怒不已。不是，小子，就你一个铁匠，还想单刷这15到25级的副本？林宪不想在得到百炼石之前节外生枝，也不理会他的挑衅，直接掏出华币卡递给他。我刷2次。驻守人员刷着卡，嘴里也不闲着。小子，我看你刷1次就得了，反正第2次也用不上。死了，我们狂战工会可不管埋。接过华币卡，林宪转身就往副本入口，犯不上跟这种人费口水。见林宪理都不理他，径直进入副本，咬牙切齿道：还拽得不行，看你将死的份上，老子不跟你计较。兽人洞窟限定等级15到25级5人，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大师、地狱。地狱难度，其他难度以林宪的实力根本不会考虑。这是一个朝下的无比巨大的山洞，山壁上每隔1米便有粗大的火把燃烧着。林宪站在最上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下方场地的众多帐篷，大量的兽人来来回回走动着。粗略估计了一番，200来只没跑了。淡然一笑，商工技能一开，如闲庭散步般朝下走去。负13310，负248544，负13310，负248544，爽啊！雷霆牢笼瞬间覆盖了所有兽人，所有兽人都是秒杀，还未等林宪走几步，这一层兽人已全部被灭杀。击杀了大量兽人，经验加23413，体质属性加404，力量属性加23，经验还不错呀，就是什么材料都不掉，可惜了的。每次击杀都能获得2点体质，体质的增加效率大大增加。林宪微微一笑，如果下面的关卡都是这种的话，这一次刷完可能就能升级了。整个洞窟都是往下走的 ，BOSS 估计就在最底最深处了。第30章隐藏副本通道。第2层也没什么出奇，比第1层的兽人更多，基本达到20级，依旧没有泛起丝毫波澜。林宪云淡风轻，杀敌于千米之外，击杀了大量兽人，经验加43254，体质属性加490，
力量属性加27，还是除了经验还不错外，什么都没掉。难怪这个副本如此冷清了。门票相比其他同等级副本贵了2倍，千辛万苦通关，材料、装备都不掉，对于其他职业者来说，性价比太低了，刷起来不划算。第3层，与前2层相比，这里不再是帐篷，而是零星的简易住所。最让林宪惊讶的是，最中间有一栋精美的建筑，完全不像是兽人这种魔兽能够建造起来的产物，跟周围的残存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格外的突兀。这一层兽人并没有前2层密集，但多了15只头目级 BOSS， 血量也才20来万，对林宪来说，与普通人兽人并无区别。负13742，负210956，击杀了大量头目级 BOSS， 经验加123582，击杀了大量兽人，经验加20841，体质属性加388，力量属性加21，等级 LV17、LV18，3.55%，才18级，升级就越来越慢了。林宪不禁感叹，也就是他了，一直都在单刷地狱程度副本，升级都快不了。别说其他人5人组织刷简单，普通级别了，刷一次好几个小时，完了还没多少经验。不再多想，最后一层的通道已经打开，这最后一层反而是最小的，直径也有2000多米。2只 BOSS， 只见2头高10来米，膀大腰圆的兽人 BOSS 相隔100米相对，然后突然加速，砰，将对方撞翻在地。那声音听得林宪一阵牙酸，就见2只兽人 BOSS 爬起来，继续后退100米，看情况还要继续玩这对碰的游戏。兽人兄弟克鲁鲁领主级 BOSS， 等级25级，血量370000 370000，力量12000，体质10000，敏捷8000，精神3000，技能怒吼、连击、冲撞、挥击。介绍：他们可能不太聪明，但其中任何一只被灭杀，另一只10秒内就会逃跑消失哦。而另一只 BOSS 跟这一只除了名字之外，其他也并无不同。兽人兄弟鲁鲁克领主级 BOSS，2只 BOSS 4维属性都是3万多，血量均不到40万。林宪不再耽搁时间，往前走上几步，右脚轻轻一跺，裂地撞击。精通级的裂地撞击范围已经增长到等级100米，现在也就是1800米。就见一道冲击波，不该被称为一道，宽足有50米的冲击波，汹涌翻滚如海浪一般，朝着1000多米外的2兽人兄弟袭去。负141592，负141592，强制眩晕5秒。紧接着伤攻和雷霆万钧的伤害跟上，直接伤害大量溢出，击杀了兽人兄弟鲁鲁克领主级 BOSS， 经验加25834，击杀了兽人兄弟克鲁鲁领主级 BOSS， 经验加25387，体质属性加4，力量属性加2，获得了百炼11，获得了百炼11。没想到一次就集齐了，拿着2颗百炼石，林宪一阵无语，自己可是掏了2次的钱。林宪不知道的是，其他队伍能艰难杀掉一只兽人 BOSS 就不错了，想要在5秒内杀掉另一只，只能说是痴人说梦。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变态，不能浪费了。再刷一次，这副本经验可以。副本外，队长，这个副本我们都通关那么多次了，也没发现什么啊，为什么会长一直让我们刷？不该问的别问，会长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来人正是狂战工会的开荒精英小队。队员听罢抱怨道，刷了那么多次，我都快刷吐了，再刷几次估计我们就该升级了。队长环顾四周，见没有什么人，低声道，会长说这个副本不简单，不然也不会放在城外。队长，你是说有宝物？也有可能是会长的消息不准确，也不一定，毕竟我们都刷了那么多次了。就在此时，副本光圈剧烈颤动，一道人影出现在副本外，转眼又进入了副本。几人朝着入口的排行榜定眼看去，只见他们保持的地狱级通关记录缓缓下沉，一道新的记录浮现。第1名林宪，1人地狱难度3分18秒，而他们第2的名次2个小时的时间略显刺眼。这驻守人员此时也发现了副本光圈的变化，呆若木鸡，结巴道：刚才他是不是又进去了？精英小队无人回答他的问题，看着林宪的姓名若有所思，回头询问驻守人员，他刷几次了？他付了2次的钱。驻守人员难掩心里的震惊，愣愣道。精英队长这会也不急着进去了，掏出手机拨通了狂战会长张怀仁的电话。片刻后，精英队长收起手机，对队员吩咐道，会长让我们在此等候，等通知。而另一边，林宪以极快的速度清理了前3层的兽人，站在第3层那栋精美建筑前细细打量。不管怎么说，这栋建筑都太过于突兀，不细细查看一番说不过去。虽然狂战的人员肯定对这个地方检查了无数次。林宪缓缓走进建筑，
发现里面竟然供奉着一种生物，雕像高约3米，全身红袍覆盖，没有脸，手里拿着巨大的镰刀，雕像全身散发着邪恶的气息。除了雕像之外，空无一物。林宪退了出去，远离100米后，右脚微跺，裂地撞击技能直冲供奉建筑而去。咚隆，整个供奉建筑全然垮塌，烟尘四起。冲击波的直线距离太长了，直到撞到建筑后方的岩壁才停止。等了10来秒，林宪又是一发裂地撞击，烟尘、建筑残渣全被清空。原建筑的什么都没有，反而建筑背后的岩壁经受了2发裂地撞击，遍布裂缝，似是中空的模样。林宪拎着巨锤哐哐2锤下去，一道2人宽的狭窄通道出现在眼前。您发现了副本隐藏通道，只可进入1次，请谨慎选择是否进入。哈哈，就知道自己是天选之子。林宪哈哈一笑，原本就觉得这个副本不对劲，没道理狂战工会开荒了副本，却不想赚钱。放在城外这么远，门票如此贵，诚心劝退众多职业者。若不是自己需要百炼时，也不会选择来打这个副本。进去看看。第31章，世界级 BOSS 转职秘宝遁空。沿着狭窄曲折的通道一路向前，走了约2分钟左右，来到了一处广场模样的大厅。林宪并未发现光源，但大厅只是略微昏暗，还是可以看清周围的情况。四周各处竖立着一根根粗大的石柱，而石柱上又雕刻着各种各样的魔兽，栩栩如生。突然，左前方一道伤害飘出，负14848。林宪扫视过去，只看到一道跑影一闪而逝。等了一会儿，也并未看到 BOSS 出现，四周一片寂静。林宪只能听到自己走动的脚步声，索性直接走到大厅正中央，以他如今方圆900米的技能覆盖范围，基本把整个大厅包了个大半。BOSS 急不急？他不知道，反正他是不急。负14848，负181281。右边裂地撞击，负114,994。眩晕无效 ，BOSS 瞬间后退消失。此时林宪也看到了 BOSS 的模样，探查术也及时的落到了 BOSS 的身上。正是之前第3层关卡，跟供奉建筑里的雕像一模一样，但体型略小了1号。红眼收割者世界级 BOSS， 等级25级，血量165.165万，体质2万，力量2万，敏捷55000，精神7万，技能遁空、挥砍、割喉、回力收割、连飞斩。介绍：此为特殊世界级 BOSS， 物理攻击无效哦。卧槽，还是第一次遇到血量上百万的 BOSS， 不愧是世界级的。林宪惊讶地看着探查信息，这才25级，属性是一般领主级 BOSS 的5倍不止了。物理攻击无效，林宪不明所以。伤攻技能为最终伤害，雷霆被动不算物理攻击吗？还有裂地撞击，这该算是物理输出了吧？思索半天，林宪一拍额头，将目光放在手中的破天锤上。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18级，品质5，攻击加1600，力量加1600，攻击力增加 50%。 特性1，毁灭，所有攻击无视 50% 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2，破线，每次击杀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果然是毁灭特性的原因，无视 50% 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林宪兴奋地挥了挥破天锤，不枉他花费时间特地来刷百炼石。又等了约莫1分钟左右，林宪有些不耐烦了。玉锤，身形一闪，便站立在破天锤上，绕着大厅急速飞行。负14848，找到你了。林宪迅速飞向红眼收割者，以他如今9000多的敏捷，速度并不慢。大厅本就没有太大，就算是红眼 BOSS 不停遁空，也依旧无法逃脱出林宪的伤攻技能覆盖范围。负14848，负181281。升级后的玉锤技能，飞行时间已达到2分钟，足够灭杀红眼 BOSS 了。大量的伤害不停地从 BOSS 身上飘出，红眼收割者毅然残血。眼见无法躲避，红眼 BOSS 下一刻瞬间出现在林宪身后，巨大镰刀割向林宪的脖子。负55000，眩晕判定目前霸体状态，眩晕免疫。林宪惊出一身冷汗，血量触发进程技能立即恢复 20%， 身上出现一道54万的护盾。擦我将近3万的野防御，都能打我5万5的血，伤害真猛。感叹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BOSS 一击远遁，可依旧被林宪紧追不放。红眼 BOSS 扔出手中镰刀，镰刀无声无息划过林宪的脖子，斩得护盾巨颤，镰刀又消失在虚空，继而又斩在林宪的后背。2击打掉护盾近1半的血量。你急了？急也没用。林宪哈哈一笑，有护盾在，他无需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随着最后一击雷霆落下，
BOSS 化作了虚无，击杀了世界级 BOSS 红眼收割者，经验加63462，体质属性加2，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装备收割者法袍1，获得了秘宝战魂11。秘宝让我康康，林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东西，能叫秘宝的必不简单。战魂时，世界级 BOSS 才有极小概率爆出，服用后可提升 80% 转职主战职业概率。哈哈，刚好带回去给小莫用。林宪高兴地收了起来，虽然他知道林墨不一定用得上，毕竟还没转职，属性点都在涨了，转职不了主战职业也不科学啊。不过有备无患而已，有这东西肯定比没有强。收割者法袍，品质铂金，等级25级，防御加2000，精神加5000，敏捷加900。特性遁空，施展后可原地遁入虚空，无法移动，此状态他人不可见，不可选中，一旦移动将打断技能，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1个小时，每秒消耗1000点法力值。卧槽卧槽，眼馋什么来什么。林宪刚刚还在想，这世界级 BOSS 一般般，但遁空技能是真低帅，来无影去无踪的。而装备的遁空技能真是无敌技啊，还是持续20秒的，比自己无畏俯冲技能无敌的时间还要久，就是消耗有点大啊。不过与红眼 BOSS 施展的遁空还是略有不同的， BOSS 的遁空可以随意移动，但无法躲避林宪的技能攻击。对比之下各有优劣，也不好说哪个更厉害一些了。25级的铂金装备真是罕见啊，一般铂金级装备都是2转之后，也就是45级之后才会遇到，在这之前黄金装备就算顶尖了，就算是地狱级别副本也不会爆，除非是铂金级以上的锻造师去专门锻造。但话又说回来，没有那个铂金级以上的锻造师愿意花费高阶材料，花费巨大的精力去锻造一件20-30级的装备，只有对不起你了，谁让我眼馋这个技能呢？林宪默默感叹一句，发动天赋，转换优化，荧光笼罩，30秒后遁空入门，主动加施展后原地遁入虚空，视线范围内可随意移动，此状态下他人不可见，无法被选中，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0分钟，每秒消耗10点法力值。尽管使用了很多次，但林宪此时还是忍不住再次念叨，天赋牛逼。林宪乍然发现遁空技能后面有个加号显现，没有思考，集中意念点了上去，遁空技能大忙大胜，然后冷却下来。只见遁空精通主动施展后原地遁入虚空，视线范围内可随意移动，此状态下他人不可见，无法被选中，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8分钟，每秒消耗15点法力值。第32章截杀，狂战公会的人都没什么礼貌啊。遁空技能直接升级为精通，技能后面的加号也消失不见。我的技能竟然不是以熟练度升级的，自昨天锻造自身之后，技能全部升级到精通级的。林宪不知作何表情，据他所知，其他所有职业者的技能全看技能使用频率去增加熟练度，进而升级。转头一想，该是好事儿。相比慢慢刷熟练度，哪有提升职业等级再锻造自己升级技能快。在这里浪费了不少时间，林宪也不再耽搁，原路通过狭窄通道返回第3层。这里可没有进入第4层兽人兄弟 BOSS 的通道。林宪不知道的是，当他杀掉红眼收割者世界级 BOSS 时，作为兽人洞窟副本主人的张怀仁已经感受到自己图谋已久的宝物已经消失，当下就联系还驻留在副本据点的精英小队，询问道：林宪出来了没有？精英小队队长看了看副本入口，毫无动静，立即回道：还没有，但是很奇怪，他第一次只用了3分18秒便已通关出来了，但这次已经超过5分钟了。张怀仁一脸阴狠道：我知道了，等林宪出来后给我拖住了，绝对不能让他回到城里，我立马派人过来。挂掉电话，满面杀气，喃喃自语，还想在我狂战公会嘴里叼肉吃。击杀了兽人兄弟鲁鲁克领主级 BOSS， 经验加25834。击杀了兽人兄弟克鲁鲁领主级 BOSS， 经验加25387。体质属性加4，力量属性加2，获得了百炼11，获得了百炼11，等级 LV18、LV19， 1.99%。林宪3下5除2干掉了兽人兄弟，等级提升到了19级。要不是百炼石，这破副本狗都不来。如果没发现隐藏副本的话，他连刷2次，除了百炼石啥都没掉。退出副本，眼前一黑，便出现在副本外。地心可真小。林宪眼神随意一扫，就看到狂战公会的精英小队成员死死地盯着他，旁边的12个驻守副本据点的人员也是一脸不怀好意。虽然还不清楚为什么，但那又如何？招惹我者死。林宪面色淡然地往据点外走，谨慎地开启山攻技能。只要对他有丝毫杀意露出，那就对不起了，自求多福吧。林宪，
你不准备留下点什么吗？对金队长挡住林宪的去路，质问道。林宪这会儿有点明白了，怕是隐藏副本的事儿，作为主人肯定是能感觉到的。贾谊从背包拿出百炼石，贾谊吃惊道：怎么？副本里打到的材料不许带走？这就是你们狂战工会的规矩？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精英队长不为所动道。林宪心里有些烦了，自己本身也不是多有耐心的人，龇牙一笑，想留下我，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说完径直往外走。狂战所有人员立即行动，想要包围林宪。啊！轰！负15237，负15237。在场共17名狂战人员，除了精英小队5人是25级，其他均为30级左右。但又有什么用呢？算你全身黄金装备，最多不超10万的血量，就算没有触发雷霆万钧被动，也就是几秒的事儿。不可能！你做了什么？不，我不想死！辅助，辅助，给我加血！我不甘心！雷霆之下，一切皆休。几秒后，一切回归于平静。林宪的笑容愈发的灿烂，口中柔和低语道：都说了，别招惹我了，真不听话。眼睛一扫，低笑道：还有一只小虫子呢，你自己出来。还是……话没说完，只见丝血装死的精英队长一跃起身，瞬间冲出上千米，已经完全吓破了胆，声音颤抖：林宪，你别得意，会长会收拾你的。林宪毫不在意，微微一笑：可惜你看不到了呀。右脚轻轻一跺，冲击波瞬时击中1000米外的精英队长，整个人爆成一团，如同盛放的烟花。字真美呢。林宪俯身将狂战人员爆出的装备全部收起，大略查看了一下，垃圾，不在意的收回背包。分子再小也是肉啊，毕竟他还有弟弟要养嘛。林宪的目光顺着被冲击剥离过一遍的1000米之外，精英队长的尸体之上。刚刚那个保命技能，不知是他自身学的技能，还是装备特性。快步走了过去，捡起被爆出的头盔，探查。看来不是每次运气都那么好啊。林宪失望地摇了摇头，将头盔丢回背包，不过也不在意，自己也不差一个保命技能，无所谓了。该回去了。林宪疾步往回走去，这狂战工会在晋北扎根颇深，如今算是彻底得罪死了。边走边琢磨。负3454。林宪猛然回神，这个伤害让他没着急开启伤攻。怎么可能？你的血条为什么没动？一身刺客装扮的男子震惊地望着林宪，一道探查气息落在自己身上。林宪微笑地看见他，淡淡道：狂战工会的，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礼貌呢？不可能，以你6000多的四维防御和血量，不可能这么高。刺客男子一脸不可置信，依旧沉浸在林宪血条不动的惊骇当中。林宪微微皱眉，细算了一番，心里暗道：难道通过天赋获得的属性点和锻造自己提升的属性点，别人无法探查到？眼见刺客男子还要攻来，林宪也不再浪费时间，伤攻技能开启。负12936，负217655。雷光闪烁下，刺客瞬间倒地，爆了2件装备出来。林宪拾起装备，幽灵短靴，品质黄金，等级35级，略。原来是个35级的刺客，爱这些小可爱都太过脆弱了。林宪咂巴咂巴嘴，继续往回走。小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回来。哥哥，给我带的什么东西啊？林默冲出房间，抱着林宪的胳膊讨好道。当当当当，林宪将战魂石拿了出来，递给他，询问道：你的探查可以用吗？可以的。林默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自己虽然没转职，但属性点一直在持续增长，探查术可以用也没什么奇怪的。四哥，你从哪里得到的？林宪得意一笑，拍着胸口：你哥我是谁啊？天选之子，出门宝物都是往怀里掉的。见林默一副你猜我信不信的表情，只好道：你哥我这次算是把狂战工会得罪死了，你在学校多注意点，别往人少的地方去。第33章高考前夕。林默担心不已，欲言又止。林宪安慰道：行了，别担心了，我这3天就不出去了，安心在家陪你，等高考完就好了。好吧，哥哥还是小心一些。第二天一早，送完满脸抗拒的林默去学校后，林宪便回到了家里。百炼石已经到手，是时候着手升级破天锤了。为了你啊，我可是得罪一个大工会呢。林宪拿着百炼石，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感叹。心念一动，红炉将破天锤和百炼石吸入其中。武器破天锤，晋级条件自身晋升黑铁级，晋级材料百炼12，条件和材料都已齐全。晋升。10分钟后，全新的破天锤被红炉喷吐出来，漂浮在林宪的面前。大体样子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更有光泽了些。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
19级。品质黑铁，攻击加3900，力量加3900 1700，攻击力增加 80%、50%。特性：一、毁灭，所有攻击无视 60%、50%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二、破线，每次击杀有几率增长1点力量。林宪爱不释手地抚摸着破天锤，虽然不怎么用武器，但这可是自己唯一的装备，不愧是天赋专属装备。攻击和力量属性的加成，林宪倒是无所谓，主要是2个特性的提升让他兴奋不已。特别是破线特性，原本是有极小几率增长1点力量，提升后变为有几率增长1点力量。别看只是少了极少2个字，但这代表着几率大大提升。面板，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19级，职业等级黑铁级锻造师。 HP 249,220 249,220 MP 89,230 89,230。攻击力21450加27885， 130% 攻击加成。防御力24922，体质24922，力量11700加5850， 50% 力量加成。敏捷6280加3140， 50% 敏捷加成。精神8923。天赋略，技能略。林宪满意的关上了自己的面板。破天锤升级之后就有 80% 的攻击加成，再加上锤武专精、精通、被动的 50% 攻击提升，总攻击足足提升了 130%， 这使得林宪的普攻都有近5万。这是其他职业者，哪怕是一身10件黄金装的35级职业者，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林宪也才19级而已。咚咚咚，林宪，你在家吗？在。门被敲得砰砰响，林宪只听声音就知道是王博那个家伙。我来了好几次，你都不在家，怎么样？现在多少级了？我跟你说，我都8级了，猛不猛？咦，卧槽，我怎么探查不了你了？林宪刚打开门的手一顿，突然就想关上。王博可不管，直接挤了进去，不用客气，喝水我自己倒，你怎么不说话？无奈的翻了个白眼儿，林宪没好气道：你话那么密，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接着道：你现在才8级，4大你是没戏了，趁离高考还有2天，再努力一把，考个排名靠前一点的学院还是没有问题的。说罢，将之前为了晋升黑铁级打造的装备从背包里全掏出来，堆在客厅。自己挑一身吧。林宪本来还准备带他2天，结果现在不成了，还是别连累他了比较好。就算进了4大，以王博的天赋也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排名靠前一点的学院他会更得看重一些。哇哇，林宪，这么多装备，你是偷了哪家的装备库了吗？王博兴奋地扒拉着装备，嘴里也不忘惊奇的吐槽。林宪完全不想跟他这个二傻子说话，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个铁匠？铁匠啊喂，嘿嘿，这不是看你等级这么高，忘了吗？王博挠了挠头回道，接着一拍大腿，你这么多装备，我帮你卖了吧，就当助力一把同学了。林宪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你看着办，全交给你处理了，卖不完的直接丢协会商店吧。OK， 那我走了哈，拜拜。王博把装备往背包里一收，兴高采烈的跑掉。林宪无奈的摇了摇头，将门关上。接送了2天林墨上下学，林宪可谓是无聊透顶，才10来天而已，就已经习惯了激烈的战斗，安静待2天还颇为不习惯。终于要高考了，林宪感叹道。整理好着装，便叫了车往晋北市协会赶去。华国的高考都由市国家统一安排，全国成百上千万的高考生一起参加，成绩出来后，学子们根据各大学院往年录取标准填报志愿，而学院也是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至于怎么个考法，林宪暂时还不太清楚，不过他对自己有信心。没多久，林宪便已经到达协会。熙熙攘攘的人群将平时颇为严肃的协会变成了菜市场，大量的守卫军维持着秩序。自200年前地心突变后，整个华国便由军部全盘接手，由守卫军管理和保护各个城市和人民的安全。但高考依旧还是由职业者协会主持。林宪，这边。一扭头就看到王博跳起来对他挥手，林宪只好挤了过去。王博将一张华币卡递了过去，悄声道：装备我全卖了，因为都是同学，价格要不高，里面是520万。林宪干脆的接了过来，拿出手机操作了一会儿。我给你卡里赚了100万，算你的跑腿费。知道这是兄弟照顾他，王博也没假客气，捶了林宪肩膀一拳。谢了兄弟。刚看到赵百川、李潇潇他们已经先进去了，林宪还未说话。就在这时，晋北职业者协会会长赵文杰走了出来，身上爆发出骇人的气势，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落针可闻。所有考生持证有序进入，
家长们可以在外等候，但不许喧哗。宣布后，赵文杰便转身离去。脖子，走吧，我们进去。林宪拉了一把王博，率先进了协会。这是林宪以前不曾来过的地方，他从来不知道协会内部还有一个如此巨大的广场。晋北市参加高考的高三学子此时都在这里。整个广场被庞大的阵法笼罩着，广场正上方，一个塔形的虚影缓缓转动。第34章，希望之塔，高考开始。就在此时，赵文杰的声音传进在场所有人的耳中。此次考核不设考官，考核开始后，全国所有考生都将会被传送至希望之塔。说到这里，赵文杰微微一顿，继续道：希望之塔共有100层，当然没人指望你们能登上100层，就是我也不可能。登得越高，成绩便越好。同时，每打通1层都能获得希望之塔的奖励，在这期间表现得越是优秀亮眼，奖励便越丰厚。这些奖励包括了基础属性点、职业技能、装备、材料等等。希望之塔里，你们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是你们的机遇，没有意外的话，这可能是你们唯一一次进入希望之塔的机会。所以，就算不是为了高考，也希望你们能够拼尽全力，尽可能的爆发实力，攀登更高的塔层。辅助职业、生活职业也是一样，希望之塔会根据你们的选择对应不同的考验，一会儿不要紧张，千万别选错了。希望之塔，林宪是听说过，此塔自地心突变之时便降临华国，没人知道希望之塔的来历。经国家这么多年的研究，也才研究出了部分用途。每通关1层可以得到希望之塔的奖励，但每层奖励只可获取1次。就算如此，也一直被国家当作战略级国宝，培养顶尖职业者。因为希望之塔的奖励契合每个灯塔人自身，这种提升比任何秘宝都来得珍贵，被称为每个职业者最大的机缘。也有人说，如果能够在希望之塔登顶，便可以成神。总而总之，希望之塔是整个华国独一档的瑰宝。今年也不知为何，国家竟然舍得将如此珍惜的希望之塔用来高考。林宪有些受惊的抚了抚胸口，心里庆幸不已。还好没有直接去镇魔学院，不然就亏大发了。继而转头对王博叮嘱道：博子，赵会长说的对，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进希望之塔的机会，在里面我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放心去拼，尽量冲塔。王博也知道轻重，坚定道：我会的。林宪望着头顶希望之塔的虚影，越转越快，光芒也愈发刺眼。喃道：要开始了，请选择考核种类：战斗职业考核、辅助职业考核、生活职业考核。林宪虽然转职的是铁匠，但他可不想真的当个铁匠，多犹豫1秒，那都是对自身天赋的不尊重。选择战斗职业考核。选择完成的瞬间，林宪就被吸入虚影当中，消失不见。同样，广场上的考生们一个个被吸入其中，传送进希望之塔。一中校长苏天德和其他中学的校长也来到协会会长赵文杰身边，仰视着偌大的希望之塔投影。而此时的投影下方缓缓幻化出3张巨大榜单，就算身在协会外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此时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我们晋北市有没有人能上榜。赵文杰听出苏天德话里的期待，不禁苦笑地摇了摇头道：全国几百上千万的考生同时冲塔，只有前100才能上榜，我们晋北市只是一个小城市而已，难啊难啊。苏天德心态不错，哈哈一笑。赵百川转职隐藏职业，又觉醒了8星天赋，还是很有希望的。刚才看到他的时候都已经18级了，还有李潇潇也不错。其他中学校长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想夸夸自家学校的孩子吧，可也没有特别出色的，所以还是别说了，只装死般的静静听着。希望如此吧。赵文杰也打起精神，时刻关注着榜单的变化。不知别人进入之后是个什么场景，但林宪此时正在一个1000米大小的决斗场，硕大的倒计时倒挂在天空中。10、9、8、3、2、1，考核开始。正面青铜栅栏猛然开启，一只体型庞大、全身布满奇异花纹的蜘蛛慢慢爬了出来。林宪一道探查甩了过去。魔蛛，等级5级，血量1500-1500，攻击150，技能蛛网、毒液喷吐。不愧是希望之塔，第1层就是5级的怪物。林宪原以为希望之塔每一层都对应着职业者的等级，现在看来是他想多了。不过对他来说，这些完全不够看。林宪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开启伤攻技能，负14953。魔蛛的血量连伤攻技能伤害的零头都没有，而且连经验都没有。只见魔蛛死亡之后，一团泛着白光的能量团从其体内浮出，径直射向林宪。通关第1层，
奖励自由属性10点，表现优秀奖励5点。该说不说，就算每层的奖励都是基础属性点，这次都不算白来。林宪满意一笑，立即被传送至第2层，不再是决斗场，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负14953，一道能量团从身后飞向林宪。通关第2层，奖励自由属性20点，表现优秀奖励5点。林宪无语，连怪物的面都没有见着。算了，也不纠结了，见不见的，反正都是秒杀。第3层、第4层一直到第9层，林宪根本没有任何停留。时间一到，光团一收，走人。第10层出来的是一个10级的头目级 BOSS，7万多的血量，这让林宪多待了2秒，触发雷霆万钧被动，一击秒杀。第11层、第12层，场外晋北市广场。自考生们通过第1层时，排行榜便开始了实时更新。赵文杰紧张地看着榜单，努力地想在上面找到晋北市3个字。苏天德也是紧绷神情，眼睛一眨不眨，突然惊呼道：“快看战斗榜，上榜了！晋北市第89名，赵百川第2层，挨没了。行了，老苏，前面上榜根本不算什么，别一惊一乍的，我心脏受不了。”赵文杰狠狠地抚了几个胸口，没好气地说道。苏天德不在乎地挥了挥手，眼睛都没离开榜单，随口道：“前面就上榜了，不也能说明实力强吗？卧槽！”赵文杰又被他吓了一跳，边看向榜单边吐槽：“不要说脏话，还好此时学生们都听不见，不然你这晚节怕都不……卧槽！”第1，林宪，第35章，是我疯了，还是世界疯了？只见战斗榜单上，第1名林宪，第3层，职业铁匠，晋北市；第2名李武通，第3层，职业湮灭术士，帝都；第3名谢子轩，第3层，职业雷霆法师，魔都。第4层了，5层了，6层，卧槽！赵文杰目瞪口呆，愣在原地，不知该作何反应，拉住苏天德的手，不停地晃着，语无伦次：“老苏，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第一呀！”苏天德从林宪登榜开始，便早已经傻在原地了，何止是难以置信，要不是赵文杰也是激动如此，他都要以为这是自己的幻觉。不仅仅是他俩，全国所有关注高考的职业者，此时都被惊得不轻。男子对身边朋友反手就是一巴掌，并问道：“痛吗？”朋友捂着5个指印的脸，愣愣的点了点头。我的天，你看到了吗？第1，铁匠，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更有甚者，在高考开始之际，便直播起了排行榜，热度当下飙升10几亿。沃尼玛，这是人？他凭什么？他一个铁匠凭什么？作弊了吧？楼上脑残，鉴定完毕。希望之塔，你给我作弊一个试试。就是漏网之鱼，不知道问万度，别搁这搞笑。网上的热闹讨论暂且不提。帝都职业者协会总部，职业者协会总会长刘自秋与4大顶级院校校长齐聚一室。日耀学院院长纪天龙，岳林学院院长南香如，星辰学院院长安世昌以及镇魔学院院长齐有道。如果林宪在此地，定会大吃一惊。他一直以为齐老只是镇魔学院招生办的老师，而此时日月星3大院长像是被雷击中一般，呆傻地看着战斗榜。震惊的不是谁排在第1，而是第1职业后面的铁匠2字。只有齐老笑的一脸高深莫测，悠闲地捏一口茶又一口茶。日耀纪天龙率先开口：“这个铁匠是我想的那个铁匠吗？”星辰安世昌眉头紧皱，生活职业怎么可能通关这么快？岳灵南香如倒是没有说话，看向了刘自秋会长。而希望之塔正是暂由刘自秋会长掌控，这些问题他最清楚。是你想的那个生活职业铁匠，而不是什么隐藏职业。刘自秋会长无奈一笑，将林宪战斗视角调了出来。司才19级伤害竟如此之高，他甚至都没动手，那是被动技能吧？还是雷系的？他一个铁匠怎么还可以学技能？刘自秋只好解释道：“是他自身的能力，至于是不是技能就不知道了。装备也只有他手中的那一柄锤子，不愧是9星天赋啊！”9星天赋？3人异口同声的惊呼道。刘自秋见3人如此吃惊，颇为不解，看向齐有道，随后目光又落回他们3人身上。转职后第2天，你们4个学院不都去特招了吗？怎么，你们不知道？齐老慢悠悠地放下茶杯，一脸感叹：“哎，当时你们3大的招生办老师都没看上我，瞧这小家伙觉醒了9星天赋，还被挑拣嫌弃，只好让他保送我们镇魔了。谁让我老人家年龄大了，心太软。”小小替林献上了个眼药，见3大还要开口，立即道：“哎呦，都15层了！”几人的注意力立即又被吸引了过去。地穴炎蟒领主级 BOSS， 等级15级，血量14万。林宪连地穴炎蟒的面板都没看完，
眼莽就变成了一团能量被他吸收。通关第15层，奖励自由属性150点，表现优秀奖励50点。就这，或许30层之后才能对我造成点小麻烦吧。林宪无奈，跟同龄人相比，他已经走得太远太远。16层、17层，此时第10层，22级的李武通一发暗影球将残血的头目及 BOSS 干掉，自信一笑：和谁能比我更快？谢子轩，慢慢追吧。作为帝都里家近100年来最天才的职业者，转职隐藏职业湮灭术士，又觉醒8星天赋，他有这个自信。同10层，魔都谢子轩一脸冷峻地看着 BOSS 在雷暴中血量狂掉，心里没有丝毫波动。李武通，这次我倒要看看，是你湮灭术士厉害，还是我雷霆法师技高一筹。晋北市，爹啊，你儿子出息了，你儿子竟然带出来一个全国状元。一中一班班主任此时守在协会外面，泪流满面，激动的双唇颤抖。二班班主任羡慕的泪水不争气的从口角流了下来，语气酸酸地道：还不止林宪，赵百川也在战斗榜第49名了，辅助榜你再看看，李潇潇第17名。不是我说，你是不是也该回去看看你家老祖坟，怕是都着火了吧？一班班主任随意摸了把脸，嘿嘿得意一笑，羡慕了，嫉妒了，没有用。林宪，我班的；赵百川，我班的；李潇潇，哎，还是我班的。二班班主任瞧他一副欠抽的表情，白了他一眼，曹，这破班是一天都带不了。转身走到其他几个班主任那里呱唧去了。时间缓缓流逝，战斗榜前10的排名依旧稳定。从第4名开始，你追我往的差距不大，第2、第3又为一档。林宪的第1是为独一档。第1名林宪，第25层，职业铁匠，晋北市。第2名李武通，第15层，职业湮灭术士，帝都。第3名谢子轩，第15层，职业雷霆法师，魔都。第4名12层。第5名11层。呵，都25层了，这个林宪小子还没拿出真正实力，不简单啊。刘自秋总会长惊叹道。日耀学院院长纪天龙看着闲庭散步到达25层的林宪，白了一眼齐友道，感叹道：是啊，只要能到18层，基本就已经达到我们4大的标准了。星辰院长安世昌立即反驳道，又不是等级是多少级就能通过多少层，希望之塔你也不是没进过，从来都不是跟人物等级划等号的。这群家伙，刘自秋无奈只得劝道，别吵了，怪物一旦超过30级就是质的变化，这个林宪马上进26层，到时候面对的就是30级的怪物，看着吧，他也该拿出真本事了。第36章，质变的30级 BOSS 新技能，通关第25层，奖励自由属性250点，表现优秀奖励80点。林宪缓缓地吸收掉25层的能量团，截至到目前所得到的奖励依旧还是属性点。目前为止，他已经得到了4225点自由属性点，其中因战斗表现优秀，另外奖励了975点，也就是说，哪怕你表现一般，只要冲到25层，就有3250点自由属性。难怪希望之塔被称为华国的瑰宝。林宪唏嘘不已，要知道，不算装备加成的话，一个25级的普通职业者，总4维属性也就这么多了，何况希望之塔奖励的还是自由属性点。如果职业者再有装备或者技能加成，这个提升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这4225点自由属性该加什么好呢？林宪为难地挠了挠头，自己的体质属性增长得最快，力量属性虽然不快，但也能持续增长。而敏捷和精神属性呢，暂时也还够用。头疼啊，算了，先放着备用吧。林宪做下决定，就准备继续冲塔。就目前的怪物，对他还无法形成阻碍。26层，这是一块正午沙漠的地图，炎热气息扑面而来，呼吸几次，鼻孔都有些火辣辣的疼痛。在林宪的正前方100米处，沙面涌动，一只体型庞大的巨蝎钻了出来。沙漠猎手精英 BOSS， 等级30级，血量2820000 2820000，力量24000，体质23500，敏捷3万，精神16500，技能盘杀、巨钳重击、尾袭。难怪老师说魔兽30级以前的跟30级以后完全不是一个物种。林宪观察着眼前巨蟹，这个血量已经把之前遇到的25级红眼收割者世界级 BOSS 的血量比下去了，就是4维属性还比不上。但这才只是30级的精英 BOSS 而已。负14953，负302180，负14953。285万血量很多吗？林宪肆意一笑，自己的雷霆被动一触发就是30万加的伤害，
，BOSS 的2万多的防御根本不顶事儿。只见巨蟹钻进沙里，急速地挥舞着2只大钳子，周遭1000米内瞬间成了黄沙领域，犹如沙尘暴一般，能见度低得可怕。林宪丝毫不慌，只要伤攻技能的伤害还在继续，该着急的绝不是他。只要有伤害造成，雷霆万钧被动就有 60% 的几率会触发，他慌什么？尾袭！巨蟹犹如瞬移一般出现在林宪面前，蝎尾直接刺了过来。林宪心念一动，挥动破天锤朝着蝎尾砸去。然而-58349，中毒状态持续1分钟-12834，连续伤害从他身上飘出，进程被动被触发，瞬间回复 20% 的血量，中毒状态被清除。裂地撞击-189,175，巨蟹被眩晕5秒。林宪拎着破天锤上去就是一顿乱披风锤法，加上伤攻的秒伤，雷霆电弧在巨蟹身上压根就没有停过。短短5秒时间，巨蟹已经残血，血量不到60万。林宪立即拉开距离，伤害还在继续。他的敏捷并没有巨蟹 BOSS 的敏捷高，但在轻微预判的情况下，也能勉强避巨蟹的攻击。通关第26层，奖励自由属性260点，表现优秀奖励80点。虽然刚刚面对巨蟹的尾袭，他有数种技能避开，譬如无畏俯冲、遁空技，但不知道接下来塔层的怪物有多强之前，还是保守一点，毕竟这2个技能 CD 都比较长。该说不说，他以前太小看雷霆万钧这个被动技能了。林宪都不敢想，同龄一起参加高考的小可爱们要怎么打，看来这后面就没之前那么轻松了。林宪收了收心思，稍微认真了一些。继续，27层、28层、30层的希望之塔又提了一个档次，为30级头目级 BOSS， 血量达到470万，10几万的4维属性，就他近5万的普通伤害都差点破不了防，花了他整整1分钟才弄死。通关第30层，奖励技能神圣进化，自由属性300点，表现优秀奖励100点。神圣进化，精通主动，施展此技能后，移除身上所有负面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1000法力值。还以为只有属性点呢。林宪看着技能栏多出的技能，颇为惊喜道：关于进化方面的技能，他可是眼馋太久了，协会交易平台上倒是有类似的，但他又买不起。每次遇到有控制技能的 BOSS 都只能硬抗，然后靠进城被动技能来解控。现在有了这个技能，再加上进城技能，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被控了。林宪原以为过了30层，每层都会奖励技能，然而事实证明他想多了。31层、32层，邪光风旋，李武通直接大招，手心凝聚大量的湮灭能量，形成一道巨大的风旋，朝着 BOSS 飞去。所过之处寸草不生。-45335， -39650， -25450。通关第25层，奖励自由属性250点，表现优秀奖励30点。呼，25层终于通过了，擦了把汗。这一层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但只要一想到魔都龙珠公会的那个女人，他觉得他还能再拼一把。反正在希望之塔里不会有生命危险。26层正午沙漠，李武通怔怔地待在那里，眼神空洞，似是被人蹂躏了100遍。282万血，282万血。他很想大喊一句，这特么的谁受得住？这是我这个等级该承受的吗？10分钟后，拼尽全力刮了巨蟹 BOSS 1/4血的李武通，巨蟹一记尾袭便被希望之塔传送至帝都协会高考广场。刚刚出来便看到自己的班主任，极高兴又忧愁地看着自己，一脸便秘的表情。李武通心惊了一下，暗自想到，不会是魔都那个女人超过我了吧？莫，你自己看。班主任朝着榜单的方位抬了抬下巴。第1名林宪，第39层，职业铁匠，晋北市。第2名李武通，第26层，职业湮灭术士，帝都，已结束考核。第3名谢子轩，第26层，职业雷霆法师，魔都，已结束考核。这个……李武通看了看榜单，又看了看自己的班主任，大惊失色之下，结结巴巴的语不成句。班主任一副过来人的模样，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你把魔都那个小姑娘比下去了，这局还是你赢，其他的不要在意。不是，他多少级也不行啊，他是个铁匠呢，你看到没有？他是个铁匠！铁匠！李武通激动的脸色通红，拉着班主任指着榜单，气急败坏道。班主任心疼的看着被他扯得不成样子的衣袖，这可是为了今天的牌面花巨资买的。试着往回拉了拉，没拉回来，生无可恋道：是，我看到了，他是铁匠，还是战力牛走，强悍的铁匠。你先撒手。四世冷静了下来，
不在意的松开手，喃喃自主道：“有机会倒是想要见识见识，一个铁匠是凭什么能冲到39层的？人家还没结束，还能冲得更高也说不定呢。”班主任在一旁弱弱提醒道：“第37章，全国人民都在等他结束，通关39层。魔都协会高考考点。”谢子轩面无表情地看着榜单，实则心里已经翻起惊涛骇浪。一个短发、有点婴儿肥的女孩气鼓鼓地跑过来，搂着谢子轩的胳膊，颇为气愤道：“子轩，你跟那个李武通都是26层，凭什么他第2，你第3啊？”这次他又得意了。谢子轩拍拍他的手，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跟李武通同层却被排在第3，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要么是在26层生存的时间更短，要么就是对 BOSS 的伤害没他高。他谢子轩不是输不起的人，他在意的是这个已经冲到39层还未结束的第1名，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转职才过去了不到半个月而已，26层就已经是30级的精英 BOSS 了，这39层……谢子轩摇了摇头，低声呢喃道：“我实在是想象不到，一个同龄人要多天才能冲到39层。”短发女孩听完也是跟着感叹道：“而且还是一个生活职业呢，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此时全国考生基本都已经出来了，至此成绩已定，考生们只需回校填报志愿，然后等待理想学院的宣判。希望之塔得3大榜单都是战斗职业、辅助职业以及生活职业的前100，不出意外的在全国火热传播。然而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这个占榜第1的林宪到底能走到哪一步，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热烈讨论着。晋北市协会高考点，赵百川目瞪口呆地看着榜单，尽管之前就知道林宪很强，但此时依旧觉得不可思议。作为被24层 BOSS 秒掉退出的考生，他非常清楚希望之塔越到后面怪物的提升有多大。39层，这是他完全想都不敢想的塔层。李佳佳站在李潇潇身后，兴奋地恭喜道：“潇潇姐，你好厉害啊！福榜17名，家主肯定高兴坏了。还有赵百川，也恭喜了，占榜24名，这榜单可是全国排名呢。”李潇潇内心五味杂陈，一口郁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也下不去，算来算去，到头来还是错失瑰宝。虽然赵百川已经非常非常优秀了，但这也要看跟谁比不是。嗨，我厉害什么呀？跟林宪一比，我啥都不是。赵百川咧嘴一笑，自嘲道：“这种妖孽比什么啊？这可是占榜24名还不满足啊？是不是啊，潇潇姐？”李佳佳倒是看得很开，她出来的早，该震撼的都已经震撼过了，已经完全接受了林宪有多妖孽的事实。快看，快看，赵文杰会长都激动哭了！哇！李佳佳指着赵会长的方向，惊奇地对两人说道。两人也颇为好奇地看去。我说老赵啊，你这流马尿就过分了呀！校长苏天德原本还激动莫名，但一见赵会长这德行，当下打趣道。赵文杰摸了把脸，瞪了他一眼，欢快道：“你知道什么？这可是全国状元，而且还是甩第2名几条街的状元。那怎么了呢？我知道很牛逼啊！”苏天德没听懂他的意思，疑惑道：“哎呀，你这个觉悟，当个校长已经到顶了。我问你，林县是哪里的？”赵文杰无语地横了他一眼，提醒道。没指望苏天德能反应过来，继续解释道：“林县是我们晋北市的，我们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城市出了个这妖牛逼的全国状元，这说明什么？我看下半年啊，国家给我们晋北调拨的资源恐怕要翻几番了，而且不仅仅是你，就是我都要往上走一走了。这小子可是我们晋北的大功臣啊！”苏天德一脸恍然大悟，后知后觉的心脏砰砰直跳。帝都职业者协会总部，太离谱了，这小子到底多少级？日药院长纪天龙不敢置信道。今年情况极为特殊，之所以请出了希望之塔，就是要挖掘一些有潜力心性好的苗子，尽最大的努力尽快培养起来。原本预想的是能超过20层就算非常不错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考生能达到这一步。刘自秋见几人都疑惑地看着他，只好透露道：“这个林县如今19级，还没到20级。”此话一出，屋内一片安静，几人瞪大了眼睛，唇角微动，却没有丝毫声音传出。良久后，岳林学院院长南香如不可思议道：“希望之塔我们都进去过，35层后只要没有2转，哪怕是40级的精英职业者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这就算他是9星天赋，也不该如此啊！你们知道的，慕容那丫头也是9星天赋，但也没有表现得如此逆天吧？似是不知用什么词语来表达，最后用逆天2字来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听到这里，齐老才抬头看了一圈，才说道：“所以，我申请在林县2转之前，将他的影像资料列入战略级档案。你们都知道，那群家伙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事儿。只要林县城长起来，镇国级都是小看他。”几人对视一眼，坚定地点了点头，同声说道：“理应如此。”
他通过39层了。通关第39层，奖励自由属性390点，表现优秀奖励130点。林宪轻呼一口气，此时才感觉有点累了。此时他怕是还不知道，全国人民都在等他结束了。自30层过后，一层比一层难。虽然靠着雷霆万钧的高额伤害能把 BOSS 生生磨死，但光是躲技能也是累得够呛。要不是有吸血被动和经济的反弹减伤，他可能都要栽跟头。目前进程被动的 80% 和 60% 阶段已经使用，短时间内已经用不了第二次，只剩 40%、20%两个阶段能生效。打到40层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该表现出来的潜力已经表现出来了。林宪自言自语道，如果超越太多，只怕就弊大于利了。对于自己的自保能力，暂时还没有太大的信心。木秀于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儿。复活甲技能他也不想暴露出来，这是他留给自己最大的底牌。40层，林宪环目望去，这里似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正前方一只体型庞大而狰狞的魔兽匍匐在地面，触手四散而落，看不清全貌。探查，审判者统领级 BOSS， 等级40级，血量2475万2475万，体质20万，力量21万，敏捷19万，精神22.5万。技能：精神冲击、旋转、地震、光雨、蓄力激光、散射激光。卧槽，至80多万的4维属性，这谁打得动？第38章40层统领级 BOSS 审判者。林宪呆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这也破不了防啊。作为统领级 BOSS， 自林宪一出现就已经发现了他。此时缓缓起身，离地2米漂浮而立，高约8米，全身银白，一张血盆大嘴就占了整个身子的2/3，四散飞舞的触手布满凌厉的倒刺。负14953，伤攻伤害刚刚挂上，只见审判者全身一震，微微后撤，冲锋。林宪根本来不及闪避，尽最大的努力往左边一个虎扑，却还是被 BOSS 的触手刮到。负102574，加4982，加15386。荆棘反弹 30% 后，自己还掉了10的血量。林宪惊骇欲绝，自己的总血量也才不到25万而已。莽不过，看来这 BOSS 的拉着打了。裂地撞击，眩晕5秒。林宪立即冲上前去，一顿狂锤，加上伤攻的真伤，雷霆被动每秒都能触发2次。负14953，负119624，负119624，负14953。几秒过去，林宪打掉 BOSS 100多万血量，连审判者血量的零头都没有。好在吸血被动发挥了作用，血量基本回满，林宪也渺渺松了一口气。眼看审判者醒来，林宪立即战略性后退，保持800米左右伤攻技能刚刚能够挂上的距离。负14953，负11624。审判者原地旋转一圈，整个地下洞穴立即布满密密麻麻的光圈。星辰院长安世昌微微皱眉道，这小子怕是危险了，这个 BOSS 我可是记忆犹新，我40级第一次进希望之塔就是被这个技能干死的。岳林院长南香如点了点头道，审判者这个技能伤害很高，如果命中，林宪怕是会被直接秒掉。接着感叹道，到底还是吃了等级的亏，19级就能有20多万的血量，等他成长到30级再来通关审判者还差不多。作为华国的顶层人物，眼神何等毒辣，仅仅从林宪承受的伤害估量出他的血量，那是轻而易举。刘自秋会长听完也是一脸赞同道，就算过不了也没关系，以他的天赋，等他再成长一番，还是有机会再进入的。哼话别说得太早，看着吧，林小子可不会这么轻易的被秒了。齐老冷哼一声，信心十足道。齐老心里也是没底儿，毕竟他也不知道林宪的天赋是什么，但林宪很快就是自家学院的学生，场子还是要撑的。另外3大院长齐齐翻了个白眼，他们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刺猬还觉得自家孩儿光呢，何况是人呢。而同时林宪这边看到满地的光圈，心里也是一慌，他能感受到光圈里蕴含着多大的能量，如果被命中，绝对会让他原地复活。躲又没地儿躲，这已经相当于前世玩游戏的全屏攻击了。林宪微微一叹，这还没开始呢，就把无敌技用了，这后面怎么打？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再多加思量，看来这无敌技是胜不了了。光圈里的能量瞬间爆发，覆盖了整个地下洞穴，毫无死角。洞穴内部震颤不已，果然还是不行吗？日耀院长几天龙看着投影出来的画面，摇了摇头，唏嘘道。只见爆发的能量占据了整个投影屏幕，他想象不到林宪要怎么生存下来。南香如看了眼齐老，低声道：
已经很妖孽了，不要忘了他才19级而已。不，还没有。齐老嘴角微勾，高兴道。几天龙想着齐老会不会是接受不了，试图安慰道：林宪已经很天才了，但他毕竟还是才踏上职业者道路的新人。哈哈，齐老说的没错，确实还没结束。刘自秋会长哈哈一笑，盯着投影的眼睛炯炯有神，大声道。几人赶忙继续关注着投影。只见审判者放完全图技能，自信地回到原地，静静匍匐下去，准备休息。可他的血量却在以一种少而稳定的速度持续下降。负14953，负119624，负14953，负14953，负11680。这是空间技能？几天龙疑惑地往向齐老，见齐老此时也愣愣的没有回神，便知道他也是不知情的，继而感叹道：一个铁匠都能学会空间技能，看来每个天才都有大机遇啊！别感叹了，继续看。南香如不耐烦地打断他的感叹，几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影。而林宪呢，在光圈能量爆发的瞬间，遁空，精通，主动，施展后原地遁入虚空，视线范围内可随意移动。此状态下他人不可见，无法被选中，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8分钟，每秒消耗15点法力值。林宪瞬间遁入虚空夹层，躲过了审判者的全图技能，然后保持着距离。虽然其他技能用不了，但伤攻这种类似光环的技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审判者看不到敌人，而自己的血量持续降低，于是盲无目的挥舞着触手，冲锋、旋转、地震、光雨、蓄力激光、散射激光，所有的技能轮番释放，整个地下洞穴被毁得千疮百孔。林宪行走在虚空夹层里，依靠伤攻和雷霆万钧被动打出巨量的伤害，也见识到了审判者所有的技能，不禁暗自咂舌。这些技能没有一个简单的，随便命中一个可能都会将他秒掉。很快1分钟时间过去，在这1分钟时间里打掉审判者400多万的血量，想想还有2000万的血量，不禁苦笑。林宪缓缓在审判者身后800米处现出身形，伤攻技能还在继续，能多1秒，伤害是1秒。不知 BOSS 的技能是不是也有冷却时间？接下来4分钟时间，双方和平发育。审判者高兴不高兴他不知道，但林宪是非常高兴的。没有技能的审判者普攻速度虽然很快，但伤害林宪还扛得住，加上吸血被动，自身血量基本保持在 80% 左右。而 BOSS 目前仅剩 20% 多的血量，不到600万的生命值。眼看成功在即，只见审判者仰天长吼，一道精神冲击霎时击中林宪，负193432，将近 80% 的生命值瞬间蒸发。第39章结束。好想试一下他的小锤锤。进程的 40% 阶段瞬间被触发，林宪一个机灵，回过神来，裂地撞击，5秒眩晕，乱披风锤法。林宪一声狞笑狂吼，输出还是输出。负14953，加2242，负119624，加17943，负119624，加17943。多触发一次雷霆，便能多触发一次吸血被动。除了伤攻的真伤之外，所有的主动技能无法破防的情况下是没伤害的。所以说还是被动牛逼啊！雷霆万钧按伤攻秒伤计算，其他如吸血、荆棘被动该反弹，该吸血毫无影响。就算眩晕时间已过，也没有停下。林宪趁着 BOSS 技能时间 CD 跟审判者 BOSS 平 A 对轰，自身血量不停的跳动，看得人心惊胆战。吸血、精通、被动，任何攻击对目标单位造成伤害时，偷取此次伤害的 15% 回复自身。200万、100万、50万、20万。下一秒，审判者的10楼跟触手猛然出击，瞬间抓住林宪，朝着嘴里塞去。神圣进化，无畏俯冲。林宪秒解控制，即刻施展无畏俯冲，跃上空中，丝毫没有停留，急速下降，随着武器砸向审判者。可惜雷声大雨点小，仅仅躲过 BOSS 一波技能罢了，什么伤害都没有。裂缝以 BOSS 为原点，宛如蛛网一般遍布整个洞穴。负14953，负119624。审判者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通关第40层，奖励技能无赖，自由属性400点，表现优秀奖励130点。可真是难打呀！林宪感叹不已，这算是自己自转职以来遇到的最难打的 BOSS 了。退出高考榜单直播间里。结束了，40层，确实牛逼。你们能想象一个铁匠职业是怎么打 BOSS 的吗？
呵，不就是40层吗？如果明年高考也是希望之塔，看我破了他的记录。楼上傻雕，不解释，拱出去，拱得圆圆的。我宣布，今年最强隐藏职业铁匠。网上的热闹暂且不提，晋北市协会考点广场出来了，出来了！不知谁说了一句，所有人立即东张西望，想要在这偌大的广场里找出这个让个震惊全国的男人。此时，林宪突然出现广场上，周围瞬间清空一片，留出了3米的空地。1.85米的身高，满头凌厉短发，因为希望之塔奖励的技能，心情颇好的露出一脸笑容，显得格外朝气蓬勃。2米开外的锁链缠绕的巨锤拎在手中，略显突兀。天呐，好帅，又 man 又阳光，他就是林宪了吧？看着也不像是能通关40层的人啊，好想试一下他的小锤锤。40层也不一定是通过了，死出来的也可能啊。那你去冲个39层我看看。啥？林宪看着把自己围成一圈的考生，耳朵传来清晰的议论，嘴角微微抽搐。好在这时，校长苏天德和协会会长赵文杰快步走了过来。行了，高考已经结束，明天中午12点，协会便会公布高考成绩排名，大家自行查询就是。解散吧。好在会长的威严还在，考生们这才一步3回头的往出走，特别是女同学，那叫一个恋恋不舍，那个少女不怀春呢。人长得又帅又阳光，实力还强。林宪，你等等。林宪正要找到王博一起回家，不料苏天德立即叫住他。校长，赵会长，还有事儿吗？虽然能猜到叫住他是为了什么，但还是例行公事的问了一句。李潇潇和赵百川等在一旁，本想跟林宪说几句话来着，一见如此，只好先行离开。赵会长见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开口道：这次你可是让咱们晋北市大大的露脸了呀，哈哈！现在谁不知道全国状元是出自我们晋北市？林宪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尴尬一笑。赵会长也不介意，继续道：因为你的职业特殊，我们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有什么想要的，直接说，只要我们协会有，绝对鼎力相助。林宪一听，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来劲了哈。只见他羞涩一笑，不好意思道：这不太好吧？未等赵文杰回复，挠了挠头，继续诺诺道：你也知道我是铁匠职业，想要提升职业等级，需要很多的材料，还有弟弟要养。林宪微微停顿，继续羞怯道：所以能不能给我10来吨壳，一点点材料，我想突破到青铜级。赵文杰听罢，神情一怔，他刚才是听错了吧？又见林宪还是一副害羞的模样，肯定是听错了。苏天德先受不了，对赵文杰说道：这孩子家里情况我也知道，父母为军部成员，在他们初中的时候就牺牲了，这孩子能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说完又将赵文杰拉到一边，悄声道：锻造材料你们工会也不缺，培养那么些歪瓜裂枣做什么？你这马上就要往前再走一步，是因为谁？还不是因为林宪的缘故。再说了，这权利不用过期作废，你这奖励给全国状元了，谁敢不服？赵文杰一脸惊奇地看着苏天德，这脑子也有差啊。苏天德瞧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翻了个白眼道：我可是给你提醒了，锦上添花远不如雪中送炭啊！林宪这小子的未来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这时候不盼交情，以后请等着后悔呢。我们一中要是有这些资源，哼哼，你当还有你什么事儿？你说的挺有道理哈，不过话说回来，谁让你没有呢？赵文杰说完哈哈一笑，也不理会苏天德，转身快步走了过来，对林宪微微一笑道：不就是想要点锻造材料吗？多大点事儿，说吧，你还需要多少？林宪装作没听到他们刚刚在说什么，依旧不好意思的低声道：可能需要的有点多。害我们协会其他什么都可能不多，但材料绝对少不了。赵文杰拍了拍胸口，豪气冲天道。林宪见他都这么说了，也不再客气，他从学徒晋升到黑铁大概用了3吨多材料，从黑铁晋升青铜起码也得翻倍吧。于是脸红道：20吨。啥？多少？赵文杰以为自己听错了，略有些迷茫的询问道。林宪低着头，看不见表情，似乎更不好意思了。赵文杰这才觉得自己刚没有听错，协会现存的有没有这么些材料都是问题，刚准备拒绝，就见苏天德不停地对他使眼色，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才将笑道：哈哈，这个林宪小友别着急，我回去看看，能给你收集多少我尽量，好吧？说完转身就走，跟后面有什么魔兽追似的，顺便狠狠地瞪了一眼对他竖大拇指的苏天德。你小子是真的狠啊！苏天德哈哈一笑，似乎对赵文杰吃瘪很是开心。林宪羞涩地笑道：我也就那么一说。行了，你小子在我面前就别装了。第40章新技能无赖。林宪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苏天德叹息一声，皱眉道：你已经决定去镇魔学院了吗？镇魔学院是有什么问题吗？林宪有些疑惑苏天德的语气，不解地问道。
苏天德不知如何该跟他解释，只能道：镇魔学院不仅仅是副本难，我相信副本对于你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有一点，镇魔学院是所有学院里学生死亡率最高的学院。说完怕他误解，补充道：我说的不是副本，太具体信息我也不是太清楚，毕竟我只是一个不到2转的小城市校长罢了。总之，你还是自己考虑清楚。如果改变主意的话，我想其他3大还是很乐意帮你会约的。说完哈哈一笑，转身缓缓离去。林宪皱眉沉思，苏校长说的云里雾里，将自己给整不会了。罢了，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船到桥头自然直。大不了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谁也无法阻止自己变强。既然做了决定，那就一往无前，患得患失才是弱者所为。人若欺我，毁灭这人；天若阻我，破了这天。哥哥，你怎么那么厉害？你都不知道，之前那些同学还嘲笑你转职了铁匠，被我打得满地找牙，这会儿开始羡慕我是你弟弟，喝早干嘛去了？刚回到家，林默兴奋地冲了过来，小嘴巴巴一顿夸。林宪很准确地抓住重点。哦，是吗？在学校打架了？林默嘶的一声，瞬间溜回房间。哥哥，你听错了，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儿你做饭吧。砰！声音从房门里传来。林宪摇头一笑，也不在意，打架又怎么了？他在意的是自己弟弟有没有被欺负而已。往沙发上一瘫。此时林宪才有时间总结此次高考的收获。自己打到希望之塔40层，光是自由属性点的奖励足有10725点，通关奖励8250点，加上表现奖励2475点，外加2个技能：神圣净化、无赖。神圣净化，精通，主动。施展此技能后，移除身上所有负面效果，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消耗1000法力值。无赖，精通，被动，普通攻击有 50% 概率至目标眩晕2秒。奖励的技能是直接出现在自己技能栏里的，等级也是直接精通。林宪估计是自身的原因，因为自他晋升黑铁级锤炼自身之后，所有技能包括后来转换的技能都是精通等级。神圣净化不用多说，作用多大不解释。而无赖技能对于拥有高额伤害被动的林宪来讲，简直如同雪中送炭。以他的敏捷属性，封起来1秒3锤不过分吧？50%的几率眩晕。哈哈，林宪一阵狂笑。一旦敌人没有进化类技能，此次希望之塔高考除了如此巨大的收获之外，也让林宪发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常规攻击手段太少，除了伤攻和雷霆万钧外，可以伤害常驻、裂地撞击的眩晕控制，其他的被动技能都太过于被动，譬如进城、荆棘、神圣净化和吸血，自己并不能有效的形成一套流畅的攻击套路。还有突袭技能的作用没有最大的发挥出来，不过现在有了无赖的无限晕，以后战斗便能好好的发挥了。想到这里，林宪不禁笑出声来。随后一顿，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血量还是太低了。本以为自己的血量已经傲视同龄，但跟30级质变后的怪物相比，自己的血量还是比较危险的。接下来的重点该重点刷怪了，提升的不仅仅是生命值，还有力量属性。沉思半晌，林宪便决定将在希望之塔得到的10725点自由属性全堆敏捷。体质属性和力量属性在天赋和破天锤的破线特性下能够自主提升，而敏捷却只能靠升级自动增长。蓝量它暂时完全够用，不用多去考虑。敏捷一旦提升，不仅是移动速度、反应速度的提升，普通攻击的速度也会大大增加，配合无赖被动，这波无敌！丢丢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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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丢丢！铃声响起，林宪回过神来，接起电话：“喂，赵会长，好久不见。”“谢谢，运气好而已。”赵百川也考得很好。“是吗？”“哈哈，好的，我可是期待了很久的。”“好好，我明天就过来，到时候麻烦您了。”“好，再见。”林宪微笑地挂断电话。血盟终于把暗影魔学安顿好了，还是跟镇魔学院的合作，有点意思。不再多想，明天就去把飞行道具给刷全了。小莫，晚上吃什么呀？你不出来，我做的你可不许剩啊！别，你放哪儿？还是我来吧。狂战工会会长办公室。爸，那个林宪现在成了全国状元，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张冠清满脸怨毒，愤恨不甘地问道。张怀仁摸了摸儿子的头，双眼微眯安抚道：“提升转职概率的密室，他肯定是给他的弟弟用了，在你明年转职之前，爸爸绝对能给你找到。你别担心。至于林宪，我会让他知道，我狂战工会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突然，窗帘上暗影一闪而逝。张怀仁眼神一肃，转而对儿子微笑道：“行了，不就一颗战魂石吗？
回头爸爸就帮你弄一块，你先回去吧。那我先回去了，我和妈妈做好晚饭等爸爸回来吃饭。张怀仁慈笑点头，看着儿子出了办公室，起身关上门，冷声道：“出来吧。你们怎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张会长，好久不见啊，热情一点嘛，好歹我们上次合作的那么愉快。”只见沙发上突然出现一名黑衣男子，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茶，慢慢摇着，像是端的是一杯红酒。张怀仁见怪不怪，不想多再交谈，直接道：“说吧，什么事？”黑衣男子嘿嘿一笑，阴冷的声音从嘴里吐出：“小事儿，主上最近想在这晋北找一个人而已。”“哼，小事儿，能让你一个副堂主亲自出动？你们的目标不会是我们的全国状元吧？”张怀仁才不会天真的相信一个副堂主出动是小事儿。黑衣男子凝声道：“也不一定哦，不过大概率不是。”说完嘿嘿一笑，接着道：“当然，若是能顺手料理了，我想这也是大功一件呢。结，老规矩，这次我要战魂石，情报我会给你，能不能成就看你自己了。”黑衣男子不无所谓的点了点头，瞬间消失。第41章义父求带飞。林宪一早赶到血盟公会，就见赵天雄和赵百川正在公会里等着，快步迎了上去，笑意盈盈道：“赵会长，这次又要麻烦您了。”“嗨，这有什么麻烦的？还没当面恭喜你夺得全国状元啊！”赵天雄笑容满面，接着道：“这次跟镇魔学院谈得如此顺利，也是人家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共同商议，将会拿出1成的利润给你。”林宪听完心里一惊，如果只是普通的副本也就罢了，这可是能出飞行道具的副本，其价值不可衡量。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既然已经决定了去镇魔学院，再多些牵扯也没有什么，于是羞涩道：“这可怎么好意思，我也没出什么力。”紧接着询问道：“如今这个副本已经全面开放了吗？”“还没有，等镇魔学院那边驻守副本的人到了之后，才会全面开放。”赵天雄解释道。“林宪，这次我的等级可是够了，带我一起吧。”赵百川赶紧插话道：“上次等级不够，他可是可惜了好久，这次说什么也得让林宪带上他。”林宪看了赵百川一眼，疑惑道：“这25级副本，地狱级你可能差点意思，但大师级还是没问题的吧？”“不行，我得跟着你，我也想看看你是怎么通关的。”赵百川嘿嘿一笑，鸡贼道：“行吧。”林宪无所谓的点了点头，“就怕你深受打击哦，少年。”赵百川高兴的拉着林宪就往外走。“走，我带你去。”林宪只来得及扭头朝赵天雄点了点头，便被赵百川拉走了。通过电梯直上顶层。目前暗影魔学副本暂时放在这里，等镇魔学院来人后，才会移到我们公会的副本大厅。赵百川边走边回头解释道。说着便已到了副本入口。林宪一顿，才想起来强调道：“先说好，在我集齐2个完整羽毛道具之前，得到的所有羽毛碎片都是我的。”“行，没问题，装备什么的也都是你的。”“赶紧的！”赵百川无所谓的催促道。林宪这才满意的使用面板上的组队功能，一道气息落在赵百川的身上。“走吧。”暗影魔学15到25级副本，限5人，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大师、地狱。地狱，2人瞬间出现在副本里。这就是地狱难度吗？看着也没什么啊，要不我先上，打不过了你再来。赵百川跃跃欲试道。林宪这会儿也不赶时间，失笑道：“行，那你去吧，我可先提醒你啊，这一关卡怪物可不少，你小心点。”“瞧好吧。”说完，赵百川风风火火地冲了过去，立即吸引了200只火翼魔鸟的注意，瞬间200多个火球呼啸而过，向着他轰来。卧槽！枪闪，一个闪烁，倏地一下藏到林宪背后。“哥，林哥，还是你来吧。啧，还寻思看你大发神威呢。”林宪哈哈一笑，假意遗憾地摇了摇头。伤攻技能一开，人也不过去，就这么看呢。-14953，-380027，-380027，-114953，-14953。雷霆电弧一阵乱窜，不到3秒，200只火翼魔鸟瞬间消失，击杀了大量火翼魔鸟，经验加18349，获得了火翼魔鸟的爪子45，体质属性加400，力量属性加43。赵百川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样，傻傻的怔在原地。眼见林宪往里走，才回过神来，连忙追了上去，结结巴巴道：“林宪，你就是这样刷25级地狱副本？”“不然呢？”林宪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故作惊讶道：“我一直都是这么刷的呀，难道你们不是？”“切！”赵百川给了他一个鄙视的手势，自己率先往第2区域走去。林宪笑着摇了摇头，也跟了上去。有人组队一起刷，
是比自己单机好玩多了。除了经验要被分一半。咻！林宪眼睛一花，就见赵百川在身后笑得讨好，拱了手。林哥，您先请。呵，斜了他一眼，林宪一马当先，击杀了大量火翼魔鸟，经验加21473，体质属性加520，力量属性加55。第一关卡很快通过。第二关卡岩石巨兽，又到了熟悉的砸水晶环节啊！林宪看着岩石巨兽，一脸感叹，想到之前打这关的时候，那叫一个相形见绌。现在25000多的敏捷 ，BOSS 连他的衣袖都摸不着，一个闪身便穿过岩石巨兽，来到了黑曜水晶旁边，瞬间锤碎了5块水晶，然后径直往第三关卡走去。-15618， -378,644，击杀了岩石巨兽，头目 BOSS。经验加10526，体质属性加2，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装备岩石头盔1。赵百川收回惊叹的表情，拾起岩石头盔，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林哥，你的装备，嘿嘿，你先拿着吧。第三关卡，林宪，对面就是阴身人 BOSS 吧？那个飞行道具就是他爆的。赵百川稀奇的盯着对面的阴身人，朝林宪确认道：玉锤。林宪点点头。身形瞬间出现在破天锤上，背手而立，朝着对面玉锤而去。卧槽！赵百川眼珠子都红了，在身后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太酷啦！林哥，义父，求带飞呀，义父！”击杀了阴身人，头目 BOSS， 经验加11231，体质属性加1，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阴身人的羽毛碎片30。上次好歹还50片碎片，这次怎么只有30片了？林宪暗自嘀咕道。赵百川此时也通过破桥来到林宪身边，扑通一声扑倒在地，死死抱住林宪的大腿。义父，求了，帮孩子吧，我也想飞。赵百川，你的节操呢？林宪晃了腿，无语道：赶紧起来，你再使劲儿，我裤子就要被你拽掉了。赵百川一脸无所谓地道：节操是什么？不顶吃，不顶喝的。林哥带我飞一次吧。那对不起了，带不了，你自己好好加油刷飞行道具吧，有了道具你就能自己飞了。林宪晃了晃手中的羽毛碎片，直接拒绝。开什么玩笑，都没带小莫飞过，还带你？第42章，飞行道具到手。赵百川一愣，立马爬了起来，就像刚刚没有节操的人不是他一样，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对啊，这个副本就是我们自家的，刷个飞行道具还不简单吗？嘿嘿，别想了，赶紧的吧，还有个 BOSS 没打呢。林宪踢了他一脚，催促道。赵百川立马积极起来，走，我看看这最终 BOSS 什么水准。这就是暗影魔灵吧，长得可真不咋地，我看看 BOSS 面板。说完一道探查术丢了过去。林宪才不想再浪费时间，伤攻技能压根就没有关闭。-15618， -354,712， 33万血量的暗影魔灵瞬间被秒，击杀了暗影魔灵领主级 BOSS， 经验加19437，体质属性加2，力量属性加1，等级 LV19 LV20%0.11， 终于升了，可惜希望之塔里没有经验。林宪勉强升到20级，微微感叹道，心里有些疑惑，开荒的时候还有剧情呢，现在却没了。林宪有些可惜，魔核碎片可是个好东西。赵百川此时也升到了19级，但还是抱怨道，我连 BOSS 的面板都没看完，你就秒了，人干事。好了，下把你就自己打吧，2个人经验平白少一半。林宪没好气的说道。别呀，林哥，还是你带我吧。赵百川算是知道抱大腿的好处了，可太轻松了，才转职那会儿和李潇潇、李佳佳他们一起升级，输出全靠他，那才是累死个人。林宪提醒道，你不想飞了，跟着我也不是不行，但你要知道，跟着我你可是没有飞行道具的哦。他其实是无所谓的，这个副本的第一关卡刷一次就能有2400点体质属性，力量属性也能有将近256，压着等级尽量把属性往上提一提也是好的。毕竟超过30级之后，怪物就会发生质变，如果自己属性不高的话，再想群刷那就要费事儿多了。等级这玩意儿，磨刀不误砍柴工。赵百川纠结了半天，才决定道，不行，我还是得抱大腿，飞行道具不急，回头这个副本开放了，每个队伍收点羽毛碎片好了，很快就能集齐的。你倒是个懂得剥削的。林宪颇为惊奇地看向赵百川，不过转念一想，也对，作为血盟的少公子，怎么也不可能是个圣母傻白甜吧。对了，百川，我记得副本不是有冷却时间的吗？我们能一直这么刷啊？林宪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一直以来除了新手副本外也没刷几个副本，所以倒是没考虑过。赵百川见林宪是真的疑惑，
哈哈一笑，这会儿才发现林宪也是傻得可爱，只好忍笑解释道：“你不知道吗？副本冷却时间那都是副本主人设定的，副本的运转也是需要消耗资源的，而且副本同时容纳的人数也是有限的，所以你看那些越是热门的副本，冷却时间便越长，而非常冷门的副本甚至是没有冷却时间。只有新手副本比较特殊，国家不惜成本才可以没有冷却，不限次数。”林宪了然的点了点头，总算是解决了自己一大疑惑。那还等什么？走吧，继续。踢了他一脚，没好气道。赵百川也不在意，拍了拍裤腿，乐颠颠的跟了上去。接下来整整1天时间，两人都在暗影魔学副本中畅游。晋北城外30公里外9区峰，副堂主，一切准备妥当。全身笼罩黑袍的男子俯首跪地，恭敬道。身前10米处，黑衣男子斜靠在巨石上，漫不经心把玩着手里的紫色镂空圆球，语气冷冽道：“张会长那边怎么说？”“张会长那边保证会将货物定时送到。”副堂主冷笑一声，挥了挥手，让黑袍男子退下。肃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今晚10点发动总攻。”终于刷完了，再刷下去我就要吐了。赵百川瘫倒在副本入口，双眼无神，有气无力道。林宪瞥了他一眼，悠悠道：“男人持久力不行，那可是大问题了。”说着从背包里拿出300片羽毛碎片丢到他身上。赵百川欣喜的一股脑爬起来，边聚拢羽毛碎片边碎碎念道：“你这扔材料的姿势像极了完事后付嫖资的渣男。”眼看林宪抬腿赶紧闪到一边，也不怪赵百川贪饼，他们将暗影魔学整整轮了28遍，算上第一次共29遍。他也是到极限了，不仅把他和小莫的飞行道具碎片刷齐了，还给赵百川刷了一套。除了飞行道具之外，最大的收获便是他们双双升到了25级，林宪还差一点经验便能升到26级。属性点收获更是不用多说，体质属性增长69687点，力量属性增长7395点，这还不算升级所增长的属性。装备和材料也是掉了不少，但能让他看上的装备只有1件，其他的装备全扔给赵百川。人不能贪得无厌，不是？当然，锻造材料是必须全带走的，铁匠职业这个吃材料大户可不是说说而已。林宪见赵百川正在合成飞行道具，便转过身拿出他看上的唯一一件装备：魔灵头盔。部位：头部。品质：黄金。精神加800，防御加1400。特性：嘲弄，施展此技能后将吸引周身30米范围内所有敌方单位的仇恨，消耗3000法力值。虽然这个技能没什么攻击力，但林宪可不会小看它，在一些特殊时候这个技能的作用可不小。林宪还幻想着自己把荆棘技能升满，那时候一边巨怪一边反伤，伤攻技能都不用开了。发动天赋，转换优化。荧光消散后，把分解的材料收起，升级。林宪查看起了优化后的技能效果：嘲弄、精通、主动。施展此技能后，将吸引周身等级10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强制攻击自己，消耗100法力值。不愧是我呀！林宪对这个技能还是非常满意的。等荆棘技能升起来后，自己完全可以走走反伤流吗？正在这时，身后光芒大亮。第43章魔兽攻城。林墨出事儿。林宪回头一瞧，只见一对巨大的洁白翅膀出现在赵百川的手中，高度比赵百川也不差什么了，羽翼看样子能把他完全包裹在里面。绑定装备。这一对翅膀宛如自然生长在他的后背一般，微微扇动，赵百川缓缓地漂浮起来，虚空敬礼。怎么样，哥们帅不帅？哈哈，鸟人谁没有事的？林宪也不再看他，直接在自己背包里将2对翅膀全部合成，拿出其中1对绑定。探查，暗影羽翼。品质：黄金。技能：冲刺。介绍：可低空御空飞行30分钟，冷却时间1个小时。冲刺可瞬间加速，提升2倍速度，维持10秒。就这？林宪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白瞎了自己期待那么久，可有可无了。还有，明明是白色的，怎么叫暗影羽翼？喂，你这是什么表情？谁跟你似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你知道有了飞行能力可以做多少事儿吗？赵百川一见林宪失望的表情，恨恨地抱怨道。林宪也不跟他争论，查看起了自己的属性面板。这次算是第2次锤炼自身以为提升很大的一次了。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25级，0.33%，职业等级：黑铁级锻造师，4.14%， HP949,470
949,470 MP 92,610 92,610 攻击力39800加51740%， 130%攻击加成。防御力94947，体质94947，力量22133加11067， 50%力量加成。敏捷17343加8672， 50%敏捷加成。精神9261。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25级。品质黑铁。攻击加6600，力量加6600，攻击力增加 80%。特性略。哈哈，生命值差不多95万，快突破100万了，棒！就这个生命值，这个防御力，攻击不到9万的人都没资格与自己战斗，根本破不了防，好吧？林宪心里胀得满满的，成就感爆棚。自己黑铁级的破天锤，怕是铂金级武器都比不上，就算只有一件装备，也不是他们能够轻易超越的。25级攻击力就正式突破了9万，还有谁？赵百川没听到林宪的回应，定眼看去，只见林宪笑得一脸荡漾，飞下来，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好奇道：“你想什么美事儿呢？笑得这么淫荡？去，都快10点了，我得赶紧回去。小莫还在一个人在家呢。”林宪回过神来，推开他就准备回家。咚咚咚！就在这时，刺耳的钟鸣声在全城响起，全城瞬间灯火通明，一片哗然。奇怪，今年早已演练过了呀，这怎么就糟了？是真的魔兽？赵百川话还未说完，林宪就以极其敏捷的速度打开窗户，直接跳了下去。攻城，林宪你干嘛去？赵百川走到窗口，只见半空中的林宪瞬间展开了翅膀，化作一道白影，朝着家里的方向飞去。哎呀，城里不让飞行的！赵百川急忙乘坐电梯下楼找老爸。全城注意，全城注意！魔兽攻城，魔兽攻城！所有15级以上职业者立即就近赶往4大城门支援。全城注意，全城注意！魔兽攻城，魔兽攻城！所有15级以上职业者立即就近赶往4大城门支援。晋北市守卫军最高指挥罗峰中校声音传遍全城。这种时刻，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哪怕是生活职业者也必须赶到城墙作为后勤人员备战。林宪可管不了那么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往家赶去，什么都没有自己弟弟重要，他得保证自己弟弟是安全的。10分钟后，小区里空无一人。小莫，小莫！林宪直接撞开自家窗户回到家里，各个房间打开查看，而此时家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操，我的脑子！林宪一拍脑门，才想起来，一旦有魔兽攻城信号，所有无法参战的人员都会聚集躲进地下避难所。正当林宪准备离开前往避难所时，余光瞥到一张纸条正静静躺在地上。这不对，他和林默从来没有用纸条的习惯。林宪快速捡了起来，脸色骤然阴沉无比，一字一顿道：“不管你是谁，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瞬间从窗户冲出，朝着城北方向飞去。罗峰中校，我是城北上尉王石，血盟公会向西3公里处阵法出现漏洞，请求增援。罗峰中校，我是城北上尉王石，血盟公会向西3公里处阵法出现漏洞，请求增。罗峰中校，血盟成员在赵天雄带领已经赶到。好的，王石上尉，你们自身注意安全，务必不能让魔兽突破城墙，我会尽快过来。罗峰松了口气，放下通讯时，暂且没有时间去管为何血盟公会附近的阵法会出现问题，此次只要防守住，待受潮过后再行调查就是。城北守卫军此时已经登上城墙严阵以待，大量的职业者也在陆陆续续飞速赶来。近战职业自发的将远程脆皮职业保护在身后，辅助职业也时刻准备着治疗。人虽多，但颇为有序。空中飞行的人员，请立即降落。王石上尉此时注意到一道白色身影从内城方向射来。林宪一路疾驰到城北城门，巨大的防护罩已经笼罩整个城北，若想出去，只能让守卫军打开缺口。林宪只好降落在王石上尉身前，面色焦急地问道：“长官，可否放我出去？”胡闹！你一个25级的职业者出去干什么？魔兽离城墙已经不足10公里了，我能打开阵法让你出去？这阵法不是想开就能开，想合上就能合上的。王石严肃呵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受潮，是魔兽攻城，怎么可能为了他一人打开阵法？”林宪心里也明白，阵法一旦打开，一时半会根本无法合上。只是林默还在等着自己去救，还是抱有期待的询问一遍。果然不行吗？只好试试了。第44章对战2转职业者。林宪瞬间原地消失，全员警戒。王石惊骇欲绝，
脸色大变，当即大声喝道。周围所有人紧握手中武器，四下环视，想要找出敌人。王石上尉，王石上尉，刚那个小子我认识，那就是此次的高考状元，他绝对没有问题。赵百川催促着赵天雄快步走了过来，解释道。王石心里一松，疑惑道：这个时候他要出城干什么？不知道城外现在有多危险吗？虽然我不知道他要出城做什么，但我敢保证，他绝对没有问题。赵天雄也是摸不着头脑，但镇魔学院七老看好的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赵百川紧皱眉头，突然出声道。听到警钟响起，林宪就赶回去找他弟弟。刚才见他神色焦急，会不会是林默出事了？林默一个未转职的普通人，谁没事针对他做神？不会是针对林宪的吧？赵天雄被自己的想法一惊，忧心道。王石上尉一叹，此次全员状元有多妖孽，他是听说过的，但如果他已经出城了的话，他们也帮不了他。我只能如实跟罗峰中校汇报了，不过救援的话，我估计没什么希望，只能希望他的自保手段够多了。林宪只想试一下遁空技能能否穿过阵法，还好此技能没让他失望，在空间夹层中朝着30公里外的九曲峰飞速赶去。遁空技能只能维持1分钟时间，然而就在这1分钟内，林宪已越过兽巢，在夹层中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兽群黑潮一般的涌向城北。此时根本没有多余心思为城北担心，只能闷头赶路。5分钟后，林宪已经看到闪烁着紫色幽光的九曲峰。黑衣男子手里拿着闪耀着紫色镂空圆球，满脸惊讶地看向远处飞来的林宪。林宪收起翅膀，落在峰顶，看到100米外被黑衣人随意扔在地上的林默无视，心里狠狠松了口气，眼神安抚下想要开口说话的林默。紧接着看向一脸笑容的黑衣男子，平静道：说吧，想干什么？则本以为任务顺利完成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还有一只野生的全国状元，哈哈，我韩良时来运转了吗？哈哈！黑衣男子狞笑不已，探查术毫不掩饰地笼罩林宪，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像是要把他看出个窟窿来。啧平平无奇，毫无亮点。小子，你是怎么偷的全国状元的？林宪面无表情，见黑衣男子虽表面毫无防范，但随时准备捏死林默的样子，让他投鼠忌器，无从下手，只好拖延时间道：那你就管不着了，抓我弟弟不就是为了我吗？现在我来了，把我弟弟放了吧。哈哈，笑死我了，为你可不值得我一个堂堂副堂主亲自出动。韩良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林宪继续道：不过我倒是挺好奇，你是怎么我们在这里的？不是你们自己留下纸条让我过来的吗？林宪倒是被他问住了，拿出纸条，随手一团朝着韩良扔去。他倒是颇为谨慎，带着林默后退一截，待纸团落地后安全后，才抬手一招将纸条吸入手中。看完冷笑一声道：张怀仁倒是好手段，还跟我玩什么借刀杀人？小子，看来你把张怀仁那老小子得罪的不轻啊，似乎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倒是不藏着掖着，什么都往外说。林宪此时也不着急了，试探地问道：听你的意思，主要目标是我弟弟，我能知道是为什么吗？我一个全国状元还比不上一个没转职的高中生？林宪表情愤怒，故作不满，仿佛被小看了一般。韩良清楚林宪的打算，但完全不在意，一个小小25级的职业者，他不信能在他这个46级的2转职业者手下翻出什么风浪来。扔了扔，心情颇好的解释道：他是我们神主要找的人，至于你，区一个全国状元而已，我们神教还不至于为了你大费周章。林宪了然，如此的话，暂时就不必担心林默的安危了，轻笑一声道：那么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吧。说罢，直接朝着韩良冲去。韩良不屑地撇了撇嘴，消失在原地。没有对战过2转职业者的林宪可不敢以身试险。遁空，林宪瞬间消失，商功直接开启。空间技能？你一个铁匠怎么可能会空间技能？韩良震惊地停在原地，原以为自己随手一击就能击杀，但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连人都没摸着，此时也根本无法探测出人在哪里。-56968，-455744，-56968，-455744，-455744。幸好没有大意，竟然没有破防。林宪一看雷霆的伤害是商功的8倍，便知道自己9万的攻击竟然无法破防。韩良无法找到林宪，但血量却不停地下降，不管往哪个方向前行都无法脱离。就在林宪的遁空即将结束时，只见韩良大吼一声，双眼猛然通红，全身散发出股股黑气。凭什么你们是天才？凭什么你们什么资源都有？凭什么？整个人似是受了巨大的刺激，理智全无，嘴里不停地咒骂着，宛如一头野兽。副堂主就这个星星，就算是自己比他们优秀了一点点，
也不至于这般发怒吧？林宪可不会停下来，等他恢复理智。裂地冲撞，眩晕5秒，伤攻技能雷霆万钧的伤害还在继续。负56968，负455744，负455744，高额的伤害在其身上浮起。韩良瞬间清醒，原地留下一个神像，人突兀地出现在1000米之外。负56968，负455744，眼看身上再无伤害飘出，才狠狠松一口气，惊骇地看向林宪：“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哪怕身为2转的46级职业者，也经不住如此高额伤害的打击。短短这么一会儿，自己便损失了1半的血量。其实是他高估了，林宪无视60%任何防御都无法破防，主要还是伤攻的真伤和雷霆被动而已。”林宪冷笑一声，也不搭话，他已经没有耐心了。玉锤，立身破天锤，迅疾的飞身靠近，突袭！趁着韩良失神，林宪瞬间出现在韩良面前，破天锤急速的抡了下去。眩晕2秒，虽然破不了防，但无赖被动触发，伤攻和雷霆的伤害还在继续。眩晕之后，林宪不急不缓的以1秒1锤的速度，一锤接着一锤轰在他的脑门上。吼！一道无法抗拒的冲击波将林宪击飞1000米之外，只见丝血的韩良双手抱头，痛苦的抽搐着，嘴里发出的声音完全不似人声。第45章屠杀发泄。韩良的身体如同千疮百孔般到处露着黑气，黑气朝着四周散开，逐渐扩散数百米远。黑雾里传阵阵魔兽般的嘶吼声。林宪迅速照出翅膀，飞向林默。哥哥，你没事吧？林默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们的战斗，这是在学校老师形容再多遍也无法想象到的场景。见哥哥飞了过来，既担心又崇拜地看着。林宪摇了摇头，一把将林默抱起，朝着远处的山顶飞去。放下林默，把背包里另外一对暗影羽翼取出递给他，嘱咐道：“魔兽攻城，目前此地是安全的，你别乱跑，我去看看那个韩良什么情况。另外，你把这对翅膀绑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及时升空。”林默知道此事不宜多说，只得点头道：“哥哥，我知道了，你自己小心点。”眼看羽翼的飞行时间快要结束，林宪也不再耽搁时间，迅速朝着黑雾那边飞去。还未到地方，黑雾便已消失。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只高达上百米的怪物，浑身长满了鳞甲，头顶黑角，粗壮的尾巴在身后微微的甩动，传来空气摩擦的气爆声。这股气息怎么跟暗影魔灵那么相似？林宪刚就有这种感觉了，也是才想到，同时也更加疑惑了。不再多想，管他是什么，既然敢绑林默，那就必须去他该去的地方。吼！城北城墙，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赵天雄身边。正在指挥会员战斗的赵天雄被吓了一跳，一见是齐老，立马行了一礼。齐老，林宪呢？他往哪边去了？齐老面无表情地询问道。赵天雄一脸为难，诺诺道：“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林宪应该是出城了，就是在此地消失的。”就在这时，一道巨吼声从远处传来，攻城的魔兽们如同疯了一般，发出自杀式的进攻。齐老面色一变，身形一闪，便出现在阵外，朝着兽吼传来的破空而去。所过之处，所有魔兽皆化为一堆堆肉末。林宪心脏揪团在一起，此时林默不在身边，他再也无法忍受。暴虐的气息四下散溢，裂地撞击，突袭，绑我弟弟。杀我！负56968，负455744，负455744，负455744，负56968。一锤接着一锤，破天锤被他抡出了残影，伤攻的秒伤都跟不上雷霆被动的触发速度，雷霆电弧无休止地降落在怪物的身上。齐老赶到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么一幅场景：100米高大的怪物被不到2米的小人锤着，宛如2岁婴儿敲打着成年巨象，既滑稽又震撼。眼见林宪没有出事儿，齐老也就没有靠近，任由他发泄着。100米高的怪物已经被他锤成一块块碎肉，依旧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一锤又一锤，林宪！齐老蕴含精神的一声暴喝，将林宪唤醒。林宪停了下来，两眼猩红，愣愣地看向齐老。好了，他已经死了。齐老走过来，摸了摸林宪沾满血液碎肉的脑袋，柔声安抚道：“齐老。”林宪声音沙哑，似是还没有回神。走吧，我们回去，兽潮还没有结束，去帮帮他们吧。齐老微笑道：“小莫，我帮你保护，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他一根汗毛。放心吧。”林宪立即转身，拎着破天锤，以50米每秒的速度射向城北方向。齐老带着林默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林默眼前哥哥的身影，
担心地问道：“前辈，我割了他。”没事儿，不用担心，让你哥发泄出来就好了。10分钟后，林宪冲进兽群，方圆1250米化为银白色雷霆牢笼，电弧跳跃，魔兽如同割麦子般成片成片的倒下。击杀疾风魔狼，经验加2346；击杀踏血引爆，经验加4662；击杀铁背熊，经验加5041；击杀铁骨铁，经验加3197。不够，还是不够。玉锤，林宪驾驭着破天锤，绕着整个城北战场急速飞行，所产生的罡风伤害跟雷霆被动的伤害相同，高达72万。加上伤攻技能和雷霆万钧，在玉锤的急速飞行下，宛如毁灭者。整个城北战场被雷霆照耀的如同白昼。城墙上所有正在战斗的职业者震惊地看着那道石破天惊的身影，久久不能言语。一名战士的巨剑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众人仿佛被惊醒一般，瞬间被引爆。我的天，我是出现幻觉了吗？这是哪位二转职业者大佬？我不记得我们晋北市有雷系的二转大佬啊！妈妈，快来看神仙！灭完城北外所有魔兽之后，一身煞气的林宪并未停下，连满地的装备都未减，照出暗影羽翼，直射城东方向。什么大佬？那是我大哥林宪，全国状元！赵百川声音一出，四周一片安静，全部羡慕地看向他。来来来，小兄弟，我保护你！保护个屁啊！魔兽都被大佬一个人灭完了，留下一半人员留守，并清理战场，其他人随我一起支援城东。王石少尉一声令下，众人前呼后拥地冲向城东。15分钟后，城北的一众职业者赶到城东，见到的便是一片狼藉的城外，尸体、碎肉、血流成河，满地漂浮着装备、材料光团和城墙上愣愣没有回神的职业者。来晚了呀，林宪大佬也太牛逼了吧！是啊，是啊，我们已经来得那么快了，没想到还是没赶上。众人的声音瞬间将城墙上石化的职业者惊醒，纷纷向赶来的众人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都闭嘴！一个身着上尉军服的男子从城墙上一跃而下，来到王石面前，敬了一个军礼，询问道：“王石上尉，到底是怎么回事？”孙姓上尉，刚才过来支援的是我们晋北的我国状元林宪，如今不知林宪先生去哪儿了？刚刚南边传来一阵兽吼，估计是罗峰大人在跟兽王战斗，那个林宪也过去了。孙姓迟疑道：“这个全国状元实力的确很强，特别是群攻手段，但还是太莽撞了些。大人和兽王之间的战斗，不是他们这些还没有二转的职业者能够参与的。希望这个林宪不会出事儿。”第46章灭杀兽王。经过两边城门的肆意杀戮，林宪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这兽潮还是早点结束的好。这次魔兽攻城定是人为，想到背包里的镂空圆球，林宪面色微沉。他潜意识里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被别人知道的好。就在前面了。林宪听到前方的动静，立即加快速度。赵会长，小心右边，沈会长顶上。只见血盟赵天雄和烽火沈信以及一名中年男人正在与一头巨兽激烈战斗。巨兽并没有寒凉异变后的体型大，但威势更为惊人。看样子乃是熊类魔兽，高约60米左右，一身皮毛防御惊人，朝天怒吼，7、8米的巨掌拍下，地面就是一个巨坑。三人面对巨熊险象环生。虽然不知道巨熊兽王多少级，但以2个会长传言中的等级来看，只怕这兽王也是60级以上了。而此时巨熊兽王全身通红，硕大的鼻孔喷着浓白色雾气，气势瞬间爆发，将三人震退。不好，兽王要狂化了，快退！赵天雄大喝一声，三人瞬间后退100米。裂地撞击，眩晕 5S， 以自己裂地撞击近50万的攻击，竟然没有破防。林宪来不及多想，开启商攻突袭，舒适出现在兽王头顶，一点不敢耽搁，直接平 A， 无赖被动接连被触发。负80968，负647744，负80968。也幸好商攻技能为真伤，不受防御影响，不然他的雷霆被动也打不了这么高的伤害。林宪见自己在这里了半天，三人就在那愣看着，这哪行啊？还愣着干什么？打呀！哦，来了来了，快快！赵天雄立即反应过来，当下招呼两人冲向兽王。沈信为骑士类职业，输出最低，但也不是林宪能比的。负46333204，负99073328，负121111045。3分钟后，巨熊兽王哀嚎一声，轰然倒地，击杀了大力魔熊领主级 BOSS， 经验加442052，体质属性加2，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装备大力铠甲1，获得了装备大力靴1，获得了技能书1，获得了材料，等级 LV29 LV30 3.77%。呼，林宪这才放松下来，
这次也算是了解了被动的不足。无赖的被动也是上限的，遇事实力强大、体型庞大的魔兽，眩晕的时间便越短。要不是自己凭 A 速度还可以，只怕是晕不住。想想也是，自己这技能又不是小说里的什么规则技能、法则技能，这才是正常的。这次结束后，等协会那边把材料送过来后，尽快晋级青铜，让技能再升一级为好，自己的属性也能再次提升。林宪，这次多亏了你啊，不然这兽王我们仨都不一定打得过。说着，赵天雄便为罗峰中校介绍道：“罗峰中校，这位便是今年的全国状元林宪。”罗峰神色一正，严肃道：“林宪同学，幸会。高考期间有任务在身，未能到场，恭喜你。华国需要你这样的天之骄子。”“您客气了，我只是运气好罢了。对了，这些装备材料还有技能书。”林宪说罢，便将刚刚爆出来的东西递了过去。罗峰看了两位会长一眼，见两位颔首，才说道：“这次如果没有你，我们也不能这么轻松斩杀兽王。加上你为我们晋北争下这么大的脸面，我作为晋北的负责人也没什么可奖励于你。这些东西你就自己拿着吧。好了，别谦让了，你就是用不上，自己卖掉也行，以后用资源的地方还多着呢。”赵天雄拦住林宪的话头，让他把东西收起来。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才出声道：“那我们回去吧。也不知道城北城东怎么样了。”林宪欲言又止，想想还是不说了，没有必要。四人以极快的速度赶回了城东。没想到孙信上尉如此优秀，这么快就把魔兽打退了。只见众多守卫军和职业者正打扫着战场，高谈阔论，好不热闹。王石和孙信两位上尉小跑过来，敬了个军礼，报告罗峰中校，城东城北魔兽已全部被灭。我们晋北守卫军的实力我是知道的，是有什么厉害的职业者加入吗？罗峰疑惑地问道。王石、孙信两人将目光投向正准备离开的林宪身上，目露崇拜之色，狂热道：“是全国状元林宪大佬一人，将城北和城东的魔兽斩杀殆尽的。”三人惊愕不已，不可思议地看向林宪。虽然此次受潮最低10几级，最高30-40级，但俗话说以多咬死象，就算是他们一个人面对受潮，短时间里也没有办法，说不定自身也会陷入其中。林宪见几人都看向他，只好停了下来，向几人告别道：“罗中校、赵会长、沈会长，两位长官，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告辞。”“啊，好的。”也不理会他们的愣神，林宪原地消失，使用遁空急速往家里赶去。遁空技能结束，便照出暗影羽翼，贴地飞行。也不知道小莫这次吓坏了没。到家小区的时候，便看到小区里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热闹，大家对此次受潮议论纷纷，颇有生活气息。众人只感觉一阵风从身边刮过，却不见人影。林宪急切地冲上楼，回到家里，见齐老和林默正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哥哥，你没事吧？”林默冲过来抱住他。林宪安抚地摸了摸他的脑袋，轻轻地拍了拍，柔声道：“好了，我没事。告诉哥哥，你是怎么被带出城的？”“放学过后我就正常回家了，快到家的时候，一名蒙着黑布的男人将我打晕，在晕过去之前，我看到张冠清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笑得非常得意。再醒过来就被蒙面男人交给那个什么韩良了。我挣扎下看到蒙面男人衣服里面的标识，就是狂战工会的人。”林宪愤怒神色一闪而逝，接着问道：“小莫怎么认识是狂战工会的标识？上次哥哥说得罪了狂战工会之后，我就在网上查了查狂战工会的资料，我绝对不会看错的。”第47章地心隐秘。林默一脸肯定的回答。林宪点了点头，拥着林默坐到沙发上，这才看向齐老，感激道：“此次多谢齐老了。”“不用，举手之劳而已。”齐老摆了摆手，随意道。想到那个黑衣男子，林默的身份怕是真的不同寻常，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想了想，林宪询问道：“齐老，您知道什么势力是以堂主、副堂主称呼的吗？”“哦，你遇到了？”“是的，狂战工会的人把小莫交给的那名黑衣男子，似是觉得胜券在握，便对我没有隐藏。他自称为副堂主，还有从黑衣男子口中得知，此次受潮也有狂战工会的参与。”林宪毫不犹豫将受潮的锅也扣到狂战工会的头上。那个韩良明显不对劲儿，哪有正常人会化为魔兽怪物的？狂战工会能跟这样的人合作，想必自身定不会清白。难怪如此，这样一来，威胁出城，还有10几年都不曾爆发的受潮也就有了解释。齐老喃喃自语，紧接着看向林宪说道：“如此，你已经30级了，加上你的战力，也有资本知道一些华国真正的秘密了。”齐老反问道：“你是不是疑惑，自地心突变都200年了，为何明面上3转职业者，甚至60级以上的职业者都如此稀少？”林宪点了点头，确实如此，职业者的寿命可以说是大大增加，活个300-400年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天赋再差，这么长时间耗也能耗出一大批强者了。齐老先看了他一眼，眼神转向窗外，声音低沉道：魔兽虽然危险，但职业者成长起来之后已经不足为惧，甚至成为了我们职业者成长的养分，成为磨练自身变强的踏板。我们从始至终的真正敌人从来都不是什么魔兽，而是天外魔族。林宪一愣，疑惑道：天外魔族？齐老点了点头，声音沉重：魔兽只是被魔气侵染的野兽罢了，侵染的程度越深，实力便越强。但即便是再强，也有个限度。我们华国天骄不少，便是1人打不过，5人、10人同等级精英小队也足以灭杀。但天外魔族不一样，他们的外表跟我们人类相同，区别在于魔族身上长有魔纹。以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他们是以血统统辖，魔纹越少，血统便越高贵。而最弱的魔族都有相当于我们2转职业者的实力，高阶魔族更是毁天灭地，等级再高的魔兽也受魔族驱使。炮灰！林宪突然出声道。齐老一怔，笑道：炮灰？你这个形容倒也贴切，就是炮灰，是魔族的战争先驱。庆幸的是，每次战争出现的魔族倒是不多，多以魔兽为主，人类才能勉力抵抗。至于为什么不多，我们也不太清楚。齐老摇了摇头，接着严肃道：但每隔50年，魔族都会大量涌现，发起一次总攻，这也是我们人类大量职业者牺牲的重要原因。到那个时候，才是人类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战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林宪疑惑道。不只是老师没提过，连网上连丁点消息都没有。那里被我们称为镇魔战场，是一处庞大的秘境，魔族一旦突破特定的区域，便会直接降临在地心。全球除了已经被灭的小国之外，都在竭力建立起防线，阻止魔族的进一步入侵。而这些让你们知道又有什么用呢？只会引起全民恐慌而已。其实就算我现在不说，等你们到了学院也会知道一些消息。能考上学院的职业者，才有让国家重点培养的价值。齐老面色沉重道。而现在离50年已经很近了，这也是今年高考，国家愿意将希望之塔请出，让诸多低级职业者能够打好基础，以便能有更多力量应对2年后的大劫。话说回来，由于天外魔族的强大，免不了会有人族败类贪生怕死，不想为人族上战场拼杀，便勾连投靠魔族，躲在暗地自称为神教，为魔族收集情报，暗杀天骄等等。齐老冷笑一声道：哼哧一群土鸡瓦狗，臭水沟的老鼠罢了。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副堂主，便是那个组织的。林宪吸收完这些消息，才假意恍然大悟，是因为我得了全国状元，所以才使得他们蝇营狗苟之辈罢了。如果没其他事儿，就去学院报道吧，尽快成长起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齐老告诫道。林宪似是突然想起来似的，惊呼道：那个黑衣男子是神教的副堂主，那狂战工会跟他们……哼，这种败类千刀万剐都不为过。这件事儿你不要管了，我会去军部稽查部门走一趟的。齐老脸色不好看，显然是被狂战工会给气到了，接着道：说到工会，之前血盟的赵天雄联系镇魔学院，说是合作开发你帮他开荒的副本，我让他给你的分成，他给了吗？原来是齐老您，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林宪颇为不好意思地道。齐老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脑袋，语重心长道：你尽快成长起来，便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好了，我也走了，你自己尽早安排好之后就来学院吧。林宪点头，看了林默一眼，继续询问道：好的。对了，齐老，不知道镇魔学院附近有没有高中？我想帮小莫转学。经过这一次，我有点不放心小莫。您知道的，我只剩小莫这个弟弟了，不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哥哥，我不去，我一个人可以的。林默显然不想当哥哥的拖油瓶，立即拒绝。你别说话。齐老瞅了林默一眼，也理解林宪的想法，摇头轻笑道：行了，到时你俩一起过来吧，我给你弟弟安排。我走了，多谢齐老，给您添麻烦了。林宪感激地看向齐老的背影，这真是帮了大忙了，比给他副本1成的利润都让他高兴。毕竟转学对他们这种平民而言，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齐老一走，林宪立即关好门，窗户尖是没办法，已经被他撞坏了。将林默拉回房间，从背包里拿出镂空圆球，只见圆球又散发着紫色的光芒，低声问道：小莫，那个韩亮有跟你说过吗？这个圆球为什么靠近你就会亮？回来之前他试过，不管怎么折腾这个圆球都没有丝毫反应，但一回来，或者说一靠近林默，即便是放在背包里，也散发着紫色光芒。当然，在背包中别人是看不见的。他说，第48章，不想要我这个哥哥了。林默看了林宪一眼，才低头道：他说我不是爸妈的孩子，还说血脉什么的。没等林宪开口，双继续道：我知道我不是爸妈的孩子，我是爸妈在外面捡回来的。哥哥，我……林宪直接打断他的话：我知道。
林默猛地抬起头来，红着眼睛吃惊地看着林宪，似是惊愕林宪为什么会知道一样。听着，林默，你就是我林宪的弟弟，这一点任谁说都不会改变，听到了吗？见他愣愣地点着头，林宪松开他的肩膀，故意道：怎么，有我这个哥哥委屈你了？不想要我这个哥哥了？林默猛地抱住林宪，哽咽道：我一直以为你不知道，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这个秘密，睡觉都怕自己说梦话不小心说出来，就怕哪一天哥哥你知道了，不要我了。感受到脖子被浸湿，林宪才恍然大悟，难怪小莫6年级那会突然心情不对，然后不愿意跟自己一个房睡了，非要自己一个人睡。自己还以为可爱的弟弟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小秘密，跟自己这个哥哥疏远了，为此还伤心了好久。此时听到林默的述说，才知道是自己忽略了。林宪轻抚着他毛茸茸的脑袋，轻声道：你是6年级那会儿才知道的吧？哥哥怎么知道？那天我逃课了，回来的早，偷听到爸妈说话了。虽然爸妈很快就发现我了，我就装作没听到的样子，就怕哥哥也知道了。林默边打嗝边哭道。林宪抬手将他脸上的眼泪擦干净，柔声道：多傻，我怎么可能不要你？不管发生什么，任何时候哥哥都不会不要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傻话了，知道吗？知道了哥哥。乖，去睡吧。林宪见林默此时已经极为乏力了，便让他赶紧休息。退出房间，关上门，林宪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皱眉沉思。也不知道小莫的亲生父母到底是什么身份。那个韩良又说小莫是他们主上要找的人，还有那个圆球，那个圆球估计便是用来寻人的设备，他们的手上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件。那个副堂主又死在了晋北，不行，晋北市不能多待了，明天去协会一趟，然后尽快去镇魔学院所在的省城。他就不信那群臭虫敢在镇魔学院附近蹦跶。至于狂战工会张怀仁，你就好好享受稽查的调查吧。林宪现在没有功夫，也没机会报复张怀仁，只能先放放他，先能躲过稽查再说吧。您好，我找赵文杰赵会长。林宪带着林默一早便来到了职业者协会，他现在可不放心把林默一个人放在家里。协会前台女子抬头，见是2个小年轻，良好的职业道德让他压下疑惑，询问道：您好，您是？请问有预约吗？林宪虽然夺了全国状元，但因为协会总会长刘自秋还有4大院长的原因，网上并未流传出关于他的任何影像，工作人员不认识也是正常的。林宪也没有什么劳资是全国人员，别人必须认识我的心理，解释道：我是有林宪，跟赵会长有过预约的。啊！女子惊呼一声，没想到这个阳光青年竟是那个妖孽的全国状元，见四周没人关注这边，才激动道：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没有认出您来，会长说了，如果您来了，直接去他办公室就好。你稍等一下，我带您去。小红，来替我一下。说着便招呼一旁的工作人员接替他的工作，在小红的惊讶目光中，带着2人走进电梯。那个，能不能请您给我签个名？女子满脸通红的低着头，似是颇为不好意思。林宪一愣，这种事儿还是第一次，接着一笑道：好啊，不过我没带笔。话说你为什么找我签名啊？我有，我叫王文，哥哥是王石，参与了昨天晚上的受潮，回来讲过您的事迹。可惜我只是生活职业，没有办法参与战斗。而且您这么天才，成为镇国级是迟早的事儿，我相信您。女子掏出笔，然后将外套那页展开，一脸崇拜地说道。林宪摸了摸鼻子，不好意思地接过笔，在衣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惊讶道：你哥哥是王石上尉啊？他为人非常正直，他记得那个严肃训斥自己不该出城的上尉。大家都这么说。到了，您自己进去就好，我下去工作了，加油哦。待到地方，王文比了个加油的手势，便轻哼着歌下去了，心情颇好的样子。咚咚咚，进来。哎呦，林宪小子来了，快坐快坐。听说你昨晚大发神威，将城北城东的魔兽杀得片甲不留，可惜我坐守城南没有看到，这位便是林默了吧？赵文杰一脸笑意的将林宪迎了进来，颇为可惜道：是的，正是家弟，您过奖了，此次过来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准备提前去镇魔学院报道了。林宪委婉提醒道。赵文杰一怔，倒是颇为上道，一拍脑门，懊恼道：本想让人给你送过去，却不想你报道那么早，已经准备好了。说完，一个交易邀请丢了过来。林宪恍然，这便是面板的另外功能，以前倒是没用过，选择了同意。只见代表赵文杰的背包框不停地被扔进大量的锻造材料，移了整整5分钟才移完。终于好了。赵文杰一脸的肉疼，林宪利索的全部确认，才羞涩道：多谢会长，多谢协会，林宪不会忘记会长的帮助，以后有什么帮得上，您千万要开口，林宪义不容辞。听到此话，赵会长肉疼的表情一收，哈哈笑道：严重了，严重了，这是你应得的。那就不打扰赵会长办公了，咱们来日方长。
林宪扫了一眼办公桌上厚厚一沓文件，便知趣的告辞。哈哈，好好，来日方长。告别赵文杰后，林宪又带着林默辞别了苏天雄校长以及赵天雄、赵百川父子，再次回到协会的传送大厅。林宪拉着略有些紧张的林默，站在前往江淮省省城的传送阵里，回头看了一眼忙忙碌碌的传送大厅，这一次离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了。第49章，新的开始。镇魔学院，这就是省会了吗？出了传送大厅，看着眼前高楼矗立，一片繁华，林宪喃喃自语。经过不到5秒的传送，兄弟俩便已出现在省会职业者协会传送大厅。要知道地心扩大，光是一个江淮省就已有前世国家1/5大小了，如果没有传送阵这玩意儿，出门那是无法想象的。哥哥，我们这会儿去哪里？林默跟在林宪身后，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流，络绎不绝的人群，迷茫地问道。先去镇魔学院看看齐老怎么安排。过来之前，林宪已经联系了齐老，直接过去就好。两位小哥，走吗？走，去镇魔学院。协会传送大厅外停留了大辆出租车，同前世一样，司机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拉着林默上了车。司机师傅见两人没什么说话的欲望，也不好多嘴，直奔镇魔学院。见林默透过车窗，走马观花地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安抚地拍了拍林默手，道：别担心，有时间我们就回晋北。有哥哥在，我担心什么？回不回去无所谓的，哥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可你这也不像开心的样子啊！林宪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握着林默的手紧了紧。算了，总归能将他安排妥当便是。1个小时后，两人站在镇魔学院门前，仰视着镇魔学院的大门，宽100米，高数10米，石柱上雕满职业者与魔兽的战斗画面，最上方龙飞凤舞的镇魔学院4个大字熠熠生辉，一股凶煞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神俱震，无法呼吸。林宪反应极快地把林默拉入身后，急道：不要看那4个字，我没事的，哥哥，也不知道这4个字是谁写的。林宪见林默果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才放下心来，心里恍然。林默虽然还没有转职，但不知什么原因，属性值一直在涨，如今怕是比那些10几级的普通职业者的属性都要高了。我也不知，走吧，我们进去。透过大门，完全无法见到学院里面是个什么样子，仿佛整个学院被一层薄雾笼罩，看不真切。经过大门时，林宪便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身上一扫而过，林默也是如此。与想象中的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完全不同，一进门便是巨大的学院广场。最引人注意的是，广场正中央一块巨碑矗立，远远看去，只能瞧见上面3个巨大的字：杀杀杀，不自觉的让人战意沸腾。林宪也不例外，应该跟镇魔学院4个字一样，出自一人之手。回过神来的林宪此时才注意到，此时学院内的学生并不多，大都神情严肃，来去匆匆，连看他俩一眼的功夫都没有。整个学院的氛围如同大门一样，充斥着庄严肃穆，根本不像传说中的学院，反倒更像是一处军营。这位就是林宪同学了吧？一道声音突兀地从林宪身侧传来，林宪被吓了一跳，强装淡定地转过身，只见一位身穿淡紫色旗袍的中年女人正微笑地看着他。林宪微微颔首，淡然地问道：是的，不知您是？我是招生办主任秋林，校长嘱咐过，你来后直接带你去见他。秋林说完，便在前面带路，余光小心地观察着林宪。这个以生活职业力压第2名几条街，夺下全国状元的林宪有多神奇，简直开创了地心先例。林宪有些疑惑，校长找他什么事儿？他还得找齐老安排林默转学的事儿呢。不过既然是校长要见他，只能客随主便了。秋林主任带着林宪兄弟俩从左边一路穿过广场，边走边为其介绍教学群楼、办公楼、对战室、食堂、图书馆，还有宿舍楼群，以及最为重要的学院副本大厅。单从外观来看，并无什么出奇，甚至是普通。校长的住所便是在学院最深处，以他们的脚程，花费了整整40分钟才横穿整个学院到达目的地。小3层依旧平平无奇，林宪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学院了。校长，林宪同学已经到了。秋林主任站在门外恭敬道：进来吧。林宪一愣，齐老的声音，齐老也在里面吗？还是说……在秋林的目送中，带着林默走了进去，快速扫了一圈室内环境，表里如一，跟外面一样普通。齐老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见他俩在那发呆，笑眯眯地道：怎么不认识我了？林宪也不见外了，拉着林默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自顾自地倒了2杯水，递给林默一杯，抱怨道：你也没说过您是校长啊，早知道当初就多要些好处了。林宪觉得自己亏大发了，500万就把自己给卖了。晚了。齐老哈哈一笑，继续道：
行了，你这个全国状元，我还能亏待你不成？报完名你就知道了。他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就凭齐老一听到自己出事，立即赶往晋北救他的做法，他来定了。他的心很小，只装得下真正关心他的人。我把小莫安顿好，就去报名。知道你急，已经给林墨安排好了，就在镇魔学院旁边的省一中，开学直接带林墨过去就行了。现在是暑假时间，开学还得1个月。说着，扔过来一张转学证明，紧接着齐老又丢过来一枚白色徽章模样的东西。林宪把转学证明收好，拿起徽章，直接扔了一个探查。军功徽章道具，等级1星，全属性正5%，军功点100点，功能等级不超过徽章拥有者20级，将无法被探查，且能粗略感受不超过自身20级以内职业者大概属性。特权，华国特有军部徽章，最低1星，最高9星，星级在战场上等同指挥权限，在华国任何官方商城享有9折优惠。备注：佩戴即可生效，可通过斩杀魔族、魔兽升星。副本生物无法记录。这是罗峰那小子让我带给你的，这次受潮你的功劳最大，罗峰帮你申请的。军功点别乱用，以后用处大着呢。齐老淡淡说道。军功徽章只有为人族或为华国做出巨大贡献才有机会拥有，相较于它的功能特权，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才是主要的。林宪无所谓的把徽章佩戴在身上，这个探查和防探查的功能不错，这也算是道具，跟飞行道具一样，不需装备栏，直接生效。只听齐老继续道：你的天赋什么职业的技能都能学吗？是的。林宪不明所以点头道。能学技能这种事，傻子都知道，完全不用遮遮掩掩。天赋牛逼没办法，别人就算眼馋也没招啊。不过还是偏向于物理测，魔法测的我没试过。被齐老这么一问，林宪有些跃跃欲试。第50章，不同的世界，同一种学分。林宪才发现自己貌似一直没有尝试过魔法测的技能，但此时一想，不禁一阵头皮发麻。用破天锤扔火球，丢冰锥，大锤一挥，天降火雨。离谱也要讲个基本法吧？齐老点了点头，表示了解。随后继续问道：你的职业能2转吗？不能啊，您不是知道我是铁匠吗？林宪诧异地盯着齐老，齐老老脸一红，没好气道：这不是看你战力这么强，还能学技能吗？还以为和普通生活职业有什么不一样。赚不了的。林宪有些尴尬地收回目光。行了，不用在我这号召了，去报名吧。对了，学院的教师家属院那边还有一套空房子，你带着林墨住过去吧。说完丢了2把钥匙过来，随后不耐烦地挥手赶走兄弟2人。嘿嘿，多谢齐老。齐老手抚胡须，眉头紧皱，喃喃自语道：2转不了，这实力怎么提升？总不会只是前期昙花一现吧？这要怎么培养呢？齐老的苦恼，林宪是体会不到的。此时2人已经赶到报名处，刚刚进门，就听到室内机械声音响起：职业铁匠，辅助系报到处，请前方左拐2楼，镇魔学院欢迎您。声音一响，大厅里为数不多的人都看向了门口，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黑还挺智能，可惜自己不是去辅助系的。只见一位年轻的姑娘迎上来，个头虽然不高，身材比例却很好，此时一笑，眼睛弯成一道月牙，看起来颇为亲和可爱，欢迎道：你们好，学弟，我带你俩上去吧。林宪指了指大厅中央显眼的战斗系报名处，微笑道：谢谢学姐，我们就在那儿报名。姑娘明显一愣，刚刚听错了？报名指导机械扫描错了吗？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便带着林宪走向战斗系报名处，解释道：不好意思，是我听错了，第一次在这边兼职，还不太熟悉，让学弟见笑了。没关系，没关系。林宪也不好解释什么，太麻烦，结果一样就行了。3分钟，利索的办完手续，领到一个学员手环就完事儿了。还好人不多，不用排队。除了中间被发现是一只野生铁匠职业的全国状元，引起一阵惊呼打量外，一切顺利。如果仅仅只是全国状元，可能连震惊都没有吧，毕竟每年一个全国状元，这玩意儿也不稀罕。只是今年的状元有一点点不一样，让他们有点难以想象，史无前例嘛，当然得好好打量一下了。林宪同学，手续已经办完，让玲玲带你去宿舍吧，免得你绕路。另外，学校的奖励，你可以自行通过手环查询。林宪点了点头，对玲玲客气道：那就麻烦学姐了。玲玲便是刚刚引路的小个子姑娘，此时已经回过神来，连连点头羞涩道：不客气，我们走吧。说完便一马当先，不过那通红的脸庞透露出她此时的心情。人都是慕强的，她也不例外，天赋好也就罢了，人还那么帅，哪个少女见了不迷糊？走出几百米，玲玲才反应过来要给人家带路，见2人紧跟在身后，才松了口气，假意轻松道：我们都姓林，好有缘啊。呵呵，是啊。问得尴尬，答得更尴尬，
也不知道宿舍有多远。为了不让尴尬继续的林宪只好转移话题询问道：“玲玲学姐，在学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到林宪的询问，玲玲总算是不那么尬了，这种常识她还是没问题的。大一期间在学院就比较自由了，没有必修课，战斗意识、战斗配合、魔兽认知等等，这些都是选修课。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很有必要上的，特别是魔兽认知课程，4世纪以后的魔兽，探查术的作用明显下降，最多只能得到大概的4维属性，连技能都看不到，或者说看不全，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我还没有打过4世纪以上的魔兽。说到这里，玲玲有些窘迫，这次开学她就大2了，才34级，4世纪的魔兽不是她这个等级能打的。微微停顿后又继续道，然后就是学分，学院平台上的所有装备、技能书、材料、技能传承石等等所有资源都是需要用学分来购买的，所以对于我们职业者来说，学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于获取学分的途径，那就多了，上选修课、做学院任务等等，比如像我在这里兼职也是有学分赚的，虽然很少就是了。玲玲自嘲一笑，颇为无奈，自己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能进镇魔学院，还是近几年各大学院扩招的缘故。林宪一听就知道，这种的学分肯定不多，刚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方式，只听玲玲又道：“当然，对于你这样的天才来说，赚学分就要简单多了。每个年级有排行榜，名次不同，学分不同，1月1更。最快的方式还是破副本记录，以及高难度的学院任务了。”玲玲学姐，有战场任务吗？她比较特殊，对于她来说，提升最快的还是在战场上或者秘籍怪物类副本。玲玲显然是没想到林宪竟然知道前线战场的事儿，此时一想到那死亡率，心里有些胆寒道：“大一没有，但从大2开始便有强制任务，要么退学，要么完成，没有第3条。”玲玲有些忧心忡忡继续道：“很多优秀的学长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今年我也得去了。”这种事儿，林宪不知如何安慰，不同人不同想法。还好此时宿舍已经到了，林宪悄悄松了一口气，客气道：“多谢林学姐了，下次有机会请你吃饭。”目送走玲玲，兄弟打开宿舍看了一下，1楼101，一室一厅一卫。林宪傻眼，这也配不上我这全国状元啊！虽然东西齐全，什么都不需要自己准备，但也掩饰不了寒碜的事实。哎，来都来了，还好齐老想的周到，家属院那边有安排，小莫走了，本就是过来认个门而已。家属院在镇魔学院和省一中中间位置，可以说齐老师非常贴心了，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两人打开房门一看，跟他们在晋北的家布局差不多，但还要大上一些，布置得颇为温馨，厨房连菜都准备的有。瘫在沙发上的林宪舒服的闭上眼睛，感叹道：“怎么比打1天副本都累？是挺累的，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吗，哥哥？”林默同感的点了点头，也瘫在沙发上，歪头询问道：“起码暂时是这样，这里比较安全，院里住的都是学院的老师，那些老鼠还不敢来这里蹦跶。”“哦，哥哥你休息会儿，我去做饭。”则就冲着小莫：“你这贤惠劲儿，不管到哪儿，我说什么也得带着你啊。”林宪懒懒地躺在沙发上，不想动弹，打趣道。林默冷哼一声：“你不饿，我还饿呢，谁让某人的手艺不堪入口呢？”现在一切都已妥当。趁着林默做饭的功夫，林宪刚想眯一会儿，突然想到灭杀兽王豹的技能书和装备一直还未查看，立即坐起身来，掏出技能书，探查。卧槽，神罗天征第51章，晋升青铜级，再次锤炼自身。骑士技能书，击退，发出一声怒吼，以自身为中心，弹开周围5米范围内所有敌人，并造成伤害，攻击力100%。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5000法力值。则学不学呢？怒吼什么的，是不是不太美观啊？林宪抚着下巴，一脸纠结。算了，还是学吧，用不用的以后再说。转换优化，击退，初学，主动，发出一声怒吼，以自身为中心，弹开周围3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技能，并造成伤害，攻击力100%。冷却时间2分钟，消耗100法力值。连接升了2次到精通级。击退，精通，主动，发出一声怒吼，以自身为中心，弹开周围1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技能，并造成伤害，攻击力500%。冷却时间30秒，消耗500法力值。好歹又多了一个自保主动技能，不错不错。林宪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不能改名儿，有点遗憾。紧接着将兽王掉落的2件铂金级装备拿出来一一查看，呸垃圾，随手丢回背包。65级的铂金装备没什么强力的特性，价值一般般，卖还是能卖一点钱的。对了，查查给我这个全国状元讲了些什么？齐老可是说了不会亏待自己的。林宪兴致勃勃开启手环，绑定后跳转到个人信息页面。林宪，学分5.1万，
其他20级传承技能11、30级传承技能11、40级传承技能11。就这，林宪啧啧几声，失望地摇了摇头。如果让其他学生知道，绝对会吆喝着把他绑起来枪毙5分钟。学分的珍贵程度不用多说，就说那个00完成学院的兼职任务也才30学分而已。3块传承技能石起码10万学分起步。要知道，只要是传承技能石，学会之后不用你再费心从初学开始提升，起码都是大成级别起步。中间剩去了入门、精通、小成3个阶段的时间，可想而知。技能等级的提升对战力的加持是巨大的，越到后期，战力都是呈直线上升。接下来还是努力在开学之前晋升职业等级吧。林宪看着背包里赵文杰会长赠送的18吨低阶材料，自言自语道：受潮的时候他疯狂屠杀了那么多的魔兽，等级升到了30级不说，体质和力量属性的增长极为迅速。除了等级从25级提升到30级增加的1400点总4维属性之外，体质增长了大概21050点。仔细算了一下，每击杀1头增长2点体质，怕是杀的有1万多头。力量增加了2310点，也还行。哥哥，中午吃什么？宜人呢？刚不还在吗？林默从房间出来，就只见客厅堆满了乱七八糟的装备，却不见林宪的身影。挠了挠头，只好自己出去买菜。转眼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月，明天他就得开学了。而此时的林宪正在红炉内被蹂躏的欲仙欲死。这次锤炼不仅仅是电弧和天火，连雷霆都来了，天地循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杀了那么多魔兽，今日也轮到他被雷劈了。1个小时后，最后一道雷霆落下。啊！销魂的声音从林宪口中无意识地发出，整个身子都挺了起来，全身被雷霆劈得僵硬，关节似乎都不会打弯了一般。当然，劈硬的也不仅仅只是关节，如同早上升起的并不仅仅只是太阳。嗨嗨，费力地咳嗽了几声，口中喷出一道道黑烟圈，又大又圆。林宪终于不再示意太字出现在客厅地板上了，至于是什么字也不大能认出来。缓缓地朝着洗手间孤勇着，动作虽慢，但熟练得让人心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洗手间，缓过劲儿来的林宪站在镜子面前，赞叹地欣赏着眼前这副让人垂涎的健壮身体，惬意地摸了一把，感叹道：不愧是我。自练完后，林宪便回到沙发上。面板，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30级 12.87%， 职业等级青铜级锻造师 6.91%， HP 1746640 1746640 MP 625,920 625,920，攻击力139275加2008,913%， 70%专精正 80% 破天锤攻击加成，防御力174,664，体质166,347加8317%， 5%徽章加成，力量75443加56582%， 70%专精加成正 5% 徽章加成，敏捷67693加50770%， 70灵巧加成正 5% 徽章加成，精神59611加2981%， 5% 徽章加成。不出意外，天赋等级升到了3级，吸取的体质属性提升为4点。天赋技能生命挽歌也到了3级，无敌状态持续时间增长，复活的冷却时间减少到24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都能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可以说保命能力大大提升。另外所有的技能等级均升到了小成，伤害增加、冷却减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林宪这次升级，几个范围技能全部变成等级1000米、3万米范围，我这怕不是要上天？林宪目瞪口呆，别管伤害多少，就冲这个范围，自己已经不当人了。而且伤害也有巨大的突破，4维属性各增加了5万点，共20万点，4维总属性将近47万，攻击力突破30万。拿伤害最高的雷霆万钧和无畏俯冲来说，不算防御，一击能达到400万加的伤害，这不无敌。二转？什么二转？不存在的。我这个面板加上技能伤害，烽火公会的沈姓会长怕是要被我吊打了。林宪嘿嘿一笑道，就算自己35万的攻击力无法破防，靠伤攻，雷霆万钧也有250万加的伤害，磨也磨死他。对他来说，盾战活靶子而已。什么吊打？林默一回家就听到林宪在那自言自语。林宪立即整理好表情，哥哥的威严还是维护的，转移话题道：省一中规定必须住校的是吧？是啊，只能周末回家了。林默郁闷地道，他和哥哥还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呢。林宪接过他手中的菜，安慰道：
你哥我明天也得开学了，忙起来估计也顾不上回来。你住校也正好，周末我们都回来住就是了。要是我跟哥哥一起转职的就好了。哈哈，别着急，1年很快就过去了。趁着林默做饭的功夫，林宪将破天锤扔进红炉。武器：破天锤。晋级条件：自身晋升青铜级。晋级材料：玄雷晶石5。这又是个什么材料？二话不说，翻出手机问万堵。曹日耀月灵的副本都有，就我镇魔学院没有是吧？对，交易平台上看一下。果然有，但这也不够啊。林宪无语地瘫在沙发上，他不理解，这也太狗血了吧。玄雷晶石不就是珍贵了些，能够打造雷系特性装备吗？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不行，明儿报完名得去找齐老帮忙，我还就不信了。第52章二转职业者的属性真相。第二天一早，将林默送往省一中后，林宪来到镇魔学院。这就是镇魔学院？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妈呀，现在再去星辰学院还来得及吗？网上镇魔学院的学长学姐们可不是这么说的。擦，骗子，大骗子！此时的学院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林宪听着耳边传来的各种叫骂声，心里暗笑，绝大多数人跟他的反应一毛一样。还好报道的早，不用跟他们挤了，不再关注这些新来的小可爱，直接前往齐老的住处。齐老，齐老，我来了。林宪敲了敲门，不等回答，直接推门而入。齐老正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抬头瞪了他一眼，气道：让你提前报到是让你刷副本提升实力的，结果你1个月都不见人影。哎呀，你看看，我都晋升青铜级锻道师了。说着便来到齐老身后，殷勤给齐老捏着肩膀。齐老放下手中的笔，靠在椅子上舒服地眯起眼睛，呵斥道：不务正业，既然你的天赋是在战斗方面，职业册就先放放。嗨，齐老，你有所不知，职业册的晋升对我的实力提升很有帮助。这次晋北协会的赵文杰会长给了我120吨低阶材料，不然我还晋升不了这么快。林宪微微对齐老透露了些许天赋的情况，他对齐老的信任仅在林默之下。齐老一怔，睁开眼睛，扭头看向他，下巴轻点，坐下说：难怪你的生命值和攻击如此之高，想来现在2转以下强者对你是没有什么威胁了。嗨嗨，林宪咳嗽一声，傲娇道：2转的也打不过我，那什么神教的副堂主不就是2转的职业者吗？不照样被我灭了？如果2转真如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我们凭什么能够阻挡魔族？齐老白了他一眼，继续道：所以说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再者被魔气浸染后就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这才被你侥幸控到死而已。听齐老如此说，林宪颇为疑惑，我觉得2转职业者属性好像也不是很高的样子，比魔兽 BOSS 还差点呢。你才见过几个2转的职业者就敢如此妄言？2转、3转，每一次转职都是对职业的升华，准备的越充分，天赋越高，在转后的提升便越大，少说属性翻10倍，多则上百倍的也不是没有。齐老没好气的继续道：加上2转之后，大多数人都能弄一身铂金装，你算算。林宪心算一下，2转之前也就是升到45级，光是自身便有10415点属性。按齐老说的最次的职业者来算，翻10倍也就是10万出头，加上类似于专精、灵巧这类的属性加成技能，15万有的吧。45级以上的铂金装备属性他是见过的，最少都是几万的属性加成，实践下来，林宪愣住了，这还没算人家有什么机遇，比如说希望之塔、秘境之河之类的，再运气好一点，来上几件史诗级、传说级装备，神级神级就算了。林宪这下彻底绷不住了，瘫在椅子上，生无可恋道：齐老你就说吧，2转职业都算上加成，4维最低多少起步吧？齐老看着他这副吃瘪的模样，笑眯眯地道：也不是很多，4维属性40-50万怕是有的吧，这已经算是下限了，这上限嘛，在这个基础上翻上几番10几番的，很合理吧？林宪还不死心，继续追问道：2转之后每次升级，属性点还按原本规律来的吗？2转的这些东西，在高中时期老师是不会讲的，毕竟离他们还远。齐老微微一笑，漫不经心道：也就翻10倍而已，不算多。都翻10倍了还不多？林宪彻底无语了。44级升45级才增长450点属性，45级2转完成后再升级属性点时，岂不是升46级增长4600点，升47增长4700？齐老摇头失笑，但是你要知道2转之后升级就会变得缓慢无比，到那个时候再想升级仅仅靠副本那是不够的，具体的等你到了那个等级也就知道了。见他还在愣神，继续语重心长地道：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2转以上的职业者，特别是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无法2转的情况下，好好的利用自己的天赋增长实力吧。
不然你的同龄人很快就能赶上你，甚至是超越。齐老的一番话彻底让陷入自我膨胀的林宪清醒了下来。他最大的短板就是他只有一把武器，其他装备都无法穿戴。等级越高的装备属性加成就越大，9件高级装备的差距不是他一时半会能够弥补得起来的。不过林宪也不会妄自菲薄，自己虽然无法转职，但只一个天赋便可抹平这些差距。光是职业晋升的锤炼、晋升青铜都能增加20万点属性，那么以后的白银、黄金、铂金，他们要怎么比？根据齐老的说法，林宪给自己做了定位。就目前而言，45级以下的职业者他还是随意锤的。至于45级2转之后，50级之前普通职业者，如果没有什么逃跑技能或者免控技能，他应该也能莽。该说不说，要提升面板实力，还是得靠职业晋升。林宪深思片刻，做下决定，以后重点还是要放在刷职业熟练度上。他需要大量的材料，晋升青铜用了近20吨，晋升白银只怕最少也得30-40吨，晋升黄金就需要的更多了。锻造材料也是个问题，得想办法赚材料了。还有体质属性尽快提升起来，这关系到自身的生命值和防御属性。林宪小子，你今儿是干嘛来的？齐老见他沉思了好半天了也不说话，询问道。啊！林宪回过神来，连忙绕到齐老身后，继续捏起了肩膀，谄媚道：嗨，看您说的，没事儿，我还不能来看看您吗？说着用手比了一点点指尖，接着道：就一丢丢小事儿，说来听听，左边重一点，摁舒服。齐老享受的眯起眼睛，指挥着林宪：我这不是要升级武器吗？还差几颗玄雷晶石，您看。第53章，李武通、谢子轩。诧异的斜了林宪一眼，齐老也不问他为什么会用到这个材料，慢悠悠道：我记得这个材料只有日曜和月灵才有的吧？不等林宪回答，表情一顿，接着道：这也好办，我给几天龙打声招呼就是了。瞧你这么着急，开学典礼一过你就去吧。日曜学院院长，就是他。将林宪打发走后，拿起一旁冷掉的茶喝了一口。齐老拿起电话：齐老，您怎么有功夫给我打电话？别废话，林宪这小子这几天要去你们学院打个材料，你想办法好好打击打击他。几天龙一愣，不明所以，打趣道：这是怎么了？您老要是不要，我们日曜可就留下了呀。刚好第2名都追着林宪去了你们镇魔了。你在想屁吃？感觉这小子最近有点膨胀，你让他清醒清醒。那您怎么不自己来？几天龙无语道。齐老从茶杯往桌子上一放，理直气壮地道：我这不是下不去手吗？啰里吧嗦。几天龙怔怔地听着电话传来的忙音，哑口无言。这个理由很好，很强大。接着摇头失笑，这老头怎么年龄越大越心软了？林宪回到宿舍时，此区域已是热闹一片。搞定了玄雷晶石的事儿，他的心情暂且放松了下来。你就是林宪吧？林宪转过身去，只见一名身着青色法袍的男子正紧紧地盯着他，一头显眼的长发如墨，剑眉星目，体型修长，看向他的眼睛深邃明亮，眉宇间透露出一种刚毅之感。卧槽，长这么帅，还留一头长发，闷骚。林宪心里鄙视，有些手痒，面上笑意盈盈道：是的，你是帝都李武通，什么时候切磋一下？李武通直接开口邀请道。说罢隐蔽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宪，心里暗自满意，颜值完胜，先下一局。好说好说，你怎么没去日曜？林宪颇为好奇地道。高考第2名他还是知道的，本就是帝都人，按理说不应该去日曜学院的吗？排名比镇魔学院高不说，还离家近。李武通淡淡一笑，幸灾乐祸道：不只是我，魔都那个疯女人也来了哦。话刚说完，便感觉到背后一股杀气袭来，让他背心发凉。僵硬的回头一看，只见一身黑袍的冷艳女子正站在他的身后，冷唇微动。你说谁是疯女人？李武通尴尬笑了笑，连忙解释道：谢子轩，你别误会，我没说你哈，我说的是谁来着？李武通一时半会想不出什么借口，求救的望向林宪，不停的使眼色。林宪无语，就这，不得不硬着头皮招招呼道：你就是谢子轩吧？幸会幸会，欢迎来到江淮省。谢子轩冷冷地看了李武通一眼，目光转向林宪，清冷地开口道：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进步的速度，别被我超越了。他心里也明白，26层和40层完全没有可比性，他可不会找虐。随后转头又看向李武通，狠狠地瞪了一眼道：你也一样，不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疯女人。最后3个字一字一顿，说得咬牙切齿。说罢便不再理会两人，在两人呆愣的注视下款款走进3号宿舍。砰！房门关闭，两人继续大眼瞪小眼。林宪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扬了扬手中的钥匙，尴尬地笑道：你忙？
好的，有空一起刷副本啊。李武通似乎才回神，僵硬的邀请道：“下次一定，下次一定。”砰！林宪进入了001号宿舍，走道上只剩李武通懊恼不已，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李武通啊，李武通，你在捣什么？说好的找靠谱队友，组队上战场呢，什么鬼啊？使劲的晃了晃脑袋，算了，以后机会多的是，慢慢来。砰！进入了002号宿舍，开学典礼不应该在礼堂吗？怎么会在广场上？搞不懂，对阵魔好幻灭啊！你都不知道那个宿舍还没我高中宿舍好呢。昨天报道完没在学院里逛吗？跟个军营似的。唉，早知道就去星辰学院了，还能近一些。算了，来都来了。林宪赶到广场的时候，已经人满为患，三三两两扎堆吐槽着学院的环境、住宿等等。林宪兄弟，这边。转头一看，李武通正和谢子轩站在一起，朝着自己挥手。林宪，就是那个全国状元，通关40层的那个铁匠。卧槽，要不是知道那是希望之塔，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作弊了。他笑了，果然好帅啊，牙怎么那么白，好想我就是冲他来的。林宪再次无语，他本不是什么喜欢高调的人，李武通这一喊，周围的人瞬间就对号入座了。网上虽然没有他的影像，但名字大家都是知道的。林宪快步走了过去，对谢子轩打了声招呼，没好气地道：“别喊了，老远就能看到你。”全院3000号新生，除女生外，也只有李武通一人留着满头长发，特别是今天一身月白色法袍，长发高高扎起，额前故意留下2缕，随风飘荡。这一身古风装扮，可谓是要多骚包就有多骚包，那就是今年前3了吧？没想到全来镇魔学院了，好养眼啊！我可以。一变态，你离我远点。你还别说，冷艳、俊美、阳光，风格各不相同。有本事你当面说。哼，那有什么？我还真就不敢。笑个屁啊！你敢？以他们3人的属性，周曹自认为很小的声音，犹如在3人耳边说话一般，听得清清楚楚。林宪和谢子轩不动声色地悄悄后退，离李武通远一些。你俩退什么退？站在我这个大帅逼身边自卑了吗？李武通手指挑了挑故意留下的发鬓，满不在意道。林宪呵呵一笑，懒得搭理他。正在这时，空中一名中年男子突兀的出现，一身黑色战斗服紧贴身躯，如同磁场一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强烈的霸气散发，一股尸山血海般的气息压迫而来，整个广场顿时安静如鸡，强大的让人心颤，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敬畏之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战斗院系负责人燕星南，2转74级战斗职业者。此次开学典礼由我主持，没有我的同意，所有人禁止发生任何声音，如有违背，逐出学院。相信我，被镇魔学院逐出的学员，没有其他学院敢收。可能是气场太过于强大，新生们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霸道的男人。很好，我宣布，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54章，开学典礼，沙子石碑。话音刚落，广场中央的沙子石碑发出一道璀璨的红光，直冲天际，后又宛如瀑布，直落而下，将整个广场笼罩。杀！为了人族，一眼望不到头的魔兽汹涌袭来，如雷震，如擂鼓，疾风骤雨地践踏着一切生机。无数的士兵战士披着厚重的铠甲，前赴后继地冲进魔兽洪流，犹如螳臂当车般被魔兽轻易碾碎，掀起了一层层血肉。爆裂的火焰，浸人的冰雪，刮骨的飓风，疯狂肆虐。军鼓声、呐喊声交织整片战场，没有恐惧，没有绝望，他们奋力地挥舞着沉重的武器，像猛兽般英勇向前。远程职业者榨干最后一点法力，挥舞着法杖、长弓，以单薄的血肉之躯阻挡着无穷无尽的魔兽。傻吗？大抵是傻的。为了人族，为了身后的亿万万，他们情愿做个傻子。整个世界在这场差距悬殊的战争中变得支离破碎，直到一位老者划破长空，冲入了魔兽后方，刺眼的白光似缓慢又急速地覆盖了大半个战场。这一刻，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了声音，没有了敌人，微风吹动，似是岁月静好。战士们默默地拼凑着怎么也无法拼凑起来的身体，在血肉残肢里无助地四下寻找着，那眼神再也不似战斗时的坚定，竟显得有些迷茫了。这一天，世界是红色的。当沙子石碑的光芒不再绽放，所有人从场景中脱离。林宪垂下眼帘，泪水无声的滑落，一种无法言喻的暴虐气息盘旋在胸口，堵得他有些无法呼吸。默默地看着石碑上沙子，他清楚地知道，快乐练级的日子离自己远去了，又多了一条变强的理由。燕星南望着下方义愤填膺又或者泪流满面的孩子们，心头宽慰不少，连声音也柔和了许多。刚才你们看到的不是幻术，更不是假的。地心突变，那时我们职业者的道路
还未走多远，但魔兽大军压境，怎么办呢？任由魔兽屠杀吗？燕星南一顿，声音坚定肃杀道：“当然不能。那时镇魔学院才建立不久，在院长镇魔战神区景天大人的带领下，草创了如今的镇魔军团。而刚刚你们看到的影像，便是我们镇魔军团在前线战场上的真实影像。最后冲向魔兽后方，牺牲自己结束整场战争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镇魔战神区景天大人。也正是大人的牺牲，才有了我们华国的今天，才有了能让你们安稳生活的后方。”所有新生听完，感伤之余，不禁与有容焉，未能进入镇魔学院而骄傲。林宪也不例外，自出生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与正常地心人、华国人并无不同。只听得燕星南继续道：“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满意镇魔的环境，觉得同军营一样。在这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你们想的没有错，镇魔的死亡率一直是所有学院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会培养能上战场的职业者，培养的是镇魔军团的精英，顶级战力。你们面对的不是谈情说爱下副本的悠闲学院生活，而是数之不尽、杀之不竭的魔兽。”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林宪转头看向李武通和谢子轩两人，两人丝毫不见惊讶之色，显然是知道镇魔学院的情况的。林宪也不意外，网友们神通广大，在他们夺得第2、第3的时候，早就将他们的背景扒拉了出来。一个帝都李家的继承人，一个魔都顶级公会龙珠会长的千金，知道些内幕才是正常的。有不想上战场的，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放心，退出不是逐出，并不影响你们再入其他学院，我允许你们退出。现在给你们10秒钟时间考虑。虽然惶恐，但石碑里的那一幕幕还在脑海不断闪动，无数浴血奋战的先辈们筑起的生命防线还需要他们去坚守。这个时候他们怎么会退？怎么能退呢？燕星南双目似电，扫视着下方的所有新生，良久过后，见没有新生出生或是后退，心里欣慰不少。地心乃至华国需要的便是一辈又一辈的热血，一辈又一辈的努力，才能有希望将魔族驱逐，直至灭杀。感受到新生们那种激情热血，恨不能立即血战沙场的心情，燕星南微微一笑道：“很好，你们的决心我能感受到，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便是在大一这短短1年的时间里，让自己强大起来，尽最大的努力去变强。听明白了吗？”“明白。”热血少年少女们的怒吼响彻整个广场。燕星南满意的点了点头，霸气道：“好，从今日起，你们就是我镇魔学院的学生。学院虽不允许你们在战场上后退半步，但行走在外，只要你行得端，坐得正，任何对你们出手之人都将视为是对镇魔的挑衅。学院乃至整个镇魔军团都是你们坚实的后盾。”一听此话，所有新生们激动得全身颤抖，此时此刻只想大吼一句：“镇魔牛逼！”入学的第1个月，新生榜便按照高考成绩来定，学分在你们报完名之后就已经发放完毕。从第2个月开始便会重新考核。行了，开学典礼就到这里，该升级升级，该刷本刷本去吧。燕星南淡淡一笑，身形一闪便已消失不见。林宪，组队一起刷副本啊！都说镇魔的副本难，我倒要看看难在哪里。李武通难掩战意，招呼林宪道。谢子轩的目光也是投了过来，虽未说话，但意思很明显，他不止想要见识一下镇魔的副本，更想看的是林宪的实力。林宪一眼就看出两人的目的，不过也无所谓，这俩现在的实力对他来说还嫩了点儿。不过现在还不行，他得去一趟日曜学院，把玄雷晶石弄到手，再谈其他。于是拒绝道：“我还有事要去一趟日曜，等我回来再说吧。”“那行，我俩就先去了。”李武通看了谢子轩一眼，见他点头，便一同离开。都是成年人，林宪既然没说，他也不会不知趣的追问到底，反正都在一个学院，总归有机会的。我也该动身去日曜了。此时的林宪还不知道，几天龙院长正愁眉不展地为他准备着刁难剧本。第55章，日曜学院欺负小朋友做什么？学院大门没我镇魔学院的大气。站在日曜学院门口，林宪淡淡的评价完，走了过去。门卫接待处：“你好，镇魔学院林宪，替我们院长给季院长送点东西。”“好的，我联系一下。您坐一会儿，稍等片刻。”工作人员态度倒是不错，林宪悉听尊便，坐到一旁静静等待。这个角度也能看到日曜学院的一角。如果说镇魔学院完全不像学院，更像是军营，那日曜学院也完全不像是学院，倒更像是景区公园。古树参天，绿树成荫，亭台阁楼，蜿蜒小径。更夸张的是，林宪还隐隐看到远处还有瀑布。这是学院？这还有心思学习吗？还有心思变强吗？不务正业，花里胡哨。林宪暗自嘀咕，他才不会承认，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时，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环顾四周，最终目光定格在林宪身上。“林宪学弟吧？”
你好，我是季院长的徒弟周胜，今年大4，院长暂时不在，我先带你参观学院吧。学长好，那就麻烦学长了，乐意之极。没办法，院长不在，他就是想见也见不着，再日要逛逛也好。林宪感受了一下，徽章没有丝毫动静，这也说明这个周胜学长等级超过50级了。与镇魔学院的学长们不同，在日耀学院内的学生似乎没有提升实力的紧迫感，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有说有笑，不时的比划几下。一路过来，每个学生见到周胜都会停下脚步打招呼，看得出来周胜学长在日耀威望不小。看到身边的林宪，也是好奇的多打量几眼，并未冒昧打探。林宪学弟觉得我日耀学院如何？周胜虽是一脸温和，但还是难掩眼中骄傲之色。林宪也不在意，如果这是自己学院，自己也会为有这样的学院为荣，但笑道：风景优美，俊男靓女，倒是挺养眼的。哈哈，学弟倒是性情中人，比起镇魔学院如何？周胜微微一笑，继续追问道：镇魔学院他是去过的，与他们日耀学院的环境根本没法比，所以才有此问。当然也是院长的吩咐，他就算是自傲，也做不出这种自卖自夸的事儿的，院长就不一定了。这届的全国状元算是近些年含金量最高的了，以院长的想法，如果能吸引住林宪，就再好不过了，就算留不下来，恶心齐老也好。这就很难评，干这种事他也很难为情的好不好？环境比镇魔好是事实，林宪倒是也不否认，但也干不出来说自己学院不如人的事儿。于是淡淡一笑道：日耀的环境和氛围都是顶级的，不像我们镇魔，学长学姐们整天不是去杀魔兽，就是在去杀魔兽的路上，太好强了些，这不好。林宪假意抱怨吐槽道：虽然为了保护亿万万百姓的安稳后方，每年都要上战场浴血拼杀，但还是要有生活的嘛，如果前线光靠我们镇魔学院，那离崩塌也不远了。说罢也不再开口，微笑地看着周胜。周胜有些尴尬，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们日耀每年虽有战场任务，但并不强制，全靠奖励吸引对自身实力有信心的学员，再多就是一些神教的剿灭任务而已。这要怎么说呢？教育理念不同罢了。不过这几年战场任务也多了起来，奖励更是之前的2倍，还是吸引了很多学员前去的。眼看到了这个地方，周胜眼睛一亮，岔开话题道：学弟，这就是我们学院的对战大厅了，有没有兴趣进去看看？哦，对战大厅是真实对战吗？林宪倒是挺感兴趣，镇魔学院貌似也有对战室，但他还没有进去看过。周胜微微松了口气，边带着林宪往里走边解释道：类似于秘境，血量降到10%会自动锁血，并不会出现伤亡，被弹出后也会瞬间恢复，所以对战室的消耗比较大，学分昂贵，只有大2以上的学员才会在里面切磋。林宪明白的点了点头，大1的学生自己的学分都不够用，这种地方他们根本消耗不起。张学长这次要雄起了呀，输了3次了都。我感觉玄，看着吧，一旦被唐女神近身，一套就能把他带走。一个法帅跑来挑战刺客，怎么想的？你知道什么？多熟悉，以后出去才不会轻易被阴。对战大厅里颇为嘈杂，大1虽然玩不起，但观战还是能的，也算是多长点对战经验。林宪2人进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这么个场景，前方2块巨型屏幕上，2个视角各占1块，法师与刺客的对战，旁边还有简单的人物介绍。林宪微微一叹，同样是大2，镇魔学院的玲学姐也才34级，果然还是有差距啊，也不知道镇魔的副本到底有多难。唐元霜，等级42级，职业暗影使徒 vs 张彤，等级42级，职业炎火法师。而此时唐元霜只有不到30%的生命值，张彤倒是还剩70%，光从血量上来看，似乎是张彤占据上风，其实不然。唐元霜已经隐身，张彤紧张的立即一招火海技能，瞬间覆盖了方圆80米，静静的等着火海技能消失，然后迅速靠近。张彤耳朵微动，心底一喜，抗拒火环。林宪微微一叹，张彤完了，原来是唐元霜虚晃一枪，足有10米范围的抗拒火环打了个寂寞。瞬击晕眩3秒，别看他还有70%的生命值，但对刺客来说，这种小脆皮法师一套从容带走。张彤垂头丧气地出现在对战室，气哼哼地道：唐元霜，下次必定胜你。梦里什么都有。唐元霜淡淡一笑，言简意赅道。周胜看向林宪，微笑道：学弟有没有兴趣进去玩玩？我请，可还是算了吧，我就不浪费学长的学分了。林宪立即拒绝道：不是他吹牛逼，这些没有2转的小家伙，肉盾的血量有50万没有，最多算他们100万，随便一个技能都秒了，有什么好打的？何况他们还都是脆皮，欺负小朋友做什么？不是他俩肯定打不过你。2转的职业者有没有兴趣试试？第56章，
我还没动手，你就烫下了。周胜蛊惑道。他是进过希望之塔的，林宪能打到40层，就算是40层没过，那实力也不是唐元霜和张彤两人能比的。林宪惊异地看向一脸微笑的周胜，这家伙故意的吧？说话这么大声，怕别人听不到吗？果不其然，周学长，你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啊。是啊，打不过唐元霜也就罢了，这小子一看就是新生，我还能打不过？唐元霜和张彤显然是听见了周胜的惊人言论，不高兴道。见两人如此上道，周胜满意的点了点头，院长吩咐的任务可不能办砸了。于是继续拱火道：你俩别闹，林宪可是今年的全国状元，希望之塔打到40层，你俩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学院状元还少吗？哪一年不来几个状元，不照样被蹂躏？哼，就是谁还不是个状元了？省状元也是状元，是骡子是马拉，比比就知道了。俩人很是不服气，他们并未进入过希望之塔，完全不知道40层是个什么概念。状元怎么了？4大里可不缺状元。林宪被周胜的一通操作秀得头皮发麻，目瞪口呆。不过他也不是好胜心泛滥的小年轻，更不吃这激将法，连连摆手道：是，学长学姐都很优秀，在下甘拜下风。俩人见他如此识相，满意的点了点头，朝周胜看去，只见周胜不停地使着眼色。唐元霜一愣，立即反应过来，这是让他打吧？杀镇魔学院的威风，展现我日耀的实力，是吧？既然如此，身为日耀学院的一员，我义不容辞。林宪学弟优不优秀的，嘴上说了不算，我们比划比划。唐元霜妩媚一笑，拽着林宪就要往里走。张彤也反应了过来，在后面拥簇着往里走，嘴里边念叨着来都来了。围观了半天的吃瓜群众们也兴奋了起来，议论纷纷，有好戏看喽，也不知道林宪能不能打得过。那还用说，唐学姐都42级了，林宪高考时才19级，现在能有25级就不错了，有点胜之不武啊。人家能打到40层，你以为是白给的？唐元霜此时自信满满，他还就不相信自己一个大二会打不过一个新生。周学长，快点啊，过来缴费，自己都出力了，总不能让他垫学分吧？周胜耸耸肩，跟了上去，付费成功，并为小唐默哀3秒钟，心情又好了起来。虽然知道唐元霜打不过，但没办法，谁让约定好的人选还没来呢？先让林宪参与进去才是正经。林宪见学分都已经支付成功，没有办法，赶鸭子上架，那就上吧。反正他对对战式也挺好奇的，玩也无所谓。行吧。唐元霜选的是随机地图，一进去便是沙漠地形，两人相隔1000米，遥遥对望，倒计时10秒钟。而对战士外两人的信息也显露了出来。唐元霜等级42级，职业暗影使徒 vs 林宪等级30级，职业铁匠。他升级好快，这才多久就升了11级，这升级越来越难了。高考到现在我才升了5级，难道重点不是他的职业吗？这次可算是能看看他这个铁匠是怎么战斗的了。就是从高考好奇到现在，今天终于能见到了。唐元霜一见林宪已经30级了，心里倒是舒服了些，大不了隐身就不用了，不算占他便宜吧。我不用技能，总该不算欺负他了吧？林宪淡淡的想到，没办法呀，刚刚用徽章感受了一下，唐学姐的属性大概在10万出头，他估计自己随便一个技能都能秒了对面这个小娘皮，小脆皮。看着唐元霜径直冲向自己，连隐身都没有开，也不知该说他大意呢，还是有原则。怎么整？他都不带动的，我要直接打吗？第一次打铁匠没经验呀。唐元霜心里碎碎念，有点麻爪。算了，不管了，先攻击一下试试。一个冲刺来到林宪面前，没使用技能，直接一发平 A。叮！对战大厅。卧槽，你看到没有？唐学姐竟然没有破防。别 TM 晃了，看到了，他是盾战吗？盾战也没这么夸张吧？死假的吧？我眼花了吗？裂开了呀我。周胜稍稍有点意外，对唐元霜他还是了解的，平 A 8-9万的伤害还是有的，没想到这都破不了防，这也意味着林宪的生命值也很高，毕竟体质代表的就是防御和生命值。林宪看着在他面前呆住的唐学姐，揶揄道：学姐，你在发呆，我就要攻击了哦。说罢，照出巨大的破天锤，在他面前晃了晃。唐元霜回过神来，既然体质这么高，他也不用留手了。隐身，极度打击，负17457，加781500，加87332。唐元霜身上电弧一闪而逝，化作白光出现在对战大厅。大厅里吃瓜群众们宛如被掐住了喉咙，一片静默。卧槽，我怎么出来了？唐元霜的声音犹如信号一般，点燃了寂静的大厅。怎么回事？对战是出 bug 了？同问加1。
同问加10086。弱弱的说一句，我刚看到唐学姐身上闪过2段伤害，我也看见了，一道7000多，一道伤害390多万。呵呵，假的，绝对是假的。别说其他人了，林宪都有点愣神。我还没动手，你就躺下了？转念一想便明白了，唐学姐这一道技能攻击竟对自己造成近2万的真伤，荆棘被动反伤45%自身所爱伤害，也就是近8000伤害。结果他的运气不好，触发了雷霆万钧被动，自己近35万的攻击力，再无视他60%的防御，至于自己瞬间恢复的血量，就是来自于吸血和荆棘被动技能了，直接满溢了85万生命值。吸血小成被动，任何攻击对目标单位造成伤害时，偷取此次伤害的20%回复自身。荆棘小成被动，受到攻击时，反伤攻击单位45%的所受伤害，100%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的5%，反伤45%所受伤害，这可是被动真伤，完全不受对方防御影响。呵，打我等于打自己。不过他有带真伤的技能，也是林宪没有想到的，运气不错啊。周胜学长，怎么回事？我怎么出来了？唐元双拽着周胜，愣愣地问道。眼看林宪也被对战室退出，疑惑地看向林宪，耸了耸肩。林宪只想说，这真的不怪我。雷霆万钧是被动技能，目前70%的触发概率，他也没有办法。周胜尴尬一笑，这下倒好，除了清楚林宪有个牛逼的反伤技能之外，什么都没使出来，为难的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一道粗犷响亮且非常兴奋的声音传来，一个爆炸头青年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周师兄，找我打架的吗？第57章，你属刺猬的还是属乌龟的？五疯子来了，不会是来找周胜学长打架的吧？嘘，你想死吗？我倒是觉得是来跟林宪打的。真的吗？想想我都燃起来了。正好刚才没看清楚，唐学姐输得不明不白的。周胜招手让爆炸头青年过来，对林宪解释道，这位是我师弟武凡，刚刚2转没多久。继而为武凡介绍道，这位是镇魔学院的林宪学弟，与你切磋的便是这位师弟。不了，周学长，院长现在应该回来了，我们还是过去吧。他也是2转职业者。不像啊。两人同时出声。对于周学长的安排，林宪是拒绝的，自己不想在这耽搁时间了，好好的怎么就成了自己要切磋了？周胜先是瞪了爆炸头武凡一眼，嗨了一声，对林宪明说，院长知道你是为玄雷晶石来的，这个材料只有地狱难度才会掉落，虽为30到40级副本，但没看到你的实力，院长不放心。你要是在里面出了什么意外，这让我们院长怎么向齐院长交代啊？接着又对武凡强硬道，你也不许拒绝，这是师父的命令。林宪有些无语，这个理由还算能说得过去。那个爆炸头他用军功徽章感受了一下，总四维属性大概也就100万左右，按主属性50%-60%来说，攻击应该也是这么些，加上他应该是战士类职业，算上装备生命值加成，应该不会超过1000万，大差不差。稳了，打就打吧，无所谓。林宪，等级30级，职业铁匠 vs 武凡，等级45级，2转，职业嗜血狂战。这次的地图是一个巨大的武斗场，对面这个4维属性，林宪可不会让他靠近，不然说不定会被秒掉。除了伤攻，放开手打。做下决定后，林宪谨慎地盯着武凡的动静。只见武凡冲到100米开外，一道30米宽的剑气波横斩过来，林宪从容地闪向左边，疾风步，武凡瞬间突破100米，来到林宪身边，重斩。原来刚刚一道剑气波仅仅是逼他走而已，没想到看起来莽莽撞撞的，打架还挺阴险。林宪淡淡一笑，滚，击退，负1841166，冲击波从林宪身内瞬时爆发，将武凡轰击出去，近1/5的血量直接蒸发。击退，小成主动发出一声怒吼，以自身为中心，弹开周围200米范围内所有敌人技能，并造成伤害，攻击力800%，冷却时间20秒，消耗800法力值。没有继续追击，他也想看看2转职业者还有什么手段。以这个伤害来看，武凡的防御大概在30万左右，无视掉60%的防御，加上800%的伤害，所以打了180多万的血量。武凡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惊骇，这个伤害是他不曾想到的。他最牛逼的一个技能足足有300%的加成，在对方零防御的情况下才能打出170万而已。怒吼冲锋，武凡怒吼一声，林宪一阵晕眩，还未及时解控，就见武凡身上血光闪烁，速度激增，瞬间从林宪身上一穿而过。负781139，加349328，加87332，加70302，
林宪瞬间清醒，这一击秒掉他45%的血量，触发进城荆棘吸血被动恢复到85%，身上出现了一个近700万的护盾，固定的荆棘反伤也让武凡损失近40万的血量，负351513。卧槽，你属刺猬的还是属乌龟的？武凡想直接丢掉武器，这还怎么打？回血那么快，还反伤，太狗了吧！林宪嘿嘿一笑，被动可真好用，自己以后得再多找找被动技能补充了，比如每秒回血的、闪避的、增伤的。你还打不打？不打就该我了哦！林宪照出破出锤扛在肩上，慢悠悠地问道。武凡冷哼一声，打？怎么不打？你以为嗜血狂战职业是白给的吗？嗜血，全身血气爆发，整个身影都被一层血光笼罩，在林宪的感应中，4维属性直接飙升了50万，总属性达到150万左右。冲锋！飓风斩！武凡顺至林宪身边，挥舞着武器剧烈旋转，一股离心力自身体爆发，宛如龙卷风一般包裹着林宪，大量的伤害从身上飘起。负1123400，负1014368，负991345。唐元双满眼星星地看着屏幕中的武凡，询问道：“卧槽，周胜学长，武凡学长这一个大招下去，林宪怕是撑不住吧？”周胜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道：“不会，你小看林宪了。再说他身上还有护盾。”张彤也是跟唐无双同样的观点，立即反驳道：“不可能，他才30级，就算有护盾又能有多厚？虽然攻击高，但他在武凡学长面前依旧是个脆槽，护盾都没破。”林宪随着飓风旋转，身上有个700万生命值的护盾，他丝毫不慌，静静地感受着这道攻击的伤害。共6段伤害，随着技能的结束，林宪被甩飞到1000米外武斗场边缘，从容地从空中落下，护盾都还未破碎。反而武凡被荆棘技能反伤了近200多万的伤害，雷霆万钧也难得的只触发了2次。算了，不玩了。林宪兴致缺缺的嘀咕一声，大招都放了，再试也试不出来什么了，送他出去吧。突袭瞬间出现在武凡身边，武凡被林宪的瞬移吓了一跳，根本来不及反应。破天锤接连2锤轰下，晕血，负213940，负25678280，负213940，负25678280。2秒后，武凡被白光笼罩，消失在对战室内。林宪不知道的是，他的暗自嘀咕清晰地响彻在对战大厅，所有人面面相觑。他要不要听听他在说什么？30级打2转，他说他在玩人话，太嚣张了！镇魔学院实在是太嚣张了，忍不了了。忍不了的那位，你要出手？出个鬼啊！信不信他一锤下去，他就得跪地求我别死？武凡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猛的，犹如第2个唐元双。周胜无力抚额，这破活是干不下去了，自己都快60级了，总不能让自己上吧？打赢了还好，这一旦打输了，猛猛的打了个冷战，师傅会把他逐出师门的。唐元双已经接受了现实，颇有些幸灾乐祸的走到发呆的武凡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武凡学长，想开点，你才2转，技能还没升华完成，一身装备还没凑齐呢，加油哈！”林宪出来的时候，刚好听到唐元双说的话，微微一愣，这个样子吗？就说呢。不过就算是真正的2转职业者，他也有信心干死。他今儿个可是收了手的，只用了突袭和平 A， 被动是没办法，总不能怪他吧？那个林宪学弟啊，刚师傅通知我，他已经回来了，我们这就过去。周胜连忙上前招呼林宪，这破地方是待不下去了，接下来就看师傅怎么弄，他遭不住了。第58章，仿佛看到了我爸爸。咚咚咚，师傅，林宪学弟到了，进来吧。林宪跟着周胜学长一同进入，快速环顾四周，心里暗自啧了一声，跟这里一比，齐老住的跟贫民窟似的。宽敞明亮的客厅，陈设考究的家具，古典优雅的氛围。阳光透过玻璃迈进客厅，一道身影负手站立于落地窗前，看向窗外。他好会啊！林宪心里不禁感叹，齐老又败一局。话说李武通该进日曜的，同为装逼界小能手，指不定纪院长还能收他为徒。纪院长您好，学生林宪，齐老嘱托学生给您带的物品已经带来了。说罢，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外观颇为普通的玉盒，双手递上。身影终于离开窗户走了过来，林宪这才看清纪院长长什么模样。脸庞英俊，眼眸沉稳，浓密的胡须修剪得干净利落，眼角的少些皱纹反而更显成熟优雅。好一个中年美大叔！3杀！齐老，算了，不提也罢。林宪算是知道周胜学长的行为作风是跟谁学的了。几天龙淡笑着接过玉盒，直接打开，又瞬间关闭，眼角一阵抽搐，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着优雅，
温和道：“林县是吧？你的来意我已知晓，副本就让周胜带你去，我就不留你了。”说罢挥了挥手，也不知道七老让他送的什么，但林县能感觉到季院长似乎有些无语。林县不太愿意走，这学生来拜见，不给点见面礼，说不过去吧。于是弱弱道：“临走时七老一路嘱咐说，季院长一向颇为大方，有东西给我。学生好奇了一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自父母去世后，学生一个人带着弟弟生活颇为不易，但今日一见到季院长，心里顿感亲切，就仿佛看到了我爸爸。停！打住！未等正要抹泪的林宪说完，季院长直接丢了一本书过来。你俩赶紧走！几天龙的优雅是彻底维持不住了，将俩人轰了出去。没看出来这阳阳光光的小伙子还是个不要脸的性子，他怕再让他说下去，这小子要开始认爹了。齐老只是抠一些，也没这么厚的脸皮啊。林宪大体扫了一眼技能书，没想到还真给呢，棒！立即放回背包，在门口喊道：“学生多谢吧，院长，学生下次再来看您。”麻溜滚蛋！几天龙感应到两人离开，无语的把玩着手里的玉盒拨通电话。齐老，这小子在哪学的不要脸的性子？愣是敲了我一本技能书。作为长辈，给本技能书怎么了？这话说的都不像您了，您这么大方，还让那小子送个破空盒子过来。日耀学院副本大厅，30级副本，普通难度，速刷组队4等1，攻击3万加的来。自强队来25到30级治疗。40级大佬带10人困难本了，还差3人，人满开车。有没有大佬带25级大师本，重金求过考核？林宪跟着周胜刚走进副本大厅，看到的便是如此火热的场景。日耀的副本大厅无比宏大，学院控制的上百个副本入口全在此处，人声喧哗，热火朝天。除了在新手副本的时候，这种练级方式是他不曾经历过的。我太强了！林宪微微一叹，这该死的孤独感。林学弟，这个副本就是玄雷兽10人副本了，只有地狱难度才会掉落你要的玄雷晶石。你稍等一下，我帮你发个公告，招几个队友。周胜递给林宪一个石牌，上面只有一个的字样。林宪接过石牌，立即拒绝：“谢谢学长，不过不用了，我自己慢慢打吧，麻烦周胜学长了。”没有再耽搁，直接进入。雷兽要塞限定等级30至40级10人，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大师、地狱。只有地狱难度才会掉玄雷晶石，没什么好选的。入目可见的一个破败的峡谷，没有丝毫绿意。此时只有一头高约10来米的牛类魔兽来回走动着。大地蟒牛精英 BOSS， 等级30级，血量435万435万，力量4万4000，体质4万7500，敏捷2万，精神1万9000，技能气波攻击、蟒牛践踏、蟒牛拍击、蟒牛冲锋。就这种程度，除了暗影魔学那个25级副本，林宪还没刷过30级以上的副本，本以为会有多难呢。其实是他想多了，正常职业者30多级能有2-3万的攻击已经算是精英了。林宪不知道的是，30级以后的副本不同难度，怪物的血量虽然有增幅，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怪物的伤害上。自身生命值不高的话，去挑战高难度副本，那才是真正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很容易被秒。这可不是游戏，死了便真的死了，可没有水泉让你复活。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我可以让你攻击很多次，但我只需要攻击一次。伤攻-20万09597，-3874156，-20万09597，-3874156。2秒后，蟒牛倒地，击杀了大地蟒牛精英 BOSS， 经验加72731，体质属性加4，力量属性加1。可惜什么都没掉。林宪摇了摇头，从容进入下一关卡。35级的精英 BOSS 魔化精灵，血量近600万，至于攻击是多少，林宪表示不清楚，几秒的事儿，谁记这个啊？第3关、第4关，呵呵，这副本只有最终 BOSS 掉的玄雷晶石是吧？林宪无语，难怪周胜学长带他过来的时候，这个副本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呢。说练级吧，就5个 BOSS， 经验也一般。打装备吧，呵呵，呸，狗都不来。林宪直接进入第5关，最终 BOSS。有点类似电影里绿巨人的体型，不过张着一张兽脸，脑袋上红色毛发炸起，有点磕碜。玄雷兽头目级 BOSS， 等级40级，血量1790万1790万，体质15万，力量12万，敏捷14万，精神17万，技能精神冲击、冲撞、暴击、雷落、追踪闪电。没有高考时遇到的那头40级统领级 BOSS 牛逼。林宪一看面板就知道没什么难度，高考时都能打过，
现在更不用说，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开打，商功开启，直接覆盖全场，可惜全场只有1只 BOSS。-20万09,612，-348056。绿胖子马上就发现了林宪这个不速客，迈开大步冲了过来。第59章，材料到手，晋升破天锤。林宪丝毫不慌，-2328589，一个裂地撞击，直接把绿胖子晕眩在原地。-348056，-20万09,612，-348056。晕眩结束，绿胖子也结束了。从始至终，他一个技能都没放出来。击杀了玄雷兽头目级 BOSS， 经验加87911，体质属性加4，力量属性加1，获得了锻造材料玄雷晶石1。林宪无语的将玄雷晶石收回背包。而此时，雷兽要塞副本入口红光大盛，吸引了副本大厅所有人的目光。谁又破纪录了？副本大厅好久没人破纪录了。周胜学长还在等着呢，不会是武凡学长吧？应该不是，是破镜小队吧？鬼扯！破镜小队接了任务，还在战场上呢。林宪刚一出来，就看到副本大厅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给他整不会了。看向一旁惊愕的周胜，疑惑道：“周胜学长，你还没走啊？大家这是怎么了？你通关了？”周胜咽了咽唾沫，愣愣地问道：“是啊，不然怎么出来？”看到林宪一脸理所当然，周胜有些凌乱。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尽量高估林宪的实力了，但还是被他惊到。最重要的是这个速度。周胜朝着入口侧面的副本公告牌指了指，艰难道：“你不要一副轻松的说出让人窒息的话好不好？”林宪绕到侧面，只见上面显示着雷兽要塞第1，林宪单人地狱难度5分51秒；雷兽要塞第2，破镜小队10人地狱难度4小时46分。每个副本都有这玩意儿吗？林宪饶有兴趣的左右打量。周胜无力扶额，懒得搭理他。如果不是这短短时间的相处，他会以为林宪正在装逼。他实在无法想象，一个30级的职业者竟然不知道副本有记录公告牌这件事儿。他是怎么升到30级的？林宪总共也没刷过几次副本，压根就没关注过这玩意儿。哦，第一次见齐老的时候，齐老说过一嘴，但当时也是云里雾里的，被岔开了。老师也没教啊。周胜学长，你不用等我，我一会儿刷完就走了。林宪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跟周胜学长打声招呼，拿着只剩下4次的石牌，继续进入副本。他就是林宪，跟武凡学长对战的时候我在场。怎么样，在武凡学长手中撑了几分钟？我知道，这个逼把武凡学长暴锤了一顿，司才30级都能打2转了。他什么职业？这要牛逼！今年的全国状元啊，你不认识？铁匠。副本大厅里大多数学生也不急着刷副本了，全部围在雷兽要塞副本入口旁边摆龙门阵。就见口中的主角5分钟出来一次，众人惊着也就习惯了，以至于传言越来越离谱。听说了吗？全国状元林宪在对战时直接把2转的武凡学长秒了。我跟你说，镇魔的林宪在我们对战时放下话了，2转的来一个秒一个，还不止呢。听说把周胜学长也给秒了，不然他为什么站在这里候着？把院长，呸，不是，你不要命了？讲这么大声！周胜生无可恋的听着耳边越来越离谱的传言，只想大吼一声：我 TM 还站在这呢，简直离了个大谱。20分钟后，林宪出来，周胜拽着林宪直奔日耀校门。好了，想必林宪学弟已经拿到材料了，那就不送了，替我们院长向齐老问好。林宪完全摸不着头脑，看着满头黑线的周胜学长，弱道：还没跟我爸还没跟季院长告别呢。不用了，师傅已经出门了，吩咐我直接把你送出学院就好。周胜坚定拒绝，他自己想在师傅那里弄本技能书都不容易，再被这学弟敲去几本咋整？又出门了，没想到还挺好动的。那我走了呀，周胜学长，下次再来找你玩啊。告别了脸色不好的周胜学长，林宪直奔协会传送大厅。这次回去要抓紧时间了。林宪总结了一下此行的收获，季院长给的技能书就不说了，跟武凡学长这个2转职业者对战，他也是发现自己很多问题。4维属性相比2转还是太低了，生命值也低，没有装备就没有加成，职业还得晋升，没猜错的话，晋升白银4维属性很可能暴涨200万。天赋体质属性也得需要大量怪物来成长，好在升级之后每次击杀都有4点，如果再晋升到白银，天赋还会升级，找个怪物秘籍的副本还是能很快提升上来的。技能还是太少，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当然目标主要放在真伤被动技能上，面对无法破防的 BOSS， 手段还是少了些。综上思考，林宪排了优先级，晋升破天锤，搞材料提升职业熟练度，刷秘籍怪物副本，空闲时间寻找有用技能。
镇魔学院。林宪告知了一声齐老，便回到了宿舍。破天锤目前虽然才黑铁级，但属性丝毫不比30级的铂金级装备差，特性就更不用说了。他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晋升白银破天锤这次的提升有多大。天赋发动，照出红炉。破天锤和玄雷晶石直接被吸入红炉之中，只有他能看到的红炉轰鸣作响。20分钟后，全新的破天锤漂浮在他的眼前，纹路更明显，散发着淡淡黄色光晕，锁链缠绕锤身，多余的部分缓缓舞动。别的不说，就冲这个颜值提升，这次晋级就值了。然而天赋永远不会辜负他。装备破天锤，可成长，等级30级，品质青铜，攻击加14100，力量加14100，攻击力增加100%、80%。特性1、毁灭，所有攻击无视70%、60%的任何防御，可对一切目标造成该有伤害。2、破线，每次击杀100%，有几率增长1点力量。林宪兴奋地抓起破天锤，猛猛地亲了一口。攻击力直上42万加，无视防御提升到70%。最棒的是破线的提升，100%增长1点力量，完全可以想象，在往上晋升的话，定会如同天赋的体质提升一样。心满意足地把破天锤收回，拿出纪院长送给他的技能书，让我康康。卧槽，这声霸叫的不愧。第60章，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战士技能书，神圣之锤，以强大的神圣之力召唤出巨大的锤子幻影，砸向前方的敌人，对目标单位造成200%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5000法力值。转换过很多次技能的林宪颇有经验，这种技能一看就是大招，一旦转换优化之后，威力绝对不小。林宪欣喜若狂，毕竟谁会觉得自己大招多呢？天赋发动，吸收转换，神圣之锤，入门，主动加，凝聚自身力量，召唤出巨大的锤子幻影，砸向前方的敌人，对目标单位造成1000%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消耗1000法力值。没有犹豫，升级，连升2次变为神圣之锤，小成，主动，凝聚自身力量，召唤出巨大的锤子幻影，砸向前方的敌人，对目标单位造成2000%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2000法力值。厉害了我的锤！虽然还没试过这个召唤出的巨锤有多大，但光凭2000%的伤害加成，一跃成为林宪现有技能伤害之最了。最重要的是，技能的冷却时间够短。林宪兴致勃勃的准备去副本尝试一下，刚走到门口，又回身坐下。不着急，不着急，技能传承石和5万1的学分还没使用呢。5万状元奖励，新生榜第1，每个月才1000学分，虽然不多，但这些东西还是尽快转化为自身实力的为好。使用手环登上学院资源库，让我康康怎么只有这么点儿？林宪首先搜索的是技能传承石，总共也多少页？镇魔不富裕啊！20级、30级的各一颗，得好好挑挑。他但凡知道技能传承石是怎么来的，他也不会嫌弃学院的传承石太少了。只有将技能提升到圆满级别，才能花费巨大的精力制作成传承石。一旦制作成功，自身熟练度便会掉落2级，也就是小成级别。而通过技能传承石学习的技能，只会掉落1个级别，学到手便是大成熟练度，不用再费心从入门级别提升。而普通职业者想要把一个技能从入门提升到大成，最快也得个5-6年光景，更别提升级到圆满等级了。地狱火海、冰霜术、雷电冲击、半月斩击、无限之刃、旋风斩，选择困难症啊！虽然看起来都好像不错的样子，但少有让他眼前一亮的。还是看看被动技能吧。林宪呢喃道，他算是知道被动技能的好处了。对他来说，能破防的怪物他随意虐，但遇到破不了防的怪物，手段还是单薄了些。10分钟后，林宪摸了一把汗，终于挑出了2个被动。弱化圆满，当自身技能攻击对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时，降低敌方目标20%的攻击力，持续3秒。逢春圆满，战斗状态时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1%， 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1.5%。狗命要紧！确认后，稍后便会有学院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送上门来。林宪也不浪费时间，5万1的学分已经在口袋里跳了，不花出去怎么行？随意翻了翻，他还是决定被动优先。至于原因，懂的都懂。卧槽，这么贵的吗？最低6000起步，贵的比技能传承石都贵了。林宪重新排序，选择从高到低。通用技能书，盔甲被动，提升自身30%防御，8万学分。通用技能命只有1条，防御越高越安全，入门级就增加30%，8万还算合理。通用技能书，生存
被动，当自身血量低于 10% 时，瞬间恢复 30% 最大生命值，8万学分。绝地反击，8万学分，没毛病。通用技能书，抗争，被动，当自身血量。林宪发现，越是通用技能书便越贵，供不应求，这么高的价也正常。正常个鬼啊！还好我不挑职业，什么职业的都能学。果然，现实不是游戏，保命技能到哪儿都不缺市场。以林宪来看，还是俗话说得好，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把怪全打死了，还要那么高的防御做什么？浅薄，无知。10分钟后，购买战士技能书，强壮，被动，基础体质属性增加 20%，19000学分。牧师技能书，必有，被动，自身及周边20米范围内队员防御增加 15%，3万学分。这俗话又说了，君子不立于危墙，细思之下还是颇有道理的。增加体质就是增加生命值，增加生命值就是增加伤攻的真伤，强壮等于真伤。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学分还剩2000，想了想，还是先攒着吧。趁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的时间，林宪把晋升青铜级时打造的一堆黑铁级装备全部扔进红炉中分解。至于拿去卖，黑铁级装备狗都不要。上次是没有办法，一个是缺钱，加上正逢高考，白板装备也能卖上价，分解是不可能分解的。原本还寻思着打着免费打造装备的幌子来提升职业熟练度，但仅凭他青铜级锻造师的实力，还是别出去丢人了。噗噗噗，一件件锻造材料被红炉喷吐出来。林宪大概预估了一下，5-6吨还是有的。青铜级 20% 的熟练度估计是有了，差额还不小。任由材料堆在客厅，随手开始锻造。狂战工会还没调查出个什么结果，但他需要证据吗？林宪在心里已经给张怀仁判了死刑。张怀仁不死，他心里这口气都下不去。还有神教那群老鼠。不过60多级的张怀仁，4维属性400-500万怕是有的吧。林宪微微皱眉，张怀仁毕竟身为议会之长，资源充足，靠宝物怕是堆也堆上去了。还是把稳一些，一旦出手就让对方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思来想去，还是得尽快晋升白银，升级也不能耽搁。咚咚咚，该是技能到了。林宪回过神来，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起身开门。关上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装密石的盒子。2块技能传承石散发着微微荧光，压在2本技能书上。也不知道传承石里圆满等级的技能转换优化后是个什么样子，是跟普通职业者一样直接大成等级，还是从入门等级？林宪喃喃自语，接着摇头一笑。猜什么？试试不就知道了。第61章，兽人君主练兵场。林宪将2块技能传承石握在手中。天赋转换优化，弱化，入门，被动加，当自身攻击对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时，降低敌方目标 10% 的攻击力，持续1秒。逢春，入门，被动加，战斗状态时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0.5%， 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1%。 果然，这也太坑了。林宪一见入门等级就知道这技能传承时对他不实用，不过也还好，他的技能等级提升还是很快的。再说了，他一个铁匠能学技能就不错了，还挑什么呀？升级再升级。弱化，小成，被动，当自身攻击对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时，降低敌方目标 25% 的攻击力，持续3秒。逢春，小成，被动，战斗状态时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1.5%， 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3%。 天赋果然没让他失望，仅小成等级就比圆满的效果还要牛逼。弱化技能也从技能伤害优化为自身攻击，也就是说，甭管是技能还是平 A， 只要能造成伤害便能触发。别忘了，只要在范围内，林宪的伤攻技能100%造成伤害，也就是说这个被动也能长住了。还有逢春，战斗状态的话67秒就能回满。还有这2本技能书，林宪拿在手中，学着正常职业，双手一拍，转换，升级，强壮，小成，被动，基础体质属性增加 80%， 必有，小成，被动，自身及周边500米范围内队员防御力增加 50%。 这一波的大提升，生命值突破300万，伤攻的秒伤达到37万。林宪嘿嘿一笑，这可是真伤，他倒要看看谁能抗得住。还必有，被动，500米范围内他内心认定的队友也会得到增幅，这是 buff 常驻了呀。不过以后尽量还是要学分，技能传承石什么的对他来说有点坑，性价比太低。刷副本刷副本，
现在天色还早，咸鱼可不是他的性子，有仇未报，休息也休息得不安心。5分钟后，林宪迷茫地站在镇魔的副本大厅里，这么多副本，他要刷哪一个？比日耀的副本大厅更大，学生倒是没那么多，毕竟学长学姐们大部分都在战场前线，此时刷图的基本都是他们这一届的新生。林宪暗自苦恼，这攻略没做好啊。林学弟，你都报到1个月了，第一次来副本大厅吗？林林一进副本大厅，就看到这个全国状元一脸迷茫地站在副本大厅，就知道他怕是连学院贴吧里的攻略都没看过，不禁调侃道。林宪一乐，瞌睡来了送枕头，林林学姐来得很及时吗？林林学姐没去做任务吗？不过你来的刚好，快帮我介绍介绍这些副本，我等级太低了，还想再升几级，再怎么样也得升到35级，更新一波装备会更安全一些。说吧，你想刷个什么样的副本？林林自嘲一笑，询问道。也对，我想找那种怪物秘籍的，30级可以刷的本。怪物秘籍的，我想想啊。林宪也不是那么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挑一个合适的副本不比自己瞎劲强。对了，要说最秘籍的副本倒是有一个，不过那是个50人的大型副本，你一个人怕是有些难打。这个副本林林自己是跟过团的，对这个副本还算是熟悉，于是继续解释道，这个副本只有2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兽人营地，大概3000个怪左右，第2个关卡就是最终 BOSS 了。对了，我们当时打的是困难级别，30个40级学长学姐们带队，耗费了整整5个多小时才通关，听起来很不错呀。林宪眼睛一亮，经验什么的无所谓，以他3级的天赋，杀一只就是4点体质属性，3000只一次就是12000点，再加上还有破天锤的破线特性，力量属性也不会少。就2个关卡，过起来又快，再合适他不过了。就这个了。林学弟准备去刷这个本吗？经验虽然高，但人不太好组，而且这个本第一关卡比最终 BOSS 还难打，3000头怪物一涌而上。说到这里，林林打了一个冷战，显然那次给他吓得不轻。林宪点了点头，更感兴趣了，怎么办？笑容也愈发灿烂道，我准备去试试，林林学姐不是也要升级吗？要不一起？林林愣愣地盯着林宪的笑脸，下意识地答应道，好啊。林宪笑容一僵，自己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他真敢。罢了，多个人分经验压等级，多刷几次也好，而且林林学姐也帮了他几次，就当还人情了。直接一个组队邀请丢了过去。林林瞬间回神，见林宪已经往他刚刚所说的副本入口走去，才反应过来自己答应了什么，脸色通红，暗自嘀咕，林林啊林林，你真是色胆包天，这都赶上。点了接受邀请，死就死吧，自己好歹还打过一次，也算有点经验的，帮林学弟出出主意也好。林学弟，就我俩刷这个50人副本。见林宪没有丝毫阻人的意思，林林吓得一个机灵，脸色煞白，弱弱的问道，还着重强调50人2个字眼。林宪不假思索，理所当然道，当然了。好吧。林林嘴上说着，心里暗自唾弃自己。林林啊林林，学弟一笑，你就昏了头吗？色字头上9把刀啊，他这么信心满满，不就是简单级别吗？肯定能过的吧。天才肯定比自己更惜命，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没问题的。这波优势在我。林宪可不知道林林学姐脑海的小人打架，直接选择进入兽人君主练兵场，限定等级30到40级，50人，请选择难度，简单、普通、困难、大师、地狱。不用说，直接最高难度。光芒一闪，2人已经出现在副本内部的安全区域。林宪听到身后传来哆哆嗦嗦的声音，转头一看，只见林林脸色死白，全身颤抖。他丝毫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疑惑地询问道，林林学姐，你怎么了？你选的是地狱难度？林林咽了咽口水，艰难道。林宪恍然大悟，好笑道，别怕，你在这别过来，我自己打就行。不是，林学弟，镇魔学院的地狱程度副本跟别的副本不一样，都有30-40年没有人通过了。完了，都怪我，是我没有说清楚。林林急得团团转，带着哭腔继续道，没想到还没上战场就先死在副本了。啊哈！林宪满头黑线，见他还沉浸在自责当中，也懒得解释，直接走出安全区，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吧。对待其他人，他的耐心可不多。第62章神圣之锤的威力，正好他也想试一下自己颇为期待的新技能神圣之锤。呼哈！入目可见的就是大几千的兽人，分成10队，各自训练着。两边还有巨石搭建的瞭望台，各自有一个兽人站在台上。5000怕是有的吧？林宪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个练兵场副本，这里应该是半山腰，
除了眼前这个庞大的平台，四周皆是密林，比狂战工会的那个兽人副本看着高级多了。林宪给予肯定，一道探查朝着离他最近的兽人扔了过去。兽人士兵精英，等级33级，血量160万160万，力量21000，体质26500，敏捷17000，精神1万，技能冲锋、重击、蓄力一击、盾挡。难怪这副本的地狱模式没有队伍能够通过了。按最高40级的职业者来算，全都是日耀唐元霜那个层次的话，攻击力不超过9万，减去兽人的防御，伤害是真的有限。就算是有50个人，通关的可能性也不大。没有二转之前，他们的血量很低，3000只兽人只需一轮冲锋，可能都得去见他们二大爷。试一下神圣之锤技能，林宪期待道。为了保险起见，一直靠近到100米距离才停下脚步。呜呜，瞭望台上的兽人已经发现了他，吹起了号角。神圣之锤，林宪感觉到自己似乎能够控制巨锤幻影的大小，大大再大，直到感受到极限为止。只见他右手握锤指天，破天锤上包裹着放大版的幻影，长约500米，锤面就有100米大小，斜至空兽人头顶上空。林宪满意看着巨锤幻影，朝着一队兽人随意砸下。轰！大地震战，负801万，负801万，杀死了大量兽人士兵，经验加898000，杀死了兽人队长，经验加4407，体质属性加2000点，力量属性加500点 ，LV30 LV31 2.47%，帅啊！林宪兴奋挥动了下左手，800万加的巨额伤害，还是群攻，简直无敌！不再浪费时间，伤攻开启，直径3万米的范围直接覆盖全场，负37万，负481万。而此时，玲玲也被升级光圈惊醒，连忙跑出安全区。只见雷霆牢笼笼罩了所有兽人，杀死了大量兽人士兵，经验加898000，杀死了大量兽人队长，经验加39663，体质属性加18000点，力量属性加4500点，体质属性终于提上来了。我华国终于要出一个灭国级的人物了，哈哈哈！齐老见他点头，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泪水长流。院长，齐老深吸一口气，收拾好心情，缓缓地坐了下来，微笑道：“不用，随他把我镇魔学院、镇魔军团沉寂了太久，也该出一个门面人物了。那些魔族，还有神教那边。”齐老冷哼一声，不在意道：“我镇魔虽不及以前，但底蕴还在，随着小子折腾，总归能护住他的。”兽人君主练兵场，林宪带着包括玲玲在内的49人出现在副本里。他们基本没刷过镇魔的地狱副本，理智上虽然相信林宪，实际上一个个紧张的瞪大眼睛，心慌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林宪大佬，我是辅助，我跟着你们吧。林学弟，我也是辅助，我给你刷个增伤 buff。林宪好笑的看着强装镇定的小伙伴们，安慰道：“别慌，我超快的。”说罢，径直走出安全区域。众人握紧手里武器，神情紧张的跟在他的身后。5000个兽人分成10队，训练的十分火热，气势冲天。妖兽小兵都有160万血，难怪几十年都没人通过。这怎么打？看这个军阵，仇恨应该都是一起的。听说林大佬还是铁匠职业，不知道他怎么打。卧槽，快看！只见一道雷霆牢笼覆盖了5000个兽人。下一秒，队伍击杀了大量的兽人士兵，经验加400000。队伍击杀了大量的兽人队长，经验加881。面板提示音将惊掉下巴的众人惊醒，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那道伟岸的身影。他就是这么刷副本的，对副本有没有一点应有的尊重？地狱，呵呵。玲玲虽然依旧震撼，但看着这群惊掉下巴的土憨憨，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德行。眼看林宪已经前往关卡入口了，连忙轻咳一声，淡定道：“大家别发呆了，快点跟上，别让林宪学弟等久了。”玲玲学姐说的对，快点快点。众人纷纷收回发散的思维，跑步跟上。最终 BOSS 并无什么不同，不到5秒，战斗结束。林宪一行人又出现在了副本大厅。入口处围观的人群还未散去，迷茫地看着林宪一行人出来，又进入其中。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公告排行榜都已经懒得去看了。这怎么评？哎，走了走了，累了，毁灭吧。短短1分钟，人群散去，只剩寥寥无几的几人呆呆地看着副本入口。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不错不错，这种方法赚材料也太快了些。林宪春风满面地检查着背包，一脸感叹。待他们刷了10次，24吨低阶锻造材料到手，明天再刷半天晋升白银的材料就够了。
今天带的那些同学，33级以下的基本都升了1级，33级以上的可能还差一些。他也一样，升到了33级，越往后所需的经验就越多。听说39级升40级需要几千万的经验，不过这也比他们自己刷副本快多了。要不把晋升黄金的材料也赚出来？林宪一脸沉思，这个想法一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似乎也不是不行，不过晋升黄金的话，光凭低阶的锻造材料就不够了，还得搭配着中阶材料才行。干了，林大佬早啊，明天还是只带10把吗？是啊，大佬，明天能不能多带几把呀？我可以多付中阶材料的。你们别不知足了，林宪学弟每天能带你们10轮就不错，别不知足了啊！学弟，这是我明天的材料。你可拉倒吧，大佬不接受预约。刚出副本，一大群人就围了上来，吵吵嚷嚷一片。林宪无奈一笑，双手微微下压，见周围立马安静了下来，才缓缓道：带人的事先暂且停止，后面要带的话我会通知大家的。他已经带了整整10天，每天只早上速带10轮，完成之后便回到宿舍，全力提升职业熟练度。与在暑假的悠闲提升不同，除了周末回家属院陪林墨之外，其余时间一刻都不曾停歇。中间发生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带人的第2天，李武通和张子轩得知消息后也跟了一次，大受刺激之下离开了学院，不知去了哪里。截止到目前，职业熟练度已经提升到了青铜级锻造师 95.77%。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他升到38级之后，经验没有了不说，最重要的是精英兽人士兵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体质和力量属性加成了。击杀能有经验和属性加成的，只剩35级的精英兽人队长和最终 BOSS 了。林宪猜想，这应该是天赋和破天锤、破线特性的隐藏限制，不能低于5级吗？林宪暗自皱眉，算了，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这也是他暂时停止带人的原因了。反正晋升白银的锻造材料已经赚够了，算上第1天，整整11天的时间，就连白银晋升黄金所需的低中阶材料都已经存了近1/3。这些暂且不提，光是体质和力量属性的提升，足以亮瞎别人的眼睛。林宪11天的时间，轮了兽人君主练兵场101次，天赋加成每次造成击杀，体质属性便能增加4点，破天锤的破线特性，力量属性增加1点。也就是说，林宪每刷一遍，体质属性便能增加20016点。抛开升到38级之后的26次无效次数，101次下来，体质共增加了1501444点，力量属性增加了375361点。这个提升不可谓不大。林宪回到宿舍，躺在沙发上，不由得感叹道：体质属性终于提上来了，不容易啊！以前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体质天赋，这次总算是弥补上来了。林宪，立即过来一趟！齐老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里响起。林宪一怔，副本刷迷糊了，还是出现幻觉了？你没听错，过来吧。仿佛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齐老继续道：这是个什么能力？确认不是幻觉，林宪立即赶了过去。齐老，什么事儿这么着急？燕主任您好。见战斗系燕主任也在，林宪赶紧打了声招呼。燕兴南对他点了点头，并未说话，疑惑地看向齐老：坐那儿吧，再等一等。林宪两人神情严肃，只好闭嘴静静等待。第64章神藏秘境。盏茶的功夫，包括李武通和谢子轩在内，陆陆续续进来了5人，其他3人2男1女，也是颇为年轻。林宪估计应该是学长学姐没跑了。齐老点了点头，燕兴南缓缓地开口道：此次叫你们5人前来，是因为神藏秘境时隔35年再一次出现了，这是机遇，也是劫难。见他们5人神情迷茫，解释道：如果说希望之塔是我们华国所有职业者都向往的机缘，那么神藏秘境就是地心所有国家都为之疯狂的大造化之地。我们华国除了后起之秀的萧慕容之外，所有镇国级都曾进过神藏秘境，在里面打下成为镇国级的根基。齐老也是进去过的。说罢看向齐老，齐老转过头来，眸光幽深，良久后才缓缓道：爱你们有所不知，凡是成功从神藏秘境出来的职业者，犹如被下了禁制，对没有进入过此秘境的职业，里面的所见所闻无法透露半点儿。神藏秘境每次出现的地点不定，时间不定，只要出现，对进入人数等级都没有限制。李武通立即举手，疑惑地询问道：既然这个秘境有这么大的造化，又没有等级限制，按理说应该全民皆知才是啊，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齐老摇头道：神藏秘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便是在靠近樱花国东部的太平洋上，由于没有进入人数等级限制，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樱花国几乎举国进入，结果你们应该能够猜到，难道这才是樱花国灭国的真正原因？林宪恍然大悟，史书上100年前樱花国被海魔兽侵入灭国，
只剩寥寥可数的几个三转职业者逃脱，加入了灯塔国。齐老点头道：“是的，那次的秘境行动才是真正原因。以神藏秘境出现的2次结果来看，每个职业者应该只能进入1次。30级以下的职业者进入必死，60级以上职业者进入必有大恐怖。整个地心活着出来的个别60级以上职业者，全都神智消失，只剩一具皮囊，哪怕是3转强者也不例外。”林宪庆幸不已，这发天的富贵不就来了吗？齐老没工夫看他们怎么想，接着道：“那一次我国得知消息太晚，进入的职业者并不多。当时我华国的龙渊前辈55级时进入，从秘境出来后几年时间崛起，这才有了我华国第一个灭国级职业级。”5人被这个消息惊得不轻，转而面色涨红，激动之色难以言表。去，必须去，谁也不能拦我。李武通兴奋的喃喃自语，谢子轩嫌弃的坐远一些，同样满脸期待。林宪虽然激动，出于安全期间细心询问道：“齐老，进入秘境之后能够遇到别的职业者吗？”齐老点了点头，这个还是可以说的。这也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如果你们确定要去的话，不管是遇到别国的，还是我们华国自己的职业者，一定要保持警惕。虽然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什么时候都不乏利益熏心之辈。齐老一脸平静的淡淡道：“叫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是学院最具潜力，天赋也是最好的，去不去也由你们自己决定。神藏秘境并不是进入的越多越好，经统计，凡是同级战力越强，天赋越高的职业者，存活率才最高。加上秘境出现时间不定，这也是国家秘而不宣的原因。樱花国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去。”5人没有犹豫，坚定的点了点头。这么大的机遇摆在面前，说什么都要进去的。齐老微微一叹，继续道：“最后，我只能告诉你们，进入之后不要高估自己，见好就收。”说罢，看向燕星南，微微点头。燕星南接着嘱咐道：“此次神藏秘境出现的地点在我国边境位置，预计明天就会开启。除了你们5人之外，已经确定前去的在外任务的学长学姐们已经在黑省等待了。给你们1个小时时间安排，1个小时后我们出发。”几人立马动身出去了。屋里只剩林宪和齐老2人。林宪沉默许久，在齐老桌上找来纸笔，笔尖怔怔停留在纸上，无从下笔。良久后，随意写了1行字，交给齐老。他不认为以自己的实力会出什么问题。齐老接过纸张看了一眼，折起收好，拉着林宪坐下，从背包拿出一颗花纹复杂的石头，放在林宪手里，轻声道：“虽然你的天赋很好，自然成长也能成长到镇国级甚至灭国级的强者，但前线战场的种种迹象表明，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林宪握紧石头查看。复活石，当携带者死亡时，将在万米范围内随机地点复活，并恢复50%生命值，使用次数2/3次。齐老，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林宪脸色一变，把复活石塞回去。没想到齐老给他的是如此稀世之珍，所有能增加保命能力的东西都弥足珍贵，何况还是这种在整个地心都凤毛麟角的复活石。齐老少见的强硬起来，严肃道：“这希望你去，是因为那里能让你缩短成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让你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是不是让你送死的，秘境里的危险程度不是说说而已，保命的东西永远都不怕多。”林宪只好把复活石收了起来，淡淡想到：还是回来之后再给齐老吧，毕竟他自己还有生命挽歌复活技能，1天1次的复活机会，在晋级白银的话，只怕冷却时间会更短。机缘什么的不敢说，但保命能力他绝对不输任何人。此时他的生命值已经突破2300万，加上各种被动，想死都不容易。齐老见林宪听话的收了起来，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之前狂战工会的事儿已经拿到了确切的证据，可惜那张怀仁提前得知了消息，父子俩直接解散了工会，消失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现在他们就是丧家之犬，有消息直接收拾了就是了。这些都是小事儿，你现在别分心。抬手帮他正了正衣领，对着额头轻轻拍打了一下，笑道：进去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等着你满载而归。林宪乖乖的点了点头。转眼几人陆续赶了回来。既然已经到齐，那我们现在出发。第65章边境，背后插刀者零容忍。燕星南带着林宪5人走出齐老的办公室，往教务处走去，边走边解释道：此次秘境出现的地点在黑省边界，我们先行传送至驻守边境的镇魔11团与他们会合。没多久，在燕星南的带领下，来到了教务办公楼地下的传送厅。几人惊奇地打量着，怎么也没想到学院内部还藏着这么一个地方。从未有过的晕眩感持续了近2分钟才停止。林宪抬眼一看，这是一个比江淮省协会更大的传送大厅，此时厅里除了他们一行人，再无他人。隐隐听到外面传来的军号声，走出传送大厅，几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猛然从一个温暖如春的南方来到滴水成冰的北方，遭不住也是正常的。还好众人皆是职业者，短短几秒后身体便已适应，此时才看向周围的环境。吸引人注意的并不是近处紧密排列的建筑，而是远方的庞大的钢铁城墙，宛如巨龙般匍匐在地，震撼人心。看燕星南的样子，似乎对这里颇为熟悉，轻车熟路地带着5人穿过一道道关卡，径直走向一座副楼。一路上遇到的每个士兵皆是训练有素，雷厉风行。林宪用军徽功能大略感受一番，都是30级以上，其中不乏2转职业者，心里不禁暗自感叹，不知道镇魔战场是何等的场面。这还只是边境而已，因为外敌的关系，地心上所有的国家早已不存在相互侵略的关系，边境军团的存在也是为了防守蛮荒无人区的魔兽罢了。老爷，就差你们了。正在这时，副楼走出一名身穿镇魔少校军装，看着30岁左右的男子，笑容满面地对燕星南打招呼，而胸口上的5星紫色徽章吸引了林宪的注意，样子与罗峰中校替他申请的那块军功徽章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只是1块1星的赤色徽章。燕星南此时也不负冷峻之色，笑容满面地走了过去，互相拥抱后笑道：“我们接到消息就已经快速过来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进去吧。”林宪5人紧跟身后，一入大厅，上千双眼睛齐刷刷地向他们看来。谢子轩面色更冷了，李武通强装淡定，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形象。而大厅最前方的宣讲台上是一位胸口6星、大校军衔的中年女人，一身军装，气场强大的让人完全忽视她的容貌。见所有人已经到齐，气势瞬间爆发，席卷整个大厅，严肃地开口道：“此次进入秘境的人员，军团5000人，学院500人，给你们10分钟时间，记住其他人的脸，他们都是你的战友。我不希望我镇魔出现背后插刀、相互残杀的事。别人我管不着，但我镇魔对这种事零容忍。明白了没有？明白。没吃饭吗？明白了没有？明白。1个小时之后出发。”大校满意的点了点头，干脆利落道，随后带着少校和燕星南离开。只剩下大厅里的众人面面相觑，他们当中等级最高60级，最低38级，代沟还是有的。林宪不是爱出头的性子，此时也是尽量熟悉他们的形象，这个能力作为职业者还是很容易的。嗨，大家好，我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这样更容易认识一些。我年龄最大，我先开始吧。此时，一位上尉军衔的男子站上宣讲台建议道：“镇魔军团60级魔枪职业吴华。”尴尬的氛围也为之一缓，颇给面子的鼓起了掌，以示支持。有人开头，大家也不再难为情，一个个走上台介绍：“镇魔军团55级盾战向小二，镇魔学院48级游侠，镇魔学院40级湮灭术士李武通。”被李武通抢先的林宪无奈只好最后上场，最后来的没人权，没有办法。镇魔学院39级铁匠林宪。林宪能感觉到自己铁匠2字刚一说完，大量诧异的眼神便投注而来。上台前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不长眼的敢上前嘲讽，他绝对给对方一顿爱的小锤锤。却没想大家个个面带微笑，对他竖起大拇指。林宪走下台时还颇为遗憾，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脑洞感到好笑。被以前的装逼打脸剧荼毒得太深了。这群人儿还不错。未等众人再多加沟通，大校女人走了进来，没有废话，雷厉风行道：“出发！”一行人走出大厅，只见大校大手一挥，一架船类道具迎风舰长转眼扩张几千米，光芒自船上洒下，将众人笼罩。众人就已出现在船上，护罩升起，挡住御空疾驰的寒风。半小时后，林宪在空中看到延绵几十里的沿江区域，各种各样的住所星罗棋布，他国势力也在陆陆续续赶来当中，灰熊国、灯塔国、F 法帝国等等。其中华国、灯塔国以及灰熊国为抗魔主力，综合实力占整个地心前3。飞船到达地点后也并未降落，反而悬停在空中。大校女人转头看向众人吩咐道：“秘境明天才会开启，你们各自找个房间休息，养精蓄锐。”说完后朝燕星南和少校男子点了点头，便飞身下船，看其方向应是华国守卫军所在之地。林宪，在秘境中如果遇到了，可得照顾照顾我啊。李武通没有丝毫不好意思，搂着林宪的肩膀，笑嘻嘻地道。谢子轩对他的行为颇为不耻，对林宪点了点头，便找房间休息去了。嘿，这娘们儿！行了，先遇到再说，我也去休息了。林宪肩膀一晃，转身就走。李武通摇了摇头，仰天长叹：“挨一点同学挨都没有。我有，走，去我房间给你看看我的第207根骨头。”身后一名猩猩般粗壮的军装大汉嘿嘿一笑，打趣道：“一瞧就是个军痞。”李武通一正反应过来，冷哼道：“喝人类进化的时候，你怕是躲起来了吧？”哈哈。
林宪随意找了一个房间入住进去，时间比较紧迫，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他已经38级，想要尽快提升实力，就看职业晋升了。目前职业等级青铜级锻造师 95.77%， 一旦晋升锤炼自身之后，四维属性很可能直接暴涨200万，对他的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林宪直接发动天赋红炉。第66章晋升白银级，神藏塔开启，月落深恒。一晚没停的林宪还在继续锻造。99.81%、99.85%、99.89%、99.96%、100%，晋升白银级锻造师 0.00%。终于晋升了，林宪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体。虽是熬了一夜，但并不觉得疲惫，反而更加精神抖擞。咚咚，林宪睡醒了没有？大家都已经出来了，应该是秘境快要开启了。李武通把门敲得咚咚作响，催促道。林宪无奈，原本还想锤炼身体，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只好打开房门，招呼道：“那就走吧。”两人来到甲板时，其他人都已到齐，女大校带着燕星南和少校站在船头静静等待。别国职业者也是如此，明明现场有几十万人，却异常安静，完全没有交流。林宪此刻也无法判断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吗？林宪淡淡想到，如果在里面遇到他国职业者，自己是出手呢，还是不出手呢？算了，人不惹我，我不杀人。林宪，你知道大校叫什么吗？李武通用手肘对了对林宪，神秘地道。那一副快来问我的表情，简直不要太明显。林宪呵了一声，转过头懒得理他，心里默数3、2、1。果然，李武通憋不住了，语速极快，口若悬河道：“嗨呀，我昨天问过我爸了，女大校叫陈文秀，77级大佬。最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是法师职业，你敢信？”文秀，也不知道哪里文秀了，白瞎这。林宪见大校宛如听见了一般，锐利的眼神瞬间扫视过来，连忙给李武通施了个神色。李武通反应还是极快的，立马转头看去，名字哆哆嗦嗦将最后2个字憋出来。如果眼神能杀人，李武通已经想好把自己的碎肉摆成什么花样了。还好陈大校只是看了他一眼便回过头，反而是燕星南狠狠瞪了他俩一眼。李武通不停地抚着胸口，显然惊吓不小。那个小子就是李定国的儿子？陈大校淡淡询问道。燕星南笑得一脸尴尬，点头道：“是啊，也不知道抽的什么风，竟然让他的宝贝儿子跑到镇魔来上学。”哼，陈大校嘲讽一笑，转而又平静下来道：“还能是为什么？以前县的情况，还不是基于我镇魔区景天大人遗留下的。不过他儿子的职业的确匹配，天赋也还行。”燕星南显然也知道原因，但那又如何？目前的状况还有更合适的选择吗？都是为了人族，为了华国而已。正在这时，一个黑点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江面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大，瞬间将万米内所有的一切排斥了出去，犹如真空，没有丝毫声响传出。极致的黑，似乎所有光都被吸入其中，所有人呆滞地看着眼前缓缓旋转的黑洞，眼中再无其他。突然，点点光亮闪烁，犹如星河，不，那就是星河，宛如银带一般，如梦如幻。林宪猛地摇头，从画面中挣脱出来，再看过去，只见刚刚的画面已然消失不见，只剩一座高达上千米的青岩巨门竖立江面之上。其他人也纷纷回过神来，震撼地看着眼前的场景。有那不怕死的职业者冒险靠近，还未靠近1000米范围，便瞬间被吸入了青岩巨门。见有人成功进入，并无意外发生，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可以进了，冲啊！大喊一声，几十万的职业者纷纷冲向入口。陈大校转过头朗声道：“望你们都能有所收获，进去吧。”镇魔5500人摩拳擦掌，兴奋地冲向秘境。咦，林宪在被吸入之前，不知是不是错觉，他貌似好像可能看到了狂战公会的张怀仁。据他所知，张怀仁超过60级了吧？还是说这是冒死进入？算了，不管了，如果真能遇上，呵呵。哥，我买了好多排骨，晚上我们炖排骨吧。林默拎着一大袋菜，兴冲冲地开门喊道：“今天怎么还没回来？”林默有些奇怪，每次周末的时候，林宪都会在家里，即便是忙着锻造提升熟练度。虽然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可能有事在忙吧。将排骨泡上，开始洗菜做饭。砰砰砰！林默随意甩了甩手，跑去开门。哥，你没带钥匙？齐老，进来坐。齐老点了点头。房子布置得颇为温馨，厨房还在咕噜咕噜炖着汤，一派烟火气息。想了想，还是从背包里把林宪留下的纸条递给他，柔声道：“有个秘境的机缘不错，我让你哥去了，最慢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回来。
如果有事儿的话就来找我，听到没？有危险吗？算了，我知道了。林默本想问问秘境里是否安全，但转念一想，安不安全的人都已经走了，就算知道有危险，他又能做什么呢？林默轻笑一声，热情道：家里炖了排骨，齐老留下来吃点吧。齐老摆了摆手，想了想，还是安抚道：你哥有复活时，你别担心。走吧，转身离去。林默收起笑容，静静地把门关上，拿着被水沾湿的纸条，默默无言。哥那么厉害，肯定没事。林默喃喃自语，心里却犹如压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来。步伐踉跄地瘫倒在沙发上，痛苦的低吟声在房间中回荡，双目紧闭，豆大的汗点滑落而下，皮肤瞬间变得无比煞白。淡淡的黑色雾气从毛孔中散发出来，愈来愈浓，随后弥漫了整个客厅。林宪宛如又经历了一场穿越，在色彩斑斓的时空隧道不知穿梭了多久，身体猛然出现在星空之中。一座贯穿银河的巨塔投影显现在眼前，似有混沌笼罩，根本无法看清到底有多少层。一道明雾出现在脑海中，转瞬又被吸入巨塔投影之中。神藏塔。直到脚踩坚实的地面，林宪还久久无法回神。良久后，林宪醒过神，抬眼一看，哦豁，这么多人！第67章，不会吧，要开始修仙了？哦豁，这么多人！林宪大概估算了一下，几万人是有的，各国职业者都有。环顾四周，这里宛如一片孤寂之地，乱石遍布的地面上裂缝交错，吹来的风又如刮骨的刀，扯得衣衫嗖嗖直响，犹如末日般的场景，让人心生惶恐。除了他们这些刚进来的职业者，再无一丝生机。而大部分的职业者此时如木桩一般站在原地，眼神空洞，显然是还震撼在刚刚的场景当中，无法自拔。当钟鸣声响彻了整片天地，所有人一个机灵，纷纷醒转过来，警惕地四下扫视着。就在这时，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地面涌起，径直将所有人分开，如网格一般，每个人前后左右间隔100米，齐齐整整的。林宪戒备地打量着四周，此时已经完全看不到其他职业者的身影，整个战场只剩下他一个人。是的，战场。眼前的大地宛如被炮火犁过无数遍，沟壑遍布，硝烟弥漫，入眼可见的只有满目的疮痍。正当林宪疑惑不解时，空中一道声音传来：人族，迎接接下来的战斗，坚持的时间越久，收获越丰厚呢。如果死了，那就真死了哦。嗨嗨！林宪一阵剧烈的咳嗽，差点口水倒流。话是没毛病，但那犹如稚童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差点让他破防。如此人性化，难道塔灵、气灵？大佬，不会是要开始修仙了吧？林宪思维一阵发散，瞬间脑洞大开。还未等他想象结束，倒计时就在脑海中响起：5、4。刺眼的白光亮起，林宪不禁地抬起手来，半遮半掩住眼睛，试图看清出现了什么敌人。3、2、1，白光消散，林宪目瞪口呆，又成科幻了。只见对面空中大量的机械鸟盘旋，地上倒是什么动物都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奇形异状，不一而足，但无一例外全是由机械组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双双酷似红色宝石的双眼，摄人心神。林宪不自在地拢了拢外套，但那种里里外外皆被看透的感觉依旧存在。大轰！机械鸟划过天际，嘴中蓝色的火焰倾力喷射，地面的机械兽们也从各个身体部位射出大小不一炮弹。林宪揉了揉眼睛，双目怒睁，卧槽感不敢再假一点。炮火子弹划破天空，呼啸着朝他轰来，让人窒息的浓烈火药味扑面而来。林宪甚至完全忘了反应，片刻后，他所站立的地方炸出一朵小蘑菇云。这跳出巨坑，林宪毫发无伤，看着阵仗很大，但他数百万的防御不是用来看的。如果还在地球的话，高低也是个小超人了吧？不再走神，林宪随手扔了一道探查，探查面板里机械兽的等级闪烁不停，10秒后才稳定了下来。机械兽等级10级，血量 2.5 万 2.5 万，体质1500，力量3000，敏捷3000，精神2500。技能无法探查吗？林宪喃喃自语，这可比地心上的魔兽牛逼多了，不仅10级就有4维属性，还这么高，没有机遇的20-30级的职业者压根不够看啊。迎着弹雨，林宪右脚侧身向前轻轻一跺，裂地撞击，宽约数千米的冲击波沿着地面长驱直入，闪电般冲向对面的机械兽大军。林宪咂舌，这场面完全架着大炮打蚊子啊！仿佛能够感知一般，机械兽宝石红眼光芒大盛，迅速组合凝结成一面巨大的机械盾牌。在林宪的感应中，机械盾牌的4维猛然飙升至5万左右，整整提升了5倍。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林宪的轻笑中，冲击波瞬间击中机械盾牌，负641万，没有任何阻力，盾牌宛若天女散花一般散落满地。大，哦，忘了还有天上的。林宪抬眼看向不知疲倦、嘴冒蓝火，犹如加特林的机械鸟，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段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再可爱也不行呀，谁让你们打我了？伤功，负370万，负370万，负961万。一阵噼里啪啦之后，整个战场又安静了下来，只有那满地的机械零件证明了刚刚不是他的幻觉。空中稀稀疏疏的白色光点缓缓聚集，片刻后凝结为一本书的模样。技能书，林宪抬手一招，书本自动向他飞来。探查，功法断体诀，品质低级，介绍掌控并提升自身实力。不会真的要开始修仙了吧？林宪怔无语，这个介绍也太敷衍了，让人云里雾里。他表示无话可说。难道这就是齐老他们无法透露的造化、镇国级甚至是灭国级的秘密？试一下就知道了。天赋发动，转换，好吧，完全没有动静。挠了挠头，林宪颇为新奇的尝试能否打开。与技能书不同，整本书没有丝毫阻力，直接被打开，而后化作一缕流光冲入脑海。大量的文字在脑海中显现，继而被大脑吸收。直至完全吸收，林宪才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如果传到外界，恐怕会引起全民震动。职业者只有在修炼了功法以后，才能将现有面板实力完美融合自身。举个最简单的数字，现在有一只血量1万的怪物站在他的面前，林宪一锤下去，将会溢出79万的伤害。释放技能的范围和威力更是无法控制，譬如长达3万多米的裂地撞击。随着技能威力的增强，林宪有所察觉，随着技能的释放，精力或者说体力会被持续消耗，就算蓝量充足，依旧会疲惫不堪，从而无法继续战斗下去。还有重要的一点，无法暴击。自转职以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他从未发现谁能够暴击，这也是无法掌握自身力量的一种体现。若是能够完美掌控自己的力量，便能以最小的代价击杀敌人，从而能更持久的战斗。到那时，面板属性和面板技能就不再是无根浮萍，而是真正转化为自己本身的能力，就算不借助面板也能完美使用。可能大部分职业者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啊，职业者不都是这么战斗的吗？但林宪的眼光还不至于如此短浅，所有的一切还是紧抓在自己手中的好。一个是自己的能力，一个就像借助了工具，傻子都知道怎么选。功法不像技能，是需要自身主动修炼的。林宪按照功法尝试着运转，一股热流从体内涌出，顺着经脉缓缓流转。循环1个周天之后，林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强度仿佛增加了一些，虽然不多，但他很确定这不是幻觉。就在这时，林宪注意到自己的面板跟刚刚探查机械兽时一模一样，一阵模糊伴随着闪烁。几秒后，面板恢复正常。经验加500，体质加1，力量加1，敏捷加1。第68章，下一个。看来那些进入过神藏秘境的职业者都不能小看了。林宪心里一紧，5-6分钟能循环1个周天，1个小时30属性点有的吧？1年26万多，这只是低阶功法，必然还有中阶、高阶，甚至更高等级的功法，常年月累下来，提升可想而知。而且功法的作用应该不仅仅于此，回头还得问一下齐老才好。听齐老的意思，进入过秘境的人应该是能够互相交流秘境情况的。林宪察觉到自己的体内多了一股比发丝还细的淡白色气力，静静地停留在经脉中。除此之外，面板中也多了一个功法的词条：功法断体诀，融合进度 0.0001%。齐老那类似于传音的能力，会不会也是功法的原因？林宪突然想到，当时自己在宿舍听到齐老的传音，当时被唬了一跳，还以为是幻觉。摇了摇头，保不齐。是否进入下个阶段？进入下个阶段。倒计时3。我答应进入了吗？林宪整个人棒住了，而且他敢肯定，这娃娃音绝对不是秘境规则的设定，绝对有问题。来不及多想，依旧白光刺眼。3秒后，林宪嘴角有些抽搐，这秘境什么个情况？机械爱好者，眼前的机械大军更庞大了些，而且看起来更为先进。照例炮火齐鸣，伤害不高，阵仗却不小，可惜都是徒劳。因为魔力沸腾技能的恢复，林宪的伤功技能直接就没有关闭。你有枪烟炮雨，我有雷霆之怒。几十秒后，林宪抬手一招，又是一本功法。功法蛮牛劲，品质低级，介绍掌控并提升自身实力。怎么又是练体类的？林宪有些疑惑，不知道这个功法是随机的还是怎样。
不是说练体类的不好，相反看了那么小说，肉身破碎虚空，谁不馋啊？身体才是 gaming 的本钱啊！随手翻开，流光冲进脑海，大量的功法信息流冲击着大脑，灵线不由自主地运转起来。只见面板功法词条上断体诀的字样慢慢模糊，蛮牛劲的字样开始覆盖。操，只能修炼一种功法吗？还是说同类型功法的限制？灵线刚要停下来，突然天赋被触动，一道明雾划过脑海，立即发动天赋红炉，将自己包裹在内。两种功法开始缓慢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功法。虽未升为中阶，但他能感受到新的功法融合了断体诀和蛮牛劲的优势，比两者更为强势。体内经脉中的气力也转变为赤色，面板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功法未命名，融合进度 0.0001%， 融合进度倒是并未改变。收回红炉，灵线心跳如擂鼓，眼中的兴奋难以掩饰。自己的天赋果然无与伦比，吹爆！灵线可不信其他职业者能够融合功法，要是能，他用下面小灵线走路。他说的名字倒是不着急，还是抓紧时间薅羊毛。他还能再打个上千轮，就机械那些小玩意，不是他吹，来多少灭多少。灵线难掩激动，大声喊道：下一个！没有回应，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不再是白色的光芒，红色映染了整片战场。这次他终于看清了这些机械兽是怎么来的了。只见战场上空悬停了一艘庞大的类似于鲸鱼模样的战舰，姑且为战舰吧，几乎覆盖了整个战场，线条流畅，通体银白，充满了科技感。巨大的尾翼轻轻抚动，却没有丝毫声音发出。而此时战舰的下方开了一个圆形孔洞，光芒投射下，大量的机械兽出现在下方战场。投放完毕后，孔洞缓缓关闭，整个战舰慢慢透明，直至消失。隐身，灵线非常肯定，战舰绝对还在那里。不再关注上空，这些可都是功法书，得抓紧了。商功、裂地撞击、神圣之锤，轮番上阵。下一个，下一个。每提升一个阶段，机械兽更多，炮火威力更强。而灵线恰恰最不吃兽海战术，对于他来说，一只还是100只，关系不大。下一个。灵线话音刚落，橙色光芒亮起，眼看着投放结束，这次不再是一大群，而是只有10只似虎又似西方龙类的机械兽，两边尖头各架一艘有黑色巨炮，口径足有30厘米。宝可梦探查丢了过去。机械兽精英，等级30级，血量240万240万，体质27000，力量43000，敏捷31000，精神12000。技能虽然这几只机械兽看起来让他觉得无比亲切，但该杀还得杀啊，毕竟功法更香。3下5除2，直接干掉，就算是组合了在一起，也不过1000万出头的血量。灵线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血条消失术。功法玄体心法，品质中级，介绍掌控并提升自身实力。终于出终极心法了，不容易啊！灵线满脸感叹，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汗水，大喊一声：抬走！下一个！15只宝可梦不机械兽，20只。齐老，现在就让灵线去那个地方，是不是太早了些？刘自秋坐在齐老家的沙发上，忍不住问道。齐老叹了口气，缓缓道：你又不是不清楚，功法这种东西肯定是得到的越早越好，这样才不会卡在3转，无法升级。灵线不是无法转职吗？说不定与我们不一样呢。齐老瞥了他一眼，不管能不能转职，75级之后指望杀魔兽升级吗？杀多少才能升1级？再说了，越早修炼，他的优势会更大，提升更多。刘自秋作为过来人，他哪能不知道这些？只不过灵线是他这么多年见过同阶战力最强的，等级一旦提升起来，毋庸置疑，最少也是一个镇国级职业者。如此冒险，也不知道对不对。见齐老慢慢悠悠地喝着茶，忍不住吐槽：灵线才不到40级吧？你就一点也不担心？齐老呵呵一笑，那小子的实力他很清楚。再说了，还有他给的复活石，但这些能给你说吗？野鱼道，你小子当年进去的时候不也才40多级吗？灵线比你那会儿的实力强吧？刘自秋满脸黑线，哪壶不开提哪壶，嘴硬道：可我有自知之明，力有不逮就停下了，我就怕灵线那小子强撑，想要更高阶的功法。本是顺嘴秃噜，但突然想到这一茬，担忧道：齐老，但灵线这小子我没接触过，他是这样的性子吗？功法还能再有，但命可只有一条。齐老也是面色一变，他很清楚，每个阶段要么杀死所有机械兽，要么自己死。只有当一个阶段结束后，拒绝下一阶段开始，考验才会停止。结巴道：不能吧？第69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下一呸呸停！
停！停！我要暂停！一轮结束，林宪差点喊出下一个，连忙挥手喊停。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战斗了多少轮，也不知道自己战斗了多久了，反正这里没有夜晚。越来越高的攻击和血量，让他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林宪收回破天锤，双手扶膝，大口喘息着，看了眼背包，100多本了，里面还包含了10来本高阶功法。哈哈，林宪哇的一声笑出声来，等把这些功法全部融合。倒计时，3、2、1，卧槽，我不是喊停了吗？林宪生无可恋地盯着上空被染上青色的银白色战舰，咬牙切齿。给我玩上彩虹了是吧？之前已经闪过白色、赤橙黄绿色，这回又是青色，后面是不是还有蓝色、紫色？没人回答他的问题，战舰依旧我行我素的投放着。5只，还好，虽然体型大了些。探查，好吧，探查没用。林宪用军功徽章感受了一下，大概在55级左右，4维属性，徽章出问题了。林宪搓了搓身上的徽章，得到的结果依旧如此，近1000万的4维属性。林宪彻底妈了，这是他遇到的4维属性最高的敌人了，还是一次性5只。咦，不对，属性这么高，我可破不了防。这样一来，嘿嘿，林宪发现以前是自己想差了，对无法破防的怪物，自己反而能打出更高的伤害。因为在无法破防的情况下，雷霆万钧一旦触发，就是以伤攻的真伤来计算。虽然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牛逼就完事儿了。结！林宪对着5只机械甲虫笑得不怀好意。伤攻-370万-4445万，将近一半的血量刹那间蒸发。什么叫血条消失术？这就是。不过这血量也太恐怖了吧，上亿了。5只机械甲虫反应很快，全部立起身体，背部互相连接凝结，宛如小型战舰。一道半透明护罩瞬间升起，-370万。下一秒，林宪就发现雷霆万钧的伤害根本无法突破，只有伤攻的真伤才能对他起到作用。小战舰的4维属性更是飙升到近5000万，血条暴增。刚刚全部丝血的机械甲虫凝结为小战舰后，血量暴增至少5倍。伤攻的伤害此时看起来宛如刮痧。这还没完，小战舰的前端湛蓝色能量汇聚，林宪猛然汗毛竖起，他能感觉到他已经被锁定了，一股危险的气息萦绕不散。蓝色能量瞬间轰出，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接不了，这个真接不了。无畏俯冲，林宪霎时冲入高空，只见下方地面剧烈颤动，犹如地龙翻身，地壳移位。还来！小战舰一击未中，又瞄上空中的林宪，湛蓝色能量瞬间凝聚轰击而来。林宪冷笑一声，不为所动，甚至有些想笑。很快他便笑不出来了，湛蓝色能量柱轰在他的腰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整个人呈平沙落雁式径直升空。他已经无法估测有多高，反正伤攻对小战舰的伤害是停止了。我的腰子，林宪额头的冷汗刷的流了下来，不敢想象若没有无敌技能，自己恐怕就得原地复活了。不再停留，林宪继续无畏俯冲的后段伤害，如同陨石一般径直砸向小战舰。轰！地面以它为原点，细小的裂缝延伸万米，煞是好看，场面很震撼。然而伤害为0。干！还好，小战舰2轮大招似乎耗尽了能量，直接解体，又变为5只机械甲虫，瞬间挺尸。这该顶阶功法了吧？林宪边擦脸上的汗珠边吐槽道。这回是真的擦汗，被大招吓的。青色光点汇聚，书本的模样缓缓成型。林宪目不转睛地盯着，颇为期待。几十秒后，功法成型。功法归元如意诀，品质顶阶。介绍：掌控并提升自身实力。棒！果然如此。林宪响指一打，笑得兴奋。介绍什么的他已经选择性的忽略了，面板词穷而已，还能怎么着？他敢说整个地心在神藏秘境中能得到顶级功法的人基本没有。就刚刚小战舰那锁定大招的威力，60级3转强者怕是都不敢应接。他可不信谁都有无敌技。林宪猛然反应过来，急忙大声道：休息，我要休息，暂停下个阶段。缓了一会儿，见并未开启，才松一口气。起码得等到无畏俯冲技能 CD 结束吧，接下来的机械生物可没那么好打。林宪丝毫不敢放松，以免翻车。虽然冷却时间是6分钟，但林宪足足休息了10分钟。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你所愿，下一阶段开启。倒计时。不是，我就说说而已，你来真的？林宪瞠目结舌，心里暗自震惊，这他妈的真是活的？真有塔灵？还是说这个秘境有主人？如果有主人，那他放出秘境倒是图什么？细思极恐。
使劲晃了晃脑袋，林宪停止思维发散，别自己吓自己，机械高科技都出来了，有可能是 AI 智能呢。依旧是那个鲸鱼战舰，不出林宪所料，投射光芒确实为蓝色。他已经不想评价了，俗，真俗，俗不可耐。呵呵，林宪面无表情地看向空中，冷笑一声，男人的终极浪漫出场了。只见一架黑色涂装的机甲漂浮在半空中，暗金色荧光纹路覆盖全身，左手盾牌能量流转，右手巨剑荧光闪烁，虽有3米之高，但线条流畅，给人以非常敏捷矫健之感，完全满足了他对机甲的所有幻想。林宪使用军工徽章细微感受，什么都感受不出来。军工徽章道具功能，等级不超过徽章拥有者20级将无法被探查，且能直接感受到20级以内职业者大概等级属性，不用怀疑，必是超过他20级以上了。呵，女机甲，你已经吸引了我的注意。第70章，无命休矣。还未等他反应，机甲瞬间消失。林宪背部一痛，整个人被斩飞出去，巨量的伤害在身上浮现。负1235万，加617万。以他3000万的血量，40%的生命值瞬间蒸发。进程和荆棘被动被触发。进程小程被动，当自身血量降低到 80%、60%、40%、20%阶段时，瞬间回复 20% 最大生命值，免疫所有负面效果，并获得一个 40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每个阶段冷却时间10分钟。荆棘小程被动，受到攻击时，反伤攻击单位 45% 自身所受伤害 100%回复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5%， 恢复了 25% 的生命值，并给自己套上了一个 1.2 亿加生命值的护盾。林宪疼得龇牙咧嘴，身形一闪，立即暴退几千米。要知道，他的防御可是在庇佑被动技能下增幅了 50% 的。更令他惊骇的是，机甲在受到 45% 的反伤，也就是500万加的伤害之后，血条根本没多大变化，伤攻也瞬间开启。负370万，加74万，吸血被动触发。这种情况，除了用伤攻和雷霆万钧技能抹血之外，他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想法很美好，然而还未等雷霆落下，机甲身上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小战舰身上的半透明护盾，直接将雷霆阻挡在外。机甲手中巨剑迅速变换组装，成为一柄硕大的黑金色枪械。机甲全身泛起湛蓝色电光，肉眼可见的朝着枪口将聚，这些只在一瞬间完成。蓝色能量如激光一般点射，10几道能量封锁了林宪所有周身空间。林宪感受到那犹如小战舰大招一样的能量气息，丝毫不敢大意。既然退无可退，那就进攻！突袭！瞬间出现在机甲面前，破天锤如雨点般勇猛砸下。当当当！金属击打声震耳发聩，宛如打铁。轰！负988万！护盾一阵剧烈的颤动，林宪直接被机甲左手中的盾牌砸飞，在空中强扭身形落地，踉跄退了数百米才停止身形。这还是弱化被动减少了机甲 20% 攻击的伤害。林宪不禁苦笑，机械类还无法晕眩，总不能跟他换血吧？也换不过来啊。进程有4个阶段，有机会可以拥有4个护盾，就算加起来，这也才不到5亿血量。最重要的是自己无法破防，靠反伤自己血亏，这波优势在他。机甲的血量，林宪细算了一下，截至目前，他对机甲的累计伤害近2000万加了，才将看到机甲的血条损失了一丢丢。1%、20亿，林宪瞬间放弃了其他手段，自保为主。心念流转，20亿血量看起来似乎很多，实际上也的确很多。不过以伤攻的伤害也就不到10分钟而已。呵，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思考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儿，以机甲的战斗本能，可不会给他休息的时间。只见机甲右手的枪械瞬间变回巨剑，身影消失在原地。林宪只觉得后颈一凉，滚！击退。虽然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但机甲还是无法抗拒的被技能弹开。玉锤，林宪脚踩破天锤，立即升空，急速向远处飞去。只要让机甲保持在距自己 1.5 万米以内就行。然而一切证明是他想多了，以他的敏捷，根本无法甩开机甲。砰砰砰！负979万，负1002万，负992万。由于技能霸体的原因，无法被击飞，林宪彻底成为机甲的活靶子，单手巨剑行云流水的砍在护盾上。我怎么把这个技能忘了？林宪突然想起嘲弄技能，可以增强2倍的反伤技能伤害啊！嘲弄小程主动施展此技能后，将吸引周身等级20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单位强制攻击自己，反伤类技能伤害正 200%， 消耗200法力值。嘲弄技能刚一使出，
机甲砍得更起劲儿了。果然，此时已经相当于反伤了90%，零线掉1000万，机甲就得掉900万。零线哈哈一笑，曹来吧，互相伤害吧。眼看护盾直接告破，也丝毫不做理会，又是一下，直接触发进程的第2阶段，护盾再次出现。零线也不再躲避，站在破天锤上定定地立在空中，微笑地看着机甲朝着护盾不停地挥动着巨剑。砰砰砰，第3阶段开启。砰砰砰，第3段护盾即将破碎，零线立刻集中精神，紧紧地盯着机甲的动作。啪！护盾破碎，1下2下，零线瞬间残血遁入虚空。进程被动的第4阶段没有使用，还是留着稳一手的好。机甲没有了目标，呆愣地漂浮在原地，眼中红光不停闪烁。零线在空间夹层中狠狠抚了几下胸口，吓死个人儿。生命值也在快速恢复中，此时也是庆幸不已。还好在学院用技能传承时兑换了逢春被动。逢春小成被动，战斗状态时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1.5%， 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最大生命值 3%。 正是有逢春被动，零线才冒险多挨那2下，多反伤一些伤害也是好的。目前为止，机甲的血条已打掉1/4多点，负370万，负370万，胜利在即啊！零线躲在虚空中，看着机甲一动不动，血量稳定下降，不禁暗自窃喜。小成等级的遁空技能可以持续2分钟，眼看技能即将结束，零线退到伤攻覆盖范围的极限位置。当他亮出身形的瞬间，机甲立即看向这边，盾牌回缩到手臂化为巨炮，区别于湛蓝色能量激光，一颗实体的炮弹轰击而来。看其轰击的方位，零线一阵迷糊，机甲也能打歪。以这个角度，完全高出他几百米去。零线不明所以，只好随机应变，随时做好闪避的准备。却没想炮弹直接在他上空爆炸，一股巨力作用于身体，宛如背了一座大山，脚下土地崩裂，双腿直接陷入地面。重力场，零线苦笑，眼看机甲就只剩下1半的血条了，结果你给我来这出，这不是欺负自己没见识吗？动不了，根本动不了，就连意识都得变得缓慢。在控制零线之后，机甲也并未停下，双臂合二为一，瞬间凝结组合，形成一根10数米长的黝黑色枪管。砰！机甲自身被震退1000米，落入地面。普通狙击弹大小的半透明子弹喷射而出，前进100米后瞬间消失。零线心肝剧颤，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危险。他能感受到危险的不是这颗子弹，而是子弹内那一滴紫黑色液体。无命休矣！第71章神阶功法振兴霸体诀。他能感受到，一旦命中自己，进程被动的第4阶段绝对无法保住自己。零线用力挣扎，想要挣脱而出，明明几百万的属性，在此时只变成一排排可笑的数字。没有时间让他思考，子弹在零线100米前现身。啊！零线双目怒睁，颈脖青筋暴起，千钧一发之际，体内经脉中那微弱的可怜的气流自发运转。意识一松，零线立即调动意念，神圣进化，无畏俯冲，瞬间进入技能的无敌状态，直冲虚空。只听到微不可闻的一声，子弹错过升空的零线，没入地面。零线低头一看，整个战场瞬间被染成了黑紫色，直至触碰到战场界壁，地面悄无声息的消融，短短1秒便下陷数十米，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机甲似乎没有想到零线会避开子弹，虽在子弹射入地面的瞬间升空，可脚底依旧被沾染了一点黑紫色，转眼就已覆盖全身。这一次，零线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血条消失术。还剩10亿的血条瞬间被清空，整个机甲犹如被黑紫色火焰笼罩，下一秒空中再无机甲，渣都不剩。零线在空中眼睁睁看着，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哭的不是他的终极浪漫死了，而是我他妈的下不去了呀！黑紫色浸染了整个战场，没有一块完好之地，地面已经下陷了1000米之深。哼，还没完呢。对了，飞行道具。零线立即停止无畏俯冲技能的释放，呈自由落体从空中坠落，眼疾手快地从背包中取出暗影羽翼佩戴，双翅展开，悬停在空中，心有余悸的同时，狠狠地松了口气。这次若不是学习了功法，恐怕得用复活石了。但以眼前这个场景，只要没出战场，恐怕多少次复活都没用。奖励呢？机甲一个零件都不剩，也没有功法光点汇聚啊。飞行道具也只能维持30分钟而已。仿佛听到了零线的吐槽，整个战场宛如被净化了一般，黑紫色消退。如果不是下沉了几千米的地面，零线会以为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一本书突兀的再出现在他头顶上空，径直砸在脑袋上。砰！零线如遭重击，直接被打落地面。卧槽！
一脸懵逼地站起身来，竟是没有受到一丁点伤害。林宪拾起砸落自己的功法，装作弹灰似的狠狠拍打了几下，心里舒服多了。功法振兴霸体诀，品质神阶，介绍掌控并提升自身实力。这不枉我冒死拼杀呀！林宪满人感叹，神级，整个地心独一份吧。如果说顶阶功法，可能还有个别幸运儿得到，但就刚刚那个机甲，若不是他自杀，林宪都不敢保证自己能打过。手段齐出，才打了一半血，再想熬过技能冷却时间可不容易。2个无敌技的冷却均是6分钟，其中遁空在2分钟的施展期间是不计入冷却时间的。若机甲的其他技能都如此逆天的话，别说6分钟，1分钟都足够机甲鞭尸30秒了。此区域考验完毕，可原地休息，也可传送至内圈或退出秘境。志同声音响起，林宪的面前出现了一道传送光门。内圈？林宪盘腿而坐，进肯定是要进的，但不是现在。自己在这里都差点翻车，内圈一听就知道绝对比此地更加危险，还是消化了这些收获之后再说。对了，还有这个。林宪取下暗影羽翼，以前倒是没想过把道具转换为自身技能，此时倒是可以尝试一番。天赋转换发动，右手银光笼罩着双翅，感受到双翅的震动，林宪心底一喜，有戏。果不其然，10秒后，原地只剩下30根阴身人的羽毛碎片，技能面板中也多了一个技能幻翼。入门主动加，施展后背后凝聚羽翼幻影，可御空飞行，速度增加 300%， 每分钟消耗 1% 法力值。速度增加，消耗不在，还没恢复得快呢。这岂不是在空中常驻了？林宪一脸喜色，直接将技能升到小成境界。幻翼小成主动，施展后背后凝聚羽翼幻影，可御空飞行，速度增加 800%， 每分钟消耗 3% 法力值。接下来就该功法了。林宪把背包里所有的功法全部取了出来，除了自己已经融合的2本低阶功法，足有120本。低阶功法58本，中阶40本，高阶20本，顶阶1本以及1本神阶功法。激动地拿出振兴霸体诀，与低阶功法轻易翻开不同，林宪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憋得双颊通红，却依旧纹丝不动。半个小时后，林宪颓废地躺在地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天空，就连用破天锤砸的方式都试过了，振兴霸体诀依然一尘不染，似是嘲笑着他的不自量力。是我不配吗？林宪猛然站起身来，我还就不信了。神圣之锤，控制破天锤幻影增至5米大小，一锤下去，轰！地面颤动，一个几十米深的坑洞出现在他的面前。林宪趴在洞口往里看去，不出所料，振兴霸体诀仍然毫发无损。深吸一口气，不气，这是自己的功法，轻的。林宪径直跳了下去，抓起功法，施展幻翼技能，一对银光流转的翅膀出现在背后肩胛处，翅膀之大合并起来，完全能够将它包裹其中。轻震双翅，瞬间升空1000米，这么快！林宪一整个大震惊，这速度比瞬移都不差什么了。心情大好之下，无法学习功法的恼怒都消散了不了。身形一闪，回到了地面，又盘腿坐了下来，手杵下巴，静心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天赋都转换不了，功法学习认主。林宪眼睛一亮，一巴掌拍在脑门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方法，给穿越者丢脸了。连忙从背包里取出一把小刀，在手指上轻轻一划，破不了防。干！背包里尖锐锋利的东西换了个遍。林宪一咬牙，心一狠，把手指放进了嘴里。第72章，若天赐爷辉煌，爷定比天猖狂。这次很顺利，牙齿不愧为人身上最硬的部位了。想到别处的，自己去面壁。血液刚刚滴落在功法上，功法瞬间化作流光进入脑海。林宪眉头紧皱，只觉脑海无比胀痛，比之低阶功法庞大不知多少倍的信息洪流冲击着脑海。忽而身形一震，意识似乎来到了浩渺无垠的宇宙之中，只见一道身影只身肉体静立星河之上，对比之下，明明那么渺小，却又如此高大，威势之强盛，旷古未有。林宪是见过3转大佬的，比如陈文秀、陈大笑，但在这道身影面前，犹如稚童。只见此身影动了起来，每个举动周身都流转着星运，挥拳打出，便是星辰破碎，随意一脚爆裂星辰，一举一动充满了力量的美感。林宪沉浸在如此场景当中，无法自拔。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是，他的身体此时也有淡淡的星运流转，虽然很少很少，却让他整个人的气质越发自然平和，细看之下有种不可抗拒的威严之感。良久后醒过神来，信息洪流此时也吸收完毕，林宪眼中的星空景象缓缓引入，迫不及待地运转起功法。轰轰轰！经脉中金色气流缓缓运转，
如擂鼓声般声势浩大，神阶功法果真不一般。灵线照出红炉，将自己包裹起来。之前低阶功法气流没有翻起任何浪花，便融入神阶功法之中。继续，10本、20本、58本全部融合完成。仔细感受之下，振兴霸体诀也出现了些许变化，但太过细微。灵线也不在意，低阶功法狗都不练，中阶功法、高阶功法，随着一本本功法融入，灵线能感受到振兴霸体诀的威势越来越强盛。不，已经不能再称之为振兴霸体诀。虽然都是断体类，但任何一种功法都有其优势所在，只能说此时的功法愈加完善全面。只剩最后一本了。灵线拿起顶阶功法归元如意诀，将其翻开，信息洪流只有神阶功法1%，却也足够庞大。脑海中幻象显现，人影自虚空直冲地面，方圆100万里疆域接近被毁，火山爆发，地壳移位。灵线站在上帝视角，看得兽血沸腾。我辈男儿就该如此。随着功法融入，金色气流细微震颤，色泽愈发浓郁。只见面板上功法的融合进度也发生了些变化。功法未命名，融合进度0.01%，又是命名，这是在为难我胖虎。八荒陆河唯我独尊功，八九玄功还是他画自在法。挠了挠头，灵线甚是为难，我得想个牛逼一点的。10分钟后，不想了，就这个了。一脸暴躁的灵线被取名为难的头皮发麻。想起以前看过的一本小说，主角修炼过的断体类功法，大成之后肉体不灭，即便灵魂死亡也能再生。继续融合下去，他相信自己的功法达到这样的程度也不是不可能。灵线眉目一挑，格局还是要有的。命名不灭点，功法不灭点，融合进度0.01%，终于搞定了。灵线狠狠松了口气，起个名儿给他为难的。运转，筷子粗细的金色气力在经脉中缓缓流转，游走全身之后，整个身体都染成了淡金色。循环一个大周天后，面板信息刷新了出来。经验加10万，体质加50，力量加50，敏捷加50，不愧为神级功法呀。灵线细算一下，以刚刚的速度，1个小时10个大周天差不多吧，增长1500点，一天便是3.6万，一年便是1314万点属性。妈妈我无敌了！当然，这是他的臆想，就算是职业者，也不可能10天半个月的不吃饭不睡觉，全年无休，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就算如此，那也很恐怖了。灵线狂喜，继续运转不灭点。1个小时之后，融合进度来到了0.02%。看了看传送光圈，灵线有些犹豫。进来之前就晋升白银级了，还没有来地级锤炼自身呢。心思有转，磨刀不误砍柴工，先提升自己。现在还不清楚内圈要面临的是什么，比这里危险是一定的。决定之后，灵线不再犹豫，天赋发动，红炉瞬间消失在原地。灵线不知道的是，在他进入红炉的瞬间，整个神藏塔投影猛然一震，而后又缓缓恢复了运转。卧槽，进错地方了！再一次进入红炉内空间，里面的变化让他瞪大的眼睛，满脸不敢置信。若不是这是属于自己的专属天赋空间，他都以为已经进入秘境内圈了。灵线自一进入其中，整个空间的变动便在脑海中浮现，了如指掌。此时的空间比之上次进入时增大了100倍不止，平台犹如被一座飓风顶起，直冲虚空。心念一动，灵线瞬间出现在平台边缘，向下看去，却只能看到一片深灰色雾海自封腰处布满空间。双眼微闭，用意念细细扫视，便看到了红炉空间犹如漂浮在漆黑世界里的一座岩石球体。而在内部，平台飓风高达万米，矗立在一片广袤大海的正中央。远处连绵险峻的山脉中，偶有火山岩浆流动，无尽的沙石平原，时不时有飓风龙卷袭过，又卷入被切割似的幽深峡谷，死寂却又异常壮观的景象。这是要演化星球，自成一片世界。灵线心脏狂跳，顿时脑洞大开。如果真是如此，我的天，地星不带也罢，若天赐爷辉煌，也定比天猖狂。未等他收回逐渐变态的笑容，背后一道纹路镌刻的锁链瞬间勒住他的脖子，扯向巨杯。灵线憋得脸颊通红，双手使劲扒拉着。锁我喉是不？勒我脖儿？我劝你立刻停下。说不听是吧？你耗子尾，别，松一点，松一点，喘不上气儿了。砰！灵线撞在巨杯之上，锁链缠绕而上，直接将它捆成粽子的形状。这回不是木子捆绑了，他还有真有些不大习惯，不自在孤勇了下。好吧，完全动不了。猛然间，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自上空传来。灵线抬头一看，瞬间毛骨悚然，汗流如溪。你不至于吧？第73章再次锤炼震雨杯，这是想让他死吗？只见一颗直径1000米的雷霆球撕裂了黑暗虚空，
径直落下，如同神法。眼看距自己越来越近，林宪瞳孔充血，双目怒睁，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时间在这一刻拉得无比漫长，无比折磨。生死之前有大恐怖，果然不假。我可去你的，来吧！林宪一声怒吼，他就不信自己的天赋还能把自己弄死，索性直接闭上眼睛，静静等待着雷霆的来临。滋滋滋！啊卧槽啊！整个石碑都被雷霆笼罩，林宪全身上下所有的衣服、毛发瞬间蒸发，古铜皮的皮肤犹如盛放着的朵朵血肉之花，电浆充斥了整个平台。若是此时他还有心思关注自己血条的话，便会发现血条从100%直接跌入1%，又缓慢上升，满血后又是一道雷霆重击，如此反复。前5分钟还有精力叫喊的林宪，现在犹如死鱼，除了时不时的抽搐几下，证明着他还活着外，再无动静。不灭点自发的运转。1天后，4亿的雷霆电浆全部被石碑吸收其中，平台恢复了平静。盘腿坐于石碑根部的林宪睁开眼睛，眼中金光爆射数寸，站起身来，随意伸伸胳膊踢踢腿，只觉精神抖擞，低头一瞧，呵，是挺精神的。林宪连忙从背包里拿出备用衣物，麻溜的穿上，又取出一面镜子照了照，果然，下面突然，上面也挺突然的。抬手在光头上抚了一把，林宪一脸菜色，这要是遇到李武通那个逼，还不得被笑死。面板，姓名林宪，职业铁匠，等级38级，12.87%，职业等级白银级锻造师0.00%， HP 4253万4253万 ，MP 590万590万，攻击力188万加338万，80%专精加成正100%破天锤攻击加成，防御力425万加255万，庇佑防御加成，体质218万加207万，90%强壮加成正5%徽章加成，力量99万加85万，80%专精加成正5%徽章加成，敏捷58万加49万，80%灵巧加成正5%徽章加成，精神56万加3万，5%徽章加成。天赋天地红炉4级略，天赋技能生命挽歌4级，技能伤攻雷霆万钧，点击查看详情。林宪嘴都快要笑扯了，这不无敌，500多万的攻击，680万的防御，775万的4维属性，谁能顶得住？目前还不知道3转是个什么情况，但可以确定3转之下我嘎嘎乱杀。我说的技能又是一波大升级，全部大成级，几个范围技能的伤害暂且不提，光是技能范围达到了等级1万米，尖弓一开，直接覆盖方圆380公里。这一波的大提升对法力值的消耗也是恐怖的，伤攻2%每秒，御锤和盾空每秒1000法力值，其他主动技能消耗也是1万起步。若不是大成级的魔力沸腾被动，每秒可以恢复4%法力值，根本无法撑起他的战力。值得一提的是，生命挽歌这个天赋技能也升到了4级，冷却时间只有12个小时，也就是说1天便有2次复活机会。虽然希望永远都用不上，但冷却时间越短，林宪的安全感也就越足啊。体质还是提升的太慢。林宪摇了摇头，有些不满。还好天赋升级之后，每次击杀增加到8点体质，虽然有等级限制，但以后再刷起来就快了。不过跟机械机甲那20亿的血量来比，他的这点血量算是少得可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林宪并不会因此自满。想想自己学习神阶功法时看到的影像，那随手毁灭星辰的实力380公里，呵，就连顶阶功法一闪而过的影像当中，一拳砸下，瞬间摧毁100万里，他这算什么？地点而已。一想到地心之外的宇宙银河，林宪目光炯炯，兴奋且期待着。他的眼光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地心了。如果说他以前的愿望是登顶地心，杀光魔族，那么现在又加了一条，那就是探究一下魔族是从何而来。地心之外是否又有更大的世界，更大的舞台呢？重活一世，既然有这个机会，何不登高一览呢？咔嚓，林宪顿觉这一刹那打开了全身的枷锁，心灵豁然开朗，整个人似是升华了一般，体内的不灭点自发运转，气势瞬间爆发，席卷整个红炉空间。天空中灰雾涌动，雷声轰鸣，连绵的山脉火山喷发，千米的海啸狠狠地拍打在飓风之上，似乎都在为他欢呼。良久后，空间恢复平静，林宪如梦初醒，刚刚空间发生的一切在心头浮现，不禁摇头轻笑。精神属性加50万，功法不灭点融合进度1%，宛如没有看到这2条面板更新。林宪转过身来，看向眼前的石碑，嘴角微勾。方才顿悟的时候，对红炉空间有了些许的感悟，或者说是了解，
自己似乎真的走向了一条想都不敢想的道路呢。以后就叫你镇宇碑吧。说罢，身影一闪，便离开红炉空间。巨碑轰然光芒大盛，皎若金龙的3个大字带着特殊的韵味印在石碑之上，那原本就存在的纹路此时也一阵变换，最后完美契合。光芒消散，字体也缓缓隐去，消失在石碑之上。林宪不再停留，径直步入传送光圈，他倒要看看内圈有什么。这次很快，眼前一黑一亮，便到了地方。依旧荒凉萧索，一眼望去，天空暗沉，地面无半点绿色。林宪传送之地为一片开阔的峡谷入口，此地之大，容纳个几十万人足足有余，而此时7、8千名的职业者在内，更显荒凉。峡谷宽约几千米，两边山峰如被刀削，垂直矗立，高不见顶。从入口开始，便有高低不一、粗细不一、密疏更不一的石林，直至峡谷深处，看不真切。就近处而言，这些石柱高则近千米，低则只有10数米，毫无规律而言。环境观察完毕，林宪这才看向周围四散的职业者，不知在等待什么。而他的到来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又当了一回显眼包。毕竟自他一出现，整个峡谷似乎都亮了几分，卤蛋般光滑无毛的脑袋不是谁都有的。很快，林宪便发现了谢子轩、李武通还有其他10几镇魔军团人员的位置，那边的气氛似乎有些剑拔弩张。呵，有点意思。林宪微微一笑，快步走了过去。小娘皮，把雷盒交出来，还指望你身后这几个镇魔军团的废物保护你吗？男子1.6米不到，手持的法杖淡淡雷光流转，语气轻蔑道。一听此言，林宪完全没有了解情况的欲望，身形一闪，出现在谢子轩的身前。你在狗叫什么？第74章，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林宪运转功法，气吞山河般气势压向对方，俯视着前方这个矮瘦男人，微微歪头，掏了掏耳朵，再次说道：你刚在狗叫什么？我镇魔怎么了呢？来，重复一遍，我听听看。对面40、50号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林宪，正在原地。就在这时，李武通一声惊呼：林宪，你头发呢？林宪身体一僵，气势犹如泄气的气球，一泻千里，回过头对他龇牙一笑，而后闪电般一拳将李武通轰飞。卧槽！党灰似的抚了抚衣袖，转过头来朝对面微微一笑，抬手道：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对面似乎也回过神来，刚被这个突然出现光头给唬住了，见林宪如此年轻，心下一松。矮小男子气焰嚣张道：光头小子，把你身后的小娘皮和雷盒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嘿嘿，你们恐怕是出不了这秘境了。听这话音，怕是没少干这种事儿，这样的人能指望上前线杀魔族？人渣而已，死不足惜。恨无耻，欺负我华国无人了吗？林宪还未说话，谢子轩上前一步挡在他的身前，故意大声喊道，引得四周所有人的职业者都看向这边。他又不是愣头青，对方明显人多势众，来到这里的镇魔人员太少，如果打起来的话，自己这边明显太过于吃亏。再加上眼前这个带头的男子，谢子轩看到过他的战斗，别看身材矮小，却一身属性惊人，又是雷系法师，实力极为强悍。若不是他得到雷盒之后立即传送进内圈，怕是林宪就算再厉害，对上这个矮小男子，怕也是力有不逮。怎么回事？谁敢在我华国的地盘欺负我华国人？走走走，过去看看。真是胆大包天，活得不耐烦了吧？都是职业者，听力本就不俗，加上谢子轩那么大声，华国的职业者纷纷围了过来，死死地盯着矮小男子。就在这时，林宪看到日曜学院的周胜学长走了出来，动用徽章大概感应了一下，没有动静，看来是59级或60级了。周胜对林宪微微点头，而后对矮小男子一脸冷色道：怎么，全养狄先生在你们樱花国也是这般行事的吗？说罢，一拍额头，没什么诚意的抱歉道：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樱花国早已灭国，不知你父亲犬养尔在灯塔国死，身体还好吗？犬养狄面色有些难看，别以为他听不懂周胜的话是什么意思，但看到越来越多围过来的华国人，不禁萌生退意。这时，旁边突然出现一大批灯塔国职业者，看到这边的情况，立即快步过来。为首的是一位看起来颇为冷酷刚毅的女人，一头金发紧紧盘撒在脑后，一身紧身战斗服，凸显出傲人的身材，行动起来雷厉风行，目光如利剑般扫视一圈，询问道：犬养先生，怎么了？周胜面色一紧，小声为林宪解释道：这个女人就是灯塔国杜邦家族的凯瑟琳。林宪微微点头，这个女人他知道，杜邦家族在地心突变之前就是灯塔国的第一家族，地心突变后威势更甚，这么多年下来，整个灯塔国都在此家族的掌控之中。而凯瑟琳以女人的身份被确认为下一任继承人，其在灯塔国的威势可想而知。但那又怎样？林宪嘴角一勾，他最好别惹我，不然看我怎么干死他，往凶可往死里干。
全养迪一见来人大为兴奋，颠倒黑白道：“凯瑟琳小姐，他们华国仗着人多势众，看不起我灯塔国。我父亲给我的雷盒也被那个小娘那个女人趁我不注意抢了去。”凯瑟琳皱眉，全养迪的为人他很清楚，他的话究竟有几分可信还未知。但他的父亲前些年已经突破至镇国级，还在为灯塔国坐镇前线，确实有些不好办了。于是看向谢子轩，看看他怎么说。此时谢子轩脸色更加清冷，冷哼道：“无耻至极！明明是他觊觎我的雷和秘宝，现在反而倒打一耙，有什么好说的？明显就是这小矮子垂涎人家小姑娘的宝物，要打就打！我华国职业者什么时候后退过？就是，我倒要看看你们灯塔国能不能全虚全倚的走出我华国地境。”周围的华国职业者纷纷义愤填膺，战意盎然。林宪颇感欣慰，虽然华国也有一些老鼠屎，但绝大多数人在立场方面还是异常坚定的。有外敌的情况，必然是一致对外的。随着进入内圈的人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职业者也来到了内圈，这会儿都在外围饶有兴趣的吃瓜，就差瓜子花生小板凳了。凯瑟琳此时有些骑虎难下，狠狠地瞪了一眼全养迪，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全养迪见华国的职业者越来越多，也指情况不妙，讪讪不敢言语。凯瑟琳立即明白了，心底怒气翻涌，面上不露半点，对谢子轩抱歉道：“此次是我灯塔国的不是，这件装备就作为对阁下的补偿。若真打起来，各方都避免不了损伤，此秘境机遇不凡，还是不要因小失大的好，你说呢？”谢子轩虽然气愤，但也知他说的是事实。若是为了他让华国职业者有所伤亡，实为不智，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差了。不然的话，在上个区域就灭了这小矮子。狠狠地瞪了全养迪一眼，摆了摆手：“算了。”切！华国职业者纷纷对小矮子不屑地切了一声，各自散去。林宪无趣地打了个哈欠，当事人都算了，他能说什么？而且地点也不太对。全养迪脸色涨红，气愤不已。自己好歹也是60级雷系职业者，近400万的4维属性，何时受过这窝囊气？见旁人都已散开，才阴毒道：“哼，就你们镇魔几个废物，我一只手都能摁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林宪一听，嘿，我这暴脾气。二话不说，神圣之锤幻影出现，强悍的气息让在场所有职业者毛骨悚然，朝着狗养全养迪迎头砸下。第75章，真好，世界和平。凯瑟琳感受到那股危险的气息，不知动用了何种秘宝，消失在原地。全养迪反应极快，怒吼一声，身上雷霆爆发，雷盾瞬间撑起，轰！负8000万，负4800万。全养迪原地只剩下一滩肉末。你！凯瑟琳惊怒不已，对林宪怒目而视。林宪不自意地挑了挑眉，哦，他没有眉，看向凯瑟琳，你刚可听见了？你们灯塔国若是觉得我做的不对，那就一起上，我不在意的。不只是灯塔国，在场的所有人都惊骇欲绝地看向林宪，不可思议。卧槽卧槽卧槽！这是一个还没二转的职业者打出来的伤害，这绝对是隐藏大佬。华国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号人物？我的天，全养迪虽然个头小，但4维属性怕是破400万了，却直接被秒。华国的职业者更是比国外的那些职业者震惊更甚。谁在说林宪是铁匠职业？我打爆他的脑袋！本以为他来秘境只是长长见识的，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那些镇国级的大人成长能有这么快吗？这才转职了多久？能在秘境看到林宪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却没想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而见过林宪的周胜几人更觉不可思议，上次和师弟对战的时候也没强到这种程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秃了。李武通挤进到林宪身边，顶着青紫色眼眶，震惊地看着林宪，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一头长发，变秃就能变强。林宪头也不回，右手自肩膀往后一拳打在他完好的右眼上，李武通瞬间又被轰飞。咦，为什么说又？卧槽，你是不是嫉妒我？林宪无语，他还记得上次这么无语的时候，还是在上次。咦？只见全养迪留下的肉沫缓缓消失，林宪不明所以。突然有人惊呼，语气颇为艳羡道：“复活石！他有复活石！”众人连忙环顾四周，纷纷让开，把一脸惊恐的全养迪露了出来，竟然只随机了不到1000米。凯瑟琳立即带领众多灯塔国的职业者挡在林宪身前，语气再不复刚才的强硬：“这位先生，全养迪已经受到足够的教训，华国与灯塔国并不是敌人，我想你也一定不愿意看到华国与灯塔国交恶吧？”周胜此时也来到林宪身边，小声道：“全养迪父亲前不久已经晋升为镇国级，此时众目睽睽。”林宪看向全养迪，见他看了过来，浑身一激灵，惊恐地看着他，于是不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朝着全养迪笑得一脸温柔：“行吧，相信狗养的以后也会乖乖的，对吧？”
见全养敌慌不迭的猛点头，才满意的勾起嘴角，大声道：“好了，好了，大家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众人不管愿不愿意，此时都乖乖散开。这个拿锤子的光头看着笑眯眯的，太他妈凶残了。刚才的场景他们都看在眼里，在场的职业者有一个算一个，谁敢接？敢接就敢死。他们的四维属性比全养敌还差得远呢，更何况是这光头。全养敌眼底狠毒神色一闪而逝，此仇不报，誓不罢休。真好，世界和平。林宪一抚掌，满意的点了点头。紧接着林宪看向谢子轩，询问道：“这里是个什么情况？也没说考验啊什么的，这也不是像是有宝物的样子。”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之前有人尝试进入峡谷，不过刚刚走进石林就被什么东西削成两半，所以就都在这等着了。谢子轩知无不言，将他进来之前发生的事儿讲了一遍。而此时李武通顶着一对熊猫眼走了过来，那幽怨的眼神让林宪身子一紧，拳头又有些控制不住了。眼见林宪握拳，李武通猛地后退，连连摆手告饶道：“别，这次是正事儿。”林宪下巴微点，说吧，什么正事？我刚刚打听了一下，外圈似乎分成了好几块属性区域，自身什么属性进入的便是什么属性的区域，比如谢子轩进入的雷系区域，除此之外还有金木水火土区域，至于光系和暗系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了。林宪微微一愣，那他进的是什么区域？看功法，难道是断体类的？李武通说完，表情得意的小声道：“我在外圈拼了老命，弄到了本高阶功法，你们呢？”谢子轩嘴角一勾，故作漫不经意道：“哦，高阶还不错，我只弄到了一步顶阶的。”说罢还摇了摇，似是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似的。许久都不见李武通的回应，谢子轩疑惑地看向李武通，脸上的笑容还未来地即收起，却见李武通愣愣地盯着他，立即反应了过来，收起笑容偏过头去，脸上还有可疑的红晕。林宪将一切收进眼底，心底一叹：世人皆醉我独醒，智者不入爱河。这俩孩子废了，既然你们都坠入了爱河，那我往河里撒泡尿不过分吧？直接一把破天锤对到两人中间，来，之前不是想切磋吗？现在你俩一起上。两人瞬间回神，李武通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一个不留心撞到谢子轩偷瞄的眼神，又是一阵脸红，竟是比谢子轩还要娇羞。司林宪倒吸一口凉气，猛地打了个寒战，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正在这时，空中一声轰响，只见除他们所在的入口外，整个峡谷被迷雾笼罩，可见度不足1米。考验开启，每进100米皆可获得奖励，也可直接退出秘境。声音自脑海中响起，林宪看向四周，所有人脸上表情不一，该是都听到了提示，心里也多了一层明悟，想要退出秘境的话，只需心里默念确认即可。谢子轩正色道：“也不知是什么奖励，刚刚那个职业者的尸体还在石林外面摆着呢。别着急，先静观其变。”林宪也不着急，他可不会做这个出头鸟。李武通也是嘿嘿一笑，现在就看谁先忍不住了。目前在场的将近3万的职业者，此时都面面相觑，等着第一位勇士出现。现场沉寂了大概10分钟，快看那边，勇士出现了！不知谁的一声惊呼，所有人看了过去，只见一位颇为精神的满头脏辫小伙站了出来，似乎甚是享受这种关注，表情不屑，大声道：“怕个鸟！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说完后，大步走进峡谷迷雾之中。5秒后，3节身体出现在迷雾入口。第76章，除根功法妙用。这是什么情况？你实力最强，看明白了吗？林宪喃喃自语，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具体是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此时秘境黑暗区域，一群全身黑袍笼罩的神秘人在黑暗中快步而行，隐约间一阵交谈声传来。真是太奇怪了，我听统领说，神藏塔哪怕是在整个苍蓝星海，也是星域、星海境大佬们都趋之若鹜的造化之地，没想到竟然在这个星球接连出现了3次，确实奇怪。你年纪小，见识不多，就是我也没见过如此奇怪的生命星球，自我演化修炼体系不说，竟然还有实力规则限制。哼少统领肯定知道，少统领你跟我们说说呗。不服气的瘦小黑袍人猛地扯下帽子，一副少年模样，脖颈处裸露的地方些许黑色纹路攀爬。此时崇拜地看向那带头的黑袍人，询问道。少统领步伐一顿，回头看向众人，见个个都期待地看着他，一副求知欲旺盛的模样，只好说道：太具体的我也不是还清楚，父亲说过，自200多年前主上带着他逃来到这块贫瘠之地不久，便发现了这颗生命星球，却被规则所阻，哪怕是父亲大人进入此地，实力也会被压制到天启境。之后那些土著们便自主觉醒了修行体系，抵御我们的进入。说完一叹，紧接着又道：听父亲的意思，此地关乎着主上能否再度杀回天魔域，不然的话，就算土著修行速度再快，
对父亲来说土鸡瓦狗而已，随手可灭。行了，别废话了，你们也知道神藏塔的造化有多大，天启境只有一次进入的机会，别在这浪费时间。是，少统领。转眼间便来到一处山谷，少统领松了口气，我能感受到，应该就是这里了。年轻黑袍目光一冷，少统领，那里还有几个土著？宰了吧，区区土著也配这等机缘？内圈，迷雾峡谷。李武通急得抓耳挠腮，有些按捺不住了。林大佬，我们就这么看着吗？你要是想死，你就去。林宪还未搭话，谢子轩先忍不住了，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李武通也不在意，嘿嘿一笑，挠了挠头，不再说话。林宪都没眼看了，傻雕。离肉麻二人组远了一些，以免被傻气传染。他也确实没有耐心了。此时陆陆续续进去了10来个职业者，无一例外，全是一整个进去，出来的时候有2节的、3节的，不一而足。不过这么长时间的观摩也不是没有收获，起码是知道这些职业者是怎么死的了。也是他突发奇想，毕竟地球上那些小说可没白看，悄然运转神阶不灭点功法，调动体内气力移至双目，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原本看不清的迷雾，此时也能看清10米之远。碰到石柱便会触发空间裂缝吗？难怪死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节一节的。正在这时，全养敌之身走向迷雾，即将进入之时，回身阴狠地看了林宪一眼，而后径直踏入。林宪心念一动，意念标识全养敌为敌人，悄然开启伤攻。他可是一直都有关注着这个狗养的，之前那阴毒的眼神他早有察觉，更何况此时全养敌都这么明目张胆了。负638万，负638万，负5865万，这狗养的运气还不错呀，第2次才触发雷霆万钧。林宪心头一闪，关闭伤攻技能，嘴里悄声嘀咕着：林大佬，你在嘀咕什么呢？这全养敌胆子不小啊，这么多职业者都死了，他还敢李武通话还没说完，只见全养敌出现在入口外，此时已是气息全无，身上似有被雷击的痕迹。呵，老天都看不下去了，降雷劈死这畜生。谢子轩一声冷笑，显然很是高兴。凯瑟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觉有些违和，但又说不上来。算了，他父亲全养耳问起来也算有所交代。然而这种死法让在场的职业者彻底绷不住了。死法咋还变了呢？不都是一节一节的吗？现在改雷击了？算了算了，我看此时与我无缘，我撤了。我也走了，免得死得不明不白的。短短一会儿，职业者走了一大半，不过也能理解，在外圈机缘已经得到，而迷雾奖励也不知是什么，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其中，太不划算。就连华国也退出了大部分职业者，看着林宪几人还在原地未动，纷纷摇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周胜也带着日曜的几十人也过来辞行。林宪学弟，我们准备退出秘境了，师傅交代过我们见好就收，恐怕说的就是此地，你们。林宪见周胜一群人显然对此地没有想法，也不再劝，微微摇头道：我们再等等看，周学长你们先走吧。10分钟不到，此地只剩寥寥几千人，进吧，不敢进；退出吧，又不甘心。别人怎么着，林宪管不着，招手将李武通和谢子轩2人叫到身边，悄声道：之前峡谷里的石柱，想必你俩都看见了吧？2人虽然不解他何出此问，还是老老实实的点头。当然。林宪继续道：进入迷雾之后，那些石柱皆碰不得，一旦碰到便会出现空间裂缝，那些死掉的职业者就是如此。2人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李武通好奇地问道：林大佬，这迷雾能见度不足1米，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俩在外圈都学了功法，运转功法将体内的气流调动至眼部，就能看得更清晰一些了。林宪也不隐瞒，将方法告知2人，至于进不进的，随他们自己考虑。李武通一试，果真如此，亢奋道：卧槽，林大佬，你果然是天才，我竟然能看到4米距离。知道就好，现在要不要进，你们自己考虑吧，我先进了。说罢，林宪不再耽搁，直接走向迷雾。快看，光头大佬要进了，听说是华国今年的全国状元，跟他一比，我们国家的状元得扔啊。哼，那你们猜猜看，他进来的时候是几节？许你不要命了。林宪运转功法，一脚踏入，身形立即被一股能量环绕，控制着他向峡谷深处而去。行动速度被神秘能量控制，无法停止，无法后退，只能左右或向上闪避。好在他气力冲目，10米范围内皆能看清，以他的敏捷属性和反应速度，还是能够从容避开这些石柱的。转眼间已前进了50-60米，林宪觉得有些不妙，速度还带持续增长的。要完。第77章蹦瞎卡拉卡。以这个增长比例，恐怕自己也是前进不了几百米。林宪丝毫不敢分神地避着石柱，左挪右闪，
心底不禁有些慌张。百米转瞬即到，控制着自己的神秘能量消散，林宪立即止住身形。这时，一股股不知名灰色能量从四周的石柱中涌出，周身空间似乎都凝结稳固了些。能量包裹着林宪，被他的身体缓缓吸收，游走全身后流入脑海，随意飘荡。明明是暗灰色能量，但在林宪眼中却比任何颜色都要炫目吸睛。是否退出？5、4、3，心底一道明悟，林宪松了口气。若是每百米都有选择的机会，那他就不慌了。自己果然是天选之子。虽然还不知道这暗灰色能量有什么用处，但绝对不容小觑。林宪嘿嘿一笑，我有你没有，你有没我多，这就是优势。当然，除了病。继续前进。最后一秒，心下确定，神秘能量瞬间缠绕，裹挟着林宪继续深入。卧槽！这次的速度相较之前瞬间提升了1倍，林宪立马全神贯注，不敢再嘚瑟。入口外，眼看林宪进入久久没有出来，这群职业者坐不住了。这么久了，那光头还没出来，怕是找到方法了。废话，那还用得着你说？他都行，我为何不行？老子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哼，进就禁止一群鼠辈，王某休与你们为伍。只见10几秒后，8块身体散落在入口，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这起码有进步，撑了10几秒呢。在众人的注视下，粗壮大汉的声音越来越小，不敢再出声。不过众人细想之下，似乎颇有道理。就在这时，谢子轩和李武通也走向迷雾，打算尝试一番。若是连这么明显的机缘都不敢去争取的话，还要怎么追上林宪，怎么上阵杀敌呢？林宪还告诉了他们注意事项，再不敢进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最重要的是，嗨，谁还没有点保命手段呢？小心，见好就收。两人对视一眼，一起走了进去。对方的身影瞬间在眼前消失，仿佛踏进的不是同一个空间，只剩独自一人。1000米处，林宪颇为享受地感受着暗灰色气流流转全身，脑海中的气流也是愈来越多。哎，敏捷还是太低了些，以我107万的敏捷，下个100米只怕是有些危险了。微微一叹，能走到这里，这还是他的神阶功法给力。听李武通的话音，他的高阶功法只能看清3米范围的迷雾而已，自己这10米范围可比他要强太多了。看得越远，留给自己反应的时间便越多。即便如此，他已经快要反应不过来了。也不知自己的无敌技能在这是不是真无敌。吸收完毕，林宪决定继续前进。心念刚动，身体唰的一下被神秘能量带着飞了出去，双目怒睁，丝毫不敢眨眼，稍不留神便会撞击到石柱之上，跟他跑酷游戏似的。可惜没有免死次数。怎么回事？这都几百米了，怎么还未停下？不行，速度越来越快了。刚看到前方的石树，转瞬便至，根本来不及闪避。林宪全身金光一闪，直冲而起，无畏俯冲。砰！石柱高数百米，林宪整个身体依旧撞击在石柱之上，石柱仿似未动，5米长的空间裂缝瞬间划过他的身体。咔嚓，咔嚓，咔嚓！林宪脸色一变，连忙绕过石柱，俯冲而下。俯冲的过程中，依旧被神秘能量夹带着向前，完全无法控制自身。只听得蹦，瞎卡拉卡，呸错了，是砰，咔嚓，砰，咔嚓。虽未受伤，但也被这高矮不一的石柱撞得七荤八素，刚一落地便又撞上了石柱。空间裂缝划过，林宪根本来不及反应，竟成被动技能瞬间被触发，那2.5亿加的血量护盾脆得宛如蛋壳。第1阶段，第2阶段，第3阶段，眨眼间3个阶段皆已触发，又瞬间破碎。好在神秘能量依然保持前进状态，并未停下。林宪顾不上感叹，集中精神紧盯前方。3秒后，神秘能量消散，停下身形。卧槽，吓死了！此次前进了足足5000米，比之前浓郁100倍的暗灰色雾气涌进他的身体。一声令人想入非非的呻吟声情不自禁地从林宪口中传出。林宪老脸一红，顿感羞耻。还好线下无人。随着大量的暗灰色雾气涌入脑海，竟有凝结的迹象。此时生命值在冯春的被动恢复下已然回满。林宪皱眉苦思，玉锤技能虽为霸体状态，但无法免伤，而进程被动每个阶段的冷却时间足有10分钟，短时间内已无法再用。只剩一个遁空无敌技，林宪又有顾虑。遁空说白了也是空间系技能，也不知这空间裂缝对此技能的施展有无影响。死就死吧，复活时还在手中，再不急也有生命挽歌、天赋技兜底。天赋技能生命挽歌4级，当自身死亡后原地复活，进入无敌霸体状态，免疫所有伤害，控制持续2分钟，冷却时间12小时。2分钟无敌霸体状态应该足够了。
能量吸收的速度他无法控制，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慢慢吸收，等待技能冷却时间结束。但暗灰色能量可没有留下让他卡 bug 的机会，吸收的速度极快。吸收完毕，林宪咬了咬牙，继续前进。遁空，这个速度已经不是他能够反应过来的了，10米的距离，身体根本来不及反应就会撞上。林宪直接遁入空间夹层，之前担心的情况并未发生。在夹层中，林宪看到前方10米实数的黑线，想必那就是此处未被触发的空间裂缝了吧。控制着他的神秘能量并未消失，依旧在夹层中裹挟他快速前行，但他此时已经没有了视线的困扰，颇为从容地避开黑线。林宪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速度也太慢了吧，给我加速，这泼天的富贵都是我的了。哈哈。第78章，我他妈好惨啊！大成级别的遁空技能能够持续3分钟，在林宪的主动加速之下，1分钟不到便已在空间夹层之中深入1万米，感觉神秘能量消失，主动停下身形，略作等待。果然，暗灰色雾气并未因为林宪不在外界而受到影响，依旧在夹层中出现。爽！吸收完毕，林宪立即马不停蹄地出发，丝毫不敢耽搁。再次前进，速度又提升了2倍。眼见马上又到了10000米，林宪做好吸收雾气的准备，抓紧时间还能多冲1万米。羊毛那是薅得明明白白。然而神秘能量并未停下，而是裹挟林宪继续前进。卧槽，玩大发了！眼看遁空技能就要结束，林宪不禁头皮发麻。现在这个速度在外面的话，还不得原地去世？怎么办？怎么办？还未等他想好，遁空技能便已结束，身形猛然出现在外界，瞬间就撞上了石柱，空间裂缝划过。林宪怒吼一声，击退技能释放，空间裂缝直接被弹开，来不及欣喜，眼前又是一颗石柱。天要亡我！玉锤！砰！林宪人锤合一，径直撞在了石柱上，差点人锤分离。裂缝如刀片般自腰部划过他的身体，进程第4段被触发，然而毫无作用。护盾瞬间破碎，林宪整个上半身直接飞了出去。奋力扭过头来，只见自己的下半身惯性的向前迈了几步，摔在地上。我他妈好惨啊！林宪脑中闪过最后一丝念头，意识逐渐消散，享年18岁。哦，还有复活甲。只见背包中的复活石光芒大盛，这一小片区域宛如时光倒流一般，两节身体缓缓吸引凝合在一起。可能是此间空间的特殊性，并未随机出去，而是复活在原地。林宪清醒过来，似是过了很长时间，又仿佛只是一瞬，回忆回笼，情不自禁地伸手摸向自己的腰部，仔细体验回味着死亡的感触。5000字的心得体会草稿都打好了，关于我死了又活了这件小事儿。可惜迷雾并未给他机会，似是察觉他还活着，神秘能量瞬间又从他的腿部缠绕而上，裹着林宪往前。卧槽，速度太快了，还未前进10数米，石柱又撞上了林宪的头上，头上的疼痛暂且不提，凸现的空间裂缝自下而上，划过他的小鳞线，他的肠胃，再到他的光头，毫无阻力。意识瞬间泯灭，背包的复活石直接消失，散发的能量笼罩此间，刚刚的一幕重新上演。几秒后，林宪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回过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扯开裤子，晃一晃，抖一抖。呼，林宪长吁一口气，还好，还好，人呐，还是要有点烦恼才好，这烦恼根还是得好好保护。眼见神秘能量又缠绕上来，林宪有些无奈，还好此时无畏俯冲技能已然冷却好了，但也不是办法，毕竟这个技能持续时间太短了，怕是还要再死一次。果不其然，速度一开始，林宪便施展了无畏俯冲，一阵有节奏的撞击声后，又有一声怒吼传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即使施展了击退技能，也只是拖延了1瞬而已。这次不比之前，直接触动了2道裂缝，现场画面之惨烈，真是让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狗在旁边经过都要汪汪几声，流下几滴眼泪。林宪尸身方圆万米的迷雾被未知能量驱散，黑云压下，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似有似无的凄凉歌声传来，不禁让人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林宪眼眶湿润的从地上坐起，幻翼技能施展，羽翼一展，光着身子向峡谷深处飞行狂奔。我的妈，只有2分钟无敌时间，可不敢浪费了。衣服都这个时候了，谁还管得上衣服？迷雾似乎忘了反应一般，任由林宪深入，转间冲入8、9万米的距离，神秘能量此时才醒神似的，瞬间跨越至林宪身边缠绕而上。幻翼加上神秘能量，此时的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飞行中似是突破了某种屏障，一头扎进了一片未知之地。感觉到神秘能量的消失，林宪才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不见迷雾，不见石柱，自己似乎正站在一个由暗灰色能量组成的庞大漩涡之上，而他正在窝眼处，连声音似乎都已消失。
空间内一片安静，静得让人心生惶恐。咚咚咚，原本细微的心跳声，此时宛如擂鼓声，在整个空间上空击打着，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终于，砰！右手情不自禁抚向胸口，痛呼还未出口，就感觉心脏并无大碍。卧槽啊！吓死爹了！林宪的笑容还在脸上，意识猛地一痛，无尽识海如混沌，出生般爆裂开来。脚下庞大的暗灰色能量漩涡包裹着他剧烈旋转，犹如飓风龙卷，带动着他脑海中的暗灰色能量也跟着旋转起来。庞大的能量涌入他的脑海，旋转、凝结、压缩。神藏秘境外，镇魔军团飞船上，谢子轩站在船头，皱眉看向江面原本秘境之门的位置，面露干扰道：“秘境开启，今天已是第15天了，林宪怎么还未出来？”放心吧，我俩都能在迷雾中全身而退。林大佬那么牛逼，怕什么？指不定有大机缘、大造化呢。李武通站在他侧上方，替他挡住袭来的寒风，安慰道。他可不信林宪是那没脑子的莽撞之人，于是岔开话题道：“我可是前进了800米，得到了8次奖励，你呢？”“哼，你变弱了，10次。”谢子轩言简意赅淡淡道，脸上的笑意一闪而逝。李武通也不在意，他俩自小就有婚约，以前不懂事，不瞒此事，总想压他一头。现在嘛，虽然更想压，但此压非彼压。李武通咳了咳有些发痒的喉咙，掩饰般的询问道：“可你知道这个吸收的能量奖励有什么作用吗？”谢子轩犹疑的看了他一眼，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于是认真道：“现在还不大能看得出来，我尝试过用意念调动此能量，虽然颇为艰难，但我能感觉到似乎对周遭空间感受更加敏感。”未知空间内暗灰色雾气已全部消失。林宪猛然睁开双眼，只见瞳孔深处沙漏形状的图案缓缓流转。第79章时空之河。脑海中绿豆大小的暗灰色核心缓缓转动，核心周边溢出的淡雾绕着核心随之旋转，就宛如一片星云，美丽异常。林宪注视着核心时，脑中闪过一丝明悟：时空之河。运转时空之河，犹如神明俯视着此方空间，眼中沙漏缓缓流转，眼前世界的形状和结构在他眼中一览无遗，无数条透明的线相互交错，整个空间宛如一个密密麻麻的网格。原来这就是空间最本来的样子吗？林宪突发奇想，调动时空能量，也就是暗灰色雾气，慢慢将双腿所处的空间折叠起来。只见他的双腿自他折叠的位置消失，只剩上半身可见。继续，林宪顾不上能量的消耗，继续折叠，腰、肩膀、头部，直至整个人消失在现实世界，自己身处的空间完全被他折叠了起来。没急着兴奋，林宪又将前方10米的折叠一步迈出，而后放弃控制，整个人出现在10米开外。瞬移，以他来看，以这种折叠空间的方式，缩短了2个点之间的距离，快速跨越，反而更像是缩地成寸。瞬移他也没见过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就当是瞬移了。就是消耗有点大。突袭技能倒是跟瞬移技能有些相似，可惜这里没有目标，无法实验。随着时空之河的运转，能量也在缓缓恢复，除了恢复速度有点慢，并无其他不妥。试试其他跟空间有关的技能。说干就干，时空之河运转，瞳孔深处沙漏印记显现，只要不改变空间结构，还是没什么消耗的。先试试遁空，毫无延时，瞬间进入空间夹层，还未细看，便有比外界浓郁几十倍的时空能量涌向自己。时空之河来者不拒，鲸鱼吞水般快速恢复着。看来时空之河在空间夹缝中修炼才会更快，或者说在现实空间之外。仔细感受一会，不是他的错觉，时空之河真的在缓慢增长。林宪平静下来，他刚观测到施展遁空的瞬间，空间能量汇聚，撑开一个空间线的交叉点，然后整个身体进入其中。夹层里一片漆黑，与外界仿佛只隔了一层透明的薄膜，隔着薄膜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外界的空间线，而且他能感受到在夹层还有更深层次的空间，不过以他目前的能力还无能为力。前进了一段距离，退出。原来是这样，退出也是撑开交叉点，不过依旧是操纵外界的空间线，隔着薄膜操控空间线，消耗会大上许多。现在零线进入夹层已经不需要面板了，若非自己还需要呼吸，无法长时间在空间夹层中逗留，不然的话，战斗的时候伤弓一开，直接躲进空间夹层，岂不无敌？不过既然了解了空间夹层是什么，他也才知道遁空技能的无敌只是伪无敌而已。若是遇到科幻小说中那些个什么空间坍塌、空间爆破之类的，自己就算躲了进来，只怕也是要凉凉。到那个时候，就看自己的空间掌握能力了。而击退技能无非就是收缩周身空间线，而后猛然恢复，达到弹开一切的目的。难怪击退连空间裂缝都能抵挡，更别提弹开别人的技能了。牛逼！接着再试，
凝聚空间能量为刃，小心地斩断其中一根线条，一条细微的空间裂缝出现，随即恢复如初。灵线玩心大起，又是用力一挥，斩断数百条，前方10数米的裂缝一闪而逝。妈妈，我出息了，会自创技能了。而此时，灵线才注意到了自己的面板发生了变化。时空之河 1%， 精神属性加20万。与功法一样，面板多了一个词条。除此之外，技能面板上遁空技能已经消失不见，并且又提升了20万的精神属性，只怕是这1%进度的缘故。也不知成长到100%会怎么样。时空之河的妙用绝不仅限于此，以后还是得多加摸索才是。可惜地心还未听说有空间系的转职者，不然的话也能少走些弯路。在这里待了这么久，是时候出去了。林线微微一笑，退出。卧槽，瞬移！刚刚出来就发现自己呈自由落体朝江面砸去，没有招出幻翼。林线运转时空之河，空间结构出现在眼前。此时距江边200米左右，折叠，扑通！林线双翅一挥，回到岸上，运转功法。身上的衣服瞬间被烘干，大意了，大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空间能量竟不足以让他折叠200米的距离，100米已是极限了。还好边上没人。没人？他们人呢？林线一怔，反应过来，连忙环顾四周，连根毛都没有。不对，是谁在哪？出来！林线一声暴喝，看向左后方的密林，凝聚时空之河后，他对周围空间异常敏感。还不出来吗？哈哈哈！这一出来就听说咱们的全国状元实力大涨，现在看来果真不假，没让老子白等半个月。张怀仁带着5人走了出来，此时一脸阴鸷，冷笑不已，接着道：早知如此，当时就该亲自动手弄死你，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境地。不过世间一饮一啄皆有定数，好在神教使用秘法让我得以进入这造化之地，实力大进，今天收拾了你，你弟弟我也会好好招呼的。跟他废什么话，敢杀我们神教的人，他就该有死的觉悟。身边的几人皆是有些不耐烦，催促道。林线看到竟是张怀仁，心里暗自窃喜，当时还以为是看错了呢。天堂有门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微微一笑道：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什么？张怀仁一愣，还未明白过来，就见林线双眼沙漏倒旋流转，6人双目瞬间呆滞，思维似是被放慢了一瞬，空间裂缝一闪而逝。林线压下脑海的疼痛，从容地渡不过来，拾起几件装备，凝聚羽翼，双翅一阵飞向距此地最近的墨城。振翅的风吹过6人，只见6人脖子上一道血线浮现，脑袋落地。体质属性加4吧，力量属性加6。没想到我们地心这么危险，那些恐怖的魔兽竟然只是被魔族驱使的炮灰。是啊，不过国家现在透露出来，会不会是因为前线不太好了？我儿子1年到头才回来几天，不会也在前线吧？不行，太危险了，都不上战场，你们还有这样安稳的日子过吗？林线刚刚走进墨城，耳边就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战场的传言，心下一紧，怎么回事？这才多久，前线情况已经危急到这种程度了吗？第80章，小莫，你爸不会姓唐吧？林线取出手机，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也就1个月而已，怎么跟过了几个世纪一样？如果问最近最热的网络话题是什么，那必然是各种职业高手的战斗影像。最火的绝非今年新晋镇国女战神萧慕容莫属。视频中，只见萧慕容身姿曼妙，仿佛画中的仙子，发丝飘动，一身清冷之气，面对眼前的数十万魔兽，毫不改色。身形一动，出现在半空之中，微唇轻吐，冰雪领域。方圆万里空间刹那间被冰雪笼罩，雪花落下，弱一点的魔兽皆被秒杀，强大的魔兽移动的速度也瞬间被降到极点。冰魄，萧慕容手臂轻摆，空中的冰棱犹如瀑布一般，急射而下，一切结束。整个视频只有短短1分钟，点击量上百亿，评论区就更加热闹了。林线点开评论，差点笑岔气。我的天，想退！女神太牛了，看得我热血沸腾，抓住我的狗子一阵狂扇，现在平静多了。楼上不是人，跟萧女神一比，我赚了个假职业吧。放心，你不是一个人，现在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是冰系法师。哈，这一样的，动不动问我会不会冰魄，就离谱。多几个萧女神这样的，那群魔族又有何惧？来多少杀多少。在后面就慢慢多了一些，魔族不足为惧，向萧女神学习，有女神这么厉害的职业者在，魔兽随意杀的言论。以林线这种经受过新世纪网络洗礼的人来说，这种官方下场控评的痕迹太过于明显。这是慢慢透露前线情况，再进行造星，给民众提升信心吧。林线笑容一正，看来前线情况确实不好了，不再耽搁，直接打车前往协会，传送至黑省，再传至江淮省。咚咚咚，
齐老，我回来了。齐老猛然起身，而后缓缓坐下，看向门口，淡淡道：“林宪小子，回来了还不滚进来？还要我出去请你吗？”林宪推门进入，看着苍老不少的齐老，快步走了过去：“让您担心了。”齐老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除了头上没毛，身体完好无损，神情才放松下来，询问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就说来话长了。林宪绕到齐老身后，按起肩来。他俩都进过神藏塔，说起来倒是没有禁忌。于是大致的跟齐老说了一遍，疑惑的询问道：“回来的路上听到不少职业者都在谈论前线战场，是前线出问题了吗？”“哦，你说这个事情啊，魔族有些异动而已，不过暂时还稳得住。不只是萧慕容，原本高层也准备放出你的高考影像，但你那会儿还未出来，现在恐怕已经得到你回师的消息了，过会儿指不定就能在网上看到你的英姿了。”齐老难得的开了个玩笑，接着严肃道：“国家供养的三转预言大师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出结论，这个50年之期便是决一生死之时，这已经不再只是前线的事儿，事关所有职业者，国家决定破釜沉舟，全力以赴。”了然地点了点头，造星行动，怕也是为了让民众不那么惶恐，恐怕后续还有计划。行了，你快回去吧。半个月前你没回来，我去看了林墨几次，排了人手在家属区，不过他这10几天都没有去上学了，你回去看看。林宪一听，立即待不住了：“那我先回了。”齐老直接遁入空间夹层，快速赶路，很快便到了家属区，感应到一位55级左右的职业者盘膝坐于楼顶，现身打了声招呼，折叠空间回到家中。只见林墨此时正静静盘坐在地板上，已然形象大变，不再是之前那副瘦弱的模样，面庞也变得颇为坚毅，似乎感受到眼神的注视，猛然睁开双眼，凌厉之色一闪而逝。“哥！”黑光一闪，林墨便出现林宪的身前，欣喜道：“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的头发……先别说这个。”林宪立即制止，看着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颇为壮硕的林墨，不知做什么反应，惊讶道：“小墨，你这是？”“哥，我转职了。”林墨说着，拉开自己上衣的衣襟，转过头去，似是有些害怕，竟是不敢看向林宪。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也随之颤抖。林宪微微一叹，伸手替他将衣襟整理好，遮住他从胸口延伸至脖颈的魔纹，眼中杀气一闪而逝，接着温声道：“还有谁知道？”林墨转过头来，见林宪并未因此对自己异样，才安下心来。没谁知道，自半个月前转职过后，我就再没出去过了。齐老和楼顶的那位也并未进来。听完林墨的话，林宪微闭双眼，缓缓地松一口气：“还好，还好。”沉吟许久，才轻声道：“现在你形象大变，短时间内怕是不能再去学校了。学校那边我去安排，先过上几个月再说。你才17岁，再度发育也是正常的。”说完无语地看了林墨一眼，没好气地道：“坐吧，还想长个子不成？”林宪用探查术扫过林墨，却没探查到任何信息，颇为不解。按理说，既然已经转职，没道理无法探查呀。你转职的是什么职业？无法被探查吗？林墨挠了挠头，坐到沙发上，咧嘴一笑：“隐藏职业黑暗法师，肯定是跟你给我吃的转职秘宝起作用了，天赋也觉醒了。”说罢，将自己的面板对林宪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林宪看完后，努力地推上自己的下巴：“就离谱，太离谱了，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虽然还没转职觉醒之前就开始增长了，但也不至于才30级就近100万的4维属性吧？等等，30级？你并未出去，怎么就30级了？”林宪竭力地维持自己的威严，不让自己看起来太过于震惊，淡定地询问道。林墨尴尬地笑了笑：“啊，这个我一转职完成便是25级，天赋觉醒后，脑海中便出现了修炼之法，经过这些天的修炼才升到30级的。就是你的天赋天魔之体自主觉醒的修炼之法吗？”“哥你无法探查，恐怕也是天赋起了作用。”林墨显然对自己的职业和天赋颇为满意。林宪还能说什么？林墨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吧？先天满魂力，加牛逼5天魂赋，再加上还有自己这个牛逼的哥哥，这个是什么牛炸天的开局？小墨，你说你爸不会是姓唐吧？第81章开荒城。哥，你说什么？林墨微微一愣，疑惑地看向他。林宪愕然，怎么还不小心顺嘴秃噜出来了？还没什么，既然能修炼，那就在家好好修炼，过段时间再做打算。将林墨撵走卧室修炼，林宪叹了口气，拍了拍无毛的脑袋，头痛不已，这可如何是好？实力还是实力问题啊！他如果实力足够，直接杀进魔族，掌控战场，谁敢说什么？说到底还是实力不足。好在林墨自身天赋可以遮掩探查，不然他就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不想了，修炼！林宪盘腿坐在沙发上，运转不灭点，但金色光芒笼罩，内视之下，
细胞中不停有大量能量被压榨出来，随着气力流转周天后再返回细胞，如此反复，宛如洗练一般。4天后，林宪体内指头粗细的气力猛然加速运转，紧接着全身一震，暴增2倍。睁开双眼，满意的看着面板，等级此时已经来到了41级。功法不灭点，融合进度1%，体质、力量、敏捷各自增长5万点。虽然4天不眠不休，也并未进食，但丝毫不觉得饿，反而更显精神奕奕。去学院一趟。林宪站起身来，狠狠地伸展了一下，身体传来噼里啪啦的骨骼摩擦声，一阵舒爽。跟林墨打声招呼，先前往一中帮他办理了病假，随后便前往学院。前几天不管是见齐老还是回家都比较急切，都是一路遁空。此时慢悠悠地晃进校园，但略感物是人非。开学至今还不足2月而已，自己已经把同龄人甩得太远了，估计这学院也待不了太久了。林宪颇为感叹。不过这些同学都急匆匆地往那边跑做什么？不得不说，他在新生里人气还是很不错的。从他身边路过的同学纷纷打起了招呼，虽然此时的他并不觉得人气高是好事儿。林宪大佬，发型牛逼！卧槽，这么大光头，闪瞎我的眼。哦，林宪大佬好，发型牛逼！咦，林宪大佬，好久不见啊，你换新发型了？别说，这个形象还挺适合你的。月考快要开始了，我先过去了呀，林宪大佬再见。林宪满头黑线，这姑娘什么眼光？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还有那个嘴上叼着韭菜盒子的，你竖个大拇指是什么意思？在讽刺我吗？你再躲我身后，信不信我再给你2拳，让你继续当国宝？林宪吊着一副晚娘脸，低沉道。李武通赶忙拉着谢子轩躲得远远的，连连摆手，别！上次那2拳我出秘境时都没消，被嘲笑了好些天。谢子轩也是捂嘴偷笑。林宪一瞧两人拉在一起的手，啧了一声。许是他的目光太过明显，两人连忙放开手，双双脸色通红。哎呦我去，我这暴脾气这么纯情的吗？林宪一整个大无语，白眼一翻。你俩也去对战室参加月考？对啊，不然呢？李武通理所当然道。那最后你俩遇上了，这架还怎么打？林宪好奇地问道。谢子轩一脸坚定，战意盎然道，当然全力以赴了，我雷霆法师还能输不成？李武通也是不甘示弱道，当我湮灭术师白给的。林宪还能说什么呢？就你俩还打架？怎么打？床头打到床尾的那种吗？此话一出，两人整个垮掉。右双若灼他喵的脸红了，林宪整个人都暴躁了，大手一挥道，你俩赶紧攻远点。说罢懒得再理会俩人，转身前往齐老办公室。林大佬，你不去参加月考吗？不去。齐老一书趴在他办公桌的脑袋上，你不去参加月考，跑我这来干什么？不去，我去跟大人打小孩似的，有什么趣儿？您还没告诉我9天玄石哪里有呢？林宪赖在齐老这里不走。不知为何，此次晋升破天锤的材料他听都没有听过，不仅是没听过，他在网上也没搜到这种材料，于是只好赖住齐老询问。齐老皱眉苦思，许久后才摇了摇头道，这个材料我也不曾听说过，回头我帮你问问其他职业者。你又不用装备，要这材料做什么？林宪赶紧提醒道，我还有个锤子。小孩子不许说脏话。齐老又是书一卷拍在他脑袋上。林宪一愣，回过神来，一把将破天锤掏出来，好笑道，我说的是这个。齐老难得的老红一脸，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武器就武器，什么锤子不锤子的，你的武器晋升需要9天玄石这个材料。林宪连连点头，一脸肯定。齐老建议道，那我会尽快给你联系的，你自己也可去开荒城那边找找看，许多新开荒的副本里面的材料也是稀奇古怪，并未传到网上，也未可知。以林宪的实力，小心一点在开荒城还是没有问题的。是江省边界那边吗？林宪立马回想起来，江省本就地广人稀，在地心突变之后就变得更大了，环境复杂，魔兽太多，无奈放弃了大部分的领地。别说，还真别说，这是个办法，指不定还能把晋升黄金级的材料赚出来。决定了，就去那里。林宪离开学院，绕到菜市场买了大量的食物，回到家中。小莫，我要去开荒城那里，估计需要不短的时间，你在家好好修炼。那个哥，我能不能跟你一起？你看啊，如今我也可以修炼了，天天闷在家里太无聊了。你出去升级刷本的时候，我就待在开荒城修炼。林墨小心翼翼道，颇为讨好的，又是倒水又是捏肩的。林宪见他如此这般，哪里忍心？行吧，不过先约法3章啊，你绝对不能出手，知道吗？那肯定的，我绝对不动手。林墨迫不及待地冲回房间收拾东西。林宪见他如此兴奋，微微一笑，略微沉吟，待林墨过去也好，
他目前的变化太大，再留在这里反而不是好事儿。说走就走，俩人先后经历2次传送，才抵达目的地。此地距蛮荒区域最近，未开发的副本也是最多的，便吸引了大量的副本开荒队聚集。久而久之，形成了如此庞大繁华的城市——开荒城。这里就是开荒城了吧？第82章，专业开荒800年。开荒城并不算是华国的城市，是职业者自发性的组建，发展至今没有军部驻守，也无职业者协会入驻。虽是鱼龙混杂，但大型的冲突是没有的。整个开荒城除了华国一些顶级工会有分部驻扎之外，最多的便是财团的开荒部门，以及散人职业者自发组织的副本开荒小队，以开荒的副本转卖谋取财富。不论什么时候，追梦人、淘金客都是不缺的，所以这里虽然混乱，但众多职业者依旧前赴后继涌向这里。在这里，一夜暴富不再是梦，前提是你或者自己的小队有那个实力。当然，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一点点运气，毕竟不是谁都能出门就遇秘境的。两人一出传送阵，林宪心神一松，自己和林默都已形象大变，应该无人能认出他俩。林默哪怕是不小心露出些许实力也是无碍，只要自己不说，谁能知道林默还没有转职过。林宪带着林默直接打车前往开荒城综合任务大厅。来之前他已做过攻略，那是由开荒城几个顶级工会和财团共同建立的任务发布场所。人太多了，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辉煌工会招人了，40级以上皆可报名，特别优秀者可放宽至30级。重宝求一位50级法师出手，要求掌握最少500米范围群攻法术。本人2转刺客，求队伍酬金好说，求一战士群攻技能书，报酬不菲，有的面议。林宪带着林默挤到柜台边，挥手示意道：“发布任务。”好的呢，请问您要发布什么类型的任务呢？服务人员挂着职业微笑，从容回道：“一个悬赏类，悬赏9天玄石材料，有消息也行，价格面议。一个是可帮助开荒40到50级秘境，报酬只收中高价材料。”好的呢，任务发布栏分为3个档次，价格分别为50万、100万、200万每天。您看。则林宪无力吐槽，万恶的资本家，想都不用想，价格越高，位置越醒目，越能被更多人看到。他可没那么多钱，直接将张怀仁几人报的铂金级装备拿出1件递过去。你折个价吧，挂200万的。杀人不报背包，真的是有些亏。张怀仁那狗东西的狂战工会好东西绝对不少，身上怕是有史诗级装备也不一定，没报出来可惜了的。若是能找到他儿子张冠清，指不定能发一笔大财。工作人员笑容更盛，装备折价，这里比装备商城、拍卖会折的低上1-2成，他们的提成会更高一些。热情道：“您稍等片刻。”不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正在这时，林宪耳朵微动，听说猛龙工会已发现了一个副本，折了3波人了，正在那边找高手呢。运气真他妈好，我们财团都开了1个月天窗了。呵呵，运气好，还不知道要折几波呢。哎，我昨天才突破51级，可惜了。还要再听，只见柜台工作妹子已经过来了。先生，您的铂金装备折价了2400万。行吧，全留着，到时间了我再来。柜台妹子笑得就更热情了。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大主顾，就是没有头发和眉毛，太奇怪了些。控制好表情。好的呢，麻烦先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出了任务大厅，在隔壁装备行把剩下的几件铂金装备全部卖掉。我们就住这里吧。林宪看着眼前60多层的豪华酒店，显然比较满意，要了一间套房。小莫，酒店吃的喝的什么都有。见林宪似乎是还要出去的样子，林默坐在沙发上乖乖地点了点头。我知道的，我就在酒店修炼，不会出去的。林宪步伐一顿，见他这么说的这么可怜，摇头失笑道：“若是无聊了，也可以在城里转一转，白天还是很安全的。”安顿好林默，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任务大厅。也不知道猛龙工会的人还在不在。可惜等他赶到时，绕着偌大的任务大厅转了一圈，也未发现猛龙工会的人。林宪一拍脑袋，算了，还是直接去他们的驻地好了。好一番波折，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看这建筑的风格，只怕都是猛龙工会旗下的产业。该说不说，在开荒城这种混乱的地方，还是这些顶级工会有牌面。工会外联接待处，林宪直接走了进去。你好，听闻贵工会正在攻略一个40到50级秘境，我想我大概能帮得上忙。您好，请问你是一个人还是有自己的开荒队伍？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抱歉了，此副本我们暂时只接受开荒队伍。接待人员显然都是好脾气，见他只是一个人前来，也并无异色，依旧仔细询问道。林宪一愣，显然是没想到这茬儿，自己本就是一个人开荒，一人成队，没毛病。面不改色道：“有自己的队伍。好的，麻烦您填一下队伍情况。”接待人员递过来一张表格。嗨呀，好麻烦，这没有知名度也是个麻烦事儿。
果然钱难赚，屎难他不知道。林宪无奈地接过表格，3两下画完，递了回去。队伍名称：专业开荒800年，平均等级40+，队长姓名托尔，都是玩锤子的，名字借用一下不过分吧？林宪嘴角一勾，淡淡的想到，这个队伍名儿。接待人员惊异地看向林宪，有什么问题吗？没，好的，已经登记完毕，麻烦您在隔壁会客厅稍等一会儿，我们开荒部部长马上过来。林宪自然客随主便，门一推开，20双眼睛看了过来，好家伙，还挺对称。只见2队人员各自战服统一，看起来就很专业，他这个自评专业的人倒是有些不够看了。2队左右分开，泾渭分明，左边队员明显特别年轻，大都20多岁的模样，身穿队长服装的是一位看起来颇为温和的靓丽女人。右边这队倒是要成熟许多，一身血气，队长是一个临近40的男人，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疤痕，更显狠厉。此时见他单独一人进来，年轻队伍互相对视一眼，颇为友好的点了点头。狠厉队伍看过一眼就不再关注，倒是疤痕队长眉头一皱，看了靓丽女人的队伍一眼，对着林宪冷哼道：这么年轻就急着送死吗？第83章猛龙公会。林宪看了他一眼，并未说话。小兄弟坐这边吧。靓丽女人指着旁边的椅子，笑着邀请道。谢了。刚刚坐下，正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文件夹，风风火火地推门而入，看起来颇为严肃。邓部长。2位队长站起身来打了声招呼，很是尊敬的样子。林宪也不认识，跟着站起身来，点头示意。诸位请坐，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副本情况。这个副本的机制是我开荒这么多年以来见过最五花八门的，远远不是躲几个 BOSS 技能就能解决的。邓部长神情严肃，拍了拍手中的文件夹，继续道：我下面所说的一切关乎着你们的性命，等我说完之后，你们再行考虑是否确认接下这个任务。第一关卡是最简单的，有3扇门，分别为木、水、土属性的 BOSS， 随意选择一扇门杀死其中 BOSS， 就可以进入到第2关卡。BOSS 虽然比绝副本的更难一些，但相信对于你们来说问题不大。第2关卡情况就是这样，目前已经探明的就是这4个关卡，后面第5关卡是否就是终极 BOSS， 还是说有第6、第7关卡，我们无从知晓。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猛龙公会一向刚正，若是觉得为难，可以退出。邓部长说完，便看向2位队长。哦，还有林宪。这2队他侧面了解过，一个是老开荒队，在开荒城颇久，女子这边的队伍听说实力也是不错。见2位队长各自带着队员走向一边商议，只有这光头一人无所事事，脸上挂着笑容，无法看出在想什么。邓部长拿起文件夹又瞧了一眼，看向林宪，询问道：这位托尔先生是才来开荒城的吧？你不需要跟你专业开荒800年，不需要跟你的队友商量一下吗？林宪忍俊不禁，这队伍名字从这位颇为正直的邓部长嘴里说出来，怎地如此好笑？憋笑道：不用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可以现在商量一下报酬了吗？猛龙公会都如此有诚意了，林宪也不隐瞒，直接进入正题。就你一人？这……邓部长一怔，显然被惊到了，连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起来。2边的队员纷纷看了过来，震惊地看向林宪，这光头如此拿大，不知该说他豪情壮志呢，还是该说他狂妄。邓部长无语，他们猛龙公会的精英团队折了4波都没拿下的副本，他竟妄想一个人打通。林宪收起笑脸，正色道：邓部长放心，我既然敢一个人去，必然是信心的，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再说了，若是我死在里边，贵公会也不会损失什么。这你确定吗？邓部长再次确认道。林宪点了点头，当然。行，我看你填写的报酬是中高阶锻造材料，若是你真能通关15亿华币的等阶锻造材料，中阶的还是高阶的，到时候你再行挑选就是。邓部长当即回道。虽然他是一个人，但给的也是队伍的价码。可以，这个价位林宪还是比较满意的。来之前他查过资料，40至50级的普通副本开荒也就10个亿，这次的副本难度明显超出不少，猛龙公会给到15亿，算是非常良心了。这也可以看出此公会的人品确实不错。这时靓丽女人带着队员过来，微笑道：我们蛟龙小队同意此次开荒，不知什么时候前去。疤痕男子也走了过来，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此次开荒除了开荒成功的小队之外，其余2队也有5亿的辛苦费，不会让大家白辛苦一场的。见在场的众人了解规矩，邓部长也不再多费口舌，接着道：好，既然大家都已同意，那么明天早上8点在此地集合，大家今晚好好休息，养足精神。猛龙公会门口看着靓丽女子走远，疤痕男人看向林宪冷声道：别离那个女人太近。说罢带着队员离开。林宪挠了挠头，不自意地耸耸了肩。托尔兄弟来的可真早。
靓丽女人右手捂嘴，咯咯笑着跟刚进门的林宪打了声招呼。这不也没赶在姐姐你前面吗？林宪也是微微一笑道。正当靓丽女人还要说话，只见疤痕队长带着队员随着邓部长一起走了进来。既然都已到齐，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出发。跟着邓部长走进猛龙公会内部的传送阵，短短5秒不到，耳边传来一阵宛如雷鸣的声音。林宪眼中沙漏图案隐去，这传送阵法目前还不是他能够看得明白的。举目望去，原是一座璀璨的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如银龙飞舞，又如天河倒挂，端是一幅壮丽的画卷。而他们所在竟是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山腰平台，看痕迹应是人为开凿出来的。而瀑布就在侧前方不足30米，水雾扑面而来，往下一瞧，深不见底，也不知这瀑布流向何处。就在此时，几个身穿猛龙公会服装的男子快步走了过来。邓部长，一切正常。邓部长点了点头，转头看向他们21人。副本就在于此处平行的瀑布背后，我这里只有一对显影石，你们看。说罢，看向靓丽女人和疤痕男子，林宪摸了摸鼻子，有些不自在。不看我是什么意思？怕我死里面浪费了吗？靓丽女子眼中异色一闪，看向疤痕男子，客气道：“还是由平和小队的郑和大哥拿着吧。郑和大哥实力最强，拿显影石再合适不过了。我想托尔小兄弟应该也没有意见吧？”说完，朝林宪挤了挤眼。林宪耸了耸肩，他无所雕位，只是对疤痕男子的队名和名字有些惊讶罢了。郑和深深地看了靓丽女子一眼，没有说话，径自取走邓部长手中的其中一块显影石，对邓部长点了点头。路过林宪时，冷声道：“有你没你都一样，不自量力。”说罢，便带着队伍越过30米的距离，扎进瀑布背后，不再身影。邓部长手中显影石亮起，就见郑和一行10人正站在一处宛如古墓的昏暗大厅，前方正是邓部长昨天说过的3扇残破不堪的木门。靓丽女子再无异色，带着队员跃进瀑布。托尔小兄弟，此副本不是寻常副本可比，此时反悔还来得及，以免白白丢掉性命。邓部长见林宪正要动身，好言相劝道。林宪微微一笑，并未说话，一步跨出便消失在原地。第84章新技能狂舞鞭挞。破碎大厅40至50级副本，限10人。眼前一黑，林宪便出现在刚刚从显影石上看到的昏暗大厅。有意思，运转时空之河竟还有这种惊喜。刚刚折叠空间瞬移时，竟发现瀑布背后空间线条的异样，也就是这个副本所在之地空间略有不同。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比别人更容易找到未开荒的副本？弄上几个副本之河一脉，什么材料换不来，还用再费心巴拉的帮别人开荒？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林宪茅塞顿开，直接略过关卡简介，看着眼前40风一吹都会散架的木门，他也不挑，随意开了左边一扇，一脚踏入，林宪无比惊讶，这是来到青青草原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草满地的平原，除了一棵参天柳树之外，空无一物。除了柳树格外的大而已，可谓是平平无奇。探查千年柳树头目级 BOSS， 等级50级，血量6000万，体质60万，力量40万，敏捷45万，精神55万。技能老树盘根，狂舞鞭挞。虽然第一关卡的 BOSS 就是副本极限等级，但这是事儿。商工都懒得开，裂地冲撞，负5080万。雷霆降落，负7620万。林宪自信转头，现在刷本体验越来越差了，高难度的本以他的等级根本进不去，能进的本就是这个逼样。没死。久久不见面板提示，回头一瞧，只见柳树一片焦黑，血条清空，生命力如此顽强。正当林宪还要再补一脚，却见脚下草地瞬间枯萎，不只是脚下，整个草原的青草再不见一丝绿色，柳树血条直接回满。紧接着，林宪眼前一绿，成千上万的柳条铺天盖地向他所在方向无差别抽下，声势之浩大，景象之壮观，丝毫不比外面的瀑布差。林宪眼中沙漏流转，击退，负6096万。击杀了千年柳树头目级 BOSS， 经验加14万，获得千年柳树树心1，获得了装备木灵护腕1，体质属性加8，力量属还不错，就是有点可惜，没能见识老树盘根是个什么技能。林宪颇为可惜的摇了摇头，拾起千年树心查看。宝物千年柳树树心。介绍：佩戴后木系技能熟练度提升速度增加100%。我这么忘公会的吗？一开荒副本就能遇到好东西。林宪无了个大鱼，这种玩意儿一旦流入市场，全国的木系属性的职业者还不抢疯了？猛龙公会这是走了什么大运？破碎大厅副本隐藏的如此之深，都能被他们找到，也是气运惊人了。
将千年柳树树心收回背包，林宪拿起木灵护腕查看。木灵护腕战士，等级50级，品质铂金，力量属性加60000，防御加50000。特性狂舞鞭挞，召唤数条千年柳枝，劈向前方10米范围，造成300%伤害，冷却时间5分钟。属性加成比较常规，特性也是普普通通，就是不知道这类技能如果自己转换了，会以怎样的形式施展。林宪兴趣来了，以前倒是从未想过，说是就是。右手荧光覆盖木灵护腕，转换优化，1分钟、2分钟、3，在他的等待中，荧光整整持续了5分钟，还未结束，怕不是要失败？竟这么艰难！林宪耐下性子，继续转换。终于，第11分钟时，荧光终于消散，收起木灵护腕被分解后的材料，脑中有了技能的些许感悟，这是之前不曾有过的，估计是功法的缘故。林宪直接看向自己的技能面板，意念感受。狂舞鞭挞，入门，主动加，施展时锁链分化延展，劈向前方等级10米范围，造成300%范围伤害，冷却时间2分钟，消耗300法力值，连续升级至大成级。狂舞鞭挞，大成，主动，施展时锁链分化延展，劈向前方等级10000米范围，造成1000%范围伤害，冷却时间45秒，消耗2万法力值。锁链，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林宪拿出自己的破天锤，看着锤身缠绕的锁链，愣愣出神。试试！林宪右手举锤，技能发动，只见锤身锁链瞬间划分万千，远远看去，宛如一把巨扇，朝着一片死寂的草原山下。轰！整个草原剧烈震动，犹如灭世。定眼一看，以它为原点，一条条鸿沟呈扇形的蔓延至草原边界，被副本空气墙所阻。每条鸿沟足有数米宽，数十米深。我的天！林宪不禁暗自咂舌，不愧是转换了10几分钟才成功的技能。不过，这种技能也就只能在副本里或是镇魔战场上用了，在地心上，林宪摇了摇头。再或者，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了自身实力，能够做到入危级的控制。不然的话，一个技能下去，地心该汗流浃背了吧？话说回来，自己现在随意毁掉一个省，问题不大吧？他原以为锤身上的锁链只是装饰作用，不曾想与天赋转化产生了这等化学反应，就很棒。回去之后，得赶紧加快功法的融合速度了。以他当前1%的进度，能感觉到只能微微控制，差别不太明显。以他猜测，当不灭点的融合进度到100%的时候，应该就能完美的控制掌控了。加快进度！林宪转身回到大厅，大厅中央出现了下个关卡的传送光圈，没有选择下个关卡，反而打开了中间的那扇破门。反正对他来说也不费事儿，看看另2扇有什么好东西。中间破门内是一个巨大湖泊 ，BOSS 为一只魔鬼鱼，血量跟柳树不相上下。至于湖泊里为什么会出现魔鬼鱼，林宪表示他也不知道，常识这玩意儿在200多年前就不管用了。3秒后，击杀了魔鬼鱼头目级 BOSS， 经验加14万，获得鱼脑11，体质属性加，果然也有。宝物鱼脑石，介绍佩戴后，水系技能熟练度提升速度增加100%。林宪把玩着手中的鱼脑石，有些兴致缺缺的收回背包。他自己用不上这东西，好在可以卖个不错的价钱。如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第3扇木门为土系的地刺蜥头目级 BOSS， 宝物是一颗土黄色的锡盒，能够提升土系属性的技能熟练度。按邓部长所说，第2关共有2个 BOSS， 属性为一金一火，这2只 BOSS 职业者必须同时杀死才行，相差时间不能超过5秒，一旦超过，2只 BOSS 原地满血复活。真是难为猛龙公会是怎么探明白的。林宪淡然一笑，进入下个关卡。